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回到宅子里，叶灵儿与柔家郡主都已经回了。范闲回到房里，喊四琪去倒茶，便支开了这位与思思一般，在秋天里却一直对自己发着春怨的大丫鬟，趁着房中只有自己与妻子的空，轻声问道：最近宫里有什么风声没有？林婉儿正坐在窗边，对着外面的天光绣块东西，听着他问话，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出什么事了？时已近暮，天光入窗后散作一大片并不如何清亮的光线。范闲看着婉儿蹙紧了的眉心，心疼地走上前去，揉揉她光滑的眉心，说道：这光线不好，绣什么呢？婉儿的脸色有些白，许是昨夜没有休息好的缘故，低头痴痴一笑，将手中绣的东西葬到身后，说道：绣好了再给你看。范闲看着妻子柔弱模样，长长睫毛，心里不自禁的有了一丝歉疚。打从春初离开京都后，对于妻子的呵护便比去年弱了些。这倒不是说他是位喜新厌旧之人，毕竟堂堂小范大人如今是连房姬妾都没有，只是有太多的事情羁绊着他的心思，让他很少理家的事。林婉儿想到他先前的问话，略一沉忖之后说道：宫里最近一直安静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怎么想到问这个？范闲苦笑说道：你那无情的舅舅让我去管一处，还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官员，那些官员们的真正主子都在宫里住着的，我自然要多关心一下。林婉儿的身份特殊，有皇祖母的恩宠，还有陛下的亲眼看待，在宫里的地位竟是比范闲当初想象的还要高。陛下没有女儿，如今的庆国并没有正牌的公主，婉儿却实在与一位公主差不了多少。他想了想后笑着说道：放心吧，都知道陛下宠你，那些娘娘们当着面儿当然只会说你的好话。范闲笑着道：我面圣也不过数次，也不知道这宠字从何而来，如果说陛下宠你倒是可能，对于我吗？不过是爱屋及乌罢了。林婉眸子里闪过一丝爱慕，轻声说道：相公总是这般。他接着说道：舒贵妃这些天对你真是赞不绝口的，宜贵妃嘛，你也知道和咱们家是亲戚，怎么也要偏着你说话，只是皇后还是如往常一样清清淡淡，至于其他的那些妃子，在宫中连说话的资格也没有，我也就没去记去。范闲很相信妻子的判断，他就算将来全盘执掌监察院，皇宫也是他的手指无法触及的森严所在，而婉儿就是他最可靠的耳目与密探。而舒贵妃说自己好话，不外乎是自己卖了他一个小人情，几句话又不用花什么银子。宁才人那边有什么说法？范闲好奇问道。我与你太皇兄争道的事情，应该早就传到了宫里。林婉儿掩嘴笑道：宁姨才懒得理你，他素来最疼我的，说你与大殿下是两个小兔崽子胡闹，将来他要一边打50大板。范闲故作惊慌：娘子啊，这宫里的板子可不好受，你可得帮为夫多美言几句。林婉儿却是懒得搭他的玩笑话，啐了一口之后说道：你自己爱得罪人，没来由总是让我替你善后。他从身后取出那方绷紧了的袖底儿，嘻嘻笑着说道：提司大人没有话问了，那就请退下吧，别耽搁我做事。范闲收回正准备上去抓小手的手，郁闷说道：也不知道是什么要紧事。正准备离开，却又想起自己先前遗忘的那个大人物，略带一丝犹豫问道：见着太后了吗？林婉儿的手微微一顿，片刻后抬起头来，眼里也有些不解和黯然，点点头道：见着了，奶奶没有说什么。一直身居宫中的太后，实际上才是整座宫廷的真正掌权人。很奇怪的是，范闲进过几次宫，都很不巧的没有机会拜见，就连上2次夫妻2人进宫，太后也称病不见。而婉儿自己进宫，那位太后老人家却是喜欢得很，将她抱在怀里，心肝宝贝的叫着。太后对于范闲明显的疏远之意，让婉儿有些隐隐的不安与不解。范闲在心里冷笑一声，知道那位老人家终究是猜到了些什么，不过他也不怎么害怕。林婉儿看着他的双眼，叹了一口气说道：前次灵儿入宫的事情，他今天讲给我听了。相公啊，我知道如今你的公务有些为难处，但其实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看似在利用他，只怕却是给自己一个借口，记着他的情。你昨夜给我讲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可怕得很。二哥，二殿下眼下虽然看着柔软随和，但其实性子拧倔得很，你既然不得已去查他，若还像如今这般顾忌太多，怕是不妥。范闲看着妻子担忧的脸，微笑着点点头说道：我也没料到你小时候竟然给二殿下取了个混名叫石头。他看似随和，但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变的。林婉儿担心说道。范闲始终信奉夫妻之道在于诚的说法，如果重生一次，对于枕边人还要多加提防，这等人生未免凄惨了些，所以他并没有将自己查二皇子的事情瞒着妻子。听着婉儿担心，他安慰道：其实也是为了二殿下好，看眼下的风头，这些朝臣们似乎都迷了眼，看不明白陛下死保太子的决心。如果现在没有人拉二殿下一把，等他真正爬到了杆子的顶端，再想下来就不容易了。
林婉甜甜一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也不知道你这心是怎么生的，竟是比旁人要多出几个窍，一脑子的弯弯拐拐，心较比干多一窍。”范闲差点脱口而出，但他深知自己只是一个演技派演员而已，在政治上实在幼稚得很，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冷血无情，还有表面上的温柔。他对着妻子深深一揖，笑道：“哪里敢和林大谋士相提并论？您可是自幼从那世间勾心斗角最厉害的宫里逃出来的仙子。”林婉啐了他一口，笑骂道：“你还真当宫里这般难堪？”范闲笑着说道：“前贤曾言，这世上就属妓院与皇宫，一片清渣黑暗，委实不是人待的地方。”林婉闻言一怔，心里有些不悦，低下了头。范闲这才想到自家媳妇儿也是出自宫中，自己如此说法确实是有些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笑着道了声歉，二人便回复如初。静了会儿，林婉细细一品，心中反而多出了些感动。虽然自己生母乃是当朝长公主，但这世间女子又有几人能在出嫁之后能够得到丈夫如此尊重的对待，更没听说过有丈夫给妻子道歉的理儿。林婉温言说道：“宫里确实不是你想象的那般，皇帝舅舅又是一个不贪女色的明主，宫里几位主子在面上也都过得去。你往日里说的那些小说中的手段也没人敢用，太后的眼睛在那儿盯着的呢，谁要是敢坏了天子血脉，那位老祖宗断容不得。”范闲听到这句，心里一动，更觉心中大定。林婉笑着说道：“陛下狱内极严厉，争宠本就没有宠，怎么去争？皇后又不怎么管事，所以那些娘娘们啊，只好将心思都放在了牌桌之上，争口气也是好的，其实和一般的王公家中没什么两样。”范闲一愣，还真没想到皇宫里竟会是这样一派和谐的景象，那岂不是自个儿前世时看的那一些宫苑文都没了用处？有些自嘲的挠了挠头，嘿嘿笑道：“难怪婉儿你的麻将打得这般好，连范思哲那小怪物都只能和你打成平手。”一听到打牌，林婉的脸上顿时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唬了范闲一跳。走上前去细细查看，才发现这道光彩隐若流华，却是脸之余内银玉一片，名目叫做返璞归真高手之光。林婉眼波流转，横了不正经的相公一眼，说道：“只是手痒了，嫁给相公，相公却天天忙着见不到个人。不过运气不错，总算是抓着小叔子这个牌桌上的天才。”他咬牙切齿，扼腕退袖，摩拳擦掌道：“这些天范思哲这家伙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天天在牌桌上抓不着人，陪他妈打牌那竟是受罪。看他那恭敬客气模样，倒像我是他婆婆。”范闲瓜弄了一下他坚挺的小鼻梁，笑骂道：“哪有你这样说话的？”他顿了顿后说道：“柳氏自然不是你的婆婆，你在府中也别太横了。”林婉满是幽怨说道：“我是那等人吗？”话锋一转说道：“再过些天要赏菊了，依往年的规矩，宫里的贵人们都会去西山，不过不知道今年会怎么安排，我们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看怎么去。估摸着再过些天宫里会有公公过来传谕，你别忘了这事。”赏菊。范闲眉头一动，知道秋高气爽之际，京都人都喜欢去园中赏菊，没有想到皇族也有这个爱好。李氏的一次大聚会，自己自然是要去的，只是联想到最近自己在京都做的事情，他忽然想到会不会那些老一辈的狐狸们这时候就像赏看菊花一样，在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呢？没有注意到相公的忽然沉默，林婉认真说道：“最近没得牌打，菊花又未开，总是无聊。婚前你答应我的书，什么时候写出来给我看？”范闲一脑门子官司，哪里还有精神去抄《红楼梦》，苦笑着求饶道：“我说奶奶，您就饶了小的吧。”一见林婉死活不依的催稿神色，他再不敢待在房里厮磨，屁股冒烟推门躲了出去。像见鬼一样落荒而逃的范闲，在宽阔的宅院里穿行，直到遇上几波掩面而笑的丫鬟，他才觉得有些不妥，咳了两声，想表现出一代名人一代名臣应有的风范，但身子直了不到一刻，却又马上缓了下来。他咬牙想着，既然打小就确定这是要漂亮的活，何必再去管那些人的目光？他闷哼一声，哼着小调，跳着恰恰便拐进了自己的书房。与妻子的一番对话虽然家常，但却得到了几点有用的信息。只是范思哲这些天的动静确实有些奇怪。范闲皱着眉头，心里隐隐有些担忧。接着想到石头记的问题，才想到北齐皇帝将消息封锁了起来，自己承他的情，看来总要抄一张寄过去才好。只是自己是石头记作者的事情，终究瞒不了多久。他决定不用监察院的密信线路了。做了不到片刻，房间外的天光还没有全盘暗淡，严冰云已经如约而至。范闲看着他递过来的案卷，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他今日先是审看穆铁递过来的卷宗，与石产力定下基调，接着去老宅办事，回来哄老婆。这时候又要与小严公子说话，短短一天时间做这么多事情，看来这所谓权臣的养成果然是一件很辛苦的活路。你要我逮的人我都已经逮了，不知道对你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范闲没有看案卷，
只是淡淡的询问着。前一阵子的打老鼠看似没有触及京都的官场，但实际上却在大量冗余案件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靠近了二皇子案中的势力，也试探性地拘了2位官员。因为严冰云认为那2位官员品阶虽低，却是查证二皇子与长公主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的重要人物。严冰云坐在椅子上，面色冷静，指指他面前的案卷。已经得了。范闲大惊，说道：这么快？他也懒得再看案宗，直接问到结论。严冰云冷冷说道：信阳每年往北齐和东夷城走私的数目极大，表面上的亏空是由东宫太子那边造成，但实际上最大的一笔数目都是经由名家交给了二皇子，用来收买朝中的官员，结交各路的封疆大吏。所以大人的判断不错，二殿下的背后就是长公主。范闲皱眉道：名家？崔氏的姻亲名家？正是。这么大一笔数目是怎么从内库调到二殿下手中的？范闲请教道：当然不能走京都的线，是从江南那边绕过去，中间有几家皇商经手之后分散，由下而上，再由二殿下统一支配。严冰云看了他一眼，过程很复杂，写在案宗里，大人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直接看就好了，用说的话比较复杂。范闲没有理会他语气里对自己能力的质疑，只是陷入沉思之中，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深吸一口气后说道：我要进宫面圣，你要不要跟我去？严冰云闻言一怔，很直接的反应道：下官不去。而且这件事情真的需要揭开吗？范闲反问道：长公主与二皇子做得如此隐秘，但是我们却轻易查了出来，难道你以为宫中不知道？咱们那位陈院长能不知道？宫中就算有所警惕，但一定手上也没有实据。严冰云缓缓低下眼帘，大人不要忘了，一处死去的头目诸葛一直是长公主的人。这个案子如果不是大人如今独掌一处，而其余的部门全力配合，根本不可能查出来。所以如今的情况是，大人如果真的将这案子揭开，京都必将大乱。他说得很冷静，但范闲却从话语的背后听出一丝冷酷。能这么快查出来，除了监察院恐怖的资源之外，有很大的程度依赖于严冰云那超绝的能力。而很明显，严冰云并不愿意自己查的案子让一向表面太平的庆国朝廷因此大乱。归根结底，严冰云并不是忠于范闲，而是忠于陛下，忠于庆国，忠于监察院。范闲看了他一眼，说道：你知道压下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严冰云摇摇头：我只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被掀开，您的夫人一定是最为难的那位。其实绝大多数上层人物都知道范闲的妻子就是长公主的女儿，只不过没有人说过而已。如果范闲立意要把这件事情捅破，毫无疑问，不论从哪个方面讲，宫中的皇帝陛下都要做出异常强悍的反应，而林婉的处境不免会尴尬起来。范闲回京后的所作所为，其实只是想弥补当初用颜纸逼走长公主，缓解了皇宫内矛盾的失策。他想要的结果就是逼着那位或许另有打算的皇帝陛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剥夺调长公主手中的权力。我尊重我的妻子。范闲带着一冷寒意盯着严冰云，但是我不会因为他的为难而放缓自己的脚步。严冰云缓缓抬起头来，眼眸里似乎也有些疑惑。这正是下官不明白的一点，大人，您究竟想做什么？2个原因。范闲站起身来，走到书房的窗边，看着缓缓沉下的夕阳。庭院间的一角，一位妇人正在打理着灌木的枝叶。第一个很简单，朝廷现在正缺银子，南方的大江常年失修，今年堤防缺溃，淹死了几10万人。虽未轻睹，但想来确实很惨啊，哥们儿，到哪儿去弄银子赈灾呢？家父这些天就在愁这个问题。本朝的财政状况与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不一样，常年用兵耗费大量钱粮，这且不说，来源也很怪异，一年国库所收竟然有极大的份额必须是由内库调拨而来。内库是陛下的库房，实际上你我都清楚，那是当年叶家女主人的遗泽，也就是凭借这些产业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银子，才能支撑着庆国。范闲回首眯着眼睛望着严冰云，而长公主是一位爱玩弄权谋的人，这些年来内库的银子逐渐地四散到官员们的手中，为他及他换取效忠与权力。说句不好听的，这是在用陛下的银子挖陛下的臣子，银子都耗在了内耗与官员身上，这天下需要银子的地方又到哪里去求银子？银子只是银子，但怎么用确实个大问题。与其放在官员们的宅子里发霉，不如我们把他们逼出来，填到河里去下水鬼。所以我急着查崔家与二殿下，免得咱们的长公主殿下与那位似乎只喜欢读书的二殿下把咱们庆国的银子都慷慨地送光了。范闲微低着头，似乎有些感慨，苦笑道：当然，这件事情揭破后，陛下大概不会严惩自己的亲妹妹，但是就像上次赶她出宫一样，陛下总会碍于议论，好好查一查内库，也会打醒一下二皇子。不过我大概陛下盛怒之余，会嫌我多管闲事，将我一脚从监察院里踢走，贬得远远的。他伸了个懒腰，
脸上挂着纯良天真的笑容。没办法，希望陛下能让我回儋州就好了。严冰云微微偏着头，面色僵硬，像是从来不认识面前的这位提司大人，喃喃说道：可是大人，您明年就会接手内库，到时候再查，岂不是名正言顺之事？范闲笑了笑，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咱庆国也没有余粮啊，能早一天堵住内库外流的银子，南边那些遭灾的民众就能多几碗粥喝。旁的事情可以等，可是饭一顿不吃会饿得慌的。严冰云死死地盯着他，似乎想看清楚面前这位究竟是自己原先以为的阴险权臣，还是位大慈大悲、不惜己身、不惧物役的大圣人。不要以为我是圣人，范闲摇头说道。归根结底，本官也是在为自己考虑明年接手内库，那就是断了信阳方面的财路。他拿什么去支持皇子？他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内库的账目自然是整齐的，但暗地里的亏空怎么办？难道要本官接着，然后愁白了头？他人十胜的盛言，本官不愿去捧这破了眼口的石碟。内库是座金山，也是盆污水。长公主有太后宠着，我呢，身为外臣去掌内库，本就是遭罪的事儿。他苦恼说道。我倒是怀疑，陛下是不是准备让我去当长公主的替罪羊？将来一查内库亏空的事儿，我有800张嘴也说不清楚。不错，我不甘心，所以要抢着把我丈母娘的洗脚水泼在他自个儿身上。如果陈萍萍或者范建听见他这时候的说话，看见他这时候的表情，一定会竖起大拇指，暗赞此子年纪轻轻，演技却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外臣，外你个大头鬼！但严冰云却哪里知道这幕后的惊天之秘，听着范闲自成私心，内心深处却是更加感佩，觉得这个一直看不顺眼的小范大人竟然是位直臣。他皱眉建议道：为何大人起初没有兼具宫中的提议？内库确实太烫手了。范闲有些自嘲地笑了笑，说来你不信，但我还真的是想为这天下百姓做些事情。严冰云的外表依然冰冷，但那颗心的温度却似乎有些升温。他站起身来对范闲行了一礼，然后开始用稳定的声音，开始从一位下属的角度出发，给出建议。这个时候动内库是很不合算的事情。范闲静静地看着他，严冰云似乎没有感受到范闲有些咄咄逼人的目光，因为就算这件事情被捅出去，看大人最近这些天的计划，说不定还会以天大的胆子要求石产力写一篇公文，洋洋洒洒地贴在大理寺旁边的墙上，让天下人都知道长公主和京中的官员从内库得到了多少好处。范闲自嘲一笑，他还确实有这个打算，反正他胆子大，后台硬，这个后台不是皇帝，是那个书，也没有用处。严冰云正色说道，至少对今年的灾民来讲没有用处，内库流出的库银根本不可能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内收回，先不说陛下能不能下这个决心，得罪大部分的官员，只是说要贬谪的官员多了，朝廷运作起来就会有问题，赈灾的事情是不能耽搁的。范闲陷入了沉思之中，问道：那依你的意见，暂时把这个案子压着，尚书大人久掌国库，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想来不会误了南方的灾情。严冰云静静说道：大人在北齐安排的事情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等到越冬之后，院中与王启年南北呼应，首先拔掉崔氏，断了信阳方面分财的路子，然后借提司大人新掌内库之机，查账查案，雷霆之行。这是持重之道。范闲皱眉道：我只是担心王启年在上京时间太短，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北边的力量，拔崔氏拔地不干净。严冰云略微一顿后，干脆应道：下官可以处理。范闲看着他，面色不变，心头却是一阵暗喜。你如今是北齐的大名人，怎么可能再回北边？严冰云应道：我手下的那些儿郎并不需要我盯着他们做事，我会尝试着越来越多的权力，然后用这些权力来做一些我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很多人的帮助。范闲看着他的眼睛，用很低的声音说道：我很想像在上京的时候一样，你与我很好的配合起来，当然不仅仅是这一次，以及明年春天的那一次。严冰云明白他的意思，并没有沉默太久的时间，低头抱拳行礼离开。监察院的年轻俊彦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人物，只是小严公子在对小范大人表示足够的信任之后，依然在迈出书房前的一刹那，回头疑惑问道：提司大人，您自幼衣锦华时，为什么对世间受苦的黎民百姓如此看重？范闲挠了挠头，回答道：可能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习惯了做好人好事。好能忍的小严公子居然一直没有问沈小姐现在如何了。他看着窗外夕阳下那剪了一半的灌木，面无表情，心里却在暗中叹息着，官场之上果然是步步惊心，便是自己住的范府都还有这么一位功力深厚的探子。虽然范闲在刑部正式显示监察院提司的身份之后，一处设在范府的那个密探很知趣地表明身份后退了出去，但这个院子仍然不安静，如果自己身后不是有五叔，只怕根本注意不到那个种花的妇人。正如他自己所说，范闲不是圣人，
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好人，更不是雷锋对付长公主，连带着那位不知深浅的二殿下。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他与信阳方面早就已经有了解不开的冤结，而造成这种冤结的根源内库，则是范闲众生以后最不可能放弃的东西。内库便是叶家，里面承载的含义由不得范闲不去守护，不论是谁想挡在这条路上，范闲都会无情的踢开。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范闲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爱自己，爱妻子，爱家人，爱世人，爱无爱，以及爱人之爱。这不是受了大爱电视台的熏陶，而是纯粹发乎本心的想法。浑浑噩噩，欺男霸女是一生，老老实实，委委屈屈，朝不保夕是一生，领兵征战，杀人如麻，一统天下也是一生。范闲是个贪图享乐、全力爱慕美女的普通雄性动物，但他两生的经历却让他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住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认为潇潇洒洒，该狠的时候狠，该柔的时候柔，多亲近些美人，多挣些钱，多看看这个美丽世界里的景色，这才是光辉灿烂的一生。在首先保证生命以及物质生活的前提下，他并不介意美好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但是世界要美丽，首先必须要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笑起来，所以范闲这个可怜权臣在一开始的时候难免会累一些。如果说他还保持着当初那个儋州少年的清明丽莎心境，或许他还会变得自由幸福许多，什么内库天下百姓都不会让他有多余的想法。但是庆历4年春，那一丝多余的好奇心，对未婚妻的好奇心，让他陷入了爱河，陷入了家庭，越来越深地陷了进去，再也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自由的阿巴拉古。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身为一个男人，结婚结得太早了，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这天下午，监察院提司范闲与监察院4处候补头目严冰云在范府进行了一场关于内库、二殿下名声的谈话。这场谈话的内容很快便通过庆国最隐秘的那个渠道，被分别送到了皇宫的御书房里与陈萍萍的桌子上。陈萍萍的反应很简单，她直接写了一个手令，将自己统辖全院的权限暂时下放到范闲身上。也就是说，在陈萍萍收回这个命令之前，范闲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监察院这个庞大而恐怖机构的所有力量。而御书房内，那位庆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看着案上的报告，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陛下的心里很欣慰于范闲这些天的所作所为。既然这天下的官民们都认为监察院是自己的一条狗，那这只狗就一定要有咬人的勇气与狠气，却又不能逢人就咬。让范闲去做牵狗的人，就是想看一下他的能力究竟如何。在9个月前与陈萍萍的那次谈话之后，皇帝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也默认了范闲接掌监察院的事实。日后总要让那孩子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世，身为天子的血脉，却由于出身问题，永远无法坐上龙椅。想来那孩子也会很满意这种安排。当然，这位皇帝陛下更欣赏今天下午范闲与严冰云的那番谈话，谈话之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情怀，实在像极了当年的那个女子。皇帝清瘦的脸上闪过一丝欣慰的笑容。虽然那个小家伙言语里对自己有些不敬，但可以捉摸得到那些言语下对自己的忠心。他看了一眼身前的太监，微笑说道：“洪饲养，你看这范闲如何？”洪太监微微勾身，苍老的脸上没有一丝情绪上的波动。过伟。皇帝皱了皱眉头，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在想着范闲有没有可能是在演戏给自己看。不过听说老五一直在南方，京中应该没有人能察觉到自己的安排才对，陛下应该怎么处理？洪老太监问的自然是二殿下与长公主的事情。皇帝冷漠地摇了摇头，戏还没有开演，怎么能这么快就停止？这位庆国的陛下也一直头痛于国库的空虚，虽然一直对于信阳方面有所怀疑，但却没有抓到什么实据。而且碍于太后的身体，一向讲究忠孝之道的皇帝也不可能凶猛地去掀开这幕下的一切。毕竟李云瑞对庆国是功大于过，毕竟老二是他的亲生儿子。直至今日，他才真正的相信了陈萍萍的话。有些事情，年轻人虽然会显得有些鲁莽，但也会表现出足够的能力和魄力。不说范闲，就是那位叫做严冰云的年轻官员，似乎自己当初也是没有投予足够的重视。宫女们点亮烛台，退了出去。御书房内一片安静，皇帝静静地等着范闲的奏章。如果范闲真的猜到了自己的心思，并且甘心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做一位孤臣，那么最迟今天夜里，他应该将查到的情报送到自己的桌上来。而如果范闲真的依了严冰云的意思，将这件事情压了下来，皇帝皱了皱眉头，就算范闲是从朝廷的稳定考虑，也是身为天子不能允许的欺瞒。吱呀一声，御书房的门打开了，一名太监捧着2盒奏章走了进来。皇帝向来勤勉，批阅奏章要持续到深夜，这已经成了皇宫中的定规。皇帝面色不变，但心里却在等待着什么。等他看见最下方那个密奏盒子时，唇角才露出了一丝温和的笑容。他打开监察院的专线密奏盒子，开始仔细地观看范闲进入官场以来写的第一篇奏章密奏。许久之后，他将这篇奏章放到烛火上烧了，轻轻咳了2声，提起朱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2个字：
封回了密奏盒中。其实在他的心里，这封可能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奏章根本不算什么事。在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路上，这位皇帝陛下已经看透了许多事情，与很多势力包括范闲暗中猜测的不同，他根本不在乎下面的儿子和妹妹会怎么闹腾，因为谁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到这位帝王的雄心与自信。但对于范闲的表现，皇帝十分满意，因为他清楚范闲并不是站在东宫的立场上打击二皇子。所以当这位心怀安慰的帝王开始批阅起后面的奏章后，清瘦的脸上顿时显露出无比的怒气和鄙夷。督察院御史集体弹劾监察院提司监一处头目范闲营私舞弊、私受贿赂、骄横枉法。一张张奏章就像一双双挑衅的目光盯着皇帝陛下阴沉的脸。整座京都最早知道督察院集体弹劾当朝红人范闲的，不是旁人，正是范闲自己。当陛下没有看到那些奏章的时候，范闲就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穆铁规规矩矩地坐在范闲对面的椅子上，说道：“是昨天夜里督察院左都御史赖明成签的头，因为下面要有确认的程序，所以今天才送到处里来。监察院一处负责暗中监视百官动向，御史们联名上书这么大的动静，如果一处的官员还不能马上侦查到，范闲只怕要气得开始第二次整风。”他点点头，弹了弹手上的纸张，好奇问道：“就这些罪名？”穆铁发现提司大人似乎有些不在意，不由皱眉说道：“大人，不可小视，毕竟……”他住嘴没有再说。范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一丝戏谑，说道：“是不是觉着本官的确担得起这些罪名？”御史言官的奏章上写得清清楚楚，范闲在执掌一处的短短1月时间内，收受了多少人提供的多少银两，同时私放了多少位嫌疑人，还有纵容手下当接大施暴力。后一件事情只是与朝廷脸面有关，而前2件事情却是实实在在的罪名。那些经由柳氏递到范闲手中的银票总是有据可查，而那些已经被监察院一处逮了进去，接着又被放走的官员也不可能瞒过天下人。这些罪名足以令任何一位官员下台。范闲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眉心，今天忙了一天，结果夜里又遇着这么件大事，他的心里实在是有些恼火。咱大清朝的督察院御史言官，2张鸭子的嘴皮，1颗绵羊的心，吃软饭的货色，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不畏权贵了？还是说本官如今权力还不够大，身份还不够尊贵？穆铁听着忍不住想笑，因为监察院一直都瞧不起督察院，但却硬生生地将笑意憋了回去。心想提司大人后2句反问有些明知故问，如今的京都小范大人权高身贵，世人皆知。这其实是范闲很不明白的一点，那些督察院的御史们为什么有胆子平白无故来得罪自己？自己这些天的手段一直比较温柔，想来没有触及到这些人的颜面，而且自己这些天的胜券见龙，这些人难道不怕让圣上不高兴？穆铁看他脸色就知道他在猜想什么，解释道：“大人，这是督察院的惯例，他们一向针对监察院行事，庆律给了他们这个权利，陛下又一直压着监察院暗中的手段，所以隔些日子那些穷酸秀才总是会挑咱们院里的毛病。只是他皱紧了眉头，想不到他们居然有胆子直接针对大人，而且下的罪名竟是如此之重。”范闲伸手进茶杯，蘸了几滴冰凉的残茶，细细涂抹在眉心上揉着，那丝清亮让他稍许冷静了一些。督察院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在前朝的时候，督察院是朝廷中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迁都御史，又依地方管辖，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和在庄默涵大家所修的《职官注》中曾经写到，当年大魏的督察院，都御史职专纠合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勾当，作微服乱政者，和；凡百官伪容贪冒坏官纪者，和；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呈现，西禁用者，和；欲朝觐、考察、同吏不思贤否之处，大狱重囚会居于外朝，协刑部、大理验评之，其奉斥内地，抚巡外地，各专其事行事。13道监察御史主查究内外百司之官协，或录章面和，或封章奉和，而督察院总宪纲。庆国的督察院远远没有前朝时的风光，撤了监察御史巡视各郡的职司，审案权已给了刑部与大理寺，而像监察各郡、案监官员之类，大部分的权力被转移到了陈萍萍一手建立起来的监察院里。如今只是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空剩下了一张嘴，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当官的是什么人？是男人。男人最喜欢什么？除了美人就是权力。所以说，如今的督察院御史对于抢走了自己大部分权力的监察院这个畸形的庞然大物，总有一丝艳羡与仇视。也许是这些读书人还在怀念很久以前历史之中督察院的荣光，便仗着自己严罪的特权，时不时递上章弹劾监察院官员。不过有陈老伯子那双似乎有毒的眼睛看着，这些御史们已经安分了许久了。为什么这些御史会
忽然发难。范闲有些小心地思考着，监察院在监察机构中的独大，并不代表着督察院对于朝政已经丧失了影响力。所谓众口骁金，三人成虎，就连堂堂长公主也会被范闲的几千张言纸逼出宫去，可以想见言语足以杀官。督察院里的御史大多出身寒门，极得世子们的拥戴，往日御史上书总会引得天下文士群相呼应，一轮言语攻击下来，朝廷总会查上一查，就算最后没有查出结果，但那位浑身污水的官员总不可能再堂堂正正地站在朝堂之上。范闲冷笑一声，脑子一转就知道了问题所在。看来监察院暗中调查信阳与二殿下的问题，风声已经透露了出去。他记得清清楚楚，在刑部之上那位凤长公主的命令想打断自己双腿的前任左都御史，可是长公主养的小白脸，而那个自己正在暗中调查的大才子贺宗伟，如今也在督察院中。不一会儿功夫，送往宫中的密奏已经有了回音。范闲看了那个金黄棉帕裹着的盒子一眼，摇了摇头，掀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白纸，白纸上写着2个字：安之。范闲姓范名贤，字安之。如今的他自然能够想到，这字应该还是当年皇帝陛下亲自为自己取的，不由皱起了眉头。不清楚圣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在上密奏的时候，他就知道皇帝一定会将自己做的内库亏空之事暂时压下来，只是忽然间多了御史台上书弹劾一事，让他会错了意，以为皇帝是让自己将这口气也忍下来。不能安。范闲摇摇头，对穆铁说道：查查那些自命清廉的御史，既然奏我贪赃枉法，那自然要来而不往，非礼也。穆铁有些意外，应道：陈院长曾经吩咐过，对于督察院的奏章，就像听狗叫一样，别去理他，因为宫中不愿意监察院去查督察院，免得面上不好看。而且为了广开言路，陛下一直没有给监察院缉拿言官的权利。范闲呸了一口，这次不止再叫唤，都已经张着嘴准备咬我了，还顾忌什么朝廷脸面？我让你去查，查出问题来自然不会自己出手，当然是扔到大理寺与刑部去。就算陛下压着不受，本院一出外面那张墙是做什么用的？穆铁心里极为高兴，监察院的人早就等着这一天，精神百倍的领命出府，自去安排密探开始侦查督察院那些御史们的一应不法事。第二日，范闲好好的在家里打了一天卫生麻将，赏了一天的好雨，没把御史们的参合当回事，倒是从他嘴里知道了消息的婉儿若有些着急，因为谁都知道官声的重要性。直到御史参合范闲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京都，中书也已经将参合的奏章抄录后送到了范府，范闲才假意使之此事，满脸惊愕，一脸怒气，晚上却依然睡得极香甜。第3日一大清早，范闲就出了府。依照规矩，被御史们参合的官员必须先放下手头的工作，上折自便，但他却没有依着这规矩做事，反是施然去了新风馆，领着一家大小对那鲜美无比的阶堂包子发起了一阵攻势。此事已经在京都城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谁也不知道他这位当朝红人会选择什么样的手段进行反击，因为此次御史集体上书明显是有备而来，将参合的罪名咬得死死的，连这个月里出入过一处的官员都查得清清楚楚。但谁也料不到，范提斯竟然没有对御史们发起攻击，反而是在对肉包子发起攻击。第4日，连续了几日的阴雨终于停了，范闲领着一家大小去郊外赏菊，抢在世人之前去用手指轻轻卸完初开的一朵朵小雏菊。按理说，这时候中书应该拿出陛下的旨意来了，查还是不查，问还是不问，不管是准备敲醒一下这一年里走红太快的小范大人，还是痛斥一番多事的督察院御史们，陛下总要有个态度才行啊。朝议的时候，吏部尚书言行书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哪里知道皇帝陛下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根本没有什么反应，场面就这样尴尬地僵持着。督察院那些御史们的一脸正义肃然也渐渐化作了尴尬，筹划着再次联名上书，并且准备在朝中文官队伍里广拉同年，同时要将太学的学生也发动起来。庆国皇帝其实是在等范闲的自辩折子，他本打算随意糊弄几下，把这事儿糊弄过去就好了。任何一位盛世的帝王其实都很擅长这种和稀泥的本事，但没有想到范闲却一直不管不问，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四处游玩，将这道题目扔了回去。他心里想得很阴损，不是想让自己咬人吗？你这个当皇帝的，总要为我保驾护航才行。如果现在只是这种小事儿，就要自己灰头灰脸，将来真动起信阳来了，收拾了长公主，你不得把我丢给太后去当小菜吃了。如果是一般的宠臣文臣，断没有范闲这样的戾气与赌气。所谓圣心难测，天威无常，身为臣子，要是恃宠而骄，谁知道哪一天皇帝陛下就会记起你，做了他的马车，一刀把你斩了，你也没处说理去。但范闲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臣子，而皇帝却不知道他知道，所以这事儿就有些好玩。他在试探着这位皇帝陛下能为自己做到什么地步。御史集体上书后的第7天，范闲坐着马车来到了宫门之外，等他一下马车，
启年小组的那几位官员都将他拱卫到了正中，黑灰色的衣服，冷漠的面色，挺拔的身躯，无不昭示着他的身份。聚在宫门处的官员们看着这一幕，自然知道这就是如今众官茶余饭后经常讨论的那位人物。不说旁的，单论将密探放在明处来保护自己，范闲就是监察院的第一人。今天是朝会之期，陛下特召范闲入宫旁听，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今天要谈什么事情，心中不免兴奋了起来。一些与范氏交好的文官过来与范闲寒暄了几句，借口天气转寒，又躲到了宫门洞的旁边。此时广场遇到两侧就只有5、6位穿着绛红色官服的官员与范闲这一层穿着黑色官服的监察院官员，两方对峙而立，眼光却像穿透了彼此的队伍，射向远方的城廓，视而不见。那些穿着绛红色官服的官员正是督察院尚书参合范闲的那些御史。范闲冷冷地看着他们，压低了声音说道：“一个个长得跟猪似的，居然还是清官。”邓子越在他身旁低声说道：“一处查了几天，确实没有查出来什么。大人，这些督察院御史大多出身寒门，最重名声，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之处，连门房收个礼饼都要小心翼翼，确实极难查出什么。”范闲皱着眉头叹息道：“官员不贪，天下有难啊。”邓子越苦笑，心想提司大人的妙语实在是有些荒唐。督察院御史们冷冷地看着范闲，一丝畏惧的眼神都没有。范闲知道对方是真的不怕自己，苦笑想着，官员们如果都不贪了，自己这个监察院的提司能有什么用处？对方是言官，自己总不可能派几个属下把他暗杀了事，那样的话，就算皇帝老子再如何，也只有把自己赶回儋州了。范闲明白，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清官，而且他也相信一处的调查能力，眼前这几位一定是真正的清官。但是他更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清官们一拥而上，来当你的敌人。想到这一点，他不由好生佩服自己那位年轻貌美的丈母娘，居然能够使动这些不贪不腐的清官，他还真有两把刷子。范闲在这边暗叹的时候，殊不知对面那几位督察院御史看着这位提司大人，也在心中暗叹不已。明明范闲这越狱的所作所为，无不表现了他掩藏在诗仙面目下的实质，是位贪官，更是位长袖善舞的权臣萌芽。自己这些人掌握的证据也足够多了，可为什么陛下一直没有发话？他们并不担心陛下会因为袒护范闲而对自己这些人大加重惩，一方面是他们深信陛下乃是为民主，另一方面御史大夫行的何事？就是铁肩担道义，铁骨上鸣剑，即便死了又如何？只求白骨留余香。但督察院的御史们这几天过得确实不咋地。首先是在朝中的串联没有任何效果，不论是哪个部司的官员，一听他们来意，面上依然礼貌，却是死活不肯与他们联名上书。其次是民间士子的舆论也没有发动起来，那些往年在市井之中大肆批评朝政的才子们，一听说他们要参合的是范闲，竟是连连摇头，根本不信。而最让御史们窝火的，还是太学里那些年轻人的态度。前2个去太学发动学生的那位御史，最后竟是被轰了出来，根本没有人相信。堂堂诗仙，庄莫涵大家的指定接班人，户部尚书家的公子，一代年轻读书人的心中偶像，无数闺中少女的梦中情人，会没品到去贪图这么点银子？13400两，只是一点银子。或许督察院御史们真是穷惯了，所以这是他们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这时候忽然一阵晨风拂过，让宫外守着的众官精神一振，紧接着却是面色一变，看着天边驾着晨光飘过来的那团雨云，躲进了宫门洞里。那些禁军侍卫与小黄门们也不敢让这些权高位重的老大人们挨了雨淋，所以没有阻拦。秋时京都常变脸，风后便是雨，一场秋雨肃然地飘了下来，由细微而至淋漓。竟不过数息时间，皇宫间的那一大片青石屏顿时被打湿了，显出一丝厚重的乌黑色来。此时宫门之外，只有范闲一行与督察院御史一行人站在那里，雨水浇到他们的身上，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范闲眯着眼睛看着对方，忽然开口说道：“赖御史，躲躲雨去吧。”他招呼的是督察院左都御史正三品的高官赖明成。赖御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道：“范大人在这雨中淋着，莫非以为就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恶？”赖御史一拱手道：“今日面圣，本官定要将范大人参合到底。”范闲眉头微挑，心想这位御史倒也应在明处，笑了笑，拱手回道：“是吗？只是不知若真有宗室清贵王法，赖大人是不是也有今日这等壮烈之气？”左都御史气得不想说话，将袖子一拂，便往宫门处走去。而他身后那几名御史竟是直跪在了雨滴之中，玩跪宫门的把戏。范闲对这些人又是可怜又是好笑，叹息道：“人生一世，不过邀名2字，真不知道朝廷养你们这些人是做什么用的。”几位跪在雨中的御史怒目回瞪，范闲却是视若无睹，掀起身后的雨帽遮在自己的头上，微微一笑说道：“本官是黑的，不论怎样洗都是黑的。诸位大人虽是红的，
但被雨一洗，却就黑了。雨水从他身上的监察院官服上滑落，涟漪光滑不渗水，黑色还是那股阴郁的黑色。而几位御史的官服被大雨浇湿之后，颜色也渐渐重了起来，与黑色逐渐靠近。御史们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任由雨水冲打着自己的脸，却是固执的沉默不肯言语。等所有的朝政大事议完之后，皇帝陛下似乎才看见了左都御史赖明诚与监察院提司范闲两个人，眉头有些恼火地皱了起来，让太监将二人召上前来，冷冷说道：当着朝中重臣的面说说吧。左都御史一礼官服，朗声道：臣所言已尽在奏章之中，请陛下速速查缉此案，以尽朝堂，以平民怨。皇帝转头望向范闲，为什么你的自辩折子一直没有递上中书？范闲恭谨地躬身行礼道：臣没有写折子。皇帝怒斥道：何等狂妄！督察院御史参合百官，似你这等骄横不理的，倒是第一人。莫要以为你家世代忠诚，你这一年来于国有功，于世有名，朕便舍不得治你。范闲知道皇帝是因为自己一直默不作声而发怒，是因为自己将题目扔给他而发怒，请罪道：臣实在不知要写辩罪的折子，臣知罪。陛下面色稍戒，说道：念在你初入官场，范监又公务繁忙，陈平平那老东西也不会教你这些，便饶了你这一遭。今日朕宣你入宫，便听听你如何自辩，如何向这满朝文武交代。范闲面露为难之色，半晌之后才迟疑开口道：臣实在不知如何自辩。陛下的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一字一句说道：那你就是认罪了。范闲豁然抬手，面露苦涩之意，说道：万岁，臣不认罪。臣之所以不自辩，实在是因为督察院所参之事实在荒唐无由，臣丝毫不知其情，更不知所谓贿赂枉法牵涉何人，所以根本不知从何辩起。群臣哗然，谁也想不到范闲竟是宁折不弯的性情，死都不肯自辩一二。吏部尚书严行书将脸一黑，正准备说些什么，一抬眼却看见列在自己前方的那几位超品大员都闷不作声，这才想起来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枢密正是秦老将军花白胡子在殿风里荡着，老眼微眯，似是睡着了。严行书往侧下方一瞄，秦老将军的儿子枢密院参赞秦衡也紧紧闭着嘴，再也没有初春时提议范闲出使北齐的勇气。军方保持沉默是应有之义，一方面他们与监察院的关系良好，另一方面这是京都官场的清罚，他们没有必要插言。但是文官之首的舒大学士也是一脸恭敬，却像是没有听到殿前这番对话。几位尚书都成了泥塑的菩萨。严行书暗自揣摩一二，似乎没有必要为了远在信阳的长公主得罪范闲这个爱生事的小黑狗，于是也把嘴巴闭了起来。见没有大臣出言训斥范闲，皇帝陛下的脸色却依然没有缓和，眸子里闪过一道寒光，盯着范闲说道：你不自辩，那就听听赖卿如何分说吧。左都御史赖明诚领旨上前，将奏章中关于范闲的道不法事全数念了出来，一笔一笔倒真是清清楚楚。范闲心头叫苦，心说这位左都御史果然不愧姓了的赖字，怎么把什么事儿都赖到自己头上了？一处那些小兔崽子上个月所的会银和自己能有什么关系？朝堂之上一片议论之声，投往赖明诚与范闲的眼光都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督察院所参之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宫中代公公涉嫌为其直代镇检疏司事发，向监察院提司行贿银两。众大臣心想，你这小赖怎么还敢把事情扯到宫中？另一方面又在鄙视范闲，这大好的机会居然只收了老戴1000两银子，这朝上站着的前辈们谁还有那个心思收这些小钱？听到事情涉及宫中，皇帝陛下却是面色不变，竟是直接喊侍卫去传了舒贵妃那宫中的代公公来朝堂对质。众官虽然心知这等查案的法子实在有些胡闹，但谁也知道陛下不是位居临于府规俗矩的人物，加上也都好奇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了局，所以都闷不作声。不一时，代公公便被领上殿来，他早就知道今天朝会上说的何事，心中惴惴之余也是好生纳闷，心想自己送银票只不过经了宜贵嫔的手，那位主子性情开朗，但向来嘴风极严，加上与范闲又是拐着弯的亲戚，怎么也不会将自己卖了呀？这风声又是怎么传到督察院去了？上殿之后，先呼万岁，再呼冤枉。代公公撅着屁股，老泪横流，对着皇帝止不住地磕头，历城绝无此事。陛下向来严禁宫中奴才们与朝臣相通，老奴胆子小，更不敢违例。说到这位小范大人，奴才确实听说他的名字，因为代公公可怜兮兮地看着龙椅上的皇帝陛下。这全天下人都知道范诗仙的大名，奴才虽是个残废，但也是庆国的残废。听说小范大人出使北齐，为圣上增光添彩，心里也自然高兴。日常闲谈中免不了会提到小范大人，可是奴才连小范大人的面都没有见过，又怎么可能行贿？左都御史赖明诚冷冷问道：代公公真没有见过范提司？
戴公公跪地，膝盖生痛，心里早已经将这个多管闲事的御史骂了无数遍。听到问话后，骤作恍然大悟状，想起来了，去年送圣旨去范府的时候，曾经见过小范大人一面，不过当时是传旨，所以是进门即走。如果这算见过，也只有这一面。戴公公接着嚎哭着赌天发誓道：“万岁爷啊，老奴真的只见过小范大人这一面，如果我还见过他，让我肠穿肚烂，不得好死，下辈子还做公公。”这事发的够毒，陛下怒骂道：“说的什么狗屁话！”赖御史却是眉间微有忧色，说道：“行贿之事也不见得双方一定要见面。戴公公，本官问你，你是否有位远房侄儿叫戴震，在登试口检书司做个小官？”戴公公不敢隐瞒，点了点头。赖御史正色禀道：“陛下，那位戴震便是魏贪。”他将监察院一处查案的事情全数说了一遍，然后双眼盯着范闲，冷冷说道：“敢请教范提司，这位戴震如今又在何处？”范闲想了一会儿之后，回答道：“此案已结，这名叫戴震的小官吐出赃银后，已经夺职，如今的去向，本官却是不知。”赖弘御史冷冷说道：“好一个不知！明明是你受了戴公公贿赂，司法犯官，那戴震在检书司6年，不知道贪了多少公的银子。提司大人一句不知，一个夺职，只是收了些许银子，便将他放走，真不知道这其中有何等样的玄妙。”范闲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应道：“院中查实，戴震6年里一共贪了472两银子。依庆律第3则之规定，数目在500两以下者，夺职反银，加处罚金，并不需要移送刑部。此案结，戴震除官，罚银1000两。不知道赖御史以为本官如此处置有何不妥，有何玄妙？戴震的案子是监察院查的，至于他到底贪了多少，还不是范闲的一句话。”赖御史气急反笑道：“472两，范提司莫不是欺瞒这朝中百官没长眼睛吧？”这话就说得极重了，范闲却反而笑了起来。当然，戴震经手还贪了些青菜瓜果之类，依例也应该折算成现银。如此说来，的确是院中办事不够细致，赖御史提点的有理，本官在此谢过。赖御史见他一味胡搅蛮缠，大怒喝道：“岂有此理！那戴震这6年里，少说也贪了4000两银子。”民怨沸腾至极，范提司一力为其瞒护，究竟意欲何为？朝堂上一片安静，只听得到这位御史大夫怒意冲盈的逼问。范闲缓缓抬起头来，用微寒的目光看了这位御史大夫一眼，往前轻轻踏了一步。赖御史看见他那张俊美面容上的寒意，一时心智为其所摄，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范闲盯着他的双眼，忽然开口一字一句说道：“意欲何为？”民怨沸腾。他深吸了一口气，讥诮说道：“敢请教赖御史，你身为督察院御史，身负封文奏事之责，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戴震贪了这么多银两，民怨沸腾极大，那这6年里，督察院怎么没有一篇奏章提及此事？难道你才是真正想瞒糊其人罪行的官员？民怨沸腾，你怎么不提请京都府尹捉拿归案？”他骤然发怒，朝堂中众臣都为之依正。范闲不给赖御史说话的机会，寒声说道：“本官执掌一处不过月余，便查出戴震贪赃之事。赖御史这6年里，久知戴震民怨极大，却是不言不语，当个哑巴。监察院查了案子，倒成了不是，督察院的御史大人们整整当了6年哑巴，当了6年哑巴，如今却说我监察院贪赃枉法。”范闲对着龙椅上的皇帝一手一礼，回身怒意十足地质问着赖御史：“我倒想请教大人，您究竟意欲何为？”连环炮一样的逼问，当场就把左都御史打懵了。他知道自己先前说了一句错话，结果就被范闲抓住了把柄。如果承认督察院对戴震贪赃一事并不知情，那范闲强说戴震只贪了400多两银子，也没可能再翻案。他先前一怒之下说出戴震贪银极多，民怨极大，却是中了范闲的套。身为督察院御史，既然明知此事，为什么6年里没有一丝动静？偏偏要在监察院查了案子的情况下，跳江出来参合查案之人。这个事实经由范闲点出之后，变成了督察院眼红监察院、误攀虚构罪名的有力佐证。朝堂上的众大臣看着赖御史的目光便有些不善了，而看着小范大人的眼光却有些佩服。这些老狐狸们当然清楚这件事情中的根结，只是范闲当庭挖洞，赖御史当庭跳下，这份功力与准头，实在是令这些老狐狸们也有些忌惮。这哪里像一位入官场不过1年的年轻人？众人在心中暗叹，这范闲是诗也写的，架也打的，如今官也会做，真不知道范建这个老钱篓子的命怎么会这么好，养了这么好一个私生子出来。左都御史赖明成气的双唇直抖，一拂双袖，对陛下跪了下来，沙哑着声音激动禀道：“臣执行有亏，请陛下严惩。但范提司枉法一事，陛下不能轻纵，由大理寺细细查探，定有所得。”皇帝早已经听得有些不耐烦了，看见范闲的表现，龙目之中闪过一丝微喜，旋即状作不耐道：“好了好了，你堂堂左都御史，
不知道一个送菜小官的贪赃枉法事也是正常，有什么好成的？只是记住了，日后莫要再在朝堂之上夸大其事，用民怨来说事儿。朕不是北魏或北齐的皇帝，庆国也不是那种国度，邀清明这种事情以后莫要做了。邀清明，赖明成又羞又怒，死也不肯接受这种名声，咬着牙跪在地上不肯起身，连连叩头。砰砰的磕头声在扩大的宫殿里响着，不一时，左都御史赖明成的额头上就已经现出了血素。皇帝有些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挥手让侍卫将他插了下去，这才淡淡扫了范闲一眼，说道：“范提斯，你身在监察院，律法所定特权极大，日后行事定要愈发小心才是，切不可丢了朕的颜面。难得找到了这么一个和稀泥的机会，英明的陛下当然不肯放过。”挥手止住了范闲请奏之举。太监之意，高声宣布散了朝会。范闲在心里叹了口气，知道陛下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太偏向自己。他心里还不满足，诸位大臣却已经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陛下对于范家小子的回护之意。众臣从太极宫里往外退的路上，纷纷上来表示对他的安慰之意。此时的大臣们似乎都成了督察院的敌人，将对方贬得一塌糊涂。范闲一苦笑应对，瞥见父亲正勾着身子，老态十足地往广场上走去，心头一动，赶紧上前去扶着。群臣在后方看着这一对父子，不由连声赞道：“父子同朝为官，父慈子孝场景现于宫中，实在是一段佳话。”范尚书发现胳膊一紧，侧头看见是儿子来扶着，不由苦笑着叹了一口气：“安之啊安之，你怎么就不肯安分一些呢？”范闲也是满腹委屈，谁能想到信阳那边总是阴魂不散地盯着自己。临到宫门处时，却有位小太监悄悄跑了过来，传了陛下的口谕，便拉着范闲一路小跑地往后宫赶去。范尚书神情复杂地看了自己儿子的背影一眼，忽然间觉得这小子虽然常年扮着冷静稳重模样，但这小跑起来却依然显出了骨子里的挑脱，与这宫中庄严压抑的气氛实在有些不合。有同僚从后方来了，范尚书的眼神马上换作古井无波，微微一笑，与群臣一路出了皇宫。今日的雨早就歇了，但宫前空地上仍然是一汪汪水浸着，那几个督察院御史已经浑身湿透，却依然倔强地跪在湿地上。而面色愤怒的左都御史下了朝会，也直挺挺地跪到了那几人前方，还将自己的乌纱帽取了下来，捧在了左胸。看着这一幕，诸位大臣才知道事情依然没有完。舒大学士上前劝慰了几句，发现没有效果，便摇着头离开。而更多的大人们却是赶紧坐着马车回府，知道这件事情会越闹越大，自己还是躲远一些比较安全。只有范尚书在这一行人面前稍站了片刻，然后吩咐自己府上的护卫为这几名御史大夫取来伞具，守候在一旁，因为谁都不知道待会还会不会下雨。被小太监领着一路小跑，穿过了几道宫墙，来到了御书房外。小太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范闲想了想，真气微晕，也让面色变得红润了一些。他有些心绪不宁地进了皇帝的御书房，依着小太监的指点，小心翼翼地站在了皇帝的软榻之边。没过一会儿功夫，书房旁的一道布帘微动，换好了常服的皇帝走了进来，看着面色沉稳，眸子里闪过一丝激动的范闲，陛下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过于拘礼。范闲于是真的很光棍的没有下跪行礼，接过小太监端过来的绣墩儿，老老实实的坐了上去。今日的御书房比起那日要清静许多，只剩下皇帝与他两个人，所以局面显有些诡异。范闲面色平稳，心中也自有些忐忑，因为猜想只是猜想，虽然经由陈萍萍的言语和这一世以来的诸多细节，早就已经证实了这个猜想，但如果待会皇帝真的将这个猜想挑明的话，自己该怎么办？就当范闲越来越觉得皇帝准备戴上慈父的面具时，却被接下来的话打醒了过来。范闲，你不缺钱，为何贪钱？皇帝陛下冷冷看着他，很直接地问道。一滴冷汗从范闲的额头上滴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先前确实有些自作多情，更知道自己通过柳氏收受银票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瞒过眼前这位陛下，站起身来很认真地说道：万岁，因为臣执掌监察院一处，所以要收银票。哦。皇帝似乎有些好奇他接下来的话，要真正的监察官员，那么首先就要融入官场，像以往监察院一处那种清水冷铁油盐不进的模样。虽然可以依靠庞大的密探系统对于京官做出有力的监察，但是就像是雾中看花，总是看不清楚对于京官系统中最要害的那些交易，始终无法摸清楚。范闲小心解释道，要监察官员便得自己变成官员。他苦笑着继续说道，万岁也知道臣久居儋州。说这句话时，他低着头，却能察觉到皇帝听见这句话时有些细微的反应。入京之后变化实在太大，臣当初只是为辞臣，如今却要接手监察院这么重的权柄，心中不安之余，异常思量自己其实与官员们有层隔膜，极难融入朝廷之中。不等他继续往下说，皇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挥手冷漠问道，如果你真是一只白鹤，就算用墨汁将自己染黑了，
也骗不了那些乌鸦。这些手段实在是有些幼稚。只要你忠心为国，还有谁敢为难你不成？莫要忘了诸葛的前车之鉴，那司起初还不是想扎进京中官场，不料一头扎了进去，却再也无法起身。范闲知道皇帝是在重复的警醒自己要做一位孤臣，心头略有反感，面上却没有丝毫异动，只是嘿嘿笑着说道：“万岁！今儿个朝上就有人为难臣。”在一旁持着拂尘的太监心头一颤，心想小范大人这话说的不合身份，显得有些恃宠而骄的意思。就算皇帝再如何喜爱这位年轻的臣子，只怕也会发脾气。就连太子在陛下面前都是恭敬中带着一丝畏惧，哪有人像范闲这般说话的？出乎这位太监意料，陛下却是微笑着看了范闲一眼，说道：“朕却是想还你一个公道，只不过这是你与你家长辈的事情，朕也不想多管。”范闲悚然一惊，知道陛下完全了解督察院尚书的背景与信阳方面有关，但为什么他依然要压着自己，不让自己动手？他心中着实有些不甘，正想再给陛下加点眼药水的时候，忽然看着陛下揉了揉眉心，悠悠说道：“朕有幅画像让你看一下。”范闲心头涌起无数念头，想到了陈萍萍说过，母亲留下的唯一一幅画像就是留在了皇宫里。正在此时，御书房的门被人推开了，与范闲相熟的侯公公满脸焦急地走了进来，对陛下轻声说了几句什么。范闲耳力过人，早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大感惊讶，心想督察院的御史们这次下的本钱也太大了吧。果不其然，皇帝的脸色渐趋阴沉，看了范闲一眼，将手一挥，说道：“贵宫门摘乌纱，这是见朕昏庸，那朕就昏庸一次给他们看看。传朕旨意，督察院御史贪污朝臣，妄干院务，荒废政事，不思悔改，邀民妄行，这廷杖30。”范闲第一次看见天子动怒，不自禁地感觉到了一丝寒意。廷杖30，那些御史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了。其实也是这几位御史的运气太差，庆国皇帝陛下正准备做那件大事的时候，却被他们打断了情绪，如何能饶？神华门外，御水河畔，拱桥之前，石石板上，几名御史大夫被剥去了官服，摁在地上挨打。廷杖重重落下，又缓缓举起，每一起落肩便会带起血水数丝，雨水数棚，场面好不血腥。此时听得消息的文官们又有些赶了回来，看着这凄惨的一幕，急着入宫劝谏，而望向宫门处被派来关刑的范闲，眼睛里不免多了思忌。但今日之事虽然是督察院的人首先生事，但陛下竟然为了范闲动用了停了数年的廷杖，不免对于范闲在陛下心中的地位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范闲站在侯公公身边，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对于那些御史大夫没有半丝同情，脸上却是面露不忍之色，说道：“公公，喊你手下人下手清闲。”侯公公低眉顺眼说道：“范大人好心肠，先前您就交代过了，老奴哪敢不遵，已经交代过了。这时候打得惨，其实是没伤着筋骨的。”范闲眼光往下一扫，看见这位太监双脚脚尖向外张开，知道这是用心打的暗号，微一叹息，便不再管这件事情。离二人不远，被皇帝留了一丝颜面的左都御史面色清白，跌坐在地上。他虽然没有挨廷杖，但却感觉这些落在下属身上的杖责，就像是一记记耳光抽打在自己的脸上。范闲父亲留下来的家丁面带机械之色，手执语句，看着神魂早迷的左都御史大人。范闲走了过去，挥手驱散那些家中下人，略带一丝怜悯之意，看着赖御史说道：“这件事情您何苦牵涉其中？”赖御史不知道范闲究竟知道多少内情，呆在了原地。范闲叹了口气，死活求着侯公公暂时停了杖责，单身入宫去向圣上求情。他不是看不得血腥，也不是想放这些敢撩拨自己的御史一马，只是当着那些面露不忍之色的朝中百官，他必须这样做。范闲一面往皇宫里跑，一面在心里恨恨想着：你这皇帝老子想借着廷杖将自己推到所有官员的对立面上，我可不干。辛辛苦苦攒了2年的好人品，要是被你几廷杖打没了，自己可就亏大了。马车里一片昏暗，那位年轻人唇角泛着淡淡的笑容，有些为了不刻意而展现出的刻意，有些男子本身不应该带着的微羞味道，淡淡散开的眉尾就像沁庙里的壁画一般，有种古意与尊贵的天然感觉。我想不明白。年轻人的笑容里多了一丝苦恼。我想不明白很多事情，比如他为什么要查我？难道他不知道我是真的很欣赏他吗？他的手指轻轻捏了一下腰间的香带，嗅了嗅渐渐散出的丁香花气息，轻轻将脑袋靠在马车柔软的香壁上，半闭着双眼。我欣赏他是很自然的事情，父亲习惯了马上的生活，为什么却如此看重他的文明？没有人敢接他的话，没有人有能力接他的话，所以年轻的贵族依然羡慕在那种荒谬的不真实感中。为什么？为什么？微羞的笑容从他的脸上渐渐敛了下去，他轻轻将手指挪离香袋，放到自己的鼻端搓了2下，似乎想将指尖残余的香气全数保存下来。这不通，但是没办法，
年轻人叹息着，扭头看了一眼摆在身边的那串青色葡萄，忽然伸出手拎住葡萄的枝丫，面无表情地将葡萄扔了出去。父亲太爱他了，比爱我更爱。他有些神经质地扯动嘴角笑了笑，想到宫里那位太子，想到信阳的姑母，挥挥手对身边那个卑躬屈膝候着的御史说道：求和。御史贺宗纬没有参与到这次的行动之中，他愕然抬手，却看见二皇子的眼中闪着一丝厌倦的神色，半晌没有说出话来。督察院的御史被打得肉骨分离，鲜血淋漓，这事情自然成了最近京都里最轰动的新闻。宫中新出的那期报纸轻描淡写的将当时情况写了出来，而官府内部的底报上则是写得清清楚楚。谁都知道，陛下通过这件事情再一次重新强调了监察院的权威，而更明显的是，他再一次强调他对于那个叫做范闲的年轻人的维护之意。御书房中有座，监察院中有位，御史参踏，则有陛下廷杖给的面子。范闲这个本来就已经光彩夺目的名字，如今在金色的内涵之外，更多了一丝厚重的黑灰边沿，让绝大多数官员不敢正视。而御史被打之日，传闻这位年轻的提司大人常跪于御书房外，才启得陛下停止了杖责之刑。督察院御史能活下来，全亏他不计前贤弟求情。而当时执行的侯公公也很随意地透露出去，之所以没有3杖就将御史打死，也是范提司大人暗中的要求。范闲并没有在明面上将这件事情化作对督察院的人情，他一直对廷杖一事保持着沉默，相反就是这样的态度，反而让他获取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毕竟是他保留了那几名可怜御史的性命。而原本就暗中站在他这一方的京都士林与太学学生，更是觉得自己没有支持错人。庆国的民间一直以为监察院就是陛下的一条狗，而直到这件事情之后，或许是因为范闲失陷的名声太过耀眼，人们才开始学会正是这个一直隐藏在黑暗中的机构对于监察院至少是一处的印象开始逐渐扭转。黑与白之间并不是没有过渡的可能，正义与邪恶的阵营里也会允许有别样的美丽。灰色的沉默，这就是监察院。皇宫的赏菊会还有好些天，范闲半偏着脑袋坐在自家的庭院里，一边猜测着婉儿在绣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面在想范思哲这小混球最近这些天到底在玩些什么。偶尔也会想想那个与自己极为相似的二皇子是不是唇角依然带着那丝微羞的笑容。范闲想到这件事情就相当的不爽，微羞天真，这是自己的招牌。忽然发现一位比自己更尊贵的人物也有这样的特质，他的内心深处就开始感觉到不安。少爷，滕子京很恭敬地禀道：依您的意思，沈小姐已经搬进园子里来了。范闲点点头说道：她这些天有没有什么异样？滕子京应道：除了神思有些黯然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范闲点点头，缓缓闭上双眼说道：替我发个帖子，请严府上的那位老少大人来府上吃个饭。要通知老爷吗？滕子京看了他一眼，小意问道。范闲笑了起来：这是自然的，父亲大人如果知道能够和颜若海一桌吃个饭，只怕心中也会高兴不少。滕子京应了下来，忍不住说道：那个叫贺宗纬的御史大夫又来了，少爷今日还是不见吗？范闲睁开了双眼，眼睛里不知道含着什么样的意思。他当然知道贺宗纬这个人初入京都的时候便在一旦居里与对方有过交往，当时这位京都大才子是依附于礼部尚书郭攸之的独子郭宝坤，却也不肯放过与自己结交的机会，想来便是位热衷于权力的读书人。至于他为什么现在会成了御史大夫，范闲对于其中的隐情清楚得很，知道对方最近这几天天天上门来访，所代表的是那位贵主子因为自己连李鸿成都避而不见，想来二殿下也会有些心烦吧。见见。范闲挥挥手站了起来，院里准备的事情也差不多了，见见对方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也不算不宣而战。在园子里走了半天，范闲自己都有些烦了，才走到前宅，心想自己从北齐回来的那一个夜是怎么就跑得这么快呢？或许自己是真的很担心妹妹俏家，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就这么想着笑话，才觉得秋树间的十字路短了些。走到前宅的书房里，那位叫做贺宗纬的御史大夫已经坐在了房中，看见范闲到了，贺宗纬赶紧站起身来，拱手行礼道：见过范大人。范闲挥挥手说道：又不是第一次见了，客气什么？这话确实，去年春后那段日子里，贺宗纬时常来范府拜访，或许也是想走范家这条路子，但没曾想早已被范闲瞅出他眸子里对弱弱的那么一丝想法，加上非常不喜欢这人隐藏极深的性情，于是异常干净利落地划清了界限。来了几次没人搭理，贺宗纬便知难而退。只是这位京都有名的才子，对于范府中人自然也不会陌生。贺宗纬见书房里并无他人，很直接地说道：下官因前事而来。前事？范闲只说了这2个字便住了嘴，眉尾稍有些挑起，带着一丝兴趣看着贺宗纬御史的脸，却又挥挥手止住了对方继续说话的意愿。
贺宗伟脸色黝黑，一看就知道又是家中贫寒，但这些年的京都生涯，官场的半年搓磨，让他多了丝稳重，稍许除了些才子的骄傲气息，尤其是那对眸子异常清明，满脸毫不刻意的正气，让读者无不心生可亲之感。但落在范闲眼中，却是无比的鄙夷。什么前世？范闲眯着眼睛，笑着问道。本官不是很清楚。贺宗伟果然不愧是二皇子的说客，浅浅一笑，黑色的面容浮现出一丝不容人错过的忠厚笑容。并无什么前世，下官口误了，只是替二殿下带了一盒云雾山的好茶过来。范闲看着身前那个看似普通的盒子，陷入了沉默之中。他知道自己如果收了这里，便等于是扯平了前些天御史的那件事情。在二殿下看来，也许说范闲没吃什么亏，反而在宫墙前的木杖下得了一个大大的面子，应该会愿意息事宁人。贺大人口误，我倒想起来了一件前事。范闲微笑望着贺宗伟。贺宗伟无由心头一颤，觉得这位年轻英俊的范大人，这位一入京都便将自己身为才子的所有光彩全数夺过去了的年轻人，怎么与二殿下的神情这般的像？大人所指何事？贺宗伟的心里有些不安。范闲冷冷地看着他。本官打春天时便离开了京都，前往北齐，不料这几月折回，却发现京都里的事情已经变化了极多，连自家那位岳父大人如今也被人逼得养老去了。贺宗伟舌根有些发苦，根本说不出什么话，知道自己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范闲静静说道：贺大人应该知道吴伯安是谁吧？贺宗伟强打精神：是老相爷家的谋士。范闲一挑眉毛说道：贺大人果然是有旧情的人，今年春天大人与吴伯安的遗孀一道进京，只是不知道那位吴夫人如今去了何处。贺宗伟一咬牙站起身来，拱手行礼起道：范大人，学生当日新伤郭氏救人之死，因此大胆携吴氏入京。不错，相爷下台与学生此举脱不开干系，只是此事牵涉庆律国法，学生断不敢隐瞒，还望大人体谅。他心中自然不奢望范闲能够将自己放了过去，但仗着自己如今已经与二殿下交好，强项说道：大人尽可针对贺某，只是二殿下一片真心，还望大人不要坚持。范闲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本官乃是朝廷之官，自然不会针对某人，只是范某也只是位寻常人物，心中总是会记着些私怨的。贺宗伟眼带恨色地看了他一眼，知道今日前来议和已然成了镜花水月，心想那相爷下台虽与自己有关系，但那是自己身为庆国臣民的本分，用些手段又如何？难道你们翁婿二人就不会用手段？这般想着，他起身一礼，便准备拂袖而去。范闲极厌恶地看了他一眼，忽然间做出了与自己身份极不相符的举动，走上前，一脚就踹在对方的腰窝子里，一声闷响，贺宗伟难堪无比的闷葫芦倒在了地上。贺宗伟毕竟是京都出名的人物，如今又是督察院的御史大夫，大怒爬起身来，指着范闲骂道：你敢打我？范闲捏着拳头说道：踹的便是你，你自要来府中讨打，我自然要满足你。又是几拳过去，虽然不敢将对方打死，但也是将贺宗伟揍成了一个大猪头。贺宗伟哪敢再呆，捧着痛楚无比的脑袋，想起这位大人出道的时候便是以黑拳出名，赶紧连滚带爬的往府外跑去，只是出房之时又挨了范闲的一记飞腿，外加茶和飞镖一枚。范闲看着那丝狼狈身影，这才觉得好过了些，低头啐了一口，骂道：把我岳丈大人阴倒了，还跑府里来求和，狗日的，这不是讨打是什么？滕子京从侧边闪了过来，苦笑说道：少爷，这事儿传出去了，只怕老爷的脸上不好看。范闲耸耸肩说道：不过是打条会叫的狗而已，还不是为了给他主子看。话说数月之前，范闲还在北行的使团中时，便曾经得了院中的底报，对于相爷，也就是自己的亲岳丈大人下台的过程了解得清清楚楚。而在已死的萧恩老人帮助下，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更加的准确。吴伯安是长公主安插在相处的一位谋士，在去年夏天挑唆着林家二公子与北齐方面联手，想在牛栏街刺杀范闲，不料最后却惨死在葡萄架下。因为这件事情，吴伯安的儿子也在山东被宰相的门人折磨致死。范闲如今自然不知道，这是陈萍萍埋得最深的那个钉子袁宏道的所作所为。而吴伯安的妻子却被信阳方面安排进了京，巧妙地经由贺宗伟之手住进了一位督察院老御史的旧宅，开始告起御状。真正将林相爷掀翻的事情，却是一场很没有道理的谋杀。在京都的大街上，有杀手意图刺杀吴伯安的妻子，似乎是相爷的手下想要灭口，但却异常不巧地被二皇子与靖王世子联手救了下来。此事被捅到了宫中，宰相林若甫只好接收了桌面下的交易，黯然地离开了京都。范闲就是从路上的那次怨报起，开始怀疑起二皇子与靖王世子在这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才开始思考这位二皇子与信阳那位长公主之间的真正关系。每次看到大宝的时候，
范闲便会想起那位回了老家的岳父大人，这不是什么公务国事，只是范闲与二皇子间的一场私怨罢了。虽然背后肯定还有范闲更深远的想法，但至少范闲身为人婿，总要在这件事情上报复一下。范闲揉了揉拳头，活动了一下筋骨，确实觉得精神好了许多，转身便回了后宅，一路走一路对滕子京轻声说道：“这事情不要告诉父亲。”想来那个贺宗伟也不好意思四处传去。来到后宅，婉儿还在认真仔细地绣着那物事。范闲看着自己的妻子，微微一笑，走了上去。贺宗伟被打之事，他自然不好意思四处传去，但二皇子却依然知晓了这件事情，越发不明白范闲如此嚣张，究竟凭你的是什么？这位二殿下在朝中看似没有什么势力，但实际上在信阳长公主的帮助下，已经获得了不少朝臣的效忠，所以其实并不怎么将范闲看在眼中。但如今细细想来，这范闲明明是个文心秀肤的大才子，怎么却变成一个蛮不讲理的鲁臣了？难道监察院这个机构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有这么大吗？不过二殿下还是认为范闲顶多只是陷入了意气之争，他并不愿意在此时的情况下屈尊去见范闲。想来范闲在痛打了贺宗伟一顿后应该安静下来，所以他只是写了封信去信阳，并没有太多的担忧。信阳那座美丽的离宫之内，奇美的老树正迟缓而沉默地剥离着枝叶，片片微黄树叶在那些白纱帐子之中飘泛着。一只柔软的手伸到空中，柔柔地接着一片树叶，手上的青筋并不如何粗显，只是淡淡的在白玉般的肌肤里前行，就像玉石中的精神，十分美丽。离开京都1年的长公主李云瑞像个少女般娇憨地打了个呵欠，将手中的枯叶扔到了地上，抬臂轻撑着下颌，眼眸微微一转，流光溢媚，说道：“袁先生怎么看？”出卖了宰相林若甫，如今投身于信阳方面的谋士袁宏道面无表情，但眸子里却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丝惊慌。二殿下乃天之骄子，未免轻敌了一些。长公主痴痴一笑，说道：“那范闲不过是个年轻人，称之为敌，袁先生过于慎重了。”袁宏道苦笑道：“这位姑爷可不是一般人。北齐之事虽然未尽全功，长公主妙算亦未全盘实现，但范大人却巧妙居中，手不沾血，却挑得北齐皇帝暗纵上山虎，刺杀了沈仲。如此人物，哪里能用鲁莽2字就能形容？更何况姑爷本是一代诗仙，如此井口秀心的人物，心思只怕比寻常人要繁复多少倍。”长公主叹了口气，从锦榻上缓缓正起身子，华贵宫服之外露出的一大片背景，白皙无比，像天鹅一般美态尽现。这小子没将萧恩救出来也罢了，居然最后还阴坏了沈仲。这崔氏如今天天来叫苦，北齐那边的镇抚司指挥使的位置还空着，那些下面的锦衣卫不敢做主，一时间出货的渠道都阻了。一直静立在旁的长公主心腹黄奕恭敬说道：“眼下正在与北齐太后商议，只是北齐那位年轻皇帝最近很是应景，硬是顶住了太后任命长宁侯为镇抚司指挥使的旨意。”长公主冷笑一声说道：“北齐那老太婆也真是个蠢货，任意挑个不起眼的心腹就好，非要自己的兄弟去当特务头子，她当自己的儿子是傻的吗？”袁宏道在一旁提醒道：“北齐之事暂且不论，只是不知道京里的情况会怎么发展。”黄奕一直不喜他来信阳不久，却深得长公主信任，强压着内心深处的淡淡醋意，说道：“京中小乱一阵后，应该会平稳下来。想来陛下也不愿意自己亲手挑的监察院接班人与自己的亲生儿子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袁宏道冷笑道：“老夫不知道陛下如何想的，我只知道那位小范大人却是个不肯吃亏的主。这次督察院御史集体参他，本是为了提醒他有些事情不能碰，哪里料到陛下对他竟是如此恩宠。那范闲面上被损了一道，这时候自然是要想办法找回来的。”黄奕顾不得在意他的神色，意道：“难道那范闲还敢将把事情闹大不成？”长公主这时候才微笑着开口说道：“袁先生说的有理，本宫这次不该急着让督察院去碰那小家伙，那小家伙的性子倔着哩。”他忽而掩唇笑道：“黄奕，你莫要这般说，我那女婿啊，真是个爱闹事的人。范建那老货给他儿子取名安之，想来真是有先见之明，知道我女婿安静不下来。”他这眼唇一笑，离宫之中却是顿生明媚之色，那眼眸里的生动之意，眉中含着的妩媚之意，就有如这秋天里的雨丝一样，润泽着每一处空间，让黄奕愣在了原处，不知如何言语。就连袁宏道也不免有些失神，估计我那好女婿肯定会再咬老二2口。长公主微笑着说道：“写信让老二求和，不论受了多大的伤，都求和。”这位庆国最美的女人言语虽然温柔，但内里含着的威势却是无人敢议论。黄奕欲言又止，忍不住摇了摇头。长公主甜甜笑着：“母亲来信说了，让我年节的时候回宫里过年，等着吧。等着回京了，本宫再与好女婿好生玩玩。”而在京都之中，秋叶的怀抱里，监察院一处的密探开始行动了起来。钦天监监正是个不起眼的职位，但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有颗流星落下来了，
比如月儿被狗吃了，他要负责向陛下解释，而他的解释有时候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他是二殿下的人，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庆国最出名的那些黑狗们擒到了嘴里。长街之上，嗖嗖数声，10几名像黑夜恶魔一般的黑衣人直接跳进了钦天监监正的府邸之中。等到护卫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老爷已经被这些黑衣人捆成了粽子。而这些强贼却并不离开，反而点亮了院中的灯火。在满院的灯火之下，那些身负武力的护卫们看着那些黑衣人的衣服，竟是不敢动手。一身黑衣亲自领队的穆铁冷冷地看着场间的闲杂人等与钦天监监正的家人们，一字一句说道：监察院奉旨办案。说完这句话后，监察院一处的官员们将钦天监监正拖出府去，塞进了马车里，不过片刻便消失在漆黑的深夜中。监正府内骤然响起一片哀嚎之声，灯火也渐渐熄了。庆历5年秋，宫中小太监红烛抱着厚厚一叠文书，半勾着身子，一路向着西角门上的那间房里小跑，显得有些小的脚尖踩在微湿的地上不带半分迟疑。他身上穿着的淡蓝衫子下摆已经掀了起来，免得绊着了脚，而他的右手却是横放在那叠文书之上，宽大的袖子将文书遮得严严实实，生怕这天上若千般厚重的垂云会挤出几滴雨水打湿了这些文书。跨过门槛，捋了交接的规程，与屋里的太监们互相对了一遍册名，红烛这才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在表上画上押，将怀里的文书递了过去。中书是庆国处理朝政的中枢要地，往常的地位并不如今日这般重要，因为还有位宰相在总领6部，一因奏章总是相爷提笔过目了，才会入宫请旨意。而现在全相林若甫已经黯然归乡，中书省的地位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陛下又提了几位老臣入中书议事，并且将议事的地点就设在皇宫的角门之外，方便联络。如今在中书里负责朝廷大事的是书大学士及几位老臣。微寒的秋风从宫前的广场上刮了过来，红烛搓了搓手，喝了口气，安静地站在门外，等着这几位老大人的回章。他这时候还不能离开，老老实实地站在门外，竖着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见或有官员从他的身边走过，都很客气地向他点头示意。红烛知道自己身份，赶紧微笑着行礼。不过没有人觉得他待在中书省临时书堂的外面很奇怪，因为都知道这位小太监的职司。偶尔有些宫里派出来服侍老大人们的小太监看见他，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请他去旁边的偏房里躲躲寒。红烛对这些小太监就没那么多礼数了，自矜地点点头，却依然坚守在门外。他今年不过16岁，在皇宫里却有了这么一点点小地位，原因就是他每天的工作是皇宫里极重要的一环，而更关键的是他姓洪，所以宫中一直在流传他或许与洪老公公是什么亲戚。红烛摸了摸自己下唇左边生出的那个小火豆子，有些恼火。这几天监察院逮人逮得厉害，文臣们的奏章上的厉害，中书里吵得厉害，自己宫里宫外一天几趟跑着，忙得屁滚尿流，体内的火气太重，竟是冲了出来。他心想着，等回宫之后，一定得去小厨房里讨碗凉茶喝喝。门内议事的声音并不怎么大，但却依然传入了他的耳朵里，这是监察院的怨务。陛下将这奏章发还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或许接话的声音显得很迟疑，是不是陛下觉着范提斯最近做事有些过火？有位老臣愤怒的声音响了起来：何止过火，他范闲明着便是借手中宫权，打击异己。短短10天之内，竟是逮捕了5位大臣，深夜入院掳人，这哪里像是朝廷的监察院，简直是他手中的土匪。另一个不赞同的声音响了起来：范提斯做事光明正大，这5位大臣被捕之后，第2日便有明细罪名贴在大理寺外的墙上，京都百姓都清楚无比。我看严大人这话未免有些过了。监察院一处做的就是监察吏治这种事情，和打击异己有什么关系？我看啊，还是那5位大臣处事不正，才有此患。那位姓严的老臣怒道：不是打击异己，那为什么上次督察院参他之后，监察院便突然多了这么多动作？那人冷笑说道：如果是打击报复，为什么小范大人对于督察院没有一丝动作？那是因为陛下英明，严禁监察院参与督察院事务。那人冷笑声显得更为机械。那敢请教严尚书，钦天监与督察院的御史又有什么关系？范闲如果是想报复，为什么要去捉钦天监的监正？吏部尚书严行书一时语寒，半晌之后才寒声说道：不论如何，总不能让监察院再将事态扩大了，像他们这么抓下去，难道非要将朝臣全部抓光？那人嘲讽说道：尚书大人尽可放心，3品以上的大臣，监察院没有权力动手。这话里引的意思有些阴毒，暗指吏部尚书其身不正，所以才如此愤怒于监察院查案。只是监察院的权力也有上限，3品以上的大员是动不了的。严行书愤怒的声音马上传到了门外小太监红烛的耳中：真是荒谬！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监察院从此做大？
最开始说话的那人开始充当和事佬，温和说道：“尚书大人莫要动怒，小秦也莫要再说了。监察院只能查案，非旨意特准，不能判案。这几位大臣，他咳了2声，说道：有罪无罪，总需大理寺审过再说。只是陛下的意思很清楚，咱们这几位总要有个意见才是。”被称作小秦的那人抢先说道：“愿务乃陛下亲理之事，秦某身为臣子，不敢多论。”严尚书大怒说道：“老夫以为此风断不可长，若纵由范闲胡乱行事，难道众位同僚真想我大庆朝再出一个陈萍萍？”守在门外的红烛踮着脚尖，将门内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唇角泛起一丝冷笑，心想：陛下与陈院长大人的关系，岂是你们这些文臣所能比拟？正想着，便看见枢密院参赞秦衡满脸冷笑的推门而出，他赶紧上前讨好，说道：“秦大人，奴才急着回宫，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秦衡今年30多岁，乃是枢密院使秦老将军的亲生儿子，去年与北齐作战，他便是当时的庆军统领。以他的资历，本来不足以入中书省议事，但是秦老将军自上次廷杖之后，一直称病不朝，陛下特指秦衡入中书省参议，算是给秦家的一份厚眷，也表示庆国对于军功依然是无上重视。枢密院使秦老将军称病不朝，本来朝臣以为这是秦家看不惯监察院提司范闲在朝中的当红嚣张，但红烛今日听着秦衡竟是处处维护范闲，不免有些犯了嘀咕。秦衡看了这个小太监一眼，笑了笑，说道：“由他们吵去，最后也没谁敢逆了陛下的意思。你呀，别老在这偷听，反正给你18个胆子，你也不敢当笑话说给别人听，何苦把自己弄闷着了？”红烛低眉顺眼的笑了笑，看着这位朝中最当红的军方中间人士消失在宫房的入品处，有些不明所以的摇了摇头。没过多久，中书省的商议或者说吵架，在舒大学士的调停下终于结束了。众大臣很委婉的在文书上注了自己的意见，请陛下对于此事要慎重一些，毕竟那落马的5位大臣品质虽然不高，但都是京中老人，所谓误伤其类，这些文臣也不愿意看着监察院就这般轻易的将他们拉下马来。于是红烛又抱着这些文书，将淡蓝色的宫服掀至腰间，用袖子遮在文书上，踮起脚尖，拱起屁股，一路向着宫中小跑而去。由中书临时用宅职至宫中御书房，全在层云之下，众人眼目之中，大内侍卫保护之下，所以也不与有人会危害到庆国最重要的这些文书。红烛跑起来是分外得意，一路上还有些宫女眉眼含情地柔声向他请安，他也没空理会。另外那些小太监讨好的眼神也是视而不见。跑到御书房外，红烛平复一下呼吸，低眉顺眼地推门而入，小心翼翼地将文书轻轻搁在书案之下。正皱眉看着南方奏章的皇帝陛下捡了一份看了，眉头皱得愈发紧了，薄薄的双唇忽而开启，冷声道：“这些庸才，书吾也只知道，哈哈，言行书道有几分胆色，秦家的小子倒是不错。”红烛哪敢听这些天子雷语，悄无声息地站在一侧，心里紧张的厉害。皇帝挥了挥手，红烛如释重负，退出了御书房。这就算今日的事情完了。他沿着青石子儿路绕了几个弯，来到了太极宫的一侧。那偏厢里正有几个太监正在嗑瓜子玩，见他来了，赶紧请他入座，笑嘻嘻问道：“今儿个又有什么稀奇事？”红烛面带不耐说道：“天天还不是听那些老大人们吵架，哪有什么新鲜事？”这些太监们赶紧恭维道：“小红公公天天来往于御书房与中书之间，咱大庆朝的要紧事都是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自然不觉得新鲜。”又有一个凑去道：“那是，如果要说咱这大庆朝的要害全被小红公公捧在怀里，红烛再如何骄傲，这点警惕还是有的。”赶紧正色黑脸说道：“胡说什么呢？我不过就是位奴才。”太监嘿嘿笑着说道：“除了陛下，咱庆国官员士绅谁都是奴才啊！小红公公，您可不知，如今您的名可显出去了，就连小的在外面给宫里置办绣布，旁人一听说小的与您交好，都会另眼相看，都说啊，这京兜里除了尚书府上那位小范大人外，就属您这位小红公公了。”红烛伸手平了平额前的那丝飞毛，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虽然他知道自己与那位名声惊天下的小范大人远不是一个层级上的人物，但马屁总是人人爱听，尤其是将自己与那位相提并论，心中难免有些得意。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影从这偏殿的门外走了过去，几个小太监赶紧都住了嘴。红烛也是心中一颤，瞧清楚了那位是书贵妃宫中的戴公公，自己虽然接了报文书的差事，但从品级上讲，比戴公公却差得太远。直到戴公公走远了，一位小太监才往地上啐了一口，似乎是觉得刚才的沉默有些跌范儿，恨恨说道：“这位戴公公早不比当初，亏得我先前还没回过神来，像他如今这般落魄，我们何必理他？”红烛心中一动，问道：“戴公公怎么了？”那位小太监眉飞色舞说道：“前些日子御史参小范大人就扯出了戴公公，虽然最后陛下将御史打了廷杖，但戴公公也是被好生责罚了一通。如今听说
不仅陛下夺了代公公宣圣旨的差事，就连贵妃娘娘都准备将他撵出宫去里。旁边又有人对红烛讨好说道：当日代公公当红的时候，对咱们这些下面的事又打又骂，如今他失了势，还有谁愿意去理他去？他就是那跌到烂泥里的秋叶，哪比小红公公这等新鲜的枝丫？红烛听着这阿谀奉承的话，越发不堪，越发粗俗，皱了皱眉头，随意说了几句，便赶紧走出偏殿。他沿着殿下的巨柱往前赶着，终于在入后宫的石门前看见了代公公有些颓丧的背影，赶紧跑上前去，讨好说道：代公公，远远瞧着便是您，赶紧来给您请安。代公公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最近这些天，宫里这些小王八蛋们少有像对方这般有礼数的，他也知道红烛最近在御书房处做事，渐渐要红了起来，所以越发觉得奇怪。红烛也不说有什么事儿，只是一句一句巧妙的恭维话往对方心里喂，将代公公哄得极为高兴，这才分了手。看着消失在后宫深处的代公公，年纪轻轻的红烛才在唇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来。旁人都以为代公公会失势，可是红烛却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位代公公既然与宫外的那位小范大人有关系，那么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红烛这个小太监对于代公公没有什么信心，但对于范提斯大人却有无比的信心，因为他最近天天都能听到御书房与中书省的议事，知道那位小范大人如今红到什么程度。监察院一处10天之内补了5位大臣，陛下却一直保持着中御，中书省的意见再大，反弹再厉害，都没有办法动范提斯分毫。10天5大臣虽然都是3品以下的官员，但身为深宫里的太监，红烛也深深知道，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那位小范大人需要何等样的魄力，而他的身后又站着何等样的靠山。他常在御书房，更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这座靠山就是庆国的皇帝陛下。红烛摸着自己唇边那粒快要喷薄而出的青春痘，心中无比艳羡宫外那位世人瞩目的小范大人，心想都是年轻人，怎么活的层次相差就这么大呢？如果能通过代公公的关系依附到这位小范大人的身边，那就太美好了。钦天监、吏部连续5位京官的落马，重新让监察院的阴暗开始笼罩起整座京都。不过京都的百姓并不怎么看重这些，反正倒霉的都是官儿，干自己合适。而在官场之中，对于监察院一处的评价却更多的偏向于负面，除却误伤其类之外，更多的是不理解。没有官员能够理解年轻的范提斯为什么会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官员们下手。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些各部落马的官员都是二皇子暗中体系中的重要棋子。很多人以为范闲是在报复，恼火于御史的集体上餐，却碍于陛下的严旨，不能对督察院动手，便像受了刺激的莽夫一般，手持7斤重的杀猪刀，咆哮于长街之上，逢人便砍，尤其是大杀毫无护身之力的稚童，以便发泄心中的郁闷。只是范闲范提斯从进京近2年的表现看来，不应该是如此冲动无脑的人物啊。范闲笑眯眯地坐在新风馆里，右手拿着筷子搅着浑身红透，上有肉酱诱人唾沫的面条，左手拿着木铁呈上来的案宗在看。这几件案子审得极快，自己准备的充分，一处拿的证据极实在，看来就算是送到大理寺或者刑部去审去，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次行动开始之前，他当然先请示了父亲和那位老伯子，2个老狐狸都表示了沉默。于是范闲知道了他们的态度，这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他一定要让二皇子痛起来，要让他以后在听信阳方面话的时候更慎重一些，同时为自己减少一些麻烦。不过二皇子的反应有些出乎范闲的意料，在贺宗伟被自己赶出府去后，竟是没有再派人来求和，想来是皇子的尊贵自持让他停止了进一步的接触，但是对方也没有着手进行反击，这件事情里透着丝古怪。望月楼是个什么地方？范闲有些好奇问道。穆铁的脸上露出一丝淫秽的神情，范闲笑着骂道：你这么大年纪了，乖乖回家抱孙子吧，别老想着这些好事。穆铁苦脸道：望月楼虽是青楼，但却是京都这1年里最新兴起的地方，一处暗中查得，这楼子应该背后是位大人物，最近那里的动静有些大，似乎有些人正在暗中筹划着什么。范闲对于青楼没有什么兴趣，流金河那边是晋王世子李弘成的势力范围，虽然如今和二皇子在暗中交锋着，但他还不想这么快就和李弘成撕破脸皮。朋友一场，说不定将来又是怎么回事。但他对于穆铁的话很感兴趣。大人物多大？穆铁斟酌了会儿后说道：这个楼子有些邪气，胆子很大，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都敢做，几个月的时间就逼死了好几个女子，看京都府隐默不吭声的态度，只怕背后的人物应该是魏皇子。范闲沉默了起来，不知道这望月楼的背后是太子还是二殿下。那位大皇子天天只喜欢在军部里与人比武，陛下的赏赐佑厚，暂时没有银钱方面的需要。在当今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不可能同时得罪所有人。想到二殿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他略觉心安，对穆铁说道：找个时间你去探一探，如果真如你所说，这个高级妓院是哪位皇子用来联络京官的地方，那你塞几个人进去。穆铁摇摇头：
那里管得紧，又是新开的，一时很难打进去。而且监察院只监管百官，对于民间的商人没有什么办法。范闲有些恼火地看了他一眼，说道：院子虽然管不了妓女，但总能管管妓女的衙门。总之你盯紧点。有句话他没有对穆铁明说，二皇子过于谦和安静，范闲总觉得对方抓着某张王牌，正等着在某个时候打出来。办完公事之后，他没有回府，而是有些头痛地坐着马车直接去了晋王府。今天范家全家人都在晋王府里，晋王过生日，什么外客都没有请，只是请了范尚书一家。这种情分，这种眷顾摆在这里，纵使范闲如今再怎么不想见李鸿成，也必须走这一趟。走入王府，范闲第一个想起的就是1年半前自己曾经在王府的湖边背了老杜的那首诗，然后才有了后来的夜宴、庄墨寒的吐血、北齐的赠书诸多事由，似乎都是从眼前这座清静而贵气十足的王府开始的。范闲忽然想起了那一马车的珍贵书籍，自己将这些书赠给太学之后，还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一眼。正想着，李鸿成已经迎了上来，手里拿着一碗王府外的酸浆子。范闲在心里叹了口气，接过来喝了，笑着说道：你知道我就馋你们府外这一口。他第一次来晋王府的时候，曾经晕叫险些吐了，全靠一碗酸浆子恢复了精神。世子李鸿成看着他的双眼，摇头叹息道：你如今手握监察大权，想抓谁就抓谁，怎么不把我府外那贩酸浆的贩子抓回你家去？范闲听出话里的刀锋，苦笑一声，便知道今天逃不了这难。你一碗酸浆过来时，我就奇怪了，原以为你得一拳头砸过来。李鸿成哼了一声，与他并肩往王府里走去，说道：你还知道我心里不痛快？他看了范闲一眼，恨恨说道：不止我不明白，老二也不明白，你既然不是太子的人，何必理会这些事情？范闲摇了摇头，苦笑说道：你当我乐意四处得罪人去，还是不那位逼着？说完这话，他指指天上厚重的秋日垂云，指尖秀直，说不尽的无奈。我是傻子。晋王世子很认真地看着范闲的眼睛，麻烦你告诉我，我真的是个傻子？范闲如他所请，很认真地说道：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来讲，你真的是个傻子。李鸿成说的是范闲那个向天指着的指尖，范闲说的却是对方非要掺和到皇子们争权的战争之中。王府里的秋草齐整，并无凄美之感，反而像微黄的毡子一般在道路两边铺开。范闲知道这是那位喜欢园艺的晋王天天辛苦所得，指着那片草地说道：瞧瞧，这才是人生。李鸿成耻笑道：你若肯天天在家伺候园子，我让老二给你在江南圈几千亩地。范闲愁苦着摇摇头，说过了，最近这些事儿不是我的主意，你又不信。李鸿成有一张温暖阳光的脸，但这时候终于被这消息惊得眉间渐渐皱了起来。如果最近这段时间朝中的动向不是范闲在发狠，而是陛下暗中的主意，那这事情不免就有些不妙。难道陛下对于老二的宠爱已经不如当初？范闲看了他一眼，说道：当然，我也是有私心的，你应该很清楚，我对老二没有什么好感。李鸿成皱着眉头说道：打你入京开始，我与老二对你都算客气，当然不敢说是全心全意，但至少也要比东宫那边亲近些才对。范闲冷笑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二人并肩往王府里走，并没有直接去后园，晋王的寿宴还没有开始。走入了世子那间隐秘的书房里，范闲坐到了桌边，眉宇间夹着一丝寒意，盯着李鸿成。送茶的下人退走了，书房里就只剩了他们两个人。客气，让督察院对我出手就算客气。李鸿成微微一怔，苦笑说道：督察院那是姑母的意思，其实你也明白那是为什么，谁让你一回京就开始暗中查姑母与老二的那些事儿？范闲没有将牛栏山那事儿挑明，转而摇头说道：先前就说过，我有私心。长公主与老二的事情之所以我要查，你也应该明白，内库里的钱都被他们两个拿走了，你让我明年去接手空壳。李鸿成说道：怎么说，你也是长公主的女婿，她就玩这么一个姑娘，难道还会真的把你逼上绝路不成？退一步吧，大家各自相安总是好的。退一步也成。范闲看着他，很认真地说道：我只是有些担心你。我知道，你之所以站在老二那边，肯定是觉得将来他如果做了皇帝，肯定要比东宫那位出息些。他性子看似温柔和蔼，你以为王府会在他接位后过得舒服些？但你想过没有，你我今天这样老二的叫着，他真当了皇帝就不会记得这些。李鸿成笑了笑，得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不然旁人定以为这是很拙劣的挑拨。范闲摆摆手说道：这是正经话，你就当我多事。春天的时候在流金河畔就和你说过，你不要牵涉到这些事情里来。他看着李鸿成的眼睛，我知道你做过些什么，可是你碍于晋王的身份，就算手下有万千之粉，却无一兵一卒。不是说狂妄自大的话，你手上的力量还不如我，
怎么能够在这些皇子之间周游如意？不待李洪成回话，范闲站起身来，认真说道：“我说这些话，其实有些找死自恋的味道。或许你会在心底暗自嘲笑我，但是陛下既然已经动了心，我看老二将来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日子过。你能保持些距离，就保持一些。”他拍拍李洪成的肩膀，很恳切地说道：“说这些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若若。”李洪成默然，虽然面无表情，内心深处却有些触动。片刻后方悠悠说道：“你不了解老二，他其实也是被逼的。再说，我与他情谊在这里，总是放不开手的。”范闲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晋王寿宴开了，一个大花圆桌上摆着各式名贵菜肴，晋王端坐首位，长须微飘，一身富商打扮，不像王爷，也不像花农，却有些像江南那些闲得无聊、富得发愁的盐商皇商。看见自己的儿子与范闲并肩走了进来，晋王哈哈一笑，挥手将范闲招了过来：“你给老子，我坐在旁边。”范闲最怕晋王骂脏话，苦着脸坐了过去，一扭头发现婉儿正在身边嘻嘻笑着望着自己，而妹妹却在婉儿的身边面色宁静坐着。想到先前自己很无耻的用若若的名义在暂时安抚李洪成的心，范闲打骨子里深处鄙视自己，端起酒杯来向晋王敬了一杯，又向坐在对面的父亲柳氏敬了一杯，这才应了迟到之法。寿宴并无旁人，就是李范二家，但是长辈在桌，不论是世子还是范闲都不免有些拘谨，一桌丰盛的酒席竟是吃的没有什么味道。酒过三巡，晋王有些不乐了，把酒壶一端，对着范建说道：“你在家怎么管子女的？怎么有你在这儿？”范闲他们几个都不敢说话了。范建拈了丝路尾嚼了，不紧不慢说道：“总比你管得好，至少本官不会当着子女的面大骂脏话。我干你娘的！”晋王抹了抹下巴上沾着的酒水，骂道：“你不要当着我闺女的面说我坏话。”晋王妃早逝，如今家中还有几位侧室，今日却没有资格上酒桌。下手位坐着柔家郡主和世子李洪成，柔家听着父亲大骂脏话，小姑娘偷偷抬头瞥了一眼范闲，心中又羞又气，觉得好生丢脸。范建听着这话，将脸一黑，反骂道：“自己长嘴去！”婉儿嫁入范家以后，倒是第一次看见两家人坐在一处，看着两位长辈似乎不妥，急忙扯了扯范闲的袖子，又听着公公居然让一位堂堂郡王自己长嘴，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范闲却是瞧惯了，也不怎么在意。说来奇怪，自己这位父亲平日里向来持身谨正，也就是在晋王面前才会流露出当年夜卧青楼日折枝的风流潇洒气来。晋王听见范建要自己长嘴，正准备骂什么，忽然想到自己说的话，不由哎呦一声，苦脸一笑，竟是抬起右手，在自己的脸上轻轻扇了一下，倒是啪的一声有些清亮。范建却还不依不饶，拿着筷子指着他鼻子骂道：“儿子都快娶媳妇儿了，也不说修修你的口德。”晋王舔着脸说道：“失言失言。”他瞪着双眼将这些晚辈扫了一遍，恶狠狠说道：“刚才那话谁也没听见。”接着又极为尴尬地咳了两声，才对身边的范闲问道：“范闲啊，我母妈在儋州过得怎么样啊？”林婉低头忍笑，这才想起来为什么范尚书敢让王爷自己长脸，干你娘的！自己相公的奶奶身份可不一般，王爷打小就是儋州那位奶奶抱大的。范闲苦着脸，心想你们老辈子吵架，何必牵扯到自己来，将奶奶的近况略说了些，不外是身体康健之类。眼珠子一转，说道：“王爷，喝酒喝酒。对了，您反正在京都也没事儿，洪城也只是在京中闲着，要不然明年找个时间，咱们一起回儋州玩些天，那儿的茶树是极好的。”晋王看了范闲一眼，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心中愈发的喜欢了，笑眯眯说道：“这主意好，我明儿就进宫和皇上说去。不过你是去不成的，明年你得去江南吧。”下手方一直竖着耳朵在听的李洪成心中一惊，心想范闲你这招玩的真叫绝。范闲意道：“为什么要去江南？”晋王骂道：“你这小子平日里看着聪明的很，连老二那小子都在你手上吃了不少闷亏，怎么这时候却糊涂起来？明年你要接手内库，不去江南怎么接？”范闲摸着脑袋，有些糊涂。接手内库，为什么要去江南？晋王看了范建一眼，瞪大了眼睛说道：“我说范建，你这儿子究竟是在装傻还是真傻？”范建瞪了范闲一眼，说道：“本以为这小子虽没有大智慧，总有些小聪明，今儿个才知道，原来他连小聪明都没有。”林婉嘟着嘴说道：“相公又不知道内库三大方都在江南，舅舅，你喝你的酒去，老捉着这些无趣的事儿说什么呢？”晋王险些一口呛着了，笑骂着说道：“女生外向，果然如此。再怎么我也是你亲舅舅，怎么嫁人后就净朝着他们范家说话？”林婉笑着说道：“我看舅舅你也疼我家相公，何必老说我？”坐在下手的李洪成连连点头叹息，看着坐在父亲身边的范闲，看着父亲望着范闲笑眯眯的眼神，心里头醋一大作。他与二殿下一般，
都是好生不爽快，心想怎么自己的老爹都这么喜欢范闲，这到底是谁的爹啊？酒席折腾到最后，几个晚辈一通敬酒祝寿，终于让靖王贺高兴了，说话也愈发的荒唐起来。一时间说两家联姻之后得赶紧生个娃娃，一时间又说等柔家再大个2岁，干脆一股脑的嫁给范闲，免得白白便宜了别人。若若紧张的抓着衣袖，根本不敢回话。李洪成面色宁静，眸子里带着一丝情意，扫了未婚妻几眼。范闲却最是紧张，赶紧回道：柔家什么身份？怎么能给我做小？王爷，你这酒真是喝多了。柔家小姑娘极幽怨地剜了贤哥的一眼。靖王酒气冲天，骂道：这金兜里一水儿的王八，嫁给别人我能放心吗？什么身份？不就是我闺女，难道还配不上你？转过头来又对着婉儿说道：晨儿，你有意见没有？林婉儿笑嘻嘻应道：我可没什么意见，只要舅舅您能说动太后娘娘，这事儿就算定了。靖王一听见太后2个字，酒才醒了一半，想起来母后定是不能允许范闲这个家伙同时娶自己2个孙女的，不由骂骂咧咧说道：这事儿得想想办法，柔家这孩子性情太过柔弱，干他娘的不嫁给范闲，那岂不是把这位子空给了北边那个女的？不划算不划算，范闲生得这么漂亮，便宜了北边的那个母老虎，实在是不划算。他醉醺醺地望着范建说道：北边那个女的叫啥名儿？范建明显也是喝多了，打了个酒嗝，略带一丝自矜说道：海棠，北边圣女一般的角色，苦河国师的关门弟子，也不知道怎么就瞧上了我这不成才的儿子。说着不成才，但明显老家伙心里很得意啊。此话一出，满桌子人都笑了起来，连一直沉默着的柳氏都忍不住掩住了嘴。范思哲与李洪成2人却笑得最是夸张。范闲却是席上最难过的那个人，实在没有料到父亲喝醉之后也会是如此放浪形骸之人，更没有想到父亲居然也将海棠的名字记在了心里。小臂上微微一痛，范闲脸色不变，轻轻将婉儿的手抓住，左手举杯，温和笑着说道：喝酒喝酒。席上又是一阵哄笑，连一直有些莫名不安的若若都轻轻笑了起来。那个海棠，靖王忽然说道：只怕不是苦河的关门弟子了。范闲本有些紧张于海棠2字，但听着后一句话才知道自己当初安排的事情终于开始，那个消息已经开始传入了京都。范建点点头，流露出不解之色，说来真是奇怪，那位海棠姑娘，她看了自己儿子一眼，继续说道：据传真是天纵奇才，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9品上高手，北齐人还一直说他是天败者，有这样一位徒儿，苦河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居然要重新开山收徒。世子李洪成也知晓此事，皱眉说道：莫不是北齐的阴谋？靖王骂道：阴个屁的谋，收徒弟是阴谋，难道苦河吃个饭也是阴谋？你不要天天才想着这些事情，当心累散了心。这么大的人了，一点出息都没有。李洪成闷声发大财去了。范思哲在一旁深有戚戚焉的与他碰了一杯。范建不耐看靖王训子，说道：虽不可能是什么阴谋，但也确实奇怪，苦河闭关数月后忽然说上悟天意，要重新收2位女弟子，还说什么天降祥瑞，这真是怪了。靖王缓缓饮尽一杯酒，面露慎重之色说道：4大宗师那是人间最顶尖的人物，咱们知道的那3位中，叶流云是不收徒的洒脱人，四顾剑收的徒弟虽少，但是剑炉大开，这便造就了东夷城的诸多9品高手。苦河国师以往收过4位徒弟，每一位都是精彩绝艳之辈。范闲想到狼桃那噬魂般的弯刀，不由轻轻点了点头。靖王继续皱眉说道：不过这3位大宗师已经都有许多年没有开山门了，这时候苦河突然又要收徒，实在是天下间的一件大事。咱们这些人虽不在意，但对于天下的武道修行者来说，这实在是个好机遇。如果一旦能够拜在苦河门下，武道精进不论，也可以与天一道形成良好的关系。他叹了口气说道：如果能够通过收徒一事与苦河一脉拉近关系，我看天下这些君主们都是极愿意的。范闲面露好奇之色，问道：苦河毕竟是北齐的国师，收徒想来也是在北齐范围内找人，这和咱们庆国有什么关系？范建看了儿子一眼，说道：这次苦河国师广开山门，谁都有机会。他虽然是北齐国师，但是大宗师的地位何等超然，如果咱们庆国哪位子民有拜在他门下的机会，我想陛下也会乐见其事。范闲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不知道海棠究竟是怎样说服那位大宗师的。看来这位姑娘家果然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酒席散后，柳氏去后宅和那些妇人们说话去了，年轻人们去了湖边迎风散酒，范思哲却是倏的一声没了踪影，靖王亲手打理的园圃之中。他与范尚书2人分卧竹椅之上，眯眼看草草不语。范闲最近太猛了些，你压一压他。靖王两眼清明，范尚书一脸恬静，哪里像酒桌之上的2个老酒鬼。范建清轻嗯了一声，说道：这孩子当初入京后便说过，
我不可能完全掌控他。靖王冷哼一声说道：你我不掌控，难道丢给那个老脖子掌控？那老脖子肚子里一腔坏水，鬼知道他在玩什么。范建笑道：老脖子当初也是你们府上出去的老人，不然陛下怎么会如此信他？靖王冷笑道：由你们折腾去，反正那件事情之后我的心就淡了。他接着闭目说道：范闲这孩子心肠真是不错，我只担心陛下将他压榨得太厉害，将来总是不好收拾。范建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也知道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发言权的。靖王摇了摇头叹道：就让这些小子们去玩吧，我那哥哥大概就喜欢看这种戏码。远处湖畔传来麻将声，两个老家伙对视一眼，摇了摇头。范闲的看法很正确，老二没什么机会，偏偏这朝中大多数人都还看不清楚。靖王挥挥手道：我那个儿子和我不一样，总不甘心学我这样窝着，我有些担心。范建看了他一眼说道：红尘和二殿下确实走得太近了。靖王冷笑一声，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我看老二是读书读愚了，干他娘的，婉儿他妈是个疯婆娘，居然和他在一起折腾，哪能不出事？我那儿子也是个蠢货，干他娘的。范建微微一笑说道：老二的娘你不能干，淑贵妃可是陛下的女人，至于世子的娘，你干起来名正言顺，这个我不阻你。靖王哈哈大笑起来，骂道：红尘他妈都死了多少年了，不过估摸着他在地下等我，你这老小子终于肯开黄腔了，当年天天在妓院里抛着，我还当你如今赚了性。他轻轻拍一手，转头望着四周熟悉的景色，转而说道：还记得这个宅子吗？当年的成王府，小时候咱们仨都是在这宅子里长大的，母妈抱大了哥哥，又抱大了我，却顾不上管你这个亲生儿子。那时候你身上脏成什么样了？范建想起了幼年的生活，那时候的成王就是如今陛下的亲生父亲，其实比现在的靖王还远远不如，只是一个既无权势又无野心的小王爷。自己家虽是范氏大族的偏支，但母亲来王府做带孩子的事情，依然是跌了身份，不知道承受了多少族人的冷言冷语。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情况会变成这样。范建微笑着说道：我想母亲现在在儋州也应该很骄傲才是，抱大了这么几位。我们三个打架的时候，我和你总是一起打哥哥，却总是打不赢他。靖王冷冷说道：虽然是孩子时候的事情，但他下手之狠，你应该是清楚的。范建没有接话，靖王敢说自己兄长的不是，他却不敢说陛下的坏话，笑着说道：谁让那时候陈萍萍总帮着陛下，陛下年纪比你大，陈萍萍力气比我大，我们自然是打不过他们的。靖王摇头道：是啊，所以我根本不想打了，只求平平安安就好，也求儿孙平安。像这次查老二的事情，范闲心里其实也清楚，只是陛下缺钱用了，却让孩子们去冲锋陷阵，心也太狠了。范建身为户部尚书，当然知晓如今国库里的情况，苦笑说道：不怪陛下，实在是缺钱缺得厉害，四处都需要银钱使着。太后娘娘在位，陛下也不好对长公主逼得太凶，范闲既然愿意当这把刀，想来他应该也有些把握。陈萍萍虽然脾气愈发的古怪了，但也不会让范闲吃亏的，咱们就别管这些事了。靖王看了他一眼，半晌后才喘着粗气说道：你呀，还是和以前一样，什么心思都埋起来，连对我也不肯说个实在。范建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靖王寿宴结束之后，范家人分坐几辆马车回了府中。范闲领着老婆妹妹去了自己的宅子，心里有些恼火。他又跑哪儿去了？你们当嫂嫂姐姐的，能不能多看着点儿？林婉儿吐了吐舌头，要他与范思哲研究一下麻将，他是乐意的，要管带孩子。他自己还没完全脱了孩子气。不过听到范闲的话，他忍不住悄悄摸了摸小腹，心想怎么这么久了就没有动静呢？若若比婉儿还要小2个月，但是眉眼脾性却反而要沉稳些，一向范思哲的管教都是他在理着，只是几个月前宫中传出指婚的消息后，他的心里就开始有个小鹿在弓箭下面跑，紧张的不行，全去准备翘家的事儿了。他这时候听兄长语气有些不佳，知道这是在说自己，不由委屈应道：知道了。范闲也觉得自己这脾气发的没道理，哪有让个16岁的小姑娘天天充当保姆的道理，赶紧安慰道：别生气，我也就是一说。三人入了屋，小丫鬟赶紧上了茶，范闲挑了一个小白瓷的盅喝了，好奇问道：思思和四琪呢？婉儿笑着说道：他们2个和我们一起去的王府，总得让他们先歇歇。范闲笑道：到底是大丫鬟，比一般人家的大小姐都金贵些。婉儿听他这话，忽然想到一桩事情，娇憨问道：那袭人是思思吧？范闲一口茶喷了出来，连连摆手：这都哪儿跟哪儿的？若若在一旁蹙眉想着，思思性情像晴雯，大辣辣的讨人喜欢。范闲沉默不语，心想的亏还没超出红楼第77回来，这晴雯可是没有好下场的。其实在思思与四琪的问题上，他也挺犯难。按理讲，思思应该早就收入房中才对，他与思思自幼一路长大，
感情也叫一般主仆要深厚些，只是要收思思。婉儿带过来的大丫头四琪也得收，这是婉儿坚持的事情。每每念及此事，范闲便不免有些幸福的荒谬感，十足的烦恼。可是他与思思或许还有些感情基础，与四琪、娘咧，也就是当初夜探别院的时候，天天下迷香的交情，怎么也很难想象和那丫头在一张床上躺着去。只是思思如今年纪也大了，再不做个决断，将来只怕都不好嫁人。看着林婉儿一脸迷糊模样，范闲心疼的捏捏她的脸蛋儿，软软的手感极好。先不考虑这事儿，对她使了个眼色。婉儿会意，知道他们兄妹二人有些事情要讲，于是起身离房，支开了在堂下服侍的下人们。知不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范闲自己亲手倒了杯茶给妹妹，笑着说道。范若若微微偏着头，白玉般的手掌一翻，轻巧无比的将头上的发簪取了下来，松活了一下头皮，轻轻摇了摇头，黑瀑般的秀发一下子卸到了肩头的白衣上。他伸手只进茶杯里蘸了些茶水，放在自己的眉心上揉了揉，苦恼说道：哥哥，我都快愁死了，你不要再取笑我。蘸茶揉眉心，以清神凝心，这是范闲的习惯性小动作，如今若若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只是范闲喜欢冰凉的残茶，而若若喜欢温热微烫的新鲜茶水，兄妹二人的差别不大。不是打趣你。范闲叹口气说道。妹妹你实在是很镇定，像今天晋王府里两家大人说着亲事，我装成若无其事已经很困难了，你是当事人，还能面不变心不跳的，实在了得。若若性子清淡，但在涉及自己将来的事情，之所以能够保持平静，却是另一个原因。他望着兄长微微一笑说道：哥哥不在家的时候有些慌，哥哥在家就不慌了，一切有哥哥。三声哥哥像三座大山压在范闲身上，让这思修想甩手不管。范闲愁眉苦脸说道：陛下指婚，王爷乐意，父亲高兴，世子虽有些花名，却也是京中最优秀的年轻人，这门亲事想退还真不容易。妹妹这么信我，还真是让我有些压力。若若紧抿着双唇道：反正我全听哥哥的。范闲想了想后很认真的说道：你应该记得司礼里这个人吧？范若若看着哥哥的神情，有些意外的点点头。那个想杀你的女人。范闲微笑道：不错，我总觉得她与这世间女子有些不一样，不论她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但是至少她敢于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愿做。这次离开北齐上京的那天，我曾经问过她，这是为什么？司礼里说，也许是因为她自幼家破人亡，不得已逃亡天下，颠沛流离，所以比一般的世间女子要多走了些路，多经历了些事。范若若微微颔首，轻声说道：哥哥曾经说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都是对人生极有益处的事情。不错，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出使北齐。只是读书何时都能读。范闲看着妹妹一片温纯的眸子，温和说道：但是在这世间走走，看看不一样的风景人生，却是极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你们这些京都的官府小姐来说。范若若微微自嘲笑道：除了小时候在儋州住了1年，妹妹这一生行得最远的也不过是苍山，像哥哥说的雾渡河、北齐人物、草甸风光，自然是没福看了。想看吗？范若若略有迟疑，片刻后重重的点了点头。她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有范闲诲人不倦的教导在起作用，所以她和一般的官府小姐大为不同。每每思及哥哥曾经描述过的世间景致与人生百态，她的心便有些蠢蠢欲动。如今的庆国女子，出嫁之前或许还可以在京都四周逛逛，出嫁之后却是场所府中，即便出游也是不得自由。如此禁锢的一生，她一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就这般浑浑噩噩的度过一生，心中便是老大的不愿意，老大的不甘心。范闲在心底深处叹息了一声，既然从幼自己便在妹妹的心头开了一扇窗，让她看见了外面的景色，自己就有责任帮她开一扇门，帮助她走出去。你与世子成亲之前，我会想办法将你送走。范闲眯着眼睛说道。一切都在筹划之中，今天看着靖王与父亲的反应，才知道这件事情确实是可行的，而不像我最初自以为的那般不可能。若若乃是京都才女，冰雪聪明，马上便猜到了兄长的意思，惊愕万分说道：难道哥哥要我拜入苦荷大师门下？范闲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发间飘过温柔，笑着说道：终于醒过神来了。若若张大了嘴，满脸的不可思议与震惊，喃喃半晌之后才组织好言语：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范闲眉梢一挑，说道：苦荷开山收徒，这是何等大事，他既然用了天降祥瑞这招，又不以疆域为限，我妹妹乃出名的才女，做他徒弟是给他面子，他还敢不收？若若知道这是玩笑话，低着头说道：我不会武功，万道皆相通。范闲给他打气：才女嘛，不仅会作诗，学打架也一样快的。苦荷是天一道的大宗师，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范若若忽然抬起头来，似笑非笑望着他那天降祥瑞怎么办？
范闲笑着摇摇头，这事儿交给我来办，世间哪有什么祥瑞，过些天在家里厨房逮条鱼，往里塞个纸条也成。范若若的脸上依然带着那淡淡的笑容，逼问道：这事儿只怕是哥哥预先就安排好的吧？范闲愣了愣，半晌后才苦笑着说出话来：不瞒你，在北齐的时候就开始安排这件事情了，只是想着如果你愿意嫁洪城，这事儿便没必要继续，如果你不愿意，只好这么做。北齐？范若若微笑望着他，看来那位海棠姑娘与哥哥的关系果然不错。这事儿范闲再没有可能辩解，能够让一代宗师重新开山收徒，这关系浅了，当然做不到。只是范闲为了此事还付出了别的极大代价，不然怎么可能让一位堪比帝王之尊的大宗师配合自己演戏？只是他不愿让妹妹担心，所以就没有说明白。想不想去北齐读书、旅游？出国留学很舒服的。范闲很直接地问妹妹。范若若低头想了很久很久，似乎考虑到什么重要的事情，始终没有点头。半晌后，若若才抬起头来，不乐无语道：可是父亲怎么办？范闲皱眉说道：有我在京都孝顺着，你安心玩2年再说。可是这样就真能退了婚事？范若若依然有些不相信。苦荷的脸面比北齐那人妖皇帝大多了。范闲笑着说道：就算是咱们的庆国陛下，也会给他2分面子。再说你拜入苦荷门下，名义上也只是将婚事延后2年，晋王府那边也好交代。范若若摇了摇头：没这么简单吧？范闲头痛地咬了咬薄薄的嘴唇，关于世子、朝征这一条路线上的事情，他当然不方便告诉妹妹，不然以妹妹表面冷漠、内心温暖的性情，一旦听说自己为了他破婚一事要折腾出这么多事儿来，只怕他真会一咬牙嫁了。关键是你才16。范闲大义凛然说道：16啊，小丫头片子都没发育成熟，这就嫁人，这是赤裸裸的迫害啊！范若若面部肤色由雪白变作大红，羞得不行，捶了他一拳头。当哥哥的怎么说话呢？他嗫嚅了半天，壮着胆子反驳道：再说嫂子嫁给你的时候16还没有足岁吧？范闲一翻眼白，险些晕了过去。哥哥，其实如果真的能离开京都，去天下看看，我是真的会很高兴。范若若的瞳子里充满了对自由的憧憬，只是一想到要离开你的身边，我就觉得有些慌乱，有些害怕。范闲笑着说道：傻孩子，每个人在学会真正的自立前总是会害怕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第一次学会走路时那样。范若若眼唇笑道：是吗？可是听儋州那边的人说，哥哥小时候学走路比别的人都快，而且一学会走路就开始到处跑，根本都不怕的。范闲心想，我是怪胎，一般人可学不了。好了，我只是问问你的意见，既然你愿意，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办吧。范闲摸着妹妹的脑袋，关切说道：我自然会处理好的。你是独一无二的范闲的妹妹，当然也要成为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女子。范若若感动的点点头，却没有应承什么。忽然有苦荷大宗师收徒一事，想到那位海棠姑娘，想到哥哥与那位姑娘似乎有些什么，他不由偷笑着起身离去，说道：嫂嫂有东西给你，我去喊她进来。范闲一愣，便看着妹妹的身影消失在门口。范若若行走在空旷寂寥的后园里，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天上的厚云被风轻轻推向东面，露出一片浅灰色的天空与那轮似生了毛刺般的灰太阳，让人瞅着始终有些不爽利。他伸手从后园里齐整的京东青树顶上抚摸而过，想到明年有可能去异国他乡，可以摆脱京兜里粘稠的快要让人不能呼吸的空气，可以摆脱那些贵妇小姐们的无聊诗会，可以摆脱那门自己实在难以想象的亲事，他的心头一阵欢快，然后却是突如其来的一阵空虚无力。姑娘家的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却被树叶的边刺刮了一下，微微生痛。想到师傅说过自己一定要珍惜自己这双手，闪电般的将手缩了回来，奇快无比。他心里想着，究竟去不去北边，还是等师傅回来后问问再说吧。你和若若在说什么呢？婉儿去着小姑子走远了，轻手轻脚地走进房来，神秘兮兮问道。范闲神秘兮兮应道：不能说。婉儿气结，坐在梳妆台前，伸手拿起梳子开始梳头发。范闲笑眯眯地走上前去，接过梳子帮他梳理。梳子的木齿在妻子的长发上划过，毫无挚爱，十分顺畅。范闲意道：你和妹妹的头发都挺好的。婉儿嘻嘻笑着说道：全靠相公在儋州做的那套家事，洗头发方便，自然保养得好。范闲不信，凑进去闻闻，发现果然是一股子淡淡的清香，并无异味。婉儿恼了，假打了一下。由此可见，你平日里与我亲近的时候都没用心。范闲在他身后站着，将那2道目光投往妻子的身前，穿过微微敞开的领口，看见了一抹白嫩，心头一荡，调笑说道：亲近不见得用心，用眼也是可以的。林婉儿听出相公话里的意思，羞恼的将林子记好，
他在家中穿的并不随便，只是没有料到色狼相公会如此聪明地占据了最佳地形。范闲将妻子搂在怀里，深深嗅着她的体息，将脸埋在她胸前的柔软中，深呼吸了几次，愁苦说道：最近这些天总觉得自己既渴望什么，却一直寻不到源头。林婉儿以为他说的是那等羞人之事，啐了一口，要挣出他的怀抱，却是挣不动他如铁的双臂。范闲嘻嘻笑道：不要使小性子，和妹妹说的事情暂不能和你说，将来你自然知道的。林婉儿睁着好奇的双眼，这么谨慎？范闲苦脸道：算是天下第一大胡闹还差不多。他又想起妹妹先前说的话，不由好奇问道：妹妹说你有东西给我，什么呢？林婉儿气得咬牙道：那个小叛徒，本想看你最近表现如何，再看给不给你。范闲呵呵笑着说道：反正是给我的，求郡主娘娘赏给小的吧。林婉儿嘟着肉嘟嘟的嘴巴，不给。范闲脸上坏笑渐起，双手在她柔软肉腻的腰间摸索着，拨捻揉搓。一阵慌张的尖叫之后，婉儿终于败下阵来，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个物事，扔在范闲的脸上，说道：给你，快放我下来。一阵香风扑面，一张金帕遮脸，范闲下意识里松了双手，扯下来一看，却是呆住了。一方绣帕上面绣着一双鸳鸯，正在碧波里游着。不识好不？这是宫里的贡品，江南织造成上来的世间极品，线是好线，不论或金或黄或红或绿，都能瞧出这线的质地，想来也是苏州府精选用物。一头也是好一头，鸳鸯成双，碧波荡漾，水上一只垂桃正站着3-2只粉粉的花。只是这针线功夫实在是不咋地啊。只见那针脚前后跳跃着，线旁密密麻麻的小孔，很明显的证明了绣者曾经毁了无数针。纵使这般绣出来的线条依然是歪歪扭扭，毫无圆顺之意，愣生生将这一对应该神态安气的鸳鸯绣成了模样可笑的怪水鸟，愣将那几朵粉桃绣成了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色团。范闲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张绣帕，那一波碧水其实只是几道平整的水纹线而已，绣的倒是不错，只是怎么却用的是黄线？难道这绣的是一幅黄河变形水鸟团？忍了又忍，范闲看了又看，终于还是忍不住爆出一连串哈哈大笑。笑声传遍了整座宅子，本来极有自知之明的婉儿早已羞愧地躲到了小姑子的房里，但听着这等羞辱自己的笑声，恶向胆边生，壮起因此胆，大踏步回到房中，叉腰伸出兰花指，指着范闲的鼻子骂道：不准笑！范闲看着妻子气鼓鼓的腮帮子，笑得乐不可支，赶紧一手捂住嘴巴，一手捂住肚子，在椅子上像个不倒翁般前仰后合。林婉儿又羞又恼，又想发笑，冲上前来便去抢范闲手中的绣帕。范闲哪肯给他，一把攥住收回怀里，好不容易止了笑声，正色说道：好婉儿，这是你给为夫绣的第一件东西，既然送了，可不能再拿回去。林婉儿出身高贵，自幼在宫中长大，向来都有嬷嬷与宫女服侍着，哪里做过女工，所以一想到妻子为自己绣了块方巾，虽然针线活着时粗劣了些，但其中蕴着的深深情意，着实让范闲十分感动。他心疼地抓着妻子的双手，看着对方手指尖上的红点点，心疼地对着他的白葱指尖吹着气，说道：下次别绣了，我绣给你吧，在儋州没事的时候也曾经学过几天。林婉儿看他关切神情，心头无比温暖，但听着这话却是郁闷到了极点，嘟囔道：嫁了个相公，却生得比自己还漂亮，你居然还会女工，这么细心。他把嘴一瘪，快要哭了出来。范闲，你还要不要我活了？小傻瓜。范闲疼爱地捏了捏他软乎乎的脸蛋儿，说道：如果这样就不活了，那我看京都这些千金小姐都要集体自杀去，和谁比不成？和我这样一个天才比，要知道相公我武能破江，文能作诗，豪迈时能大闹官场，文静处能安坐绣花，我是谁？我是不是出的天才啊？听着他自吹自擂，摆出一副恶心的自恋模样，林婉儿破涕为笑，一指戳中他的眉心，说道：瞧你这个得意劲儿。范闲眉梢一挑，说不出的犯贱，能娶着你，当然要可着劲儿得意去。林婉儿忽然一愣，伸手便往他怀里摸。范闲伸手护住自己的贞操，黄急说道：说好给我了，还抢什么？林婉儿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得意，不是抢我这条，是抢你那条。范闲一愣，便看着林婉儿自怀中掏出一条花头巾来，那是他离开上京的时候从海棠的头上偷下来的。林婉儿眉开眼笑望着他，既然你要我那条，那这条就给我保管吧。范闲脑中嗡的一声，这才知道妻子之所以忍着止痛，一直遮遮掩掩的要绣这块手巾，原来是吃味儿了。虽然他与海棠并没有什么男女之私，但此时呈堂政务在手，他瞠目结舌，根本不知如何自辩，只得讷讷道：婉儿，你误会了，以往与你说过，那海棠生的极没特色，你相公我怎么会瞧上他？林婉儿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人的品味向来与众不同，
当初你天天赞我美丽，我就觉着奇怪，但只是以为你嘴甜会哄人而已。谁知道后来从若若嘴里知道，原来你真认为我长得漂亮。可见啊，你的眼光本就与世人不同，谁肯信你？范闲仰火道：谁敢说我媳妇儿生得不美？林婉儿学他平日的做派耸耸肩，从来就没人认为我生得美。范闲挠挠头，小意问道：难道我的眼光真的有问题？林婉儿掩嘴一笑，忽然正色道：别打岔。他一挥手中那块海棠的花头巾，得意说道：这块归我，你没意见吧？范闲苦脸道：没意见，没意见。林婉儿嘻嘻一笑，就往屋外走去。临到门口时，忽然回头说道：你要么把那位海棠姑娘收进屋来，要么就断了这心思。男子汉大丈夫，天天揣着个手帕当念想，一点魄力都没有，连我这做妻子的都替你脸红。范闲挥手给了他一个飞吻，耻笑道：这说明我比你要纯洁许多。林婉儿啐了他一口。范闲忽然想到一桩重要事情，紧张问道：婉儿，我记得你是才过的生辰，那咱们成亲的时候你应该满16了吧？林婉儿好奇地睁着大眼睛，点了点头。范闲拍拍胸口说道：那就好，那就好。第二天范府之外，马车之中，大人，咱们去哪儿？石产力有些头痛地问着自己的老师，因为老师他今天唇角带笑，看上去十分的阴险，不知道心里在盘算着什么。如今京中不怎么安静，老师难道还不想收手？范闲看着手中的绣帕，看着上面的变形水鸟，嘿嘿笑着，心里却是有些心痛。海棠头上的头巾，那可是9品上的强者呀，自己能偷到手，那是冒了多大的风险，结果一下子就被妻子没收了。他抬头看着石产力与邓子月询问的眼光，这才回过神来，将牙一咬，恨恨说道：走，去抱月楼瞧瞧，本官家事不顺，要去散散心，顺便和楼里的姑娘们切磋一下绣花的技艺。抱月楼的姑娘们不绣花，经营的是绣花针生意，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而这些姑娘们的功夫想来都是不错的。今儿是乔装前来休闲，所以范闲一行在一处就换了辆普通的马车，噔噔当当地来到了西城一处僻静处，停在了一座3层木楼的建筑前。早有楼中伙计出来领马收浆，动作利索得很，又有浑身打扮清爽的知客将几人迎了进去。范闲今天在眉毛上小动了一点手脚，又在左颊照丝折的模样点了几粒小麻子，就极巧妙地让自己的容颜变得黯然了些许。在一个信息并不发达的社会里，相信没有几个人能猜到他就是如今京都里赫赫有名的范提斯。抱月楼是木质建筑，一般的木质建筑要修到3层以上，就会压缩楼层之间的间隔，以保证木楼的稳定。但这抱月楼的楼距却很高，甚至站在楼前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楼后方的那片天光。范闲知道这幢楼的木头一定是北面运来的上佳良材，举步往楼里走去，手掌似乎无意识地拂过门旁那个极大的柱子，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此时天时尚早，但1楼的大厅里已经坐着不少客人，迎面一方约摸丈许方圆的小台子，台上一位衣着朴素的姑娘正在弹着古琴，琴声丛丛，足以清心。范闲微微眯眼，愈发觉得这妓院不简单。3人随着知客的指迎上了2楼，择了楼背后方的一张桌子坐下。范闲坐在栏边的位置，用目光示意邓子月与石产力2人坐下。倚栏而坐，他目光微垂，发现栏杆下用青彩金漆描着仙宫画面，不由想到这新开的楼子连系节处都做得如此华贵，这东家的财资果然雄厚，看来穆铁判断的错不到哪里去，一定与那几位皇子有关系。这抱月楼确实透着一丝古怪，而这古怪便来自清雅与不合适。不合适，不合妓院的范式，没有龟公迎着，没有老鸨涂着脂粉来哄着，甚至都看不到几个露胸披纱的艳媚女子，一股子清新味道，怎么也不像是做妓院。范闲入京1年半，倒也涉足过几次这种声色场所，却是头一遭遇见这种格局。待他倚栏往外看去，心中又是微微一动。此楼临街而立，地方僻静，而楼后却是一方湖泊，湖作狭长之形，正是京都有名的寿湖。几人坐在栏边，感受着湖面上轻轻拂来的微凉秋风，说不出的舒爽。范闲忍不住轻拍栏杆，眯了眯眼睛。楼后沿着寿湖两岸修着许多间独立的小院，恰恰隐在秋树之中，偶露白灰院墙，极为雅致。只是他的眼睛极利，早瞧见一间小院后的污水暗沟处隐隐染着丝织粉腻红，便知道里面住着许多位姑娘。看来这抱月楼前面只是迎客的酒楼，真正开心的地方却是在那些小院之中。如同访名山一般，须有雾遮于山前，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游客的探幽之情。这抱月楼的3层木楼便像是名山前的云雾，将那些小院落引在了后方，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嫖客的秘方之念。这间妓院的经营者果然是极有头脑的，如果对方是可以收买的角色，而且手上没有那几条妓女的人命，范闲也许真有兴趣请他去内库打理打理。不过对于青楼这种营生，范闲一直抱着很纯粹的态度，嫖客就是嫖客，妓女就是妓女，一个是出钱的，一个是出肉的，
就算在五花肉的外面包上300张诗篇，也不能抹杀掉这件事情的本质。他只是看了湖畔的庭院几眼，便忍不住摇了摇头。这软刀子山庄，一日只怕要挣不少啊。还有一个想法却有些煞紧了，他似乎总在想着，那些清雅庭院的泥土下，是不是埋着一些柔弱女子的尸骨。在他略有些走神的时候，石产力已经点了几样酒菜。抱月楼的服务极好，不一时，2个13、14岁大小的小厮就端着食盘过来了，将那些极精致的瓷盘轻轻地搁在桌上，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果然是训练有素。盘中食物做的也极为诱人，一道山茶虾仁散着淡淡的清香，几朵微黄透亮的油花安静地飘在一小钵鸡汤煮干丝面上，一道家常的油浸牛肉片上面抹着3指宽的青白葱丝儿，还有几样下酒小菜也做得很漂亮。眉清目秀的小厮给3人斟上酒后，石产力便挥手让他们退下来。范闲微笑看了他一眼，心里最欣赏这个门生的自然洒脱，当着自己的面敢于拿主意。样式制粥的木勺在鸡汤里微微一动，一直躲藏在汤面下的香气倏的一声冒了出来，就连范闲都忍不住微微一怔，接过石产力递过来的碗尝一口，忍不住赞了一声，好，今日范闲用的化名是陈公子，是随陈萍萍取的。酒桌之上，3人就像一般的友朋那般赏景赏食，饮酒聊天，只说些京中趣闻。邓子越是启年小组的负责人，心忧提司安全，在这样一个不知敌友的所在，所以一直有些放不开，有些拘谨，但在酒水与范闲凛然目光的逼迫下，终究还是放松了些。酒过3巡，石产力终于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压低声音问道：“陈公子，我们今天究竟是来做什么的？”范闲呵呵一笑，说道：“当然是来尝试一下京都最奢华的享受。”在确认了4周没有人偷听之后，他才轻声说道：“穆铁给我说了这么个地方，当然有他的意思，只是看他不敢说明，想来其中必有隐情。我偶尔动念便来看看。”石产力摇了摇头，苦笑道：“虽然我也可怜这楼中女子，但是卖笑生涯，天下常见，庆律允许，大人又何必置自身于危地之下？”范闲用筷尖拈了片薄可透光的牛肉片送入唇中，缓缓咀嚼着，笑着说道：“这抱月楼1个月便害了4个女子性命，下手之狠，便是本公子也是有些远远不如，也算是来学习一下。”石产力皱眉道：“刑事案件均由京都府尹处理，监察院只司监察院官员一责，根本没有权力插手此事。大人想来另有想法。”邓子越饮了些酒，胆子也大了些，说道：“要查的便是京都府尹渎职之罪。”而且他望了范闲一眼，得到许可之后，压低声音说道：“这个抱月楼的真正东家，监察院一直没有查出来，所以才越发觉得古怪。”石产力心中大惊，心想监察院密探遍布京中，各王公府上只怕都有钉子，耳目众多，实力惊人，只用1月的时间就能将二皇子与信阳方面的纠葛查出来。而抱月楼表面上只是一个妓院酒楼，监察院居然查不出他的真正东家。他在心里琢磨着，那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可能，这妓院背地的东家与范闲知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笑着说道：“这东家居然能让8大处都感到棘手，看来院子里有人在为他打掩护。”监察院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专业性与繁复而成系统的组织构成，院子本身极难出现大的漏洞。一处出了个诸葛，已经震惊了所有的知情者。没想到诸葛死了没2天，监察院里又开始有人在为皇子们出力，这才是范闲最担心的事情。他是监察院的提司，怎么能容许有人在自己的1亩3分地里撒野？所以他今天一定要来亲自瞧瞧这座抱月楼，看看是谁在悄悄地将筷子伸进了自己的碗里，顺便也调节一下可怜下属的无聊生活。那学生该做些什么？石产力虽然性情沉稳，但毕竟是个读书人，头一回做这么惊险刺激的事情，表情有些紧张。范闲说道：“你手无缚鸡之力，既然带着你，那自然只是随意看看。”他拍拍石产力的肩膀：“公款招待你一把。”石产力一愣，马上悟出了大人的意思，一想到自己还未婚配，马上脸都红了起来。范闲倒是有些意外，笑着说道：“怎么说，你与侯继常也是京中有才学的年轻人，难道以前没有逛过楼子，没有几个相好的姑娘？”石产力惭愧说道：“学生无能，学生无能。”范闲忍不住笑了起来道：“在这种地方，无能这种字眼是不能随便说的。”过不多时，天色向晚，夕照映湖，化作一长道斜斜的印子，只是天气不是太好，所以水面上的那道金印有些暗淡。抱月楼里的灯火却是快速亮了起来，就像是被人施了魔法般，在极短的时间内悬上了无数彩灯，将整座楼子照得流光溢彩，灯影倒映在楼下的湖面上，有若繁星入水，竟是比夕阳之景还要夺目许多。灯起人至，抱月楼迎来了他1天中最热闹的时辰，隐隐绰绰可以看见不少车轿停在了楼前，下来的人虽然都穿着常服，但行走间依然流露出一股自矜的官家气息，看来都是些常来的京官。这些人的身旁大多都有富商陪着。范闲可以用监察院宫中办案的银子给石产力开包，而6部的官员还
还是习惯了吃大户，既安全又有面子。蓝边稍微暗一些，将他们三人的身影笼了起来。范闲眯着眼以暗观明，倒是瞧见了几个曾经在宴席上见过的官员，只是那几位高官直接入了包厢，没瞧清楚陪着的是些什么人。不多时，包厢大概满了，2楼里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丝竹之声与交弓贺仇之声交杂，热闹非凡。而那些穿着抹胸、顾盼生媚的女子们也开始在楼间行走，人气渐盛。范闲看着自己桌上的残肴冷酒，心想，如果这家楼子的老板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怕又是另一番光景了。你们好好玩一下。他开口吩咐道。石产力紧张道，大人，您要去哪里？范闲应道，我专门来休闲的，当然也要轻松一下，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温温柔柔、纯纯洁洁地说着。邓史二人虽不得不信，但总有些怪怪的感觉。不入妓院，焉得妓女，似乎也是这个道理。范闲笑着说道，待会儿风流快活的时候，记得套套话，不用问什么东家，只问这些姑娘的日常见闻，越细琐越好。当然，若不方便就不问了，别让人瞧出咱们有别的用意，这才是最关键的。邓子越看了提司大人一眼，这才真的相信了大人是来暗查，而不是借纸嫖妓。不过套话查根这种小事情，似乎轮不到自己这种层级的官员出手，更不用堂堂提司大人前来。此时楼下湖畔那些小庭院的灯已经逐盏点了起来，朵朵金菊。邓子越起身挥手唤来小厮，说道，给我们爷安排一下。小厮伸手接过指头粗细的金子，微微一沉，大惊之下才晓得原来这3位竟是豪客，不敢怠慢，赶紧通知了口舌利索的知客。知客先生赶紧过来，极柔软委婉地暗示了一下先前招待不周的歉意，便领着3人往楼下走去，一路小心扶着，一路口才便给的聊着，似乎是想打探这3位豪客是哪里来的人物。范闲自不会理会他，负手于后往前走着。石产力在后方与那知客笑着说话，只说急等是江南来的秀才，慕名而至，头一遭入楼，却不知楼中有什么好耍的玩意儿。知客嘿嘿笑道，三位爷，在咱这包月楼，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咱们做不到的，想玩什么都行。说话间，他偷偷瞥了一眼范闲的背影，他当然看出来，这位陈公子才是今天这3人中的主要人物。只是看这位陈公子的气度，果然不是凡人，听也不听自己的介绍，看也不屑看自己一眼，估摸着是哪位江南大员家的公子才对。抱月楼设计地极巧妙，由9楼下来一转，便到了湖畔。那些隐隐已有莺声燕语传出的庭院便近在眼前，两方世界便是由那草间的几道石径联系了起来，互不打扰，互不干涉。3人在知客的带领下进了一处庭院，此间不比楼上，甫一入院，便有数位家人迎了上来，语笑嫣然，轻纱漫舞间，扶着3人的臂膀进了房间，就像是迎候归家相公一般自然。室内一片温暖，脚间放了一个暖盒，在这初秋的天气里，硬生生加了些春暖。一角的木屐上搁着盆假花，花瓣全由南丝所绣，精美异常。阵阵腻香扑鼻而入，范闲皱了皱眉头，旋即微笑着回头，对在一个丰满女子身上满脸尴尬的石产力说道：“你放松些，家中又没个母老虎。”他解开外面的袍子，旁边的女子手脚利落地接了过去，温婉说道：“爷才用的酒菜，这时候是听听曲儿，还是再饮些？”范闲坐到了软榻之上，挥手说道：“再置桌席吧，唱曲的也要，你先给我捏捏。”服侍他的那女子面露喜色，感激说道：“爷真是体贴。”赶紧将他的外衣收拾好，又有小使女在外斟了茶，小心地分放在3人的身前，还端了几盘京都难得一见的时鲜果子，这才半跪着爬上软榻，一双柔仪轻轻搭上范闲的双肩，轻重如意地缓缓捏着。范闲知道在这花费的愈多，服侍自己的女子得的好处也就愈多，感觉这肩上的力道，心想这包月楼的服务确实不错。再看了一眼侧方依然有些扭捏不安的石产力和一脸严肃相还在整风的邓子越，不由在心中大骂没出息，一看就是2个雏儿，真是落了监察院和自己的脸面身后，给范闲揉肩的女子越扶越低，2团温软直接抵着了范闲的后背。范闲忽然想到自己还没问这位姑娘姓名，甚至连对方的容貌都没认真看一眼，不知怎的竟有些惊讶于自己的冷静无情。沉默稍许后轻声问道：“姑娘怎么称呼？”“言儿。”那女子熏香的双袖搭在范闲胸前，柔软丰满的胸脯极聪明的微微蹭着范闲的后背，回话的声音柔媚至极，就在他的耳边响起，那微热的气息都吹到他的耳孔里。范闲忍不住笑了起来，伸手急刹风紧的挠了挠耳朵，解释道：“怕痒。”他自然知道言儿是个假名，只是奇怪的是自己先前一瞥，这女子虽然装扮的颇浓，但可以看出确实是个美人胚子，如此姿色，难道在这抱月楼里只是很普通的一员，可以用来随便招呼自己这些无名之辈？便在室内春色渐泛之时，唱曲的姑娘已经进了屋。范闲一看那位姑娘容颜，心中便是微微一动，心想居然连她也被抱月楼抢了过来。
入屋唱曲的姑娘叫桑文，乃是京都出名的唱家。想往时，等闲的权贵想见她一面也是不容易。而范闲之所以认得她，却是因为1年多前在京都西面的避暑庄与婉儿、若若一家人度假的时候，这位桑文姑娘曾经因婉儿之邀，在山庄里唱了一晌午的小曲儿。其实清风自湖面来，范闲身旁坐着婉儿妹妹与叶灵儿3位姑娘，真是他重生以后最美妙的一段晨光。而且这位桑文姑娘唱的曲子里有一句互相逢搞妹，消长一句，恰好应了范闲与婉儿在庆庙初见之景，所以他对这位姑娘的印象特别深刻。桑文入屋之后，微微一扶，便面无表情地在下角坐了下来，怀中捧着一个类似于琵琶的乐器，轻声说道：“几位公子想听什么曲子？”范闲眉间微蹙，知道对方没有认出自己来，却不知道对方还记不记得自己给他写的那几句词。去年夏天，范闲在避暑庄里曾经抄了一段汤显祖的妙词送与这位桑文姑娘，而桑文依靠此词在京都里声名更噪，只是依着范闲的叮咛，没有透露这首词的真正作者。唱守着桂令吧。范闲半靠在身后言儿柔软的怀里，双目微闭，随意点了首最常见的曲子，心里却在琢磨着，桑文这种身份的唱家怎么就被抱月楼得了，而且又随便派出来了。加上这言儿显然也非俗品，难道说自己的身份已经被这抱月楼的东家瞧了出来？叮叮2声脆响，将范闲从满腔狐疑里拉了出来。他微微一笑，心想也对，就算这抱月楼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暗中刻意讨好自己，也不用担心什么题词夜唱，大不了督察院的御史们再来参自己几道。桑文眉毛细弯，说不出的柔弱，双唇没有抹朱丹，所以显得有些清淡，五官生得漂亮，唯一可惜的就是双颊处显得宽了些，脸显得有些大，而且嘴巴似乎也比一般的美女标准要宽了些许。只见她手指在弦上一扶，双唇轻启，唱道：“怎生来宽眼的裙儿？为玉箫肌肤，香褪腰肢，饭不沾池，睡如翻饼，气若游丝。得受用遮没害死，果诚实有甚推辞。干闹了多时，本是结发的欢愉，倒做了彻骨相思。”歌声曼妙轻柔，尤其是唱到气若游丝那句时，伏在范闲身后的言儿的呼吸声也重了些许，极为挑逗。范闲半闭着眼听着，发现唇边多了个酒杯，也不睁眼，知道是言儿在喂酒，张唇喝了进去，只觉身周痉挛，一片妩媚放松气氛，感觉真是不错，浑觉着就这样放松一夜也是不错。至于抱月楼的东家是谁，日后再查也不迟。但曲子唱到后几句，房间里的气氛却显得怪异了起来。范闲缓缓睁开了双眼，看着似乎一无所觉的桑文，确认这位姑娘不是认出自己来，而是刻意冷淡，或许是在与抱月楼闹别扭。后几句将这曲子的意思描得清楚，这知折桂小令全用日常口语，竟是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妻子因为丈夫远航不归的苦楚相思之情与隐隐愤恨。曲简单，词简单，意思却不错，配得上桑文的身份。只是此时众人是在霞季夜游，他却唱了首这样的曲子，实在是有些煞风景。言儿姑娘看见范闲平静的表情，不知怎的，竟有些害怕，赶紧又斟了杯酒，送至他的唇边，柔媚无比的求情道：“陈公子，这位桑姐姐可是京都出名的唱家，一般的公子哥可是见不着的。您看，让他再挑几首欢快的唱给你听如何？”桑文似乎没有料到这位抱月楼的红牌姑娘竟会为自己解围，本有些凄楚的眼眸里多了一丝感激。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抵触情绪而让言儿吃苦，也知道自己先前的曲子选得实在不恰当，赶紧起身微微一扶说道：“这位陈公子，桑文的过错。”范闲哼了一声，没有说什么。屋内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的脸色，石产力与邓子月二人更不知道大人准备做什么。不料范闲马上转成微笑说道：“这京都的风物人士果然与江南不同，首善之地，连小曲儿也是劝人向善的呀。”众女听着这句玩笑话，终于松了口气。言儿赶紧媚笑着应道：“公子爷向善去了，那奴家还怎么讨生活啊？”范闲笑着拍了拍他的腿，手指在言儿修长弹绷的大腿上划过，占足了便宜，不让他揉肩了，并排倚着坐着饮酒。桑文恢复了精神，微微一笑，又唱了一首《折桂令》：“罗浮梦里真仙，双锁罗环，九晕珠殿。晴柳纤柔，春葱细腻，秋藕云圆。九盏里央，挤出些腼腆，画上换来下的婵娟。试问尊前，月落深横，今夕何年？”话音一落，范闲抢先赞了声好，诚恳说道：“好唱功。”偏头望着怀中言儿媚艳的容颜，笑着说道：“这小令原来竟是说言儿的春葱细腻，秋藕云圆。”他的手毫不老实的顺着言儿的手指小臂钻袖而入，捏了捏，另一手轻抬着言儿的下颌，赞叹：“好一个美人儿，只是酒饮的少了些，没那腼腆的一抹红。”他回望着下方抱着妓女，眼中已经流露出情欲之意，面上一阵赤红的石产力，取笑道：“原来这句是说你的。”众女见他说话风趣，都忍不住眼唇笑了起来。言儿甜甜笑着端了2个酒杯，与他碰了下，便饮了个通杯儿，心里却是无来由的一阵恍惚，
这位公子哥真是个调动场间情绪的高手，难道真像袁姐说的，竟是位官府中人？入夜已深，早已蠢蠢欲动的邓氏二人被范闲赶到了院落侧方的屋宅之中。此处隔音极好，许久竟是听不到那些男女快活的声音。范闲不由笑了笑，心想邓子月或许还能保持灵台的一丝清明，不过他不是三处出身，想在这些妓女身上打探什么消息也是难事，而石产力这书生只怕早已被那些姑娘们剥光生吞了。先前饮酒之时，便尝出酒中有微量的催情药物，知道是这些青楼常用的手段，所以他也没有在意。房内，桑文面容上带着一丝警惕，小心翼翼地看着榻上的这位陈公子，不知道宴罢曲终，他将自己留下来是什么意思。衣上蓬松的妍儿抿了抿有些散开的头发，看了陈公子一眼，也有些意外。想到这位抱月楼今夜盯着的人物竟是想一箭双雕，他心中便涌起一丝不自在。不论怎么说，自己也是抱月楼的红官人，哪料到这年轻的公子竟还不满足，强留着桑文在房内。他知道楼里为了抢桑文过来，花了不少心思，生生拆了一家院子。但桑文是既非妓，在京都又小有声名，说好是绝不会陪客人过夜的。正想堆起笑容分解几句，不料今夜的这位年轻恩客将自己身子一扳，自己无来由的体内一热，便绵软无力地伏在了他的怀中。往上望去，妍儿还能看见范闲脸上的那丝淡淡笑容，不由心头一颤。这年轻人的笑容一起，他脸上那几粒麻子也不显得如何碍眼了，整个人透着一股温柔可亲的味道，说不出的诱人亲近。先前劳烦姑娘为我揉肩，我也为你揉揉吧。范闲温柔说道，一只手抚在他的腰间轻轻滑动着，一只手却在他的太阳穴上轻轻揉动着，竟是不允妍儿出言，拒绝妍儿心头一凛，敌不过那稳定手指所带来的一股安稳感觉，神识渐趋迷离，长节微合，竟是缓缓睡着了。看着妍儿姑娘伏在这男子膝上的头颅一歪，便再没有动静。桑文惊讶地站起身来，掩住了自己的嘴巴，眼中满是惊恐神色。不要紧张，他只是睡着了。范闲温和说道，小心地将服侍了自己半夜的姑娘搁在榻上，又细心地取来一个枕头搁在她的颈下。妍儿极为舒服地嗯了一声，双目紧闭着，不知在梦乡里做些什么营生。看到这一幕，桑文才确认了妍儿并没有死去，却依然小心翼翼地往房门处退去。毕竟这位年轻的公子竟然只揉了2下，便催眠了妍儿，让人感觉十分诡异。范闲坐在榻边，似笑非笑地看着桑文，伸出手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桑文只觉眼前一花，下一刻，这位年轻公子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他精修叠加，扭头便准备逃离这个虎窟，不料却听到了耳边那低到不能闻的下一句话。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姑娘好生薄情啊，都记不得我了。桑文只觉得今夜实在是紧张到了极点，惊愕地看着这位陈公子，半晌之后，才从对方的眼眸中寻到了那丝自己一直记挂着的清明与安宁，将眼前这张脸与去年夏天堂上那张脸对应了起来。他张大了嘴，眸子里却是骤现一丝惊喜与酸楚交加的复杂神色，似乎有无数的话想要对范闲说。范闲看他神情，便知道今天自己的运气着实不错，却依然坚定地摇了摇头，阻止了他的开口。走到了床后的漆红马桶之后，蹲了下来，运起体内的真气，指如刀出，悄无声息地撕下床幔，揉成一团，塞进了那个由中空黄铜做成的扶手后方的眼孔中。注一，元乔吉之折桂令，纪远。注二，元乔吉之折桂令，赠罗真真。注三，今泥人之江山，老干妈。抱月楼果然不简单，看这处隐蔽的极好的偷听设备，就知道这家妓院背后的东家不仅指望着这些皮肉生意能为他敛财，也用心于床地之间营生浪语之中，收集京都达官贵人们白昼里绝不会宣之于众的隐秘。如果不是范闲细心，只怕也很难发现马桶旁的扶手有什么古怪。桑文表情古怪地看着他，忽而将牙一咬，直挺挺地对着范闲跪了下去。范闲温和一笑，却是没拦他，他已经检查过了一遍，应该没有人能偷听自己的谈话。至于桑文为什么会跪，他明明猜到，却不会说出来，坐到了椅子上，随手扯了件薄被给榻上昏睡的妍儿盖着，半低着头说道，我问你答。桑文会意，面带期盼之色地从地上站起，小心地站在了范闲的身前，却看了他身后一眼。范闲摇头，本不想多花时间解释，但想到要让对方放心，还是说道，他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也不可能偷听，放心吧。桑文这才点了点头。范闲没有问桑文原来待的天上间是不是倒了，抱月楼抢他过来花了什么手段，这些没用的问题，而是很直接地问道，你有没有契书在抱月楼手中？桑文一喜，知道这位范大人有心助自己脱困，焦急说道，有，不过是他们逼。没等他把话说完，范闲继续问道，你今日被派来服侍我，楼中人有什么交代？以桑文的身份，范闲冒充的陈公子一定没有资格让他唱曲。桑文此时全数信任范闲，因为在他看来，
也只有这位如今京都最红的监察院提司，才能帮助自己逃离这个深不可测的篓子，才能帮惨被整垮的天上监复仇。毫不迟疑说道：我偷听到楼中人似乎怀疑大人是刑部13衙门的高手，来调查前些天的命案，所以派出了妍儿这个红牌。范闲自嘲一笑，心想自己乔装打扮，这包月楼却不知是怎地嗅出了味道，只是猜错了方向而已。桑文看着他神情，解释道：您身边那位随从身上有股子官家气息，那味道让人害怕得很。这说的自然是邓子月。范闲挥挥手换了个话题：我想知道，你猜这间抱月楼的真正主人是谁？话中用了一个猜字，是因为监察院内部都有人在帮助隐瞒，那桑文也不可能知道这妓院的真正主人，但他长期待在楼中，总会有些蛛丝马迹才是。桑文虽然不清楚堂堂监察院提司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但还是极力回忆着，有些不敢确定地说道：应该与尚书巷那边有关系。抱月楼的主人每次来的时候都很隐秘，但是那辆马车却很少换。马车上面虽然没有家族的徽记，但这1-2个月车顶上早能看见大槐树的落叶，这种树是北齐物种，整个京都只有尚书巷两侧各种了一排，所以我敢断定马车是从尚书巷驶过来的。范闲看了他一眼，桑文会意，马上解释道：我幼时也在尚书巷住了许多年，所以清楚此事。范闲话语不停：这楼里的主事姑娘姓什么？应该姓袁。姑娘家的一番话说得又急又快又是稳定，范闲极欣赏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姑娘心思缜密，可以入我院子做事了。尚书巷里住的不是尚书，而是一群开国之初便册封的国公，位尊权贵，只是如今陛下御国极严，所以这些国公们一般而言还是比较安分。至于那位姓袁的主事姑娘，范闲苦涩一笑，很自然地联想起了洪承手下的袁梦姑娘。得到了这条有用的消息，范闲对于今夜的成果已经十分满意，所以才有心思与桑文闲聊几句。从谈话中得知，抱月楼果然是身后势力雄厚，初夏的时候楼子才开张，却在短时间内扫平了京都几家敢于争锋的同行，背后所用的手段血腥无比，不然桑文也不可能被强逼着入楼过2天。我派人来赎你出去。范闲不是怜香惜玉，而是信奉交易要平等的道理，而且这位唱家落在这样一个阴森的妓院里，实在感觉有些不爽利。婉儿也是喜欢这位女子的，过几日让院中人拿着名帖来抱月楼要人，想来抱月楼的东家总要给自己这个面子。桑文大喜过望，他在抱月楼里感觉朝不保夕，更曾眼睁睁看着从别家掳来的姑娘被楼中打手活活打死，时刻在想着脱身之计。只是他虽然曾经与范闲有过一面之缘，一词之次，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去找他，毕竟二人之间的身份地位相差得太远。不料今日机缘巧合，竟然重遇诗仙，还得到了这声承诺。以范提司在朝中的地位，这事儿自然是定了。一念及此，桑文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地款款拜倒。范闲已经受了他一跪，便不想再受第二跪，伸手去扶。便在此时，院外却响起一声愤怒至极的暴喝：我杀了你！随着一声中年男子的愤怒吼声，房门被击得粉碎，一道身影破风而至，其势猛若惊雷，那蕴含着极大威力的一掌便向范闲的胸膛上印了下来。不要！桑文惊得跌坐在地，看清楚那人模样，掩面而呼，说不出的惊愕与担心。掌风如刀扑向他的脸庞，范闲侧身站着，并未正身，也未回头，只是将那只寻常的右手从袖子里伸了出来，很轻描淡写地递了出去。他这一掌看似缓慢，却是一种超强稳定所带来的错觉。当他的手掌已经平伸出去的时候，那位偷袭者的奔雷掌才刚刚打了过来。一只秀气而稳定的手掌先发后至，轻轻拍在那只满是老茧、粗壮无比的掌上，只是轻轻的一拍，轻轻一拍，却发出了轰的一声巨响。那位斜风雷之势而至的偷袭者是来得快，飞得更快，竟是直直被范闲看似轻描淡写的那一掌震飞了出去，像一块飞石被投石机掷了出去。已经破成碎片的木门再遭一遍打击，而那武者的退势还是不止，竟是直接撞到了院门上，将那厚厚的木门都砸成了粉碎，直接摔进了水里，惊起一大片水花。范闲负手于后，静立堂间，安静异常，就像是先前没有出手一般。桑文看着眼前这一幕，又是一声可不思议的惊呼，望向范闲的目光变得无比震惊。天啊，这么温柔和气的一位大人，怎么拥有如此雄浑霸道的真气？但他却来不及回味范闲的那一掌，提着裙裾，脸上挂着泪痕，便往兽湖旁冲去。不知那人受了范闲这一掌，是生是死，范闲父在身后的手上沾了些草泥，知道那人先前一直潜伏在院外的草地上，微微皱眉，有些莫名说道：刀王之流，果然都是鲁莽之辈。桑文在京都既然颇有名声，那自然也会有些痴心护花之徒。这些江湖人士虽然敌不过抱月楼的手段，却依然要尽一分心力保护桑文不受玷污。先前那位武者应该是在院外守得久了，曲终之后又迟迟未见桑文出院，心下焦急，又隔窗看不真切，
误将范闲搀扶之举当做了轻薄，这才忍不住出手护花。范闲知道这阵势瞒不住什么人了，自嘲一笑，负手于后往院外走了出去。此时邓子越早已满脸煞气地护在了他的身边，只是石产力估计还在醉乡之中。他侧身看着自己亲选的启年小组第2任组长，有些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不只满意于邓子越的反应速度，更满意自己刚才的那一掌。也就是在那一掌击出去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由儋州至京都，在苍山苦练，赴北齐出使，这一路上诸多遭逢，实在是极难得的契机。出使路上的压力，与萧恩的缠斗，在上京外燕山崖上的拼斗，与海棠看似随意，实则大有用意的交往，终于让自己修行的那个无名公爵开始与自己和世人不同的经脉渐渐契合了起来。而自己的武道修为已经到了一个很稳定可怕的程度。如果换作以前，只怕这一掌已经将对方的右臂全部击碎，却不可能有如此霸道的后劲儿。想到此节，范闲心中不免有些感激那位已经死去了的萧恩，还有海棠。当然，他最感谢的还是老脖子给自己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武竹叔不用谢，那是自己人。湖面上水波未尽，那名大汉浮在水面上，生死不知。由于夜色浓密，纵使有湖畔灯光照着，也不能看清湖水里的血色。在极短的时间内，抱月楼就反应了过来，各处院落里重新响起了欢愉之声，而湖水里的那位大汉也被人用网子捞了起来。抱月楼的打手聚集到了湖畔，而一位半老徐娘走路带风的人物却是面带惶恐之色，迎着范闲连声道歉道：“保护不周，今这陈公子罪该万死啊！”面有惶恐，语道万死，眸子里却是一股子试探与寒冷逼人的神色。范闲看着那妇人眼中一闪而逝的寒光，心知肚明抱月楼的人是刻意出来晚了，甚至连那名大汉也是对方故意放进院中，想来是发现自己堵住了房间内的偷听铜管，又一直心仪自己身份，所以玩了这么一出，逼着双方现形。不过对方只以为自己是刑部13衙门的人，却没有猜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然来迎接自己的阵仗一定不是这么简单。昏迷不醒的大汉被拖到了众人身前，草地上被打湿了一大片。那位妇人柔和说道：“先前便听说楼中来了位谈吐风趣的陈公子，没有想到陈公子竟还有一身惊人的武道修为，这就是赤裸裸的试探了。”范闲看了他一眼，却根本懒得回话，直接往院子里走了过去。此时院门与房门都已经被击成了碎片，屋内的暖气往外溢了过来，堂间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妇人眼中流露出狐疑之色，他们本来以为范闲3人是刑部13衙门来暗查命案的高手，所以才用妍儿这位红牌姑娘来伺候着，本想趁着对方打听消息的时候反过来偷一些消息，但没料到这位高手竟是看穿了房中偷听的铜管设备，又发现桑文一直没有出来，怕发生什么事情，这才巧手一挥，安排了当前这么个局面。本以为这位陈公子竟然一掌将那大汉击飞，动静已经整了出来，双方便有可能说上几句话，甚至于讨价还价一番。哪里知道陈公子竟是根本是几等为无物，就这般冷冷淡淡的走了回去。妇人将牙一咬，满脸堆笑的走了进去，说道：“抱月楼护卫不周，惊了客人春宵，今夜之资自然是由楼中负责，还请客人原谅一二。”范闲皱了皱眉，说道：“如此便罢了，你们出去吧。”见他不咸不淡的应着话，这妇人倒是心急了起来，微笑说道：“公子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出门在外，总是需要几个朋友的。”他此时已经认定了对方就是13衙门的人，所以说话也渐渐直接了起来。范闲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是眼前这妇人绝对没有与他谈判的资格。他斜眯着眼瞥了他一道，说道：“爷是来玩女人的，又不是来交朋友的。”妇人心头微凛，瞧不出这位陈公子深浅，面色忽柔说道：“只是这院门已毁，还请客人一驾吧。”范闲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坐回了榻上，懒得再说话。邓子越在一旁寒声说道：“我家公子不想再动，你们去摆几个屏风过来就好，开门宣迎。”这是什么样的恶趣？邓子越面色微寒，心里却是有些尴尬，生怕这抱月楼里的姑娘们误以为自家的提司大人有裸露癖。这个时候，院中的动静终于将石产力惊了出来，他一边系着外衣，一面走了过来。院中那些衣衫微乱、春光偶露的姑娘们却极有分寸的没有进入正堂，而是等着外间听那位妇人与范闲说话。妇人眼眸一转，看着榻上昏睡的妍儿姑娘，心头微动，接着却是一喜，装作火意十足，咬牙道：“这该死的妮子，在这节口居然还能睡得着，冷落了客人，实在是大罪。”他呼喊道：“来人啊，将这妮子给我拖下去打！”范闲眉头微微一皱，却落在了那妇人的眼中，他面色不变，寒声说道：“将这妮子活活打死！”他心想，这还不能软化你的心智。范闲眉头再皱，缓缓开口说道：“你当着我的面喊打喊杀的，很闹心啊！这是你楼里的人，打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不过打死之前再挑个模样俊俏的姑娘过来，记得我喜欢丰满些的。”话一平淡，却透着骨直刺人心的寒意。
这位面相极善的年轻公子，竟是丝毫不将刚与自己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子死活放在心上。妇人心中大呼晦气，她周游世间，最善观人，当然知晓自己若真的将言儿在她面前活活打死，这位眉宇间无比冷漠的陈公子，只怕也不会再皱一下眉头。13衙门何时出了这么位人物？妇人一时竟愣在了原地。范闲不耐烦了，邓子月观贤眉而知雅意，寒声说道：“都出去。”妇人将牙一咬，双方既然没有撕破脸皮，对方又一味耍狠摆酷，不肯出个章程，抱月楼毕竟还要在京都做生意，也不可能老待在客人房里，只好暂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在这妇人和抱月楼的打手要退出小院之时，范闲却似乎很随意地说了句：“将那个大汉留下。”这句话说的随意，却隐隐透着丝官威。妇人今夜连连吃瘪，回首狠狠说道：“这位公子，这大汉自然是要交给京都府处置的。”范闲终于如了他的愿，冷笑说道：“京都府管的，刑部衙门难道就管不得？”妇人心中暗笑一声，心想你终于肯摆正架势了，却来不及说什么，又听着范闲像使唤下人一般无礼说道：“这个叫桑文的，我要了。”抱月楼在京都开张不过数月，但背后势力何其雄厚，妇人更知道自己的大老板与监察院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根本不怎么害怕刑部衙门。听着这句无礼的话，不知为何心头一阵火气涌出，冷声嘲讽道：“桑姑娘的赎身前可跪着，这位公子或者是大人，13衙门虽不是清水衙门，但刑部能拿得出这钱来的，除了尚书也只有那2位侍郎了，敢请教您是哪位？”范闲眉梢一挑，应道：“哪位都不是，只是我喜欢听桑文唱曲，这几200两银子还是拿得出来的。”他之所以此时便要赎桑文出楼，是因为对方已经知晓了自己与桑文在房中有过谈话，如果再让桑文留在楼中，只怕明天就会变成兽虎底下的一具尸首。那妇人气急反笑，冷笑连连道：“好好好，感情这位公子竟是拿官威来压本楼了，看来公子真是不知道这京都瘦虎水的深浅。闲话少叙。”石产力知道这时候该自己说话，讥嘲着配合门师的口气说道：“桑文乃京都名妓，又不是军中的营妓，依庆律，只要有人出钱托急，你抱月楼便得应着。怎么，以为我们拿不出这几百两银子出来？几百两银子！”妇人心头大怒，若真有人要为桑文赎身，少说也要出2000两银子。这几个来闹场的人居然说出几百两这种可笑的数目来，连番被范闲若有若无的撩拨，终于让他失了冷静，大怒说道：“客人若是能拿1万两银子来，我马上让你把人带走，这大汉就当附赠的。1万两银子可以买10几幢民宅，可以供寻常百姓吃用几10辈子，就算放在富甲满地的江南，1万两银子也是个惊人的数目。”妇人冷笑看着这几人，料定这世上没有人会用1万两银子来买一个姿色寻常，只是割生了得的歌妓。但范闲却是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不等他改口，将手一挥，随意说道：“这便说定了，快将契约拿来。”此言一出，满座俱惊，就连守在那浑身湿透大汉身边的桑文自己都流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而那位妇人更是大感荒唐吃惊，呆若木鸡一般站在了原地。啪的一声脆响，不知何时已有一位丽人来到了院间，直接给了那妇人狠狠一记耳光，这才向着范闲3人微微一扶，轻笑说道：“陈公子果然是位爱开玩笑的风趣人物。”范闲不认识这位丽人，眯眼看着她如柳蛾眉，红红双唇，眸子里的柔媚，唇角绽出一丝欣赏的笑容，但总感觉有些不舒服，因为这位丽人看似柔弱，但实则骨子里透着一丝无比骄傲的味道，根本看不起面前自己3人，想来是那位圆梦姑娘的得力干将。不是玩笑。范闲敛去了笑容，说道：“1万两银子买人，先前说好的，莫非抱月楼准备赖账？”丽人冷冷看了他一眼，半晌后忽然说道：“抱月楼出1000两纹银为公子押金，此事不需再提。1000两银子是抱月楼付出的诚意。”但范闲看着这丽人眉宇间那股子施舍与不屑的味道，微嘲说道：“今夜的去，哪里来的金？我只是要这桑文和那大汉，你们倒是敢不敢卖？”丽人似乎想不到对方竟是如此不给面子，嘲弄道：“难道公子还真拿得出来1万两银子？”此时已经不仅仅是桑文赎身的问题，也不是抱月楼担心查案的问题，而是双方在比拼势力了。抱月楼方面根本不可能出让桑文，而丽人如此说，也是心里根本不相信有人会随身带着1万两的银票。范闲摸了摸顶上平顺的头发，没有说话。石产力在旁站着微笑说道：“这个不需要姑娘操心。”丽人冷冷地看了3人一眼，忽而寒声说道：“原来竟是专程来消我抱月楼的面子来了，好叫3位大人知晓，就算你们今天将桑姑娘赎了出去，只怕明天也会乖乖地将她送回来。”这话里的威胁意味十分浓重，但以范闲如今的权势地位，又怎么会在乎这些？他微笑着望着他，轻声说道：“我今夜给你1万两银票，只怕明天你要乖乖地给我送回来才是。往日向来只有抱月楼威胁人，哪里有人敢威胁抱月楼？”
那魏丽人姓石名妻儿，正是圆梦一手培养出来的得力助手。本以为今夜只是来了几个查案的小官差而已，只是下属禀报，这位陈公子气度不凡，武道高深，想来是位棘手人物，这才准备强势之下与对方妥协。之所以会选择妥协，是因为从9月开始，大老板便一直要求抱月楼安分一些，但他没想到对方不肯选择和平，还赤裸裸地威胁了过来。石七儿气得不善，盯着范闲一字一句说道：“你会后悔今天晚上做的事情，不要威胁我，赶紧拿契约来。”范闲笑着说道：“被你们整得没心情了，准备回家。”看着范闲那温柔无比的笑容，石产力在心底暗叹了一声，知道门师很不高兴，后果相当严重，再过几天这家抱月楼估计就要关门。石七儿气结，眸中厉声一闪即逝，吩咐属下去办事。不过片刻功夫，一张薄薄的纸便搁在了众人之间的桌上。现银交易，你有1万两银票，我就将人给你。石七儿盯着范闲的双眼，庆律里确实有赎粮的条款，但是我也不可能把桑姑娘摆在楼子里等你来买，如果这时候你掏不出现银来，说不定待会儿就有旁的买家将她买走了。范闲面色不变，心里却耻笑了一声，还有谁会花1万两银子买人？如果自己真的不出手买人，那待会儿就会出现的买家只会是你抱月楼自己。石产力已经取过笔墨，写了份契结书，与那份丧文的人身文书放在了一起，就等着范闲拿银票出来。他对于门师的财政能力向来是很信任，而且毕竟是位读书人，总以为银子这种东西对于大富之家来说不算什么。石七儿也盯着范闲，他这一世也不知见过了多少富人，但即便是江南的盐商与皇商们，也没有揣1万两银票在袖子里的习惯，除非他们是准备在宴席上送哪位高官厚礼。所以对于眼前这位年轻人能拿出1万两银票的事情，他本就不相信。看似很久，其实只是过了一会儿，范闲没有什么动作。石产力微感慌乱与意外，石七儿的唇角却是浮现出一丝果然如此的骄傲笑容。范闲看着这清丽女子的微傲自矜神情，忽然觉得很爽，笑了笑，对一直安静站在身边的邓子月勾了勾手指。邓子月俯身道：“陈公子有什么吩咐？”范闲低声笑骂了句什么，才说道：“装什么傻，我身上可没装那么多银子，这是向你借钱来着。”邓子月面色一窘，虽然不清楚提司大人为什么如此蠢定自己怀里揣着上万两银票，还是赶紧伸手入怀，摸索了半天，摸出了一个与谢衣紧紧系在一处的荷包，荷包朴素，里面微鼓。房内众人面面相觑，看着邓子月从这个普通的荷包里像掏心挖肺般的掏了一叠子银票出来。邓子月将银票搁在桌上，心疼地数了又数，拿了10张递给了石七儿。石七儿的脸再也挂不住了，手里拿着整整1万两银票，无比惊愕地张着嘴，内心深处早已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在他的心中，这位年轻的公子哥儿或许是富家子弟，但是连他的随从身上居然都放着1万两银子。他捏着银票，看着范闲平静的脸，心中震惊，想着这到底是哪路的神仙。范闲没有理会对方的眼光，轻轻摸了摸自己身后一直昏睡着的妍儿姑娘，手指头在她的颈部轻轻滑弄了几下，看似调戏一般，妍儿却悠悠醒了过来，伸手掩唇打了个呵欠，看来这一觉睡得不错。走吧，他温和说道，率先起了身，往院外走去。身后邓子月扶起了那位浑身湿透、生死未知的偷袭者，而石产力也扶着那位心神受了太多刺激的桑文姑娘，随着他走了出去。不一时，这一行来路不明的人物便沿着寿河畔的点点桔灯消失在了抱月楼中。石青儿手指用力将那10张银票捏得发皱，却终是舍不得这一大笔银钱，小心地收入怀中，望着那行人的背影，恨声说道：“给我盯紧了！”抱月楼一共有2位神秘的老板，而这位石青儿则属于二老板那个派系的，下手极为狠辣。这时候妍儿才皱着眉头走上前来，此时他的脑中有些昏晕，看着房中这情景，自然知道自己不是睡了一觉这般简单。看来那位有着可亲笑容的年轻陈公子果然是一位厉害人物。石青儿反手一掌便往他的脸上扇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妍儿冷冷地躲开了，望着石青儿说道：“姐姐为何要打我？”石青儿咬牙道：“你个没用的小蹄子，让你来套话，结果睡了大半夜。”妍儿的目光在场中扫了一遍，便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冷笑道：“我是没用，但姐姐如果真的能干，怎么会让这些人还把桑姐姐带走了？这事儿您可要向袁大家交代。”哼！石青儿盯着妍儿那张浓艳的面容，轻蔑说道：“不要以为大老板喜欢你，你就敢在我面前放肆。抱月楼开门做生意，当然不能在这里与客人起冲突，事后自然有解决的办法。”这2位姑娘看来都是抱月楼的当红人物，所以说起话来也是暗含风雷，彼此不相让。下属们赶紧退了出去，生怕遭了池鱼之灾。稍停片刻后，妍儿轻笑说道：“不要忘了，大老板让你们这些月安分险少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伤天害理？石青儿冷笑道：“在这京都里，我们就是天理。”妍儿眉梢一挑，
假意疑惑道：“哦，今儿来的，估摸着可是13衙门里的厉害人物。”狗屁的13衙门！17儿眉宇间杀机引动，全京都能毫不心疼的拿出1万两银票来的人物，没有几个。把刑部的青石板子全掀翻了，把那些烧火棍都撅折了，都揪不到几星银花花。我看那人指不定是哪位王侯家的世子爷。言儿微微一怔，似乎没有想到那位陈公子有如此身份地位。在回思前那位公子的手段，一时间竟有些恍惚。17儿看着他眉间现出的媚态，啐了一口，骂道：“小骚蹄子，别滥发春情，当心大老板不高兴。”言儿听着这话也不害怕，冷笑应道：“姐姐先前安排我来陪客人，难道就不怕大老板不高兴？”17儿冷笑说道：“你陪的那位陈公子马上就要变成死人，有什么干系？”听着这话，言儿一惊之后，眉间蹙了起来，悠悠说道：“又要杀人，敢落我抱月楼的面子，当然没有他好过的日子。”17儿眉宇间全是一股子冷漠的自矜之色，就算顾及他身份，暂时不杀他，至少也要把那个姓桑的婊子杀了。也怪他们运气不好，今天二老板的那帮小兄弟都在楼中玩耍。言儿一听之后，便判定了陈公子一行人的死刑。他虽然不知道二老板的身份，但却知道二老板的那些小兄弟们在整个京都的飞扬跋扈，胆大包天。就算那位陈公子是哪位王侯家的贵妻，能苟活过此夜，但他身边那些人只怕是死定了。他不由叹口气道：“总这般肆意妄为，哪天朝廷真的查下来，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没个活路。”17儿机械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在讽刺他的胆小，说道：“有院里正当红的大人做靠山，有宫里的人说话，咱们抱月楼用得着怕谁去？”出了抱月楼，桑文满脸泪痕地对范闲行了大礼。范闲最见不得这种场景，温言安慰了2句，赶紧上了马车，一行2辆马车沿着抱月楼前那条大街往光明处走去。马车没走几步，就在一条长街之上停了下来。范闲掀开马车门帘往前看去，毫不意外地看见一群正执着火把将长街前后全数堵住了的人。这些人年纪并不大，只有14、15岁，还是些少年。苍白的脸色宣示着这些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身下的高头大马代表着他们的身份，还有更远处一些户主的家丁伴当，毫不在意地看着拦街一幕，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主子们在京都的大街上行凶。车上的人给小爷我滚下来！领头的一位少年满脸狰狞，瞳子里闪着兴奋的神色，似乎想到今天又可以杀几个人来玩玩，真是很快活的事情。抱月楼的反应很直接呀。马车里的范闲赞赏了一声，转身问道：“子越，这些小家伙是什么来路？”邓子越的面色有些凝重。这是京都最出名的游侠，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但他们都是国公王侯们的后代，所以一向没有什么人敢管他们。看来抱月楼不仅与洪城有关系，与这些国公们关系也不浅。范闲摇摇头，看着街道两侧掠过的黑影，知道潜伏在暗处的启年小组已经动了，忍不住又摇了摇头。庆国以武力得天下，当初随着太祖打天下的将领们，后来虽然解甲归田，安居京都，但毕竟功劳在这里，所以王公之爵封了不少。而后几任的陛下也都看在当初的面子上，对这些王公之家颇有眷顾，只是却容不得这些元老们在朝廷里身手太长，对于他们的子弟多有警惕，在科举与仕途之上暗中做了不少手脚。于是乎，这些国公之府到了第3、4代的王公子弟，除了极少数极有才能的，剩下的只是些虚智。而这些人往往正是10几岁的年纪，家世富贵，朝廷另眼看待，自然而然地贪图于世俗享受之中，别无他事可做，年轻热血，便走马牵狗于庭，欺男霸女于世，说不出的嚣张无聊，往往一言不合便会拔刀相向，出手极其狠辣，毫不顾忌后路。这些少年自以为己等，颇有任侠之风，又养了一批京都里的小混混做打手，便将自己唤作游侠。实际上在范闲看来，这不过是一群渣子纨绔罢了，也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妇人，手中绝了多少性命。虽然范闲比这些京都出名的凶悍少年大不了几岁，但心性却是比他们要成熟不少。一看见长街之上这种阵势，便眯起了眼睛，缩回了马车里，再不肯露面，只把事情交给下属去打理。国公之脉虽然没有什么实力了，但是那些七拐八弯的亲戚关系实在复杂，就连范府与柳国公府上都还有亲戚关系，这怎么扯脱得开？范闲心想，能不用自己动手，那是最好的选择。给我把那辆马车给砸了！领头的权贵少年兴奋地大喊着，催马上前。在他的身后，一大帮子少年怪叫着向范闲所在的马车冲了过来，手里提着京都常见的直刀，不停挥舞着，就像是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小鲨鱼一般亢奋。桑文怯生生地看了一眼，然后赶紧缩回头来，攥着自己的衣裙下摆，身子有些颤抖，却咬着牙没有发出惊呼。范闲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将车帘拉开了一道小缝，看着那些骑马冲来的凶恶少年，心想这京都的治安果然是越来越差了。不过京都府尹是二皇子的人，加上这些少年们的敏感身份，确实是没有人敢管。只是看着那些少年眼中蕴着的兴奋神情，
他依然像吃了颗苍蝇一般恶心。因为这些年轻甚至有些稚嫩的眼眸里，在兴奋之中更深处呈现出一种对生命的淡漠，对下贱者的蔑视，对血腥味的变态喜爱。范闲是一个自幼接触死亡的人，对于剥夺他人的生命也不会觉得很恐怖，甚至会很平静。但他向来很小心的让自己不会陶醉在杀人的过程之中，相反，他是一个很珍惜生命，很庆幸余生的人。而且他自认今夜只是想公款休闲来着，结果堂堂监察院提司居然沦落到了要和一帮纨绔小混混当街斗殴，实在是很跌份。所以范闲很不高兴。一声呼哨声响起，从长街两旁的民宅之上跃下了几个黑衣人，冲进了那群权贵子弟的队伍中间，霎时间将这些纨绔的队伍冲得散了。启年小组的人毕竟是常年工作的探子，出手很有分寸，只是向着对方的马匹招呼，一时间那些少年们便纷纷落下马来。但让范闲一行人感到有些惊讶的是，这些少年居然没有跌堕于地，而是有些狼狈地站到了地上。看来这些国公府上对于下一代的武力教育还是比较有成效。我操你妈的，给我砍了他们！领头的那位少年不过14岁左右的年纪，眉眼间却尽是一片凶悍，看见对方忽然多了几个人，却是根本不惧。他们这些少年在京都横行久了，哪里怕过人来，手里拿着刀就往身边最近的一位黑衣人身上砍了过去，刀势竟为阴险狠辣。这名范闲的下属知道这些少年的尊贵身份，看见对方胸腹处大开，却是一时不敢递刀过去。明明对方年纪如此小，怎么却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他侧身一避，却左肩一凉，被划了一道血口子。那少年狂妄笑道：这些人知道咱们的身份，不敢怎么地，兄弟们尽情的杀吧。这些少年们人数众多，就算是大象也经不住蚂蚁缠，更何况启年小组里的这些人都知道对方的身份，不方便下重手。而少年们却是横行街头惯了，心知朝廷的这些人看在自己的爷爷们面子上，根本不敢对自己下死手，所以借着这机会用同归于尽的搞法，而且自身颇有实力，一时间竟是搞得启年小组手忙脚乱。虽然也有些少年被启年小组的人打晕了，倒在了地上，但是两方基本上还是个均势。刀剑之声锵锵作响，在这夜色笼罩的长街之上响着，执着火把的下人们也靠拢了过来，微有光明，脸上带着鄙夷的神色，根本不怎么担心。马车里的范闲看着这一幕，面色渐渐地沉了下来。他知道启年小组身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就算武力不如高达那批虎卫，但对付这些权贵少年还是绰绰有余。只是这些监察院的官员终究还是服务朝廷久了，对上这些狗日的游侠儿有些放不开手脚。虽然明知道下属们是怕为自己惹麻烦，启年小组就算拼着自己死，也不可能让这些少年真的动自己一根手指头，但看着自己的亲信打得如此窝囊，而那些少年如此嚣张，他心里还是十分不爽利，就像是前世的时候米兰被利物浦翻盘时的窝囊感觉一样。扯淡！范闲走下马车，有些恼火地骂了一句，声音里夹杂着他如今霸道至极的真气，传遍了长街之上的战场。被分隔成几处的战团被这一呵呵的暂时停止，启年小组的成员趁着这个机会推到了马车旁边。不过是初一遭逢，便已经有2个人挂了彩，鲜血从他们的身上流了下来。一方面是启年小组不敢下手太狠，一方面也是那些少年们下手太狠辣的缘故，竟是刀刀朝着要命的地方在捅。范闲看着自己的下属，脸上浮现出一丝无畏的神色。和北齐人打仗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这么无用？下属们惭愧地低着头，胸膛不停起伏着，心里好生不服气，心想这些小兔崽子哪里是自己的对手，只是娘的，这些小兔崽子下手太狠，自己又不可能真的将这些国公的孙子们亲手宰了，打起来自然吃亏。邓子越此时也下了马车，铁青着一张脸，望着外围逼得越来越近的少年。那些少年们正在嚣张地大笑着，提着带血的直刀，像看着引颈就戮的小鸡子儿一样，看着马车周边的这些人。大人，对方的身份有些，请放心，我们一定能处理得好。邓子越看着范闲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沉声解释道。范闲气急反笑道：什么身份？我只知道这是一群拦路的小贼，居然还搞得自己受了伤，传出去不得被人笑死。喂，那小子，你们说什么呢？领头的权贵少年已经骑马逼近了马车，眉宇间的那丝戾气更加明显了。把你车里那姑娘交出来，再让你这些没用的手下自断一根胳膊，小爷今天就放你一马。范闲看了他一眼，又转过头来。那位权贵少年阴恻说道：你这小白脸，说你呢，快把人交出来！居然敢和抱月楼作对，想怎么死呢？要不要尝试一下咱们新近发明的巨蟒之刑？这话里明显带着淫亵和侮辱的意味。那些面带骄横的少年们齐声哄笑了起来。范闲里都不理少年口中那一串惊叹，眯着眼看着自己的这些下属，继续说道：只要是敌人，出手就要狠，不管是外面的敌人还是里面的敌人，这个道理难道你们以前没有学过？
是不是觉着跟着我很轻松，所以全还给老脖子了？见马车前的这位年轻公子哥儿不理会自己的问话，那位权贵少年气得不善，怒上心头，浑忘了抱月楼交代的事情，口里说着脏话，一马鞭就向范闲的头上抽了过来。二人相距还有些远，这马鞭不过数尺长，怎么也抽不到范闲的头上，应该只是作势恐吓罢了。范闲眼瞳里闪过那丝边影，闪过一丝冰冷的颜色，然后抬起了左手，啊的一声惨叫划破了夜空。那名权贵少年的马鞭早已跌落到了地上，抱着自己的手腕，痛得嚎叫了起来。一支黑色的弩箭竟是如鬼魂一般射出，生生刺穿了他的手掌，鲜血滴答滴答的顺着那名少年的手掌往下滴着。四周的少年们都傻了眼，天了，对方居然敢用弩箭，对方居然敢用弩箭射自己，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这些人的身份吗？这些少年们虽然平日里为非作歹，手下都曾经闹过人命，对于生命缺乏应有的尊重，可以说是天性凉薄，但真正遇见有人敢用这种致命的武器伤害自己，却还是头一遭，不免在惊愕之余生出了些许厉横之气。此时场间众人在望向范闲的眼神显得无比怪异，似乎像在看一个死人一样。大人，邓子越也是一惊，生怕提司大人动起怒来，将场中这群小兔崽子们全杀了。如果真闹出这般泼天大的事情，为了庆国朝廷以及军方的安稳，提司大人再如何受圣宠，只怕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范闲缓缓收回自己的左手，松开了扣在机簧之上的手指，扫视了四周少年一眼，没有回答邓子越的话。淡淡的目光在这些少年的脸上拂过一遍，他发现这些人年纪确实很小，最小的甚至不过才将10岁左右，稚嫩的面容里夹着凶残，虽然凶残，但毕竟还只是个孩子。难怪启年小组的人刚才下手会如此迟缓。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自己胸中的怒气，眯着眼睛对面前的权贵少年们说道：拦路者死，你们谁还想做挡在车前的螳螂小胳膊？他那既阴森恐怖的黑色弩箭只是暂时震撼住了这些无法无天的少年心性，不过数息功夫，那些少年眼中的畏惧之色又开始被胆大包天的暴力之色掩盖。那位中箭的权贵少年夹着哭声嚎叫道：还等什么？给我宰了他们，全宰了，拉苍山填坑去。你杀过人吗？范闲忽然偏头，很感兴趣地问了一句。那位权贵少年一怔之后，尖声哭嚎道：像你这种杂碎，老子一天要杀一个。二人对话间，那些少年们已经冲了上来，满脸的亢奋与嗜血。范闲挥手止住属下拔刀准备砍杀的动作，一片嘶喊之中，范闲奇快无比地伸出右手，扼住了迎面一刀那位少年的手腕，手指用力，咔啦一声，那少年的腕骨被捏碎了，惨嚎着捂着手腕倒在了地上。一侧身推入另一个少年的怀中，手巧妙地搭在对方的小臂上，以自己的肩膀为支点往下一摁，咔吱一声脆响，就像沾了糖浆的红藕一般，这只柔弱的小胳膊从中断了。一个漂亮的回旋踢却极阴险地将腿放低了1尺，正好横扫在一位满脸阴狠之色扑来的少年腰间。这一脚的力量极大，估摸着这位喷血而飞的少年至少要在家里躺几个月。往前踏了一步，左手一力砍在来袭之人的颈部，那人闷哼都没有发出一声，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范闲就像一只游魂一般行走在这些如狼似虎、满脸狠厉的少年之间，剑货一出手便会让一人躺下。长街之上只能听得剑一声接着一声的骨折之声，咔咔咔咔。众少年轻蔑而无耻的叫骂声已经没有了，一股子恐惧的气氛随着场中人倒得越来越多，而逐渐向外蔓延着。最外围的有几个少年已经开始偷偷往长街尽头溜走，咔咔咔咔，像是在打更。这个世界上没有阎王，但少年们还是觉得这些骨折的声音就像是索命的小鬼在无情而冷漠地敲打着更鼓。包括邓子越在内的启年小组都瞪大着眼睛看着场中，眸子里全是钦佩敬服之色。虽然自己这些人也可以将这些少年击退，但肯定没有他做得如此干净利落，下手又狠又准，既让对方重伤难起，又不至于要了对方性命时产力蒙着眼睛连连摇头，不忍去看这一幕。桑文姑娘却是咬着下唇，看着范提斯冷静的出手，心中十分兴奋。她知道这些少年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知道这些少年们不知道害苦了京都多少百姓。看似很久的时间，其实只是片刻功夫，除了那些逃走的少年，剩下的都被范闲用重手法断了骨头，凄惨地倒卧在街上。直到此时，哎呦连连的惨呼声才响了起来。范闲看着脚边那些流着血、捧着断肢再也狠不起来的少年们，有些欣慰地揉了揉刚刚活动开的手腕。看来小时候跟费先生学的人体构造还没有完全丢下。然后他对邓子越很严肃认真地交代道：以后这种情况别再让我出手了，真丢不起这人。他走到看似领头的那位权贵少年面前，温和笑着问道：你是谁家的？这少年果然够狠，手上还穿着一支弩箭，而且眼瞧着范闲的阴森手段，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反而恶狠狠说道：有种你就杀了我，不然
你就等着满门抄斩吧。范闲笑着摇了摇手指头。第一，我不会杀你；第二，满门抄斩这种话不能乱说，只有陛下才有资格说这种话。如果你下次再说这种话，说不定你家就可能被满门抄斩了。他没有兴趣再问这个满脸厉乖之气的权贵少年，挥挥手示意车夫将马车开了过来。这时候，远远在街头打着火把，为自家小主子们助威，撩当麻木看客的下人们才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这些下人们见此场景，哪里还敢对这辆马车如何，只是在众多的伤员里寻到自家的主子，用一种大黑狗般的眼光看着那辆缓缓行过的没有任何标记的马车。此时范闲一行人已经上了马车，受伤的2名下属羞愧万分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马车之上，范闲闭着眼睛养神，就像刚才没有出手一般。马车里其他的人见他沉默，自然也不敢开口。忽然间，范闲睁开双眼，轻声说道：这事儿有古怪，为了一个妓院，怎么可能使唤的动这些嗜血的小兔崽子？邓子越问道：打伤了这么多国公家的小爷们，要不要准备一下？毕竟大人的身份瞒不了多少人。范闲看了他一眼，说道：一群落魄公侯，理他们多余，关键是背后的人。邓子越沉声请示道：接下来怎么办？范闲笑了笑，说道：明天你去抱月楼，把那1万两银子要回来。马车沿着京都安静的大街绕了几个弯，街旁的民宅上忽然发出一声虽然尖锐却并不响亮的声音。邓子越回过头来报告道：后面跟梢的几个家丁已经被打昏了，一路通畅。范闲苦笑着点点头，说道：说来奇怪，你们虽然是王启年亲自挑的人，但履历我仔细看过，跟踪盯梢演技样样在行，怎么就动起手来却全然没有监察院应有的威风？邓子越惭愧解释道：大人，小组里的成员大部分是1处和2处的老人，王大人最擅长的就是跟踪之计，所以他挑的我们基本上也是侧重于这个方面。他想了想后，忽然正色说道：大人，今天的事情居然还要劳烦您亲自出手，实在是属下们失职。不过请大人从6处调些人手，那是院里正宗的刺客护卫，北行的路上您也瞧过他们的能力，在武力方面实在比我们强很多。范闲摇摇头，没有说什么。他实在是有些处和那位影子打交道，偶尔去看陈萍萍的时候，曾经遇见过那位影子刺客现身。虽然对方一直沉默着，但明显可以看得出来，这位监察院6处的正牌头目对于自己这个曾经受学于五竹大人的家伙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肯定不是断袖之类，而是很想与自己打一架的兴趣。所以他有些隐隐害怕与6处打交道。而且论其武力来说，父亲暗中训练的虎卫似乎比6处的剑手实力更加强横。依照严冰云的推断，自己再过些日子就应该能得到这批虎卫，所以并不着急，将抱月楼的所有不法事都查出来。他轻声下了命令。邓子越悚然一惊，接着请示道：那他们背后的东家？范闲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既然院子里在为他打掩护，我们先打外围好了，先把抱月楼封了，那人自然会急的。其实他隐隐猜测，这座日进斗金的青楼一定与世子李洪成脱不了干系。首先是桑文说抱月楼的大娘姓袁，其次就是能够使动这些国公府的小崽子们。而且晋王世子与若若的婚事早已传遍天下，如果说二殿下那方面借此发挥，用自己的名义去压制监察院，也是一种可能的事实。想到对方可能是在利用这件事情，范闲心头怒气渐生。虽然他是在着手破坏这门婚事，但依然不允许有人利用自己以及妹妹的名义。好好的一次公款嫖娼，最后仍然是毫无新意的变成了查案与争斗。范闲不免有些恼火，看了一眼安静乖巧的坐在旁边的桑文姑娘，说道：我让人送你去城外避避，等案子结后再回来。不过你先写份东西，将你知道的事情都列个条陈。通过与桑文的一番对话，他知道这位姑娘家心思缜密，条理清楚，对于抱月楼的事情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邓子越不了解范闲对付抱月楼的良苦用心，纯粹以为大人只是要出今夜的闷气，只是监或查一下监察院内部有谁在为对方打掩护。石产力想得多一些，看了一眼门师，得到了对方的点头之后，这才当着桑文的面说道：大人为什么不直接去问穆铁？他毕竟是一处的代管头目，您不在京都的这段时间正是抱月楼兴起的时间，他既然提醒了您，应该知道一些内幕。范闲闭着眼睛摇了摇头。穆铁之所以只提醒而不全部说清楚，那这件事情就一定与我或者与我家有关联，他能掌握着分寸说一声就足够了，我没必要把他拖到这件事情里面来。而且这么件小事情，如果我自己都搞不定，以后怎么在官场上立足？马车里陷入了沉默之中，气氛有些诡异。毕竟先前众人才看见范闲如游魂一般的狠辣出手，此时再看这位面带温柔笑容的大人，感觉总会有些异样。范闲的武技自从去年牛栏山一事后便见为世人所知，但真正看过他出手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因为那些人基本上都死了，所以像今天这种场景实在是件很稀罕的事儿。
范闲虽然警告过穆铁，不要老想着学王启年的捧哏做派，当时邓子越也在一旁听着，但此时看提司大人心绪似乎有些沉闷，依然忍不住学起了前任的形式，小心翼翼地打岔问道：大人，为什么先前在抱月楼里，您就笃定属下身上带着那么多银票？范闲懒懒地睁开眼，笑着看了他一眼，说道：上次崔氏孝敬的2万两在你这儿，你说担心手下们乱花钱，所以一人只赏了100两，这是3200两，然后你给王启年那小老头家送了5000两过去，还剩下11800两。他闭上了眼睛，如数家珍一般说道：你是个节俭人，吃穿都有宫中出，你连监察院3处彭先生儿子的婚事都只送了5两银子的红包，事后还心疼的在我面前说了好几次，说要杀这种歪风邪气。这样看来，你一个月满打满算顶多能有2两银子。你和王启年不一样，一直没有成亲，单身汉一个，这剩下的1万多两银票你能放哪儿去？你这么谨慎的一个人，当然不敢放在家中，自然是要随身带着的。范闲笑了起来，拍拍邓子越的肩膀。不过节俭归节俭，你家旁边那个小寡妇既然不肯收进门来，那该打的银首饰还是打几件，别让一个妇道人家老嘀咕你小气抠门，咱监察院可丢不起这面子。车厢里的几个人都笑了起来。邓子越面色一窘，解释道：大人，这银子的事情我是向您禀报过后才分配的，100两已经不少了。范闲笑骂道：这么抠门，怎么对王家这么大方？他现在又不是你上司。邓子越微微沉默后说道：王大人毕竟身在北齐，下属总想着万一有个什么问题，他家里总是需要银子的。范闲倒没想到他竟说出这样一番道理来，叹了口气，略微有些感动。如果是一般的庆国使节与学子，滞留在北齐自然是安全无比，套句某事的话讲，是能享受国民待遇的。但像王启年这种密探头目，谁知道将来会有怎样的下场？石产力在一旁问道：明日真的要再去抱月楼要银子？范闲正想着远在异乡的王启年，想着最近得到的消息，司礼里已经入了宫，心情正自复杂，听着这话便有些恼怒了起来。监察院在外面为朝廷拼死拼活，这朝中的皇子权贵们却互相倾轧的厉害，甚至还想把这院子拖进浑水里，实在是有些可恶。当然要去，他对邓子越冷冷说道：亮明你的身份去。先前和那女子说话时，他曾经说过，我从抱月楼赎了丧文，第2天还要乖乖的送回去，结果对方竟然连夜来抢人。如此说到做到的敌人，我们当然要有些尊重与礼貌。既然我们说了明天就要把这1万两银子拿回来，那就一定要拿回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滕子京得了命令，准备第2天趁着城门刚开的时候，就将丧文先送到城外的田庄中。处理妥了这些事情，范闲才回到了房里。警备之中，婉儿看着他的眉间隐有忧色，心疼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范闲也不瞒他，将自己今夜遇着的事情讲了一遍。当然，公款嫖娼在这里自然就变成了借机查案，正大光明至极。婉儿若有所思，这事情里透着一丝古怪。范闲点点头，我也这么觉得。婉儿长居宫中，对于尚书相的那些国公府也不甚了解，毕竟身份地位不一样，只好开解道：明天找机会去问问思哲他妈妈。柳氏自小在尚书相长大，他家就是国公府，应该能有些风声。范闲心头微动，旋即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柳氏如此老辣而不显山露水的人物，断不会在自己仍然当红的时节来拖自己的后腿。他如今对于柳氏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位妇人始终是将范府或者说是父亲大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明天还要去抱月楼？婉儿蹙着眉间说道：那些小孩子在京中恶名昭著，你虽然不惧，但是也要小心些。范闲摇摇头说道：不用担心我只是打小就很警惕这种事情。他温和一笑说道：小时候在儋州，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街上痛打欺男霸女的纨绔子弟，却一直不能得偿所愿，没想到今天夜里却满足了一下时的意淫。婉儿轻轻戳戳他的胸口：儋州啊，你应该是最大的纨绔了吧？范闲没有接话，有些出神说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冷血的杀手，而是那些喜欢杀戮不问缘由的权贵少年，因为杀手杀人还要有个目的，而这些权贵少年们只是纯粹是陶醉于这种刺激之中。要知道，婴儿如果能杀人，那他为了一滴奶水就敢下手，因为婴儿是最本能的阶段，没有什么负罪感，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所以京中这些权贵少年们，但凡年纪越小，就对朝廷天地越没有敬畏之心，做事就越狠辣，越胆大妄为。一旦松开了这道口子，就和今年江南的大堤一样，再也堵不上了。他摇了摇头，想着倒在自己手下的那些狠戾少年们，心底最深处的隐忧淡淡的浮现在清亮的眸子中。当天晚上长街上的那场架，自然马上惊动了很多人。负责京都治安事宜的京都府，毫无疑问承担了最大的压力。那些横行于街上的小霸王，仗着自己的家世与朝廷的优渥待遇，向来行事毒辣，无法无天，
这次拦截斗殴却落了如此凄惨的下场，实在是很令人意外。负责查案的京都府官差在看到那些骨折筋断的少年伤势后，惊愕之余，对于那位下手的陈公子更是感到了一丝畏惧和怀疑，对方明显是没有将这些国公们的势力放在心上，是哪里来的狠角？正如邓子越所说，范闲的身份不可能瞒过京都所有人。当夜的详细情节传出去后，虽然京都府还没有查到那位陈公子究竟是谁，而那些聪明人却从那些街旁民宅里跃下的黑衣人身上嗅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谁都知道，监察院的那位年轻提司大人身边一直有一个叫做启年小组的亲随队伍。让圆梦回来吧。庆国的二皇子眉宇间带着淡淡的温柔，和声说道：得罪了范闲，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世子李洪成缓步走到窗边，心里有些阴寒，知道自己这位堂兄弟心机实在是无比的缜密，悠悠说道：谁也想不到范闲会去逛青楼，以他的孤倔性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二皇子微微一笑，伸手在身边的小碟子上捉了粒干果，搓去果皮，送入唇中，缓缓咀嚼着。范闲查得越仔细，把抱月楼的罪证究得越实在，这事情就会越来越有趣。李洪成回首望着他，淡淡说道：从一开始你就是这般设计，只是为什么要给范闲这个出手的机会？二皇子似乎有些失神，半晌后才说道：因为我始终还是在寻找一个能与范闲和解共生的途径，抱月楼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范闲愿意伸出手来，我会很有诚意的握住，我想给他一次主动握手的机会。京都府受制于二皇子的警告，又知道抱月楼的东家与京都出名的恶少们关系不浅，所以对于抱月楼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监察院却没有这方面的顾忌。虽然他们没有权力去调查京都名士，但是借口查京都府渎职之事，从各个方面寻到了极多的相关信息。范闲坐在书房里，看着面前的案宗，忍不住深深皱起了眉头。抱月楼一共有2位东家，神秘得很，基本上没有几个人看见过。至于抱月楼的行事，果然是胆大包天，行事辛辣狠厉。今年春天才开楼，只不过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武力与银钱的双重开道下，打熄了旁的楼院生意，强行抢了不少出名的红官人入楼，声势顿时大显。抱月楼一行，范闲从那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出，这楼子的东家一定是位善于经营的高手，但是在那些一般的商贾手段之下，掩饰不住的是一片黑暗手法。穆铁说的没有错，仅仅1个月就有4个不怎么听话的妓女失踪了，想来早就死了。而抱月楼暗中的肮脏事更多，什么雏妓、变态的生意都接。范闲的眉头皱得越来越深，心里越来越冰寒。不论前世还是今生，这天下总是污秽的，只是庆国京都的天空，这种污秽却更容易被摆到台面上来。权贵们倚持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地位，对于天下的庶民总是在不停的剥削与压榨。就像抱月楼这种事情，其实在京都官场来说并不是特例，更不是首例，而是所有的达官贵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敛财手段。对于天下的贫寒者、卑贱者不平视。以前的时候，范闲更多的只是做一名旁观者，冷眼看着这世界上的丑恶慢慢发生，或者下意识里不去思及这些不公与黑暗，因为他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他自己也从这种权贵地位中获得了足够的好处与享受。作为一位既得利益者，作为权贵队伍里的一份子，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沉默与接受。沉默与接受不代表他能够习惯，纵使他已经在这个盛着污水的酱缸里待得足够久，却依然无法习惯。区区一个抱月楼也不足以让他改变自己的理念。他或许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好事，赎出丧文，打压一下抱月楼，让那些权贵们做事的时候更柔和一些，调剂一下阶层之间的矛盾，但他不会尝试做出雷霆一般的反应，因为雷霆一般的反应意味着否定抱月楼所代表的一切，就意味着要去挑战整个天下。而这种逆天的事情，只有叶青梅似乎曾经尝试做过，而他的母亲似乎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抱月楼又似乎不仅仅是区区一间青楼这般简单。范闲已经嗅到了里面隐藏着的不安，自己内心深处渐渐涌出些不祥判断和一股无由而生的邪火，所以他要亲自再赴抱月楼，确认一下自己的判断究竟是不是正确的。一个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下午，身为启年小组头目的邓子越再次来到了抱月楼。一看到他那张死气沉沉的脸，抱月楼的知客打手们都涌了上来，时刻准备将他当场打成肉泥。但一看到他那身死气沉沉的衣服，所有的打手们都讷讷地退后了半步，似乎害怕他身上那身衣服所渗出来的阴寒味道。邓子越今天穿着监察院的官服，所以身份便不一样了。抱月楼自认为身后也有监察院做靠山，自然不会做出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情，马上换了一位有身份的人出来，恭恭敬敬将他迎进了3楼的一间清静房间。房间里有一道帘子，看不清楚里面有些什么。帘外是一张青州石做成的圆桌，看上去清贵异常。石青儿满面带笑将邓子越迎到桌边坐下，妩媚说道：原来大人竟是院里的大人，昨夜实在是莽撞了，早知晓是院里的大人，那丧文双手送上就是，哪里还敢收您的银票。
说话间，他的眼光有意无意间往帘子里望了望，只是却根本没有取出银票来的动作。邓子月知道帘后一定有人，说不定就是抱月楼那位神秘的老板。他在监察院8年，从来没有做过以权欺商的买卖，但是范闲逼着他今日一定要将那1万两银票夺回来，他只好再走一遭。稍一斟酌之后，冷笑说道：“石姑娘好生客气，只是昨夜出了楼子，便撞着了几匹小狗，今日来只是问一下，这狗是不是贵楼养的？”石七儿面色不变，心中却是有些隐隐担忧。昨夜只是以为对方是13衙门的人，哪里想到竟是和监察院有关系。二东家的那些小兄弟往日里横行京都，哪里知道昨夜竟是被对方打得一塌糊涂。今日对方竟然又来上门，言辞锋利，好不客气，看来实在是很难善了。只是可惜时间太紧，竟是没有查到对方的底线。因为某个方面的原因，鲍月楼自身是断然想不到那位陈公子便是范提斯的，但他依然不怎么将那位神秘的陈公子放在眼里，更不会将这1万两银票再吐出来，因为连后座的人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石七儿面色一寒，冷笑说道：“这位大人说话真是风趣，监察院什么时候也管起青楼的买卖来了？这不应该是京都府的事儿吗？大人如果被狗咬了，当心得病，还不赶紧回家休息，又来楼里照顾咱们生意。”他媚声笑道：“大人真是精猛啊！”邓子月厉色说道：“少在这里废话，昨天的事情如果不给个交代，当星爷将你们这破楼子拆了。”他奉令前来斗狠，心中实在是有些别扭，但是常年的监察院工作让他的话语间自然流着一股阴寒之意，压迫感十足。帘内有人咳了2声，石七儿将脸一沉，一掌拍到青州石桌之上，发狠骂道：“不知道哪里来的泼三儿，竟然敢到咱包月楼来诈银子！那契结文书写得清清楚楚，你们强行买走了丧文，难道还不知足？你若再不肯走，当心本姑娘将你衣服剥光了赶出门去，让整个京都的人都瞧瞧你的丑态。”邓子月煞气十足地盯着他的眼睛，耳朵却听着帘内的动静，寒声说道：“看来贵楼真是准备与我监察院为敌了。区区一个青楼，哪里有与庞大恐怖的监察院做敌人的资格？”但石七儿却出奇的毫不慌张，眯眼冷笑道：“休拿监察院来吓人，6不3思吃这一套，我包月楼却不吃这一套。”邓子月哈哈大笑道：“有种！”站起身来，冷眼看了帘内一眼，一拂袖子便准备离去。“给我站住！”一直安静，只传出2声咳嗽的帘内，终于有人说话了，声音稚嫩，却含着一股不屑与位高权重的味道。青帘缓缓拉开，一直神秘无比，从来没有见过外人的抱月楼东家终于出现在了世人面前。邓子月愕然回首，双瞳猛缩，他确实没有想到对方的身份，更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与自己见面。他望着帘内穿着淡黄衣裳的那位少年，内心深处感到无比的荒谬。抱月楼，京都最大最红最黑的青楼，每天开门迎来送往嫖客，夜夜迎声浪语的妓院，他的老板居然是一个不满10岁的小男孩。邓子月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穿着黄色衣裳的小男孩，忽然间皱紧了眉头。虽然这个小男孩身份非同寻常，但忽然成了抱月楼的老板，实在也是令他感到无比震惊。半晌沉默之后，他终于半屈了膝盖，沉声行礼道：“监察院直属主簿邓子月，见过三殿下。”“三殿下，陛下最小的儿子竟然是抱月楼的东家。”看见这位一直摆出腹很酷表情的监察院官员服了软，跪到了二东家的面前。石七儿唇角一翘，发出了2声鄙夷的冷笑：“监察院再厉害又如何？还不是皇帝陛下的一条狗？自己这楼子看似寻常，背后却是皇帝陛下的小儿子。这位邓大人，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石七儿满脸倾泻的笑容。出乎石七儿意料，邓子月一跪之后，不等那位不足10岁的天皇贵胄开口，便已经很自然地站起身来，满脸严肃说道：“本官奉大人令前来问话，姑娘还未回答，回去后我自然尽数回禀。至于今后如何，自然有院中大人负责。三皇子是庆国皇帝最小的儿子，生母是宫中极受宠的宜贵嫔，小孩子家家的，居然开起了青楼。这个事实虽然荒谬，但却是就在眼前。”邓子月的太阳学跳了2下，强压下心中情绪，持礼说道：“下官告退。”三皇子脸上还是一片稚嫩之气，看着这小官居然想就这么走了，一股子恼怒冲进了他的大脑，一茶碗就掷了过去。虽然范闲在城门处就瞧出这位三皇子年纪小小，胸中却颇有盘算，但毕竟还是小孩子，没有得到意想当中的尊敬，自然勃然大怒。三皇子走上前来，指着邓子月的鼻子骂道：“怎么就想走？怎么不查了？不是要我还你1万两银子吗？”邓子月一脸苦笑，监察院再是大，也不可能去和一位皇子争银票。不过依陛下向来的行事风格，监察院也不怎么卖皇子的账。范闲昨夜又叮嘱的厉害，邓子月身为提司亲信，怎么也不敢在皇子面前跌了分，于是保持着面上的礼数说道：“银票之事，自然由我家大人前来分说，只是三殿下，这种声色场所还是少有涉足才是。”
石青儿在一旁听得愣了，心想监察院果然如传说中的那般跋扈，居然连堂堂皇子的面子都不卖。三皇子年纪不过8、9岁，但生于帝王之家，小男孩天生有一股威势，头脑里更是不简单，冷笑说道：监察院什么时候成了叫花子，居然到处要钱，居然敢不卖本宫的账？表哥，你知道这人是谁吗？说话间，半拉开的帘子全部被拉开了，里面竟是埋伏着一群打手。看这些打手的神色，邓紫月神色一凛，感觉到对方的实力远非一般的混混可比。而这些打手的最前面还站着2位少年，一位少年满脸凝狠之色，右手被包扎得实实在在，隐有血丝渗出，正是昨夜被范闲一弩箭射穿了手掌的那人。邓紫月的眼皮子跳了2下，知道今天极难善了，但他看着被射穿手掌少年旁边的那位，面色更是显得极其难看，甚至比先前发现抱月楼的东家是小小年纪的三皇子更要惊愕。他皱眉望着那位微胖少年左颊上的那粒醒目麻点子，沉默少许后问道：少爷，难道你也是抱月楼的东家？这位微胖少年不是旁人，正是范闲的弟弟范思哲。邓紫月怎么也没有想到，提司大人要查的抱月楼竟是他亲弟弟开的。与义态骄横的三殿下相比，与房内那些跃跃欲试想将邓紫月当场教训一通的打手们相比，范思哲的脸色显得特别的难看，苍白无比，眼瞳里除了偶尔一露的灭口狠色，更多的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他大怒望着三皇子说道：你这个蠢货，知不知道他是谁？三皇子一怔，心想你就算是我表哥，怎么却来骂我？大怒反骂道：你敢骂我？范思哲紧紧地咬着牙，倒吸了一口凉气。昨夜的事情他是知道的，所以今天专门带人来瞧瞧这些敢断自己财路的官孙子是13衙门哪些不长眼的小角色，但没有想到来的竟是监察院的人。他闭着双眼，极深地呼吸了2声，望着三皇子，摇头苦恼道：你做出来的好事情。他心头一动，知道一定是有人在故意瞒着自己。三皇子与范思哲乃是表亲，自年初听人劝多后，合伙开了抱月楼，一向顺风顺水，深知自己这位表哥实在是位商道上的天才人物，却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今日大反常态。就算是监察院的人，又怕什么？自己可是魏皇子，你的亲哥可是监察院权力最大的提司。他稚嫩的脸上一片惘然。范思哲在心底哀叹一声，紧接着却是满怀期望神色望向邓紫月，问道：昨夜那位陈公子是不是？邓紫月平静地望着这位少年，内心深处不知怎地却为范提司大人感到了些许悲哀，点了点头。范思哲一脸木然，似乎是惊呆了，心里却在极快地盘算着要不要把面前这位邓紫月灭了口，然后自己赶紧从抱月楼里脱身而出，不然让哥哥知道了自己会有什么下场。范思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他只是一个很常见的京都少年，拥有极好的家世，所以一直是京都很出名的小霸王，是那位在范闲初入京都时满脸令人生厌神情盯着他看的12岁少年。当然他也是一位有些头脑，知道约束自己的伯爵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位常常在麻将桌上流露出天真好胜之意的小男生，也是一位经常捧着账本翻阅，生出一种自己都很难想象狂热兴趣的天才人物。一个人会有很多面，范思哲作为一位14岁的京都权贵少年也不例外，天真是他，狂热是他，骄横是他，阴狠也是他，单拿任何一面来看他都会失之偏颇。他的父亲是当朝红人，户部尚书司南伯范建，他的奶奶是当今陛下的奶妈，他的亲生母亲与宫中的宜贵嫔是姐妹，他的姐姐范若若是京中最出名的才女，马上就要嫁给晋王世子李弘成。而他的哥哥，那位当初隐约为敌，实则相处颇为愉快的兄长，则是一代诗仙，圣上最宠幸的年轻臣子，监察院集大权于一身的提司，天下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那位娶了郡主，要接手内库，御书房中有座，来往皆是天之骄子，红到已经发紫，名字似乎都被镶了一道令人不敢直视的金边的人物。是的，他的好哥哥就是范闲，那位小范大人。这样的家世，庆国开国以来似乎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炙手可热的环境会造就怎样的一位少年？在范闲入京以前，范思哲就已经是京都出名的恶少，只是那时候年纪还小，还没有找准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不外乎是吃白食，抢些东西，纵马长街，半个小霸王模样。而且毕竟有若若拿着家法在管着，并没有闹出什么大的事情，但是这种生活早就已经在他的根骨里种下了胆大妄为的种子。而在范闲入京之后，一方面强势的兄长与姐姐联手将范思哲整治得老老实实，另一方面一直被父亲母亲压迫着要读书入仕的压力却因为范闲的到来而削弱了。范闲似乎为自己的弟弟揭开了与一般权贵子弟完全不同的一扇窗，范思哲终于明白了自己喜欢做什么，自己的将来应该做什么。他的将来就是要成为当年的叶家女主人，那种富可敌国的富商，将自己在账簿之上经商之中的天才头脑全部发挥出来。随着年纪渐渐大了，坚定的人生目标，天才的算计头脑
与他一直拥有的权贵霸狠之气结合了起来，便成就了如今胆大妄为的范思哲。既然要经商，那做什么最赚钱？自然是饮食男女4个字。虽然谭伯书局在少年与庆余堂七叶掌柜的打理下，逐渐向着整个天下扩张着，但一来卖书所得并不大，二来这间书局总或多或少烙印着范闲的痕迹。范思哲虽然不在乎这点，但更在乎自己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业。而恰在此时，宫中的3殿下，他的那位表弟也不甘心天天听太傅讲书，用一颗比同龄人成熟太多的脑袋，开始与范思哲商量在京都整些动静出来。一个14岁，一个只有8岁，这样一个奇异的组合，便造就了如今京都正当红的抱月楼。因为这2位小男孩的背景实在是太过特殊，所以这种看似幼稚的组合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官府的阻力理所当然的成了助力，而当范思哲惊喜地发现世子李鸿成与刘金河那边的青楼生意有极紧密的联系时，他更是毫不客气地从李鸿成手上借来了宏观人袁梦。以范思哲的经营眼光，以袁梦对行业的了解，以三皇子的权势，再配上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小子霸道而毒辣的手法，不到2-3个月的时间，抱月楼就扫清了整个京都行业。至于在这个过程里死了多少人，坏了多少良家女子清白，却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中。他姓范名思哲，年纪虽小，却依然是一名权贵。身为权贵，谁会在意刀板上血肉的死活？而且少年横厉，行事起来更是无所顾忌，这就正是范闲那业余婉说话时最担心的一方面。不过范思哲依然有所畏惧，所以抱月楼真正发端是在范闲奉命出使北齐之后的那个月。几个月过去了，抱月楼已经稳稳在京都的地面上扎了下来，范思哲内心深处的担忧才少了些，心想以后就算兄长知道自己在做妓院生意，木已成舟，也算不得什么。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兄长出使北齐半年，这朝中的局势竟是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春天的时候，自己老范家与晋王家还关系密切，是朝官们眼中的二皇子党，所以范思哲并不认为自己与李鸿成这位未来姐夫交往有什么不妥，与三皇子这个2殿下一手带大的皇子交往有什么问题。可是自打范闲回京之后，令范思哲目瞪口呆的是，哥哥竟然好像和2皇子杠上了身为大臣子弟。范思哲并不以为自己在京中的恶行会让兄长生多大气，但政治上的敏锐感让他清楚，如果兄长知道自己与那边走得太近，肯定会出问题。所以从9月里，他就开始吩咐抱月楼的属下行事低调些，而他也着急着从这门生意里脱出身来，所以最近忙得屁滚尿流。但不知道老三那个小鬼机灵是受了什么人的意思，竟是一直躲在宫里，硬生生将事情拖到了今天。范思哲阴晴不定地看着面前的邓子越，他在府中见过这位监察院官员，知道是范闲的亲随头目。不过电光石火间的一瞬，他便打消了杀人灭口的念头，因为自己是抱月楼东家一事，哥哥总有一天会查出来，而自己真动了这人，只怕自己会很惨。你回去吧，这件事情我自己和他交代。范思哲微胖的脸颊抖了2下，想来心头还在害怕着，挥手止住了身后那些打手想冲下场中的念头。事到临头，对于兄长的敬畏之心，终究还是占了绝对的上风。邓子越看了他一眼，深深一礼，便离开了这间房间。三皇子用同志的声音骂道：就这么放他走了，以后我还怎么在京中行走？区区臣子都敢骑到我的头上来。范思哲在心底暗叹一声，神不守舍地坐了下来，手掌下意识地摩挲着青州石桌光滑的桌面，斜眯着眼看了一眼那个叫石青儿的姑娘，忽然说道：爷儿在哪里？石青儿已经被眼前这一幕弄糊涂了，心想大东家怎么会怕区监察院的官员？他到底是层级不够，根本不清楚这件事情的复杂背景，抢笑说道：爷儿应该在后阁里休息，您要这时候见他。14岁的范思哲眼中涌现出一丝只有成年人才应该有的狠色，片刻之后下了决定，沉脸说道：没事儿，一切照旧。他在心里极快速地盘算着应该怎样处理残局。父亲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打死自己，母亲当然是疼自己的，甚至可以说动宫里的宜贵嫔出面向哥哥说情，可是自己那哥哥连长公主的面子都不给，怎么可能被宜贵嫔说动？他忽然心头一动，面泛喜色，看来还是只有去求姐姐和嫂子，只要这2个人发了话，大概哥哥也不会对自己处罚的太狠。我有事先走了。范思哲冷冷盯了一眼三皇子，知道这件事情里面一定有古怪，只是他年纪虽小，却是一位甘于断腕的壮者，冷冷说道：以后这楼子我就不来了，一应收益我不理会，但该我的那份你在3个月内给我算清楚。三皇子挠了挠头，嘻嘻笑道：有2个和你未来姐夫撑腰，怕什么？范思哲理都不理他，眼中阴狠之色大作，对石青儿吩咐道：那1万两银票你马上给对方送过去，说不定还能保你一条小命。石青儿畏畏缩缩地应了一声，终于明白自己昨天夜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抱月楼靠着湖那面的3楼包间里，范闲的双眼依然看着湖面上的舟、鸟、人儿，手指轻轻在桌上叩响着，
满脸平静，计算着这件事情，没花什么精神就已经理清了所有的头绪。既然这间妓院的老板是司哲和老三，那京都府自然是不会查的，监察院看在自己的面上，也不会来为难什么。说不定一处那些人还在怀疑这家妓院的真正老板是自己，哪里敢来自己面前打小报告，帮着隐瞒还来不及。也亏得穆铁胆子大，才敢自己的面前提了两句。他苦笑了一声，饮尽了杯中残酒。司哲最近的行迹本就有些诡异，自己这个做兄长的确实关心的太少，平白无故的训了若若与婉儿一顿，却哪里想到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世界里，范思哲要在府外做什么坏事，他们身为姐姐和嫂子，又如何能管得到？至于二皇子那边的打算，范闲也非常清楚。在春天的时候，自己与二皇子的关系还算是不错。当时二皇子之所以通过老三与思哲一起做这见不得光的生意，一方面是想多条财路，另一方面也并不见得当时是刻意针对范府做的手脚，而只是很单纯的想通过这间小楼子将双方的关系拉得更紧密一些。之所以当时瞒着自己，说不定对方还以为是在卖自己人情。前世曾经有过同嫖的争议，那同开妓院迎嫖客又是怎样的交情？双方如果真的有如此深切的利益关联，再想撕脱开就不容易了。而事态却在自己回京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想来二皇子也很意外于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本来是用来加深双方情谊的抱月楼，却成了强扭瓜秧的绳子。如果范闲想继续动二皇子，就必须考虑到这间抱月楼的存在。范思哲毕竟在里面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仅凭监察院如今查到的证据，就足够封了这间妓院，治范思哲的重罪。如果事发，就算平时范家的势力逃得了庆律，但此事也会成为敌人们攻击的弱点，对于自己以及范家都是很难承担的结果。对于范闲来说，能够在朝政之中相对独立地站立着，他自己清楚，除了那个神秘的身世之外，自己这2年来极力谋取的名声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一分。范家和三殿下合伙开妓院，对方赤裸裸地把污水同时泼到了彼此的身上，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美俱美，一脏俱脏，便是如此一向清清洒洒的诗仙范闲，今日终于犯了些愁。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清名，但必须在乎范思哲的命运，必须在乎父亲的态度。陈萍萍曾经无数次强调过，自己亏欠了父亲许多许多，而且目前看来，这件事情并不是很难解决，只要自己稍微释出一些善意，抱月楼的事情就会全盘被遮掩在京都中，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处理范思哲与此事的关联，所要付出的只是伸出手去握一下，这似乎是最简单，对双方利益最有好处的选择。但范闲不会选择与二皇子伸过来的这只黑手轻轻一握，就算这只手代表的是和平，表现了足够的诚意，姿态也摆得足够小心翼翼，试探意味十足，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撩拨。因为他可以容忍有人用自己的名声要挟自己，但不能容忍有人用自己的兄弟要挟自己。二皇子在如何计谋百出，却依然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他总是习惯于从利益的角度去判断事情，从一位朝臣的角度去判断范闲，却忘了有很多事情早已超出了利益盈亏的范畴，而范闲比所谓的臣子要狂妄太多。邓子越已经安全地上了马车，离开了抱月楼。范闲略感安慰，弟弟终究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他沉默地扶起双手，推门而出，走到那个房间的门口，轻轻推开那扇门。他看着房内诧异的众人，看着一脸震惊与害怕的范思哲，面无表情，轻声说道：“跟我回家。”房门外的抱月楼护卫已经昏迷了过去，范闲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房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那个年仅14岁的兄弟。直到此时，房里的打手和少年们才醒过神来，有人不识得范闲身份，脸上现出紧张神色。那位右手受伤的少年认出此人就是昨夜的陈公子，尖叫一声，带着几个人准备冲上前去。范思哲根本来不及想什么，反手就将自己手上的茶壶狠狠地砸了下去，砰的一声脆响。冲得最快的第一个经过范思哲身边的打手，头上挨了重重一击，闷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头上冒出了血。范思哲手中的茶壶也碎了，热气腾腾的茶水溅在他的手上，地板上那人的身上不停地散着白气。他两眼惊恐地看着门口，抱着半片残壶，右手忍不住微微颤抖着，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变调。哥，你怎么来了？范闲没有回答他，房里的这些人却感到无比震惊，大老板怎么反手把自己的手下砸晕了？众人震惊地望着范思哲，只有年纪小小的三皇子面露天真疑惑之色，望着范闲。有些脑筋稍快一点的家伙终于想起了那声称呼，并且从这声称呼里知道了范闲的身份。抱月楼之所以敢如此嚣张，靠的不正是这位大老板的兄长监察院的范提斯吗？难道门口这位年轻人就是自己的大靠山小范大人？范闲没有那么多当妓院大靠山的自觉，眼帘微微垂下，问道：“回不回？”范思哲不及思考自己马上将要面临的下场，咬咬牙，胖胖的脸颊上赘肉微抖，半晌憋出即滴落一个字：“回。”他低着头走到了范闲的身边，就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
范闲微微偏头看着弟弟，发现小家伙这2年长了不少个头，快要到自己的耳根了，在心底叹了口气，淡淡说道：第一，你做错了事情；第二，你不是个孩子，所以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是。范思哲呻吟了一声。范闲理都不理他，只将寒冷的目光扫过房中的10几个人，发现有几个是昨天夜里出现的权贵少年，只是当时逃走了，没有被自己空手打断骨头。他眯了眯眼睛，发现有几个人的脸还有些印象。他的记忆力好，对方虽然没有这个本事，但既然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只好卑微的上前行礼。见过大表哥，请大叔安。闲爷爷。愁眉苦脸的抱月楼大股东小股东们很可怜的走到范闲面前行礼请安。听着这些人自报家门，范闲心里的愤怒与自嘲不停交织着，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查案子果然最后查出了自己的脸上。难怪桑文说马车经常是从尚书巷驶过来，眼前这些人说起来和自己居然都有亲戚关系，不是范氏族中的人，就是柳氏国公府的关系。范思哲和三皇子是这一脉里的领头人物，开这个妓院，自然这些人都逃不出关系。他摇摇头，火气满胸，恨不得将眼前这些不知道打哪里跑出来的恶亲劣妻都扔到楼后的兽湖里去。片刻之后，他还是强压下心中怨气，单手拎着范思哲的衣领，像拎着一只小鸡一般走出了抱月楼这间密室。就在兄弟二人意兴阑珊的要走出房门之时，三皇子才表现的似乎刚回过神来，露出满脸甜甜的笑容，惊喜无比道：小范大人。哦，大表哥。范闲回头望着这位年纪最小的皇子，面上浮出极温柔的微笑。三殿下，永远不要尝试在我面前扮演人小鬼大，还有就是我没有和你这种小屁孩说话的兴趣。满座巨惊，敢在公开场合骂皇子为小屁孩的人，范闲肯定是庆国开国以来的第一个。众人震惊于范闲的大胆之外，更是有些纳闷，就算陛下再宠你，但你毕竟是魏臣子，怎么敢对皇子如此不恭敬？三皇子盯着范闲，小嘴唇气得直哆嗦。范闲笑得更甜，这小嘴儿抖的，唱戏不错。三皇子险些气昏了过去，但想到母亲说过，这位大表哥温柔微笑的时候，就是心里不痛快到了极点的时候，千万别去惹他，这才咬着小牙没有接话。这是下午，抱月楼的客人并不多，而楼上的事情早已经传了开来，很多人涌到了1楼，很有幸的观看到长兄训子的一幕。此时，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那位昨夜大闹抱月楼的陈公子，就是如今正当红的小范大人，自然没有人敢上前生事，只是眼睁睁的看着，内中各自惴惴。而那些不了解情况的打手与姑娘们却忍不住窃窃私语着，眉眼间带着一丝兴奋，互相传播着刚刚收到的小道消息。难道被人像小鸡崽子一样揪着的小胖子，就是自家楼里最神秘的大老板？怎么看模样，不像传说中的阴狠角色呀？那揪着大老板的漂亮年轻人又是谁呢？范闲扬长而行，手下拎着抱月楼的大老板，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余光却瞥见角落里那位叫做妍儿的姑娘。那姑娘眸子里似乎有些担忧，她眉毛一挑，心中有所触动，知道这件事情闹腾大了，瞒不了京都百姓多久，只是她也并未存心隐瞒此事，心中另有打算。走出抱月楼的门口，安静的长街左右手各有一辆马车，范闲乘坐的马车在西边，东边那辆马车上也没有标记，但是车帘微微掀开，世子红城露出那张满脸抱歉、早没了往日阳光的面容，向他打了个招呼。日头正往西边移着，昏艳艳的让人好不自在。透过秋天里没了树叶的光枝，映在范闲的脸上，他似乎被阳光呲了一下，有些烦躁的眯了眯眼。滕子京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低声轻语道：老爷知道少爷还有事情要谈，让我先把二少接回去。范闲没有回身，微微颔首，然后说道：待会儿还会有些族里的人进府，你让家中的护卫都打起精神来，一个也别让他们溜出去。然后他看了一眼面色发白的范思哲一眼，说道：谁要是再敢偷溜出去，直接把腿打断。话语虽轻，却让闻者不寒而栗。滕子京清楚地感受到了大少爷此时心头的火气，不敢大意，恭谨应道：老爷发话了，这件事情少爷您自己处理，今天毕府，等您回去。范闲点了点头，便往世子红城所在的马车走去。范思哲在他身后哭丧着脸喊了一声哥，却得不到回应，只好老老实实地上了马车。马车旁的双方似乎不像是在进行某种谈判与议和，而是像在聊家常。范闲轻笑说道：这么急着接袁姑娘回流金河？红城苦笑了一声，没想到圆梦的事情也瞒不过你。范闲应道：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这种事情想瞒过我，本来就是件难事。李红城微微往里面让了一下，请他上马车。范闲摇摇头，接着却瞧见宽敞的马车里，除了那位浑身丰润、微微低着头的袁大家之外，还坐着另外一位人物。那位高贵的人物正半蹲在座椅之上，用一种温和而诚恳的目光看着范闲。范闲瞳孔微缩，马上恢复了正常，微笑着抱拳行礼道：见过二殿下。春天的时候，你我之间并没有这般生分。
二皇子薄薄的双唇微动，清亮的眸子里流露着一丝可惜神色，缓缓说道：“怎么忽然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范闲笑了起来，或许范某人有些不识抬举吧。二皇子默然片刻之后说道：“此处不方便谈话，范大人可否一驾详叙？”范闲收敛了笑容，摇了摇头，急着回家收拾那不成器的孩儿，没有时间。我只是路过而已。二皇子微笑望着范闲，说了一句大家彼此都不会相信的话：抱月楼的案子查与不查，与他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范闲要查下去的话，终究还是范府自己损了脸面，丢了利益。如果不查的话，那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大家各自有一只手在同一个碗里夹菜吃，范氏以后在官场上总要对自己包容一些才是。虽然二皇子在眼看着内库有不保之虞的今天，自然很在乎这间青楼所带来的银钱，但与能否拉拢范闲比起来，银钱就只是小事了。范闲叹息说道：“查案子查到自家头上，让二殿下看了场热闹，实在是好笑。”二皇子也摇了摇头，叹息道：“笑不出来，抱月楼的事情太复杂，我虽然没有插手，但也知道除了老三那混小子之外，至少有70%股是在范思哲的手上。你们毕竟是亲兄弟，能不管的事情还是放手吧。”二人说话隐有所指，彼此心知肚明。他哪里有这么多钱去当大老板？范闲摇头苦笑着。弘毅公家的2位孙子也出了不少钱。二殿下似乎好心提醒道。弘毅公就是柳氏府上。范闲假意一怔后黯然道：“看来这案子还真只好不查了。”二皇子知道不查案就代表了范闲愿意暂时和平的态度，心里微微一喜，脸上的笑容显得格外真切。虽然大家身份地位不一样，但其实都是在京都里捞生活的可怜人。你如今也是府上的要紧人物，总要为下面这些子侄们做主。范闲说道：“不瞒殿下，我也不是一位忠于律法的精纯铁吏。”他直直盯着二皇子的眼睛，更何况殿下将所有的细节都算得这么清楚，哪里还由得我不让步呢？二皇子微微一凛，他知道范闲向来不是一位会示弱的人。果不其然，范闲面无表情地拍了拍双掌，只听得马车后方的抱月楼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喧杂之声，人仰马翻之声，桌椅倒地之声，楼里姑娘们惊恐尖叫之声。李洪成面色微变，不知道范闲究竟安排了多少监察院一处的人手放在了抱月楼中，满脸担忧说道：“安之，说句实话，你就算把这事儿制成铁案，也不可能伤到我们，何必折腾呢？”洪成倒真是个直接的人，范闲这般想着，眸子里的自嘲之意一闪而过。见他依然拒人于千里之外，二皇子再有涵养，心头也渐渐凉了起来，盯着范闲的眼睛说道：“不过是些小孩子们的事情，思哲和老三闲着没事，整这么个楼子玩耍一下，你不要太认真了。”范闲知道这抱月楼的买卖层级远远不够打击堂堂一位皇子，更何况面前这位面相俊秀的老二，从明面上根本和这家妓院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从圆梦那里出发，顶多也只能牵涉到洪城，真要查下去，伤的只能是自己的手。思哲是我弟弟，该怎么管教，自然我会考虑。他回望着二皇子，只是您也要管一下自己的兄弟了。洪城终于忍不住摇头说道：“安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误会，抱月楼的买卖确实是那2个小子在弄，圆梦过来帮忙，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与二殿下并没有插手。”范闲摇了摇头，有时候不插手，只是看着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很妙的一步棋。他似笑非笑地望着洪城，说道：“而且我根本不相信范思哲有能力查到圆梦与你的关系。”抄楼还在继续着，抱月楼里依然是一片鸡飞狗跳之声。二皇子微微皱眉，心想：难道你范闲真的铁石心肠如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和打击自己，竟是连亲弟弟与族中众人的生死都不管。范闲猜出他在想什么，带着一丝自嘲之色望着二皇子说道：“殿下算无一策，我是不敢查抱月楼的，毕竟我不可能亲手将思哲送进京都府去。只要双方能够保持目前的和平，那么范刘2家牵涉到抱月楼里的人就可以不用迎接京都府的压力。就连范闲自己都觉得二皇子这一手玩得漂亮，要的价又不是很多。”过了很久，范闲看着远方楼上木芬儿打的隐秘手势，知道没有抄出来抱月楼的账册。他本就没有这种奢望范思哲这小混球的把柄，都是被眼前这位二皇子捏着的。那小子只知道当奸商，却不知道奸商的屁股下面总是会被那些官员们的双眼盯着。二皇子终于明白了他想做什么，微微一笑，心想：抱月楼是范思哲开的，这件事情你怎么也洗不干净。范柳二族都陷在此事之中，如果你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只有和自己和平相处才成。抱月楼会继续营业下去。范闲继续平静说道：“殿下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二殿下微微颔首，表示同意，但内心深处却生出了极强烈的不安，因为他知道范闲这种不好控制的人，一定不会被这么一间妓院捆住了手脚，却不知道对方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手段。范闲话锋一转，正色说道：“说来洪城这事做得不对，你自己在外面棉花素柳，
我不忍心告诉若若，指望你婚后能收敛些。可你怎么能明知道思哲做这些见不得光的生意，却不告诉我们？就算我当时出使不在京都，难道你就不能告诉若若？怎么说再过些天，你就是思哲的姐夫？他望着世子沉痛说道。红成，你实在是令我很失望。二皇子默然，就算他再如何精明，也无法嗅出范闲话里隐藏的阴风。就连李红成自己也是内心有愧，全不知这位范世子准备利用这件事情做些什么，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查抄抱月楼还在继续，二皇子心想，你既然答应了和解，为什么还要抄楼？有些担心被监察院的那些黑狗们侦查到红成与这楼子的关系，皱眉说道。范大人，可以让你的手下停了吧？毕竟这是京都府的公务范畴，监察院干涉政务，这可是陛下严令禁止的事情。范闲微笑说道。殿下，我只是奉族命，来这妓院索回几个流连青楼的无用亲戚，当然动用了一处的人手，算是公器私用。不过朝中官员经常喊属吏帮忙搬家，我的这些下属只会打架，喊他们来帮忙抓几个家里亲戚，想来也不算什么大事。二皇子气结，范闲把字眼扣在亲戚上面，自己还真不好说些什么。马车之后的抱月楼里，声音渐渐平息了。乔庄之后的监察院一处官员从里面揪出了7、8个人，那些人都是范刘两家的亲戚，和抱月楼的事情牵涉得极深，此时脸上一片颓败之色。而最后面有个满脸厉狠之气的权贵少年被打下台阶，浑身伤口，就是昨天夜里想杀范闲的那个领头少年。范闲双眼一眯，望着那些满面惶恐的亲戚们，从牙齿缝里透着寒气说道：都给我好生送回府上。他转身对二皇子柔声说道：殿下放心，答应你的事情我自然会做到，只是这些人我是要定了，不方便用庆律查他，只好用家法收拾他们。二皇子心说，你再怎么动家法，也不可能遮掩住范家持着抱月楼的股份这一事实，便不会与自己撕破脸，由你自己出气去。只是这位天皇贵胄看着那些被送上马车的范柳二氏族人，心头微凛，不知道范闲会动用什么家法来收拾他们。范闲看着他的双眼，忽然开口说道：昨天夜里埋伏我的人，麻烦殿下带个话，以后在京都街上别再让我瞧见了。就这样吧。监察院一处极有分寸地处理了抄楼一事，抓走的只是与范刘两家有关系的人。那些国公府上的小兔崽子们，一方面是被范闲揍回了家养伤，一方面也没有资格涉入太深，所以反而是一个没抓目视叔侄抓完人后，也没有向那辆马车旁边的范提斯回话，很自觉地压着那些青年人去了范府。监察院的人看见范闲站在马车外许久没有进去，那车上的人也没有下来，就知道马车上一定是位地位比范闲更尊贵的人物。范闲自身乃是国戚，车中定然是皇亲。抄楼没有什么成果，范闲想将范思哲与抱月楼有关的账册毁掉，毫无疑问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既然因为此事被迫要与二殿下保持暂时的和平，那在查抱月楼就成了很愚蠢的事情。监察院的人撤走了，京都府的人前脚接后脚地来维持治安，一应似乎恢复了平常。范刘两家依然拥有着抱月楼多达70%的股份，继续做京都臭名尚未昭著的昌辽黑手。而范提斯与二皇子在亲密的对话，似乎京都就要太平了。车中的二皇子看着范闲平静的面宠，心中难以自禁地生出一丝佩服，一丝赞赏。抱月楼的事情足以令大多数人愤怒，而范闲却表现得如此平静，接受自己和平的建议也是毫不拖泥带水，实在是一位善于判断局势、勇于做决断的强者。而每当他看着范闲那张脸上挂着的熟悉笑容时，内心深处更是有些不安与亲切，总觉得对方应该和自己是极相似的人。虽然对方是臣子，但依然有强烈的冲动，想与对方深切的交谈一番。红成，你先走吧，我与范大人有些私己话想聊聊。二皇子淡淡说着话，竟是毫不在意街上人群的眼光，施施然从马车上走了下来。范闲眉头微皱，有些意外于对方这个举动。刚才自己已经明明说了要回府，不想进行过深的交谈，但对方身为皇子之尊，亲自下车相邀，自己不说给他面子，也想听听他究竟想说什么，于是轻轻颔首。李洪成略带一丝歉意看了他一眼，与马车一道驶离了抱月楼这个是非之地。二皇子那双锦鞋踏上了街面，忍不住伸了个懒腰，在远处人群的窃窃私语之中，领着范闲走进了一间茶水铺。此时早有跟班将茶铺清了场，只有他与范闲2个人相对而坐。范闲端起碗来喝了一口，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头，抬眼看了二皇子一眼。二皇子笑着说道：我知道你好这一口，每次去洪城府上都会讨些酸浆子喝。接着温和说道：抱月楼的事情，想来范兄一定很恨我才对。范闲微微翘唇：我不是圣人，自然也是有情绪的。二皇子摇头说道：最初你家二弟与我三弟商议做生意，我已经知道了，还在暗中帮了一些。他看着范闲的脸，不过你不要误会，那时候朝中京中都以为你范家与我交好，我自然也不可能是存着要挟你的念头，只是想为双方寻找一些共同的利益所在，
让彼此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谁知道如今竟成了下作手段，实在并非我所愿。范闲事前就已经判断出春天时修报月楼时对方的想法，也并不怎么意外，只是听他自成手段下作，反而有些不知如何应对，微嘲笑着说道：殿下对于臣还真是亲言有加。二皇子并不忌惮就这个话题延续下去，淡淡说道：我一直很看重你，你应该很清楚，所以我很不明白你为什么回京之后要针对我。范闲笑了笑说道：殿下这话说的有些糊涂，范某只是魏臣子，针对殿下对于我能有什么好处？二皇子盯着他的双眼缓缓说道：我需要你告诉我，我知道你不可能甘心做太子的一颗棋子，所以真的不明白。没有想到这位皇子殿下竟然也有如此开诚布公光明正大相问之时，范闲略感一丝意外，旋即脸上浮出一丝清明笑容，轻声应道：殿下真的不明白。二皇子看着他的双眼轻轻摇了摇头。范闲微微偏手，用指关节扣着木桌的桌面，忽然开口说道：牛栏街。二皇子默然半晌之后说道：此事是我的不是。说完这话，他竟是站起身来，向着范闲深深地鞠了一躬。身为皇帝的亲生儿子，竟然向一位臣子行礼赔罪。范闲却没有露出二皇子所期盼看到的那一幕神情，就像是一块顽石寒冰一般安坐椅上，眯眼看了他一眼，轻声说道：殿下毕竟是殿下，臣子毕竟是臣子，事关性命的大事，殿下或许以为你亲自开口道歉便已经是给足了我交代，而我身为臣子也应该感激涕零，大生国事之感。二皇子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压抑下胸中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愤怒情绪，冰冷说道：那范大人要如何才能修补你我之间的关系？范闲忽然笑了起来说道：其实上一轮查案你清楚是为什么，谁让我那丈母娘老瞧我这女婿不顺眼，一会儿是刺客，一会儿是督察院吏呢？而我明年要接掌内库，少不得要和信阳方面起冲突，殿下如果肯应承我一件事情，我不敢担保有所偏向，但至少以后在京中我会让监察院保持一个相对公允些的姿态。二皇子心头微凛，先前还在胸中萦绕的那丝负面情绪早就灰飞烟灭。这几个月里，自己的人和朝中的臣子被监察院盯得死死的，包括钦天监监正那些人都倒了大霉，让整个二皇子一派头痛不已。他此时听范闲说可以让监察院改变态度，哪里不会心动？他略一沉吟之后，伸平右手，极柔和地说道：提司大人请讲。这句话便用了官称。范闲望着他一笑说道：殿下如果能和长公主保持距离，我许你一世平安。二皇子一怔，断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提出如此荒谬的一个建议来，还许自己一世平安，真是何其狂妄大胆之至。他终于忍不住满腔郁闷，寒声说道：范提司这是耍弄我来着。两个长得其实并不相像，但身上气质与味道却极为接近的年轻权贵对桌而坐，话不投机。范闲望着他说道：殿下有诸般不解，范某也有诸般不解，这龙椅莫非就真的有这么好做？平安岂不是难得之福？殿下向来喜好文学，舒贵妃亦是雪一般的亲民人物，怎么却看不穿这其中的关节？纵使此时茶铺内竟无一人，这番对话不予被旁人听去，但骤一乍闻范闲竟是赤裸裸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二皇子的心脏还是不争气地颤抖了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就像自己在想夺皇位，但对着太子依然是恭敬无比。谁知道面前这人竟是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直到今日，二皇子才真正清楚范闲这人的胆子究竟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越发的不清楚他到底凭视着什么。二皇子的眼中闪过一道幽光，这道幽暗的光芒却被范闲的一席话触动了经年之痛，终于渐渐燃烧了起来，盯着范闲的脸，压低声音冷冷说道：谁都知道龙椅不好做，但我身在天子之家，身不由己。这把椅子我想抢得抢，不想抢还是得抢。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宁肯去太学里天天修书，也不愿意掺和到这件事情里面来。范闲微眯着双眼，难道有人逼你不成？也许是被范闲的大胆激起了一丝血性，二皇子冷笑道：当然有人逼，从我12岁那年起就说我贤德兼备，将来做个亲王委屈了，13岁的时候就封我为王，14岁的时候就在宫外修了宅子，表面上是将我赶出宫去，实际上却给我自由的交纳群臣的机会。15岁的时候就让我入御书房旁听朝政之事，你知道吗？在我之前永远是只有太子才有这样的机会。二皇子那张清秀的面容渐渐扭曲了起来。我不想争，但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出来，我能如何？难道东宫会认为我并无夺嫡之念？太子当时年轻，看着我的眼神却是那般的怨毒，我们是亲兄弟啊。他不过13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杀我了，就算我能说服太子，那皇后呢？他难道肯放过我？范闲默然无语，听着二皇子大发癫狂。
是他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二皇子的眼眸像冰中封着的寒火一般，令人不寒而栗。我要保护自己的母亲，我要保护自己的性命，怎么办？既然他想让我争，那我就争给他看看。范闲微微低着头，知道能有力量逼着一位皇子走上夺嫡之路的，其实只有皇帝自己罢了。他微微一笑说道：可是你想过没有，或许他只是用你来当一块石头，一块用来逼迫太子成熟的磨刀石而已。早就清楚了。二皇子冷冷一拂袖子，同是天之骄子，谁会甘心做一块将来必碎的磨刀石？所以我要争下去，万一将来真的争赢了，能看到他后悔的样子，我会比坐上那把椅子更开心。范闲笑了笑说道：何必将怨恨发泄到这种事情上来？大殿下已经封了亲王，可是看他好像就比二殿下要清楚许多。如果有人想推你下河与人比赛游泳，你最好的反抗是拼死不下河，大不了回身和身后那人打一架，而不是下河去把那个与你比赛的对手掐死。二皇子此时终于冷静了些，满脸震惊地看着范闲：你这话既竟造反了。范闲无所谓地摇摇头：殿下今天说的大逆不道之事也不比我少。二皇子的眉毛忽然急速跳动了两下，看着范闲，半晌之后忽然说道：帮我，范闲。范闲冷静乃至有些冷漠地摇了摇头：为什么？二皇子幽声说道：将来你总是需要选择一个人的。范闲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想着面前这人从血缘关系上讲应该是自己的哥哥吧。自己和一般的臣子不同，自己根本不想做出选择，只是稍微有些心惊于那位庆国陛下铁血无情的教育方式，渐生隐惧。看着二皇子诚恳的目光，范闲终于开口说道：不要和信阳方面走得太近，那个女人是一个极有才干的疯子，我都不清楚她到底在想什么。二皇子回复了平静，微微一笑，坐了下来。范闲在心里叹了口气，知道对方虽然心动于自己的力量，但依然更信任长公主的实力。不过这样一来也好，至少以后自己在对付面前这位二殿下的时候，心肠会硬一些。我依然不想与你为敌。二皇子正色说道。范闲沉默片刻之后，忽然抬起头来说道：就算不发生抱月楼这件事情，我也会将你打落尘埃。二皇子眸子中闪过一丝戏谑之色，似乎是觉得范闲的自大有些过了边界。范闲根本不理会他的眼神，淡淡说道：或许这是能让你和红尘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吧。二皇子听出对方语气里的怜悯与鄙夷，大怒豁然起身，冷冷地盯着范闲的双眼。范闲微嘲说道：殿下永远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包括抱月楼的事情。茶铺里气氛急剧的降温，自铺外缓缓走来8个人，8个穿着一模一样，却看不清年纪究竟有多大的人，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一股深蕴体内的杀气。有人像是一把刀，有人像是一把剑，有人像是一柄开山的巨斧，一往无前。范闲知道二皇子不可能选择在闹市中狙杀自己，微眯着眼看着不知道从何处走入茶铺的这8个人，轻声说道：甘、刘、谢、范4大将军，何、张、徐、曹4大君子，传说中二殿下手中的8家将，原来生的就是这副模样。二皇子看着他说道：范闲，我看中你，但并不代表我必须需要你，所以不要自视过高。范闲站起身来，笑着挥挥手说道：我手下那个启年小组可打不过殿下手下这8个人，就不喊出来现眼了。不过有句老实话还是得说，殿下手下再多死士，对于大事是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不然陈萍萍早就当皇帝去了。哈哈大笑中，他丢下最后一句叛逆无道的话，潇潇洒洒地离开了茶水铺。出铺之时，他看似意态释然地穿过那8名二皇子最得力的家将，只是在甘谢二将之前微微耸了耸肩，在徐曹二军前挥了挥手，一道淡淡的气息与8人体内蕴而未发的杀气一触即分，便瞬即沿着茶铺的木柱往上发散，与铺外秋日下午的阳光混在了一处，再也寻不到一丝踪迹。范闲走了之后片刻，二皇子撑合于桌，微微皱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忽然在范闲面前失了态，说出了许多一直隐藏在心底最深处的事情。他深吸了一口气，清秀的面容上闪过一丝肃然，寒声说道：如果将来有一天需要杀了他，你们需要几个人？谢必安缓缓将那柄鞘中剑收回自己白色的衣袖中，木然道：属下1人足矣。范无就一张黑脸，微微摇头道：8将齐出，还不见得留得下这位小范大人。二皇子略一失神，心想连8家将都各执一词，这个范闲还真是个看不透的角色。但他旋即想到经由抱月楼一事，对方至少在短时间内不会对自己出手，便摇摇头，不再多想。坐在马车上的范闲小心翼翼地用清水洗去了指尖残存的淡淡迷香，有些失望于这番谈话。虽然冒了大险诱出了二殿下的些许心声，却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对于他与长公主的安排还是没有了解。看来这位二殿下果然是位心智沉稳里透着书生意气的人物，不过自己又不是知心大姐，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什么用处。马车到了范府，
他从马车上一跃而下，很冷静地穿过角门，快步走到后园。对于路上那些满脸莫名所以的范柳二族成员视而不见，直接来到了书房，用稳定的双手推开房门，然后一脚踹了出去。书房里一声惨叫。在何家大小惊恐的眼光之中，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范思哲被这一脚踹成了一个圆球，狠狠砸在了太师椅上，将椅子砸成数节范府。现在分成前后两宅，庭院豪奢，家宅扩大，光书房就有3个。响起一声惨叫的书房在正西边，靠着园子，是3间书房里防备最松，也是下人们最能亲近的一间。骤闻的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响起，园中众人悚然一惊。范思哲一声惨叫之后，书房里立马响起2声女子的尖叫。范若若与林婉花容失色，上前死死拉着范闲的胳膊，生怕自己的相公哥哥一时火起，将范思哲再踹上2脚，活活踹死了。在这2位女子的眼中，范闲一直是个温文尔雅、成熟稳重的年轻男子，纵使也有不愉悦的时候，但从来没有表露出如此暴力的一面。今日看着范闲脸上的重重寒霜，二女心里不由打了个战，不知道范思哲究竟做了什么让他如此生气，却还是死死拉着范闲的胳膊不让他上前。范思哲被滕子京领着老爷命揪回了范府后，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才去了个空，千祈万求路过书房的思思姑娘偷偷给嫂子姐姐递了个口信，请他们速速过来。范若若与林婉姑嫂2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进书房后听着范思哲连呼救命，还打趣了几句。这时候看见范闲那踹心窝的狠命一脚，才知道事情肯定闹得挺大，2张小脸都白了，略带一丝畏惧的看着范闲那张生气的脸。放手！范闲嘴里说出来的话就像是被3、9天的冰浸了一整夜般，冷飕飕的带着寒风。父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谁也别再拦我，我不会把他打死的。范思哲伏在地上装死，偷偷用余光瞥了一眼，发现哥哥表情平静，又说不会将自己打死，心里略松了一口气。不料范闲接着韩寒说道：我要把他给打残了。说话间，从2位姑娘死死攥着自己的胳膊里轻松抽了出来，气急之间来不及找家法，直接抓住书桌上的茶碗，劈头盖脸的就掷了过去。砰的一声脆响，盛着热茶的茶碗不偏不倚就砸在地上范思哲的脑袋旁边，热茶四溅，碎瓷四溅。范思哲哎呦一声，被烫得一痛，脸上又被刮出几道血痕子来，再也不敢躺在地上装死，一跃而起，哭嚎着便往林婉身后躲，一面哭一面嚎道：嫂子，哥哥要杀我，救命啊！林婉看着小叔子一脸血水，唬了一跳，赶紧将他护在身后，将满脸怒容的范闲拦在身前，急促说道：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好好说不成？范闲看见躲在婉身后范思哲那狼狈模样，却没有丝毫心软，想着他干出来的那些龌龊事情，反而是怒火更盛，指着他骂道：你问问他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范思哲正准备开口辩解，却是胸口一甜，险些吐出口血来，知道哥哥刚才那脚踹得重，一时间吓得半死，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这么死了。惊恐之余大生勇气，跳将起来，尖声哭嚎道：不就是开了个篓子，用得着要生要死的吗？嫂子啊，我可活不成了啊！一声气若游丝的惨叫之后，范思哲就是一歪，就往地上躺了下去，真真把婉儿和若若2个姑娘吓了一跳，赶紧蹲了下来，又是揉胸口，又是掐人中的。这时候范闲已经将今日之气稍许反泄出了少许，看着这小子装死，气急反笑，再一看书房之门大开，园中有些下人远远可以看着这里，反手将书房门关上，面无表情说道：这一脚踹不死你，给我爬起来！范思哲见他全是下狠手的模样，哪里敢爬起来，只伏在地下，躲在嫂子与姐姐身后，盼着能拖到母亲赶过来。范闲这时候已经坐到了书桌之后，面无表情，心里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若若小心翼翼地递了碗茶过去，轻声问道：什么篓子啊？范闲缓缓啜完碗中清茶，闭目少许后寒声说道：青楼。婉儿和若若又是一惊，2位姑娘家今天受的惊吓可真是不少。不过相较于范闲的那一脚踹心窝，范思哲开青楼虽然显得有些荒诞，却也并不怎么令他们太过在意。这京中权贵子弟大多都有些暗地里的生意，皮肉生意虽然不怎么光彩，范思哲的年纪似乎也是小了些，至于下这么重的手，生这么大的气吗？范闲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监察院一处在1夜半日之内查出的抱月楼案宗，扔给了妹妹。范若若满脸疑惑地接了过来，低头看着。案宗并不很长，上面抱月楼的斑斑劣迹却是清清楚楚，证据确凿，无从解释。不过一会儿功夫就看完了。先前一阵乱，让他的头发有些凌乱，几落青丝搭下额头，恰好遮住了他的面容与眼眸，看不清楚他的反应与表情。但是渐渐的，弱弱的呼吸沉重了起来，明显的带着一丝悲哀的愤怒，下唇往嘴里陷入，看来是正在咬着牙。林婉好奇的看着这一幕，也很想知道案宗上面究竟写的是什么，想走到小姑子旁边一同参看，又怕范闲趁着自己不在，
真走上前来将范思哲活活打死了，所以不敢挪动。范若若缓缓抬起头来，面色宁静，但往日里眉宇间的冰霜之色显得尤为沉重，一双平静的眸子里开始跳跃着怒火。他望着躲在嫂子身后装死的范思哲，咬牙一字一句说道：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问话的口气很平静，但平波之下的暗流却让房中数人都感到有些不安。范思哲自小被姐姐带大，相较之下更怕这位看似柔弱的姐姐些，也与若若更为亲近些，下意识里缓缓坐了起来，颤抖着声音，无比惊恐地解释道：姐，什么事情啊？范若若面上一阵悲哀与失望，心想弟弟怎么变成这种人了，眸子里已经开始泛起泪花，将牙一咬，将手上的暗宗扔了过去，正好砸在范思哲的脸上，伤心斥道：你自己看去。范思哲看着安坐如素的哥哥一眼，又看了嫂子一眼，捡起暗宗看了下去，越看面色越是难看，原来抱月楼做的事情哥哥都知道了。便在此时，范闲眯着眼睛缓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范思哲尖叫一声，嚎叫着跳了起来，拼命的摆手，吓得半死，口齿不清解释道：哥，这些事情不是我干的，你不要再打了。范闲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弟弟，冷冷说道：杀人放火，逼良为娼，如果这些事情是你亲手做的，我刚才那一脚就把你踹死了。但您是谁啊？您是抱月楼的大东家，这些事情没您点头，那些国公家的小王八犊子敢做吗？范思哲颤抖着声音说道：有些事情都是老三做的，和我没关系。范思哲呀，范思哲。范闲冷笑道：当初若若说你思虑如珠，还真是没有说错，你以为这样就能洗得干净自己，我还是真小瞧了您了，居然俨然成了京中小霸王的大头目，你好有能耐啊，你好有能耐啊。范思哲心越来越凉，他年纪虽然不大，但心思却是玲珑得很，知道哥哥是听不进自己的辩解了，愈发觉着冤枉，哭丧着脸嚎叫道：真不关我事啊。便在这当儿，他又看见了一个令自己魂飞胆跳的画面。范若若一脸平静地从书桌下取出了一根长不过一臂的棒子，递给了范闲。范闲第一次来京都的时候，范若若便曾经用戒尺打过范思哲的手心，戒尺便是范家的小家法，那大家法又是什么呢？是一根棒子，是一根上面缠着粗麻棘的棒子，是一根打下去就会让受刑者皮开肉绽的恐怖棒子。在整个范府之中，有幸尝过大家法的只有一个人，那人曾经是司南伯最得宠的亲随，仗着范府的势力与范建的恩眷，在户部里搞三搞四，结果惨被范建一棒来打倒，如今还在城外的田庄里苟延残喘，只是腿早已断了，凄苦不堪。范思哲小时候受教育的时候，曾经看见过那人的惨状，此时一见范闲正在掂量着那根大家法，顿时吓成了傻子，张大了嘴，说不出什么话来。范闲走了出来，对着妻子和若若冷冷说道：这件事情我有责任，你们两个也逃不开干系。婉儿默然退到一边，与若若并肩站着。范思哲看着那根棒子离自己越来越近，魂飞胆丧之下，竟是激发了骨子里的狠劲儿，一跳而起，指着范闲的脸痛骂道：嫂子姐姐，你们甭听他的，哥不。范闲，你也别做出一副圣人模样，我就开妓院怎么了？我就欺男霸女怎么了？这京都里谁家不是这么干的？凭什么偏偏要打我？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只不过你现在和二皇子不对路，我刚好牵了进去，让你被人要挟了，成你失了面子，失了里子，怎么就要拿我出气，要把我活活打死？范思哲大声哭嚎道：有种你就把我打死了，你算什么哥哥？我当初做生意的时候，哪里知道你会和二皇子闹翻，这关我什么事？你又没有告诉过我，有本事你就去把老三打一顿，只会欺负我这个没爹亲没娘疼的人，算什么本事？你不是监察院的提司吗？去抓京都府尹去宫里打老三去，去呀，去呀！啪的一声轻响，他的脸上已经挨了一记并不怎么响亮的耳光，顿时醒了过来，傻乎乎地看着越来越近的范闲。范闲听着这番混账话后，气得不善，面上虽然没有显露什么，但额角的青筋已经开始一线一移。重生以来近20年，像今天这么生气的，倒还是头一遭。最关键的就是，他是真心把范思哲当兄弟看待，谁知道对方竟会做出这等事情来，还会说得如此振振有词。你给我闭嘴！他终于忍不住痛骂道：你要做生意，我由你做去，你要不为非作歹，旁人怎么敢来要挟我？就算要挟，我是那种能被要挟的人吗？我今天要惩治你，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就是因为你该打。这件事情和宫里的老二无关，和老三无关，范思哲你要清楚了，这就是你的事情。范闲又是伤心又是愤怒，小小年纪行事就如此狠辣，我不惩治你，谁知道你会为父亲惹上什么祸事？我是对你有期许的，所以根本不允许你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老二老三算什么？我气的就是你，
我恨的也是你，他们不是我兄弟，你是我兄弟。他盯着弟弟的双眼，寒意十足说道：我查得清楚，幸亏你没有亲手涉入到那些事情里面，还算可以挽救。既然你把路走歪了，我就用棍子帮你纠正过来。话音一落，棍棒落，大家法之下，范思哲骨腿之间互破肉裂，鲜血横溢，终于发出了一声痛彻心扉的嚎叫声。声音迅即传遍了整个范氏大宅，惊着园中的下人丫鬟，震着滕子京与邓子月一干下属，吓坏了那些在园中候命的范刘两家子弟，自然也让有些人感到无比的心疼难受。范家二少爷的惨叫声不停回荡在宅中园中，那股子凄厉劲儿实在是令人不忍耳闻。先前还伴着范思哲发狠的硬抗之声，后来便变成了哭嚎着的求饶之声，又变成凄楚的唤人救命之声，最后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微弱的哭嚎声里，渐渐能听着14岁少年不停叫着妈妈老爷。侄儿真的要被打死了。满面泪痕的柳氏跪在范尚书的面前，抱着他的双腿，你去说说吧，让范闲停了，这也教训的够了，如果真打死了怎么办？面目姣好的柳氏一向刻意在范府中蕴着那份孩儿不露的贵气，但今日他在顾不得容颜气质之类，面色苍白，翠乔不堪，抱着老爷的双腿，嘶声哭泣道：老爷，您倒是说说话啊，侄儿年纪还小，可经不住这么毒打的。范尚书看着身前的女子，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柳氏在范建的原配死之后就跟了他，当年范建虽已受封司南伯，但胜券在暗处，依然不显山露水，对方身为国公的孙女，却嫁给他这个范族旁支做小，不知道惊煞了多少京都人。婚后柳氏对他小意伺候着，体贴关怀着，硬生生将他从流金河上拉了回来。所以不论从哪个方面讲，他对于柳氏都是有一份情，有一份歉疚的。更何况这时候在那间书房里挨打的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范尚书年纪也不小了，哪里会不心疼？但不管他心里是如何在想，他的面部表情却保持得极好，摇头训斥道：玉不琢不成器，子不教父之过，慈母多半。便在此时，远处书房里又传来了一声惨呼，隐约听得清楚是范思哲在痛的喊骂。范建的眉头稍一挑动，心头微微抽搐，本来就已经有些颠三倒四的劝诫之语再也说不下去了。柳氏见老爷一直沉默，带着泪水的眼中坚毅之色流露了出来，将微乱的裙摆一整，便准备反身离开书房。回来！范建低声斥道。范闲做大哥的教训思哲理所应当，你这时候跑了过去，让那孩子怎么想？孩子怎么想？柳氏凄苦的回过身来，双眼泪汪汪的。老爷，您就想着范闲怎么想，却不想我怎么想。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心肝，难道您忍心看着他被活活打死？他一咬下唇，嘶声哭道：不错，我当年是做过错事，可是他从儋州来后，我处处忍让，小意谨慎，生怕他不快活。依您的意思，我四处打点着京中贵妻，就怕拖了大少爷的后腿。怎么说，他如今在京中的地位也有我的一分力。当然，我这个做母亲的做这些事情理所当然，也不会去他面前邀功。可如今这是怎么了？他怎么就忍心下这么重的手？如果他是记着当年的事情，大不了我把这条命还给他好了，别动我的儿。我的儿啊！范建看着柳氏抽抽泣泣的模样，一股火气升上胸膛，斥道：这是什么模样？范闲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他既然将那件事情丢开了，就不会再重新捡起来。他虽然年轻，但是有心胸的。思哲这件事情本来就做得太过，如果不给些教训，将来真把整个家门拖着陪了葬，难道你才甘心？柳氏本就不是位普通妇人，今日知道抱月楼被抄的事情，不过一转念便知道了这背后有着范家大少与二皇子之间的角力影子，举手拈袖沾了眼角泪痕，哭着说道：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把柄被二殿下抓着了，范闲才这么生气。这妇人与他儿子对于范闲动怒的判断倒是极为一致。范建将脸一沉，说道：不是大事，刚才后宅书房送过来的东西，你又不是没有看到。思哲年纪小小，居然如此胆大心狠，虽然不是他自己动手，但是与他自己动手又有什么分别？难道非要你那成器儿子亲手杀人才算大事？柳氏忍不住为儿子开解道：京中这种事情少了吗？谁家谁户没出些子事？没等他说完，范建已经是拦住了他的话，冷冷说道：这件事情不要继续说了。柳氏很听话的住了嘴，但是眼角的泪很占去了，眼眶里的泪花还在泛着。远处那间书房里的呼痛惨嚎之声渐渐低了下来，反而让他这个做母亲的更感害怕惊恐。侄儿是绝了过去，还是怎么了？范建看着他的模样，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再联想到自己昨夜与范闲商定的事情，心头微微一暗。其实这几个月里，范思哲在京中整的生意，他不是一点风声没有收到，只是不怎么在意，总觉得小孩子家的能整出多大动静来。浑没料到，连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似乎也低估了范思哲的能力与手段。让范闲管吧。范建和声安慰柳氏道：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他越不避嫌的狠狠管，就说明他是真将思哲当做自己的骨肉兄弟。范闲那孩子就算对着敌人都能微微笑，之所以今日如此强横，还不是因为他惯常疼着思哲，如果不是亲近的人，他一刀杀也就杀了，怎么会动这么大的怒？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应该安心了。说句老实话，咱们这家将来究竟能倚靠谁，你也是清楚的。柳氏当然明白这个道理，范府如今声势太盛，已成骑虎，只能上不能下。而范建弼竟年岁大了，不说离开这个世界，但也总有告老辞官的那一天。日后不论是他还是思哲，究竟有何造化，这整座府地能不能保一世平安，还不就是看府中大少爷能在这个国家里折腾成什么模样。但打在儿身，痛在母心，无论如何，柳氏对于今日的范闲总会生出些许怨恨之意。范建摇了摇头，示意他跟着自己出了书房，往后宅园子旁边的那间书房走去。柳氏大喜，急忙跟在了后面，连身后几个拿着热毛巾的大丫鬟也顾不得管教，摆着手让他们退下。七拐八拐，下人们眼睁睁看着老爷夫人难得在府中走得如此之快，不免略感诧异。但联想到先前后宅子里传来的杀猪声，顿时恍然大悟，心中又开始不安起来，心想大少爷如此痛打二少爷，这老爷夫人赶了过去，怕不是要闹僵起来吧。范府这几年一直顺风顺水，连带着家风都极为严肃认真活泼，下人们极有归属感，实在是很不愿意宅子里会发生什么事儿。柳氏迈着碎步，一脸惶急地往园子里走，恨不得插双翅膀飞过去，但是看着自家老爷一如平常般冷静宽厚的后背，总是不敢抢先。将到了前宅与后宅交通的园门口，便听着园内又是一声惨嚎响了起来，无数的板子落在皮肉之上的声音噼噼啪啪地响着，声声惊心。柳氏此时心神早乱，骤闻此声也根本没听明白是不是自己宝贝儿子在嚎，胸口一股悲郁气往上堵着，竟是哀鸣一声昏了过去。幸亏身后的大丫鬟们没敢因为他的斥退而离开，很守规矩地跟在后面，这才扶住了颤颤欲倒的夫人。三间书房里最安静的那间，在临着假山旁的僻静处，是范闲在家中办理院务的地点，一向严禁下人靠近。此时书房里却有3个人坐在里面，坐在书案后的竟赫然是那位刚刚赴4处上任的小严大人严冰云，而坐在他下手的是范闲的门生石产力与一处主簿穆铁。除却在园子里面监行的滕子京和邓子月，这3个人便是范闲的心腹了。而严冰云的地位自然是最特殊的那位，他与范闲有上下之分，又有淡淡朋友之意。此时皱眉听着园子里噼噼啪啪的板子声，忍不住摇了摇头说道：该送到京都府去办的事，怎么就放在家里行了家法？与庆律不合，与庆律不合。3人之中，只有他才敢对范闲的决定表示质疑。石产力笑了笑，对这位小严大人解释道：这事儿暂时还不能闹大，真送到京都府去了，查出2少爷和宫里那位，大家就没有转圜的余地。提司大人也只好和2皇子撕破脸皮打一仗，但不论打赢打输，范家2少爷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依京都府能抓着的证据，不说判他个斩监后，至少也要留到南方3000里。穆铁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不敢应话。毕竟抱月楼的事情是他暗中点醒范提司，等于说范家2少如今的下场是他一手造成。虽然范提司对于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但谁知道范家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呢？严冰云又摇了摇头，明显对于范闲用家法替代国法的手段不赞同，但也知道目前只能这么样做，忍不住微微讥讽说道：咱们这位提司大人真是水晶心肝的人物，家法狠狠打上一通，日后就算抱月楼的案子发了，他在宫里对着陛下也有了说辞，至少2殿下想穷究范府御下不严、纵地行凶的罪名，那是没可能了。石产力闻言一愣，心知肚明，范闲将这顿板子打得何府皆知，目的就是为了传出去，事先堵一堵那些言官们的嘴。只是范思哲犯的是刑案，这么解决肯定是不行的。严冰云笑着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在担心什么，说道：你就不要瞎担心了，你那位门市早有安排。石产力心想，这件事情和4处没什么关系，大人喊你来一定就是有什么安排，只是也不方便继续去问。穆铁走到窗子旁边，隔着假山远远看着园子里的板起屯战，肉开血溅，哀嚎连连。纵使他是监察院的官员，也不免有些心慑于范闲的心硬手狠。看着那些在板子之下痛苦万分的范刘2家子弟，忍不住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屁股。石产力又开始在书案上忙碌地抄写着一些马上要用的文书。柳氏醒了过来，正准备去找范闲拼命，一揉眼睛，才发现园子里正在打的都是自家的那些纨绔亲戚。虽然那板子下的极狠，血花溅得极高，小子们叫痛的声音极惨，但只要不是自己的亲生崽吃苦，柳氏是一点意见也没有。重新回复了范氏夫人的高贵与端庄，冷冷地看了场间一眼。在妇人的心里，自己的儿子范思哲小打小闹是会的，但在京都搞了这么些人神共愤的事情，断然是受了些邪魔外道的引诱。场间这些娘家的子侄，范氏的族人自然就是罪魁祸首。他越看越是生气，听也不听娘家的亲戚向他求救的呼喊，
将牙一咬，对滕子京那干家中护法喝道：“大少爷让你们打，就给我使劲些，不治好这些小兔崽子，怎么出得了这口恶气？”说话间，夫妇二人进了书房，一看见房角触趴在长凳上下身赤裸着的范思哲，柳氏顿时乱了方寸，扑了上去，心疼地看着儿子背后臀上的道道血痕，忍不住低声哭了出来，手指小心翼翼地抚过那一道道肿成青红不堪模样的棍痕。我的儿啊！一只手伸了过来，上面拿着一张手帕，为他拭去面上泪痕。柳氏一看，竟是范闲，他咬着牙，没有露出怨恨的神色，却依然止不住有些幽怨。范闲已经恢复了冷静，一通毒打之后，气出的差不多了，安慰说道：“没事儿，您让一让，我给弟弟上药。”柳氏万分不舍地退到一边，看着范闲将药抹到范思哲的身上。这时候，范思哲已经被整治的上气不接下气，奄奄一息，时刻可能昏厥过去。范建往旁边一看，自己的儿媳妇儿和女儿都在角落里老老实实的站着，婉儿的眼里满是惊恐的痕迹，想来先前这顿打确实害人，而若若的眼中却带着泪痕，不是心痛弟弟体肤之苦，而是悲于弟弟不成才。他摇了摇头，咳了一声，先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才和声对范闲问道：“安排的怎么样了？依您的意思，思哲今天晚上就走。”范闲恭敬说道：“已经安排好了。”父子二人这番对话旁若无人地进行着，旁边的三位女人已经听傻了，难道把范思哲打成这种惨状还不足够，还要把他流放出京？老爷，您说什么？柳氏睁着惊恐的双眼，无助地望着老爷，而趴在长凳之上半昏迷的范思哲已经是从凳子上蹦了起来，也不知道重伤之下的他哪里还有这么强的精神，看来这流放出京对于京都所有的权贵公子哥来说都实在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只见范思哲一撅屁股，抱着自己母亲的双腿，一挤双眼，几滴眼泪珠子滚滚而落，与颊上麻点争辉，一张大嘴，却是来不及哀嚎句什么，便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击打得忽然失了声音，焦急地张着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少年郎眼泪哗哗的，拼命地摇着头，又说不话来，身后全是血痕，看着只有那么可怜了。老爷，柳氏终于忍不住了，用怨恨的目光剜了范闲一眼，像被砍断了的木桩子一样，跪在了范建的身前，哭泣着求情道：“不能啊，不能啊！他可是您的宝贝儿子，您就忍心看着他被赶出家门？您就忍心看着他漂泊异国他乡，身边没个亲人父母？”他急着去拉范若若的手：“若若，快向你爹求情，别把侄儿赶出家门。”柳氏心想，借报月楼的事情将范思哲赶出门去，一定是范闲在背后说了闲话。昨天夜里这父子二人就说了半晌，所以他赶紧将若若拉进了战局，心想若若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毕竟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而且素来疼爱思哲，众所周知，范闲又是最疼这个妹妹的。范若若也没有料到弟弟竟要受如此重的惩罚，被柳氏一拉，顺势就跪了下去，颤声说道：“父亲，弟弟受了教训，以后一定不敢了，您就饶了他这一遭吧。”婉儿一人在旁边站着，心里微慌，也赶紧去跪了下来。范建一直保持着平静，直到儿媳妇儿这个身份特殊之人也下跪，这才赶紧扶了起来，对柳氏皱眉说道：“思哲是一定要走的，而且你也莫要怨范闲，这是我的意思。”柳氏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心想这是为什么？但他清楚范建是一个面相中正温和，实则颇有大将之风、砍杀之气的男子，不然当初自己也不会一见倾心，非他莫嫁。既然这是他的主意，那是断然不会再改了。他是个心机精明无敌的妇人，将唇瓣一咬，竟是回身款款对范闲拜了下去，孱弱求情道：“大少爷，您就说句话，劝劝老爷吧。”在这当儿，能够让范建收回流放范思哲意思的，也只有范闲一人了。范闲哪里好受他这一礼，赶紧避开，苦笑着看了父亲一眼，征询他的意思。范建冷冷地摇了摇头：“他今日闹的罪过，如果被言官奏上朝廷，也是个流放3000里的刑，我将他赶出京都，总比朝廷动手要好些。”柳氏哪里肯信这话，以范府如今的权势胜券，莫说开个妓院杀几个妓女，就算再横行无道、肆意妄为，只要不是谋逆之罪，范建、范闲爷俩也有本事压了下去。他忍不住哭泣说道：“老爷，您怎么就这么狠心呢？思哲他才14岁啊，不狠心才会闹成现在这副模样。”范建冷笑自嘲道：“14岁？”他厉声喝道：“你不要忘了，范闲12岁的时候就已经被逼着要杀人了。”此话一出，满是巨惊。不知道此事的林婉儿与范若若吃惊地望着范闲，而一直被这件事情捆住心智的柳氏悚然一惊之后，绝望地低下了头。范闲尴尬地笑了笑，知道此时自己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什么，小心翼翼地将遍体鳞伤的范思哲抱了起来，退到了角落里，然后吩咐妻子与妹妹将弟弟抬入内室，好生将息着。“范闲，你待会儿过来一趟。”范建看了柳氏一眼，往书房外走了过去。
书房里就只剩下柳氏与范闲二人，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片刻后，柳氏才睁着有些失神的双眼，说道：“真的要赶出京都？”范闲在心底叹了口气，走进他的身边，压低声音安慰道：“您放心，父亲的意思只是让思哲暂时远离京都这趟浑水，在外面多磨砺磨砺。”还没说完，柳氏忽然开口问道：“要走多远？”“很远。”范闲看着有些失神的柳氏，心说这样一位精明的妇人，今日心疼儿子，顿时乱了方寸，一时间竟有些羡慕范思哲那个小胖子，有些思念某个人。究竟多远？柳氏尖声问道。范闲这时候自然不会在意他的态度，和声说道：“父亲昨夜定的，我本想劝他将思哲送往儋州躲一躲，但父亲担心祖母心疼小孙子，下不得手，所以改成了北齐。”北齐？柳氏心下稍安，北齐虽然遥远，但不是朝廷流放的那些南蛮西湖之地，要繁华安全许多。虽说北齐南庆之间素来不和，但是和平协议之后，两国目前正在度过蜜月期，关系极好。范闲看着柳氏望着自己的求情目光，知道他在想什么，安慰说道：“您放心，我在北齐朋友多，会把他照顾好的。”月儿从秋树的那头冒了个一小尖过来，比起范府通亮的灯火，要显得暗淡许多。园子里被痛打了一顿的范刘两家子侄，被尚书项羽旁的地方来的马车接走了。那些范氏的亲戚们看到自己儿子的惨相，心中自然疼痛，望向范宅的目光也显得多了几分仇恨。但碍于范家爷俩熏天的权势，也没有人敢口出脏话。在书房之中，范闲正老实地站在父亲的身旁，为他吊着果浆子。今夜柳氏守在范思哲的床边，一步都没有离开。范尚书每夜必喝的果浆，也只好由范闲亲自调味了。和父亲提过的那3个人，已经送去了京都府。他提到的这3个人，都是报月楼里犯了命案的家伙。他看了父亲一眼，略有忧色说道：“京都府是老2的人，估计他们也没有想到咱们真的敢往京都府里送。不过那3个人手上有命案，等于是要拿思哲的重要人物，估计夜里就会被老2的人接走。”范建笑了笑，说道：“不要瞒我，我知道你不会这么不小心，我会处理干净。”范闲也笑了起来，这次他终于动用了陈萍萍赋予自己的全部力量，出动了6处的刺客，他们本就犯了死罪，只是估计族内会有反弹，这件事情需要父亲出面。范建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京都名门大族对自己族中子弟下手的官员从来没有过。他摇摇头说道：“有什么好出面的？人我们是送到了京都府，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范闲听的那叫一个佩服，想了想后又说道：“思哲，晚上就动身，我让严冰云处理这件事情，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范建点了点头：“我和北齐人没有什么关系，当年杀他们杀得太凶，你有把握没有？”范闲迎着父亲投注过来的目光，知道他是在担心思哲的安全问题，郑重地点了点头。王启年现在在上京，而且我和海棠、北齐皇帝关系不错，思哲在上京待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范建叹了一口气，棕角的白霜今夜显得格外的显眼。你以往对我说，思哲是有才干的，不见得一定要走读书入仕这条道路，我听你的，只是想不到这孩子竟然比你我想象的还要激进，14岁就开始做这种事情。我14岁的时候在做什么？还在成王府里给当时的世子，如今的陛下当伴读，成天就想着怎么玩。范闲苦笑道：“宜贵嫔养的那位老三才真是厉害，8岁当妓院老板，这事儿要是传了出去，记在日后的庆史类拜抄之上，真要流芳千古了。宜贵嫔那里，我会去说。”范建摇了摇头，思哲虽有才干，但还是太虚浮了，一味走阴狠路线，总不是个长久之计。这次趁机会让他出去走走，见见世面，一是略施惩罚，二来也希望他能成器一些。范闲叹息一声说道：“我也有问题，你不要自责。”范建摆了摆手，让他坐了下来。出事的时候你又不在京都，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我提议将思哲送往北齐？你很放心的模样，要知道北齐毕竟对亲人不善。范闲没有说出他与海棠那位年轻皇帝的无字协议，但也解释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微笑着说道：“信阳方面一直通过崔家在往北齐走私，如今沈忠死了，他们的线路一直有些问题。我想思哲如果后几年能在北边锻炼出来，也许有机会接手崔家的生意，毕竟他喜欢这个。既然要做生意，我想安排一个大点的生意给他做。”范建笑了笑，看着儿子欣慰的笑了笑。范闲如今的心思已算缜密，比起自己与陈萍萍这代人来说，只是少了一丝狠辣而已。你准备什么时候动崔家？见父亲轻易地点出自己的计划，范闲没有一丝不安，笑着说道：“总还是接手内库之后的事情，大约在明年3、4月份。”范建点了点头，忽然阴沉着脸说道：“不要给他们任何反弹的机会。”这是范闲第一次看见父亲这张忠正纯和的面容上露出铁血的一面，心头凛然一惊，沉声应是。范建继续寒声说道：“这件事情你处理得不错，暂时的忍让可以换取反应的时间，等思哲走后，你想怎么做就做吧，
不要来问我的意见，只是有个人，圆梦，是叫这个名字吧？范建忽然说道。行事泼辣，风格阴狠，过些日子等这件事情淡了，你把它处理掉，算是了结那几桩案子。范闲悚然一惊，不知道父亲痛下杀手是为了给范思哲出气，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范建接下来的话暴露了这位尚书大人最深层的人文主义素养与隐藏已久的不爱精神，只听得他含烈说道：为父当年长居流金河，向来惜花，最厌恶的就是辣手摧花之人，更何况这个叫圆梦的本身还是位楼中女子，居然舍得对同道理的柔弱女子下手，这种人我是断断容不得他在这世上的。范闲恍然大悟，想起晋王时常调笑的事情，才记起来父亲当初乃侍卫以青楼为家的花间教客，那些风流韵事直到现在还流传在京都之中，看来暗宗里那几名妓女的惨死之状乃是触着他的敏感处，难怪他会如此容不得圆梦。他借机说道：圆梦是洪城的人，您看洪城与妹妹的婚事是不是？没等他说完，范建摇了摇头。洪城这孩子本性不错，再看2天，毕竟是陛下指婚，要慎重一些。范闲有些失望，更有些愤怒于父亲不将若幸福放在心上的态度，心想难道若还及不上青楼里的女子，他心里拿定主意，这件事情就算没有父亲的帮助，自己也要做下去。离开书房，又入书房，书房中的3人见他进来，都起身相迎。石产立递过墨迹已干的文书，说道：这是抱月楼那70%股份的转让协议，大人过目一下，待会儿让2少爷签了就成。穆铁接着说道：京都府那边一直盯着的，据钉子传回来的信，京都府对于咱们送过去的几名命案要犯感到大为棘手，后来2殿下那边一位知客去了京都府尹的府上，商讨了些什么还不得而知。范闲点了点头，说道：无所谓，反正我们这几天不会动手。穆铁皱眉说道：如果对方误判形势，以为我们要鱼死网破，让京都府发文来捉2少爷怎么办？范闲望着一直沉默着的严冰云，摇了摇头。有这位4处的大老板在这儿，范思哲往北边一送，谁还能找到他？一切安排好了之后，范闲来到了卧室，柳氏伏在床边，似乎已经昏睡了过去。他小声将他叫醒起来，与他在侧厢里私语了一阵。柳氏有泪痕的脸上渐渐露出决断之意，点了点头，接受了这个安排。也不知道范闲许了他一些什么，是怎样说服他的。夜渐深了，秋园之中虫鸣早无，若正陪伴着柳氏。范闲走到昏沉沉的弟弟身边，望着他那张睡梦之中有咬牙恨着的脸，望着那几粒直欲喷薄而出高声喊不平的麻子，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从书桌上取下印泥，从怀中取出时产力拟好的文书，将思哲的几个手指在文书上面用劲地摁了摁。看着雪白文书上的鲜红指印，范闲满意的点了点头。从此以后，范思哲手上持有的抱月楼70%股就正式转到了某人的手中，他与那间白骨维尼雪为湖的青楼正式割裂开来。婉儿知道他心情不好，扮了个鬼脸，却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反应，内心深处不免觉得自己有些没用，唇角微翘笑了笑。范闲也笑了笑，说道：这件事情和你无关，小孩子总是要出去闯闯才能成器的。他忽然问道：沈大小姐接回来了？在西亭那边。婉儿解释道：小严公子已经去了。好。范闲平静地应了声，就在思哲的床边坐了下来，想了想，还是重新站了起来，喊小厨房的人做了些干粮，自己却是在边厢端了碗热粥，一面吹着气，一面缓缓喝着，刻意给小严与沈大小姐一些重温旧情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给柳氏留一些与儿子单独相处的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邓子月在家丁的带领下走了过来，对着他点了点头。范闲会意，也不想让别人帮忙，走进卧室，亲手把范思哲抱到了后院处的角门外，登上了马车。范思哲依然昏昏沉沉的，柳氏咬着嘴唇上来亲昵地抚摸着他的脸颊，他都没有醒过来。若也是万般不舍地摸了摸他那厚厚的耳朵，就连婉儿的眼中都闪过一丝分离的黯然。只有司南伯范建依然沉稳地睡去了，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幼子，正要远赴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们先走。范闲对一脸冰霜的严冰云说道：这件事情麻烦令尊了，出城的时候小心一些。入夜之后，京都城门早闭，也只有监察院的人才有力量悄无声息地送一个人出城。严冰云缓缓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不一起？范闲低着头说道：在松林包那里会合，我还有些事情要做。他的余光瞧得清楚，马车里的弟弟眼角带着泪光，明显已经醒了过来，却不知道为什么在柳氏的面前要装昏。范思哲的唇角抽搐着，想来心里一定很恨自己和父亲。四周的黑暗之中，除了启年小组，还有6处的剑手在待命。凭这一行的实力，除非二皇子那边动用了叶家的京都守备力量，否则是一定没有办法正面抗衡的。范闲站在马车下低头片刻，挥了挥手，马车缓缓地动了起来，朝着京都外面开去。后方范府后宅角门旁倚门而立的3位女子，都不由露出了凄容
柳氏悲色更甚。没有任何标记的几辆马车就这样行走在京都幽静黑暗的街道上，也不知道严冰云是用了什么手段，出城之时竟是无比顺利，踏上了城外的官道，往着西北方行了小半个时辰。借着月光，看着前方小山上的皑皑林丛，便是到了松林包。车队在这里停了下来，等着范闲。马车里的范思哲在这个时候忽然睁开了双眼，眼睛里依然带着那一份厉横之色。这一路流放，难道你们就不怕我跑了？车厢里只有他与严冰云两个人。严冰云冷冷说道：你是聪明人，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范闲为了你的事动用了这么多手段，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保你一个平安而已。范思哲压低了声音骂道：保他自己的名声罢了。严冰云嘲笑应道：如果只是保他自己的名声，直接把你送到京都府去，谁还能说他什么？范思哲心里明白是这么回事，却不肯认账，尖声说道：那是因为父亲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尚书大人。严冰云寒冷的眸子里多了一丝戏谑之色。尚书大人的想法，又岂是你我这种年轻一辈所能擅自揣测的？范思哲有气无力地说道：严哥，我哥是要把我流放到哪儿去？北齐。严冰云回答道：啊。范思哲面露绝望之色，长叹息一声，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怆然而倒，直挺挺地躺了下来，却触到了后背的伤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叫。严冰云好笑望着他：范闲的药虽然有效，但很霸道，你就继续忍着吧。这位当初在北齐上京的时候也被范闲这样折腾过一刀，我下手有分寸，看着惨，实际上没有动着骨头，你装什么可怜？范闲冷冰冰说着话，含着一张脸走上了马车。范思哲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就想到先前挨的大家法，吓得打了个冷静。做什么去了？严冰云皱眉看了他一眼，时间很紧要。范闲将背上扛的那人放了下来，丢在了范思哲的身边。车厢里顿时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范思哲一惊，看着那女子柔媚的面宠，不由大惊失色，对范闲吼道：你把他怎么了？被范闲掳来的正是抱月楼那位红冠人影儿。范闲看了范思哲一眼，嘲讽笑道：这么可怜他，看来你的性情虽然阴狠，但还是继承了父亲怜香惜玉的优良基因，开妓院的时候怎么不怜香惜玉一把？范思哲和严冰云都听不懂基因二字，只是更奇怪于为什么范闲会把这个姑娘掳了过来。当然凭范闲的身手迷药手段，抱月楼今日又是人心惶惶，想悄无声息地掳一个妓女，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她是你的第一个女人吧？范闲看着弟弟的双眼，柔声问道。范思哲想了会儿后点了点头，眼中流露出乞怜的神色，想求哥哥放了那个女子。范闲摇头叹息道：你果然是比我强啊，14岁就开了包。接着哈哈大笑了起来，旋即正色说道：我知道你对这个女人的态度与众不同，我也查出来，她对于你还有几分情意，虽然你年纪只够当她弟弟。范闲忍不住唇角又翘了起来。抱月楼以后不会太平，这位叫妍儿的姑娘留在那里，我想你也不会放心，我更不可能将她接到府里，就算父亲允许，柳姨也要将她杖杀了。范闲平静说道：想来想去，你这一路北上虽说是趟磨砺，但太过孤单寂寞，对于心性培养也没有好处，所以把她带来陪着你。范思哲和严冰云瞪大了双眼，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流放出京，居然还带着位红冠人同行，这到底是流放还是度假去？哥，你到底想做什么呀？范思哲是断然不信，自己在整出这么大件事情之后，还能保有范府二少爷都很难拥有的出行待遇等级。他有些口齿不清地说着，惶恐地看着范闲那张平静的脸，竟是连自己身体所受的痛楚都淡忘了许多。严冰云看着范闲，觉得好生莫名其妙，有些不知所谓地摇了摇头，拍拍范思哲的肩膀：你这哥哥还真是位妙人。他下了马车，将车厢留给马上就要分开的兄弟二人。没有多久沉默，范闲便静静望着思哲说道：先前为什么不和你母亲告别呢？不等他回答，又问道：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会这么生气，而父亲和我决定把你送走？范思哲低下了头，思考片刻后说道：把我送走，一来我不用担心京都府办抱月楼的案子，就算是畏罪潜逃也罢，总之没有这个弊端了，家里也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与老二他们争一争。不错。范闲有些欣慰地发现，弟弟在自己的熏陶之下，也开始以老二老三之类的名称来称呼皇子们。二来是对我的惩罚。范思哲忽然抬起头来，忍着背后臀下的剧痛，哭兮兮说道：可是我不想走啊，哥，北齐人好凶的，我在那边能做什么呢？做什么？范闲很认真地回答道：当然是你最擅长的事情，做生意。范思哲傻乎乎地抬起头来，哪有半分抱月楼大东家的风范，问道：做生意？是啊。范闲说道：父亲让我安排一下，我想了想，决定给你留1000两银子的本钱，你到上京之后，我会让人接应你，但是我不会给你额外的帮助，
如果你能在5个月之内将这1000两银子的本钱翻到1万两的数目，那我就真的认可你的能力，然后翻10倍。不等老哥把话说完，范思哲忍不住发狠吼道：我又不是神仙，这是你的问题了，1000两银子的本钱太少了。范思哲又羞又怒说道：这生意做起来不丢死个人？什么狗屁逻辑？我们兄弟2个开谭博书局的时候又花了多少钱？呸！你有本事再去整本石头记给我卖，我担保能1000变1万。想得美！那姓曹的被我逼稿子已经逼疯了，还到哪儿去整去？兄弟2个一通没上无下的对骂对吼之后，整个氛围才变得轻松了一些。范闲看着范思哲那张胖乎乎的脸，忍不住叹了口气。外面风大雨大，父亲吩咐我不能太照顾你，一切事由你都要小心一些。范思哲沉默着点了点头，忽然开口说道：哥哥，你说过我是经商的天才，放心吧。范闲又说道：赶你出京，希望你不要怨我。范思哲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范闲明白他的心里肯定会很不舒服，皱着眉头说道：其实你刚才说的那2条送你出京的理由都是假的。范思哲抬起头来，显得格外不解。范闲轻声说道：就算你留在京都又怕什么？难道我连护你这么个人都做不到？随便往哪儿一藏就可以等着这件事情淡了，我梁二皇子也不敢拿我如何。就算京都府敢查报月楼的案子，难道他还敢当着咱们老范家的面大锁京师？第2个理由，你说是为了惩戒你，这也只是说对了一小部分。范闲望着一直昏迷中的报月楼头牌，冷静说道：你这一路北行或许会吃些苦头，但比起你做过的事情来说，实在是很小的意思。如果我把你送回儋州，依奶奶的行事，恐怕你会更惨一些。范思哲有些畏惧地缩了缩头，牵动了后背的伤势也不敢哼一声，心里却在想着，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将自己赶到北边去？范闲缓缓垂下眼帘说道：我没有想到你做事情胆子会这么大，下手会这么狠。如果你依然留在京都，旁人看在父亲与我的面子上，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蜜糖来引诱你往最深的渊谷中走，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在外面经些风雨，或者对于你的成长来说更有裨益。他忽然冷冷看着思哲的双眼说道：经商自然要不择手段，但是其中的某个度一定要掌握好，过于锐利阴狠总是容易受到反噬。更何况为人一世，与人为善总是好的，总是要尽量的往光明的面靠拢。其实范思哲对于抱月楼的事情一直还不怎么服气，毕竟在他看来，抱月楼是他成功的象征，其中隐着的一些不法肮脏事实在是不算什么。他趴在长长的马车凳子上哼哼说道：这话说的正义感十足，不明白的人瞧着了，还以为我这好哥哥和监察院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太学里的木头书生。话里的嘲讽之意十足，范闲却只是挑了挑眉头。他身为监察院提司，属下那些密探们专职做的就是黑暗事，区区青楼，无论是在阴暗污秽的浓度上，以及行事辛辣的程度上，都有着天壤之别，也难怪弟弟会对自己的管教不以为然。范闲笑了笑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本身就立身不正，用这些话说你显得有些荒唐？范思哲见哥哥温柔笑了，又开始惊恐了，自然不敢说话，但眸子里的黑眼珠却转了2转，显然就是这个意思。我自然不是圣人，甚至连好人都算不上。范闲说道：可就算是一个混杀的万人屠，如果他真的疼惜自己的家人，想来也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做我们这行的，就算浑身渗着腥臭的味道，但依然想自己的兄弟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或许是因为我们接触过人世间最险恶的东西，所以反而会希望你们能够远离这些东西。范思哲听他不停地说我们，心有所疑。范闲想了想，将萧恩与庄墨寒的故事轻声讲了一遍，微笑着说道：萧恩这辈子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做了多少恶事，但他仍然一心想将自己的兄弟培养成为一位清明在位的君子，而且事实上他成功了。庄墨寒也并没有让他失望，直到死前的那一夜依然令我感佩。你哥哥我虽然不才，但萧恩能做到的事情我也想做到。他像是要说服弟弟，又像是在安慰自己。做好人好，我也想做好人的。范思哲初闻这等惊天秘辛，张大了嘴，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许久之后才颤抖着声音说道：可是我一看庄大家住的那些经世子集就头痛，哥呀，要我去做一代大家，难度大了点。范闲气得笑出声来，骂道：就你这脑袋，读书自然是不成的。范思哲讷讷不知如何言语。那你说这故事，好好做生意吧，将来争取做个流芳千古的商人。范闲笑着鼓励道：商人并不见得都要如世人想象一般走阴险的路子，这个世上也有些商人走的是阳关大道，依然一样能成功。范思哲傻乎乎说道：商者欲以利，挣钱就是了，怎么还可能流芳千古？阳关大道就算做成了，还不是官府嘴里的一块肥肉。有我和父亲，你正经做生意，
谁还敢把将你如何了？范闲用宁静柔和的眼神望着他。而且你忘了叶家，苍山上你和我说过，之所以你自幼对于经商便感兴趣，是因为小时候父亲抱着你的时候，经常和你提及当年叶家的身世故事。如果叶家那位女主人没有死，休说官府了，就连天下几个大国，谁又敢把叶家如何？范思哲的双眼放光，却马上暗了下来。青楼生意很挣钱的，比什么都挣。他始终还是觉得做生意还要什么脸面，挣钱为第一要素。范闲笑着说道：我问过庆余堂的大爷，他说当年叶家什么生意都做，就是这些偏门不捞。首先肯定是叶家女主人的性别决定了，她一定会厌恶这门生意。另一方面，大爷的解释是偏门，既然有个偏字，那么就算能够获得极大的利润，但归根结底不是正途，就像是大江之畔的倾诉绿水，虽然幽深不绝，却难成浩荡之态。你真要将生意这门学问做到顶尖，光在这些小河里打闹总是不成的。不知怎的，范闲越说越是激动，或许是触动了内心最深处柔软的所在，朗声说道：人活一世不容易，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当商人，那就不能满足于当个奸商，也不能满足于当个官商，甚至是皇商，商道犹在。你要做个天下之商，不但能富可敌国，还要受万民敬仰，流芳千世才是。他说的天地悠悠，范思哲却是有些头痛，无奈地看了兄长一眼，说道：叶家当年连军火都卖，帮着咱们大庆朝硬生生把北魏打碎了，北边那些百姓可不怎么喜欢他。要说经商的手段，抱月楼我不过用了些下作手段，袁大家不过杀了几个妓女，叶家那女主人却不知让这世上多了多少冤魂。哥哥，这话……范闲一时语塞，无趣地挥了挥手，止住范思哲的继续比较，说道：总之，欺压弱小这种事情总是没什么太多意思的。范思哲忽然忧愁说道：哥哥，我是真的不想离开京都。又说父亲母亲在京中，哥哥带孩儿尽孝。他知道只有自己远离了京都，抱月楼一事才会真正平息，二皇子用来拉拢范家的力气便会消失无踪。虽然范闲一直坚决不承认这点，但看父亲的决定，便知道自己为家里确实带来了一些麻烦。而且经过范闲的一番说话，14岁的少年心中也涌出了一些冲动。如果人生一世真能达到当年叶家女主人的境界，那该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范闲点了点头，应了下来，又附到他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什么，最后交代清楚在上京城里可以信任的几个人。范思哲皱闻兄长的真实意图，一时间不由有些呆了。内库向北方走私，崔家那么庞大的银钱数目，自己有这个能力吗？还记得去年我使黑拳打了郭宝坤，京都府要拿我问案吗？记得。还记得今年春闱案发，刑部要拿我问案吗？记得。范思哲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心想哥哥说这话，难道还是想提醒自己庆律之威严？可问题是，这两桩案子最后都不了了之，只是证明了在庆国这种地方，权势依然是凌驾于律法之上，明显是个反面教材啊。范闲笑了笑，拍了拍他的屁股，说道：2次里，你都手执棍棒把官差打，虽说主要是因为你嚣张霸蛮的性子，但你对我这相处不到2年的哥哥，总是有一份情谊，这一点，我相信自己没有看错。范思哲臀上全是伤痕，吃痛地咬着下唇，说道：那你先前下手还那么狠？范闲笑了笑，说道：一来是真生气了，这不瞒你；二来不把你打得惨些，怎么能让京都里的百姓将来真的相信咱们老范家家风依然严谨？一半做戏，一半真。范思哲忽然怔怔说道：哥，北边那么重要的事情，就真的交给我？范闲应道：你先证明自己的能力再说。范思哲一咬牙，露出一丝狂热的神色，恨声说道：成，我一定能行。范闲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正在弟弟身边熟睡的抱月楼红冠人，眉头微挑说道：昨天抄楼之时，我发现这个女子对你确实有几分情谊，我是你哥哥，当然清楚你的心性很硬很狠，不过该柔软的时候也可以软一下，或许你会发现生活会有趣许多。范思哲毕竟年纪尚小，初涉男女之事，面露尴尬微红，应了一声。兄弟二人又在车厢里说了些什么，此时马车微微一顿，二人知道到了分手的时候。范闲摇摇头说道：此去艰险，虽然你对我一定还有怨怼之心，不过想来今后你会了解到我的良苦用心，至于父亲那面，你更不要有任何怨恨之意。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兄弟之外，很难有人会真心对你好。你小小年纪就被逐出京都，柳姨自然伤心，父亲只怕也不会很好过。范思哲面色黯然地点了点头，看着范闲走下马车的身影，想到今后的日子，不由心中一空，眼眶里泛起潮意，说不出的难受。哥，早些接我回来。范闲走下马车的身影僵了僵，应道：放心吧，我会很快搞定一切的。看着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马车，范闲不由一阵恍惚，自己算不得一个好人，为什么却苛求思哲做一个好人？
或许自己先前的解释是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微妙。汪精卫想来不希望自己儿子也当汉奸，希特勒或许更喜欢自己的儿子去画画。当然，这两位没有机会实践给范闲看，不过他看过萧恩与庄墨涵这两兄弟的数十年契合，深以为然。戚焉，那一对传奇般的兄弟，萧恩暗中为庄墨涵做了多少事，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但是他一直将自己隐在黑暗中，顾及兄弟的清明而死不相认，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庄墨涵在70、80岁，已经快油尽灯枯，个人声望也已经到达人生顶点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兄弟脱困，不惜抛却了自己一生所秉之信念，千里迢迢来南庆构陷范闲，所付出的代价并不仅仅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是完全舍弃了庄大家最珍惜的东西。很凑巧的是，这两位当年的风云人物去世之前，都是范闲陪在身边。范闲看着远去的马车，心中一阵感叹，不知道思哲究竟会不会记恨自己，更不知道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有一天自己像萧恩一样陷入黑暗之中不可自拔，思哲会不会像庄墨涵一样不惜一切来救自己。夜风吹拂过京都外的山岗，范闲自嘲地摇了摇头，心想以思哲的性子，顶多肯为自己损失几万两银子，如果这银子的数目再多些，恐怕这贪财狠心的小家伙就得多估量估量了吧。严冰云站在他的身边，忽然说道：“你真是一个很虚伪的人。”范闲很感兴趣地问道：“为什么这么说？你利用身边的一切人，但让人觉得却像是你在为对方好。”严冰云的唇角微微翘了起来。范闲平静回答道：“你没有兄弟，根本不能了解这种感情。我确实是为了他好，虽然说手段可能过分了一些，而且效果不一定好，但是没有办法，我的阅历能力只能做到这一个程度。至少将来我可以对自己说，对于思哲的成长，我尽了一个兄长的本分。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严冰云点了点头：“你还是一个很狠心的人。”范闲沉默着，知道他会继续说下去。范二少爷年纪还小，北边的情况很复杂，你就能够狠心将他逐出京都，让他失踪，断了别人要挟你的可能。想来这么绝的一招，就连二殿下都没有想到。严冰云冷漠说道。范闲脸上没有什么笑容，反而问道：“你觉得人这一辈子应该怎样度过？”这是在若若、思哲、婉儿之后，范闲就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千古疑问第4次向旁人问起。严冰云微微一怔，摇了摇头：“我想的很简单，身为监察院官员，忠于陛下，忠于庆国，富国强兵，一统天下。”一统天下？范闲讥讽说道。那有什么意义？严冰云又愣了一下，身为庆国的年轻一代，生长在一个国家力量快速扩张的时期，从骨子里都养成了这种想法，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一统天下，而且也没有人会这样问出来。今天范闲骤然发问，他竟是不知该如何解释。天下三分，终有小国林立，战争难免，百姓流离失所。既然如此，何不一统天下，永除刀兵之灾？他想了一会儿之后，尝试着理清了自己的思路。范闲摇了摇头：“我从来不信什么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废话。一统数百年，一分又是数百年。如果分割的国度都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又哪里来的战争？大一统不是消除战争带来和平的方式，而是诱惑天下人投身于战争的果子。如果大家都不这么想，那岂不是天下太平？”严冰云看了他一眼，嘲讽道：“你这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也明白。范闲叹了一口气：“但我活着的时候是很不想看见打仗这种事情的。一年里死在咱们院中人手上的人大概有400多个，而8月份大江决堤，估计已经死了几万人。如果战争真的开始，不过数月，只怕就要死上10几万人。矛盾就算能暂时压下来，也不可能持久，总有一天战争会爆发的。”严冰云嗤之以鼻：“就算你将来收集了4大宗师当打手，强行压下皇室间的野心，可你死后怎么办？”范闲笑了笑说道：“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14最露骨的宣言终于让严冰云的脸色变了，他一边摇头一边叹息道：“还正以为你是一个隐藏在黑暗之下的忍者，听明白这句话，才知道我刚才说的还算客气，你不仅仅是心狠，而且是个极度自私的人。误会了不是？上次就和你说过，我不是圣人。”范闲忽然皱了皱眉头，调戏着对方，不过如今看来，似乎当也无妨。一个执掌监察院的圣人。严冰云像看鬼魂一样看着他：“那你这辈子准备怎么过？”严冰云很难得的像北齐上京那些虚谈之徒般发问：“我准备好好过。”范闲说了一句废话，然后不等他回应，笑呵呵地说道：“这次思哲一路向北，真是麻烦你们父子二人。要将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整个庆国，除了监管各郡路官员动向，掌握一国谍网的监察院四处放水，甚至是监守自盗，还真做不到这一点。你是我的上司。”严冰云很直接地回答道。范闲了解他的想法，说道：“这件事情我会向院长备案的。”他接着说道：“
知道吗？上次使团离京，第一夜就是在我们脚下这个松林包扎的营。他摸着鼻子自嘲地笑了笑。当时使团里有司礼里这位红官人，今天司哲被逐，虽然比我当时的状况要凄惨许多，但我也掳了个红官人陪他。看来我们兄弟二人的旅途都不会怎么寂寞。严冰云有些头痛地摇了摇头，很难适应范闲这种只会在亲近的下属、朋友面前才会表露出来的无耻面目。于是他转而问道：现在没什么担忧的了，你准备怎么做？范闲苦笑道：对方是皇子，难道我们还真敢把他给杀了？严冰云冷漠说道：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不敢的。范闲心头微动，笑着说道：看来你还真是个了解我的人，不过不着急，先把红城的名声整臭，再把老二手下那些人折腾折腾，把崔家逼一逼。最后他轻声说道：我不会再管鲍月楼的事情，你帮着石产力处理一下，至于后面怎么做，你全权负责。反正在玩阴谋这方面，你的天分实在高出我太多。鲍月楼还在继续营业，虽然有极少数消息灵通的人士知道，为了这间京都最拉风的楼子，范家与二殿下那边已经闹了起来，但事后范府也只是打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板子，并没有什么太过激烈的反应，而监察院也没有对鲍月楼诸多为难，所以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淡了。在这些官员的心中，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毕竟范闲再如何嚣张，对上一位皇子总是会有许多忌讳，更何况在众人眼里，范家二少爷经营鲍月楼，虽然对于范氏的名声稍有损伤，但在其中捞的银子可不会少，大家齐心协力将这件事情压下去，才是个真双赢的局面。而在那些并不知情，只看见监察院抄楼，听见范府里的板落如雨声的京都百姓看来，这事儿却透着一丝古怪。什么时候咱陛下的特务机关也开始管起妓院这档子事儿来了？范家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一向横行京都街头的那些小霸王们忽然间销声匿迹？但不管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都以为这件事情会和京都里常见的那些权贵冲突一般，最终因为那些无形却密布于空气中的关系网消失无踪。正所谓你好我好大家好。然而那些抱月楼里的主事、姑娘、掌柜们却不像外人看着那般轻松，因为自从监察院抄楼之后，大东家便再也没有来过抱月楼，整个人就像是失踪了一般。虽有传闻这位年纪轻轻的大东家是被禁了足，但没有准信儿，众人总是有些难以心安。而且二东家身份特殊，也不可能天天在楼里照管着。一时间，抱月楼虽然保持着外表的平静，但隐隐已经有股暗流在缓缓流动。暗流的一暗，二皇子那一派的人马也在犯嘀咕，为什么范家把那些牵涉到青楼命案里的人直接送往了京都府？自从梅直里转职之后，这个要害衙门便一直被二皇子掌控着，对方肯定清楚，京都府是二皇子的势力范畴。如果说范家是准备撕破脸皮，拼着将二少爷送官查办，也不肯受级等威胁，那为什么只传出了范二少禁足的消息，却没有看到监察院范家有丝毫动手的迹象？二皇子在头痛着这件事情，根本没有想到范家已经如此决然地将范思哲逐出了京都，悄无声息地送往了异国。监察院办事果然是滴水不漏，但隐隐的担忧仍然促使着二皇子一派开始做些准备。但事到临头，他们才愕然发现自己与抱月楼一点关系也没有，清白的无以复加。就算提防着范闲要报复，可是连自己这些人都不知道范闲能抓到自己什么痛脚，那又从何防起？没有人能掌握到范闲的想法，也没有人能猜测到执行人小严公子的执行力。这一日风轻云淡，黄叶飘零，正是适合京外郊游赏菊的好日子。离皇家赏菊日还有6天，京都里的官绅百姓们纷纷携家带口往郊外去，加之又是白天，所以抱月楼显得格外的清静。由于前途未卜，大东家失踪，往常经气神十足的知客们有气无力地倚在柱旁，寿湖畔的那些姑娘们强颜欢笑，陪着那些好白昼宣淫的老淫棍。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在侧廊下的石阶处拼命蹦跶着，声嘶力竭地叫唤着，徒劳无功地挣扎着，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到来。楼中的伙计们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宁，拿着那块抹布胡乱擦拭着桌面。放在以往，范思哲曾经下过严令，这桌子必须得用白绢试过，确认不染一尘才算合格，哪里能像现在这般轻松？忽然间，有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人眉毛极浓，看上去就像画上去的一般。这等容貌虽然寻常，却极好被人记住，所以某夜曾经接待过他的知客顿时认了出来，愣在了抱月楼的大门之旁，身子一弹，却不敢上前应着。倒是一位伙计奇怪地看了知客先生一眼，将手上的灰抹布极利落的一搭，唱道：有客到，尾音落得哩哩啦啦，脆生生的极为好听。来人微微一怔，面上浮出一丝苦笑，似乎是心中有极大为难处。他在抱月楼宽广无比的大厅里稍站片刻，终于忍不住摇了摇头，说道：让石谦儿来见我。这回轮到伙计愣了，心想这客人好大的口气，居然让石姑娘亲自来见他，而且还是直呼其名。这京中权贵众多，但到得抱月楼来的人物，谁不是对青儿姑娘客客气气的？
认识此人的知客先生终于醒了过来，擦去额角冷汗，一溜小跑到了那人身前，恭恭敬敬说道：“这位大人，我马上去传。”然后让伙计领着此人上了3楼的甲2抱月楼最清静最好的那间房，吩咐好生招待着。等到此人上楼，1楼的这些伙计知客们才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说个不停，不知道来的是哪路神仙。值此抱月楼风雨未至，人心却已飘零之际，稍一所动，便会惹来众人心头大不安。终于有人想了起来，这位眉毛生得极浓的，像是未寻常读书人的人物，竟是那日和陈公子一道来嫖妓的同伴。陈公子是谁？是抱月楼大东家的亲哥哥，是朝中正当红的小范大人。那来的这人自然是范大人的心腹，只怕是监察院里的高官。楼中众人目撑口呆，都知道那日发生的事情，自己这楼子只怕把范大人得罪惨了，连带着大东家都吃了苦。今日对方又来人，莫不是监察院又要抄一道楼？这抱月楼还能开下去吗？此时有人叹息说道：“我看啊，楼子里只怕要送一大笔钱才能了此事。说来真是可惜，大东家虽然行事狠了些，但经营确实厉害，平白无故的却要填这些官的2张嘴，再好的生意也要被折腾没了。”呸！有人见不得他冒充庆庙大祭司的做派，嘲笑道：“你这蠢货，咱抱月楼的大东家就是小范大人的亲弟弟，监察院收银子怎么也收不到我们头上来？难道他们哥俩还要左手进右手出？人头顶上还有位老尚书大人镇着的。”那人脸面瘦削，讷讷道：“那这位跟着范提斯的大人来楼里做什么？”来人是石产力，今日范闲正在轻松快活，他堂堂一位持身颇正的读书人，却被门师赶到了妓院来，心情自然有些不堪。石青儿眸中一光一闪，恭恭敬敬地奉上了茶，知道面前这位虽然不是官员，却是范提斯的亲信。这些天大东家一直消失无踪，对方忽然来到，真不知道是来做什么的，略顿了会儿后，温柔问道：“石先生，不知道今日前来有何贵干？”石产力微一迟疑，石青儿是3皇子那小家伙挑中的人，和范氏关系不深，见对方迟疑，却是会错了意，眼唇嫣然一笑道：“如今都是一家人，莫非史先生还要抄楼？”他说这个抄字卷舌特别深，说不出的怪异。石产力浓眉微皱，很是不喜此女轻佻，将脸一板，从怀中取出一张文书，沉声说道：“今日前来不是抄楼，而是来收楼的。”收楼！石青儿一愣，从桌上拿起那张薄薄的文书纸，快速地扫了一遍，脸色顿时变了。待看清下方那几个鲜红的指头印后，更是下意识里咬了咬嘴唇。稍沉默片刻后，他终于消化了心中的震惊，张大眼睛问道：“大东家将楼中股份全部赠与你？”话语间带着惊讶与难以置信。抱月楼70%的股份，那得是多大一笔银子，怎么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赚了手？石青儿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不这么简单，皱眉问道：“石先生，这件事情太大，我可应承不下来。”石产力苦笑说道：“不需要你应承，从今日起，我便是这抱月楼的大东家，只是来通知一声。”石青儿将牙一咬：“敢请教史先生，大东家目前人在何处？这么大笔买卖，总要当面说一说。”石产力一手好文字，前些天夜里你的这份文书是干干净净、简简洁洁，没料到最后他却被范闲硬逼着来当这个大掌柜，心里头本来就极不舒服，多少生出些作茧自缚之感。此时听着对方问话，不由冷声说道：“难道这转让文书有假？休要啰嗦，待会儿查账的人就到，你也莫要存别的想法。”石青儿察觉到范家准备从抱月楼里脱身，用面前这位读书人来当壳子，但他的等级不够，不知道太多的内幕。而袁大家也忽然失踪了，只好拖延道：“既然这抱月楼马上就要信使了，本姑娘也是混口饭吃，怎么敢与您争执什么？”他心中已是冷静下来，含笑说道：“只是这楼子还有30%股在那位小爷手上，想来史先生也清楚。不管怎么说，只要3皇子的30%股在抱月楼里，你范家便别想把抱月楼推得干净。”他却哪里知道，范闲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抱月楼从身边踢掉的想法。石产力望着他，忽然笑了一笑，两抹浓厚的眉毛极为生动地扭了扭。“今日收楼，就是要麻烦青儿姑娘转告那位一声，二东家手上的30%股我也收了。”“我也收了。”好大的口气！石青儿大怒说道，心想你范家自相授受当然简单，但居然空口白牙的就想收走3皇子的股份，哪有这么简单？石产力此时终于缓缓进入了妓院老板的角色之中，有条不紊说道：“要收这30%股份，我有很多办法，这时候提出来是给那位二东家一个面子，青儿姑娘要清楚这一点。”石青儿冷哼道：“哦，看来我还要谢谢史先生了，只是不知道您肯出多少银子？”石产力伸出了一根手指头：“10万两。”石青儿疑惑道，心想这个价钱确实比较公道，就算抱月楼将来能够继续良好的经营下去，10万两30%股也算是个不错的价位。石产力摇了摇头：“
难道只有1万两？石七儿大惊失色，我只有1000两银子。石产力很诚恳地说道，读书人总是比较穷的，欺人太甚。石七儿怒道，不要以为你们范家就可以一手遮天，不要忘记这3成股份究竟是谁的。石产力眉头一挑，和声说道，姑娘不要误会，这7成股份是在夏氏产力的，与什么范家蔡家都没有关系。至于那3成股份是谁的，我也不是很关心。石七儿冷声说道，这3成股份便是不让又如何？第一，抱月楼有可能被抄出一些书信之类，什么里通外国啊，至于是什么罪名，我就不是很清楚了。石产力笑着说道，第二，京中会马上出现一座豹楼，既然本人拥有楼子的7成股份，我自然可以将抱月楼所有的伙计、知客、姑娘们全部赶走，然后抱日楼自然会重新招过去。青儿姑娘可以想一下，那座现在尚未存在的抱日楼，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将抱月楼完全击垮。石七儿面露坚毅之色，不肯退步。第一点我根本不信，难道范家不史先生舍得抱月楼就此垮了，用7成股份来与咱们同归于尽？他面露骄傲之色。第二条更不可能，大东家当初选址的时候极有讲究，而且这些红牌姑娘们与咱们楼子签的是死契，怎么可能说走就走？石产力摇头叹息道，青儿姑娘看来还是不明白目前的局势，你要清楚，我现在才是抱月楼的大东家，什么死气活气，我说了才算数。石七儿面色一变，石产力站起身来，推窗而跳，微笑说道，至于抱日楼的选址，不瞒姑娘，正是抱月楼的侧边，也是在寿湖之畔。之所以本人过了这些天才来收楼，是因为前2天我正忙着收纳处的地契。石七儿瞠目结舌无语。石产力此时已经完全沉醉于一位狠辣商人的角色之中，挥手捞了捞窗外寿湖面上吹来的风，继续说道，至于同归于尽，如果贵方始终不肯退出，那就同归于尽好了。抱月楼的7成股份虽然值很多银子，但还没有放在我的眼里。话一出口，他却自嘲地笑了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洗去了读书人的本分，却开始有些陶醉于这种仗势欺人的生涯之中。他对石青儿确实是在赤裸裸的威胁，但这种威胁极易落在实处，看似简单，却让对方或者说三皇子根本应不下来。抱月楼旁的地确实已经被监察院暗中征了，用的什么手段不得而知。石产力知道收楼的每一个步骤都走得极为稳定，不虞有失。那位小严公子出手果然厉害，三皇子手中的3成股如果真的不肯让出来，小严公子一定有办法在10天之内让这家抱月楼倒闭，今后再无翻身的可能。姑娘，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根源，就不要多想什么了。石产力也不需要对方向三皇子传话，范闲要收抱月楼的消息早就已经通过范府自身的途径传入了宫中宜贵嫔的耳里。如今三皇子天天被宜贵嫔揪着罚抄书，就算心疼自己的钱被大表割阴了，也暂时找不到法子来阻止这件事情。他看着石青儿有些惘然的脸，读书人柔和的天性发作，笑着说道，我是一个极好说话的人，日后你依然留在楼中做事，尽心尽力，自然不会亏待你。谁知道石青儿却是一个死心眼的人，总想着要对二东家负责。虽然二东家只是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但他想着这孩子的身份，总觉得这事儿荒谬的很，京兜里霸产夺田的事情常见，但怎么会有人连皇子的产业都敢强霸豪夺？如果二东家传话来，我自然应下。他咬着牙说道，但账上的流水银子，你我总要交割清楚，一笔一笔不能乱了。石产力点点头，一直在楼外等着的收楼小组终于走进了楼里。看着那一群人，石青儿的眼睛都直了。穿着便服的监察院密探依然还是密探，这样一群人来收楼，谁还敢拦着？等看到这群人里面那位颌下有长须，正对抱月楼的布置环境经营风格大加赞赏的小老头，石青儿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再也说不出话来，心想自己就算再尽力，也阻不了范提斯大人将三皇子的那份钱生吞了进去。有庆余堂的三叶掌柜亲自出马，在账上再怎么算，只怕这抱月楼最后都会全部算成信使，不，那个天杀的姓范的，对方肯定不会噎着，说不定连碗水都不屑喝。庆余堂的掌柜们向来只是替内库把脉，替个王府打理一下生意，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正经露过脸了。但石青儿这位姑娘既然能从一位妓女辛苦万分的爬到顶级妈妈桑的地位，自然是未肯学习，有上进心，对于经营之道多有钻研之人。她当然清楚庆余堂的那些老家伙们只要是经商的，对于老叶家的老人都有股子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尊敬与仰慕，就如同天下的文士们看待庄墨涵一般。所以石青儿见这位三叶来了，顿时断了所有在账面流水上玩小聪明的念头，更是做好了全盘接书的准备，袅袅婷婷地上前，尊重无比的行了个李三叶掌柜，年纪只怕也有50了，颌下的胡须都染了些白面斑，看着石青儿的媚颜，容颜连连点头，面露欣赏之色。石产力在旁愣着，心想门师范闲派了这么个老色鬼来是做什么？三叶赞叹说道，这位姑娘想必就是这间楼子的主事吧？老夫看这楼子选址
泽光，楼中设置无不是天才之选，实在佩服。姑娘若肯继续留在楼中，我便去回了范提斯，实在是不用我这把老骨头来多事。石七儿面色一窘，应道：老掌柜谬赞，楼中一应皆是大东家的手笔，与小女子无干。三叶掌柜面现可惜之色，叹道：这位大东家果然是位经营上的天才人物，怎么却得罪了范？幸亏他年纪大了，人还没糊涂，知道这话过了头，赶紧在石产力看老怪物的眼光里住了嘴，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四处打量着，满是临于东山之风却不见高手的感叹神态。经营之道便是由细节之中体现出来。在庆余堂这些经营商道20年的老掌柜眼中，抱月楼虽然走的是偏门生意，但是楼堂却是大有光明之态，而且楼后有湖，湖畔有院，伙计知客们之进退10里数，姑娘们不忘媚不失态，恰恰是掐准了客人们的心尖尖儿。主持这一切的那位仁兄实在是深得行商三昧。老掌柜在这里感叹着，石产力忍不住摇了摇头，心想范家二少爷看来还真不是位简单的权贵子弟，说来也真是妙，范家这两兄弟与世人都不大一样。宫中一直没有消息出来，石青儿自然不敢对三皇子那份钱做主，但是收楼小组已经进驻，自然就要将账册搬出来供双方查核。虽说庆国商家大多数都有明账暗账之说，但当着三叶掌柜的面，石青儿不敢再玩手段。不过几炷香的功夫，抱月楼的银钱往来已经算得清清楚楚，而那折算成1000两银子的3成股份也暂时割裂开来，就等着三皇子那边一递消息，整座抱月楼便完完整整的成了石产力的生意。待做完这一切，石青儿满心以为抱月楼今后的大掌柜就是庆余堂的三叶石，不料这位老掌柜又坐着马车走了，让石青儿不免有些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打门外进来的那位抱月楼新掌柜竟是位熟人桑文。石青儿目瞪口呆，但马上醒了过来，这位桑文当初被范提斯强行赎走之后便没了消息，原来竟是杀了个回马枪。石产力看他神情，说道：不错，这位桑姑娘就是今后抱月楼的大掌柜。石青儿勉强向桑文微微一扶，当初在楼中的时候，桑文因为以往的声名总是刻意有些冷淡与刚强之气，难免受了石青儿不少刁难。此时见对方成了抱月楼的大掌柜，他心知自己一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强行压下胸口的闷气，便准备回房收拾包裹去。桑文其实也有些不安，范大人对自己恩重如山，他既然又将抱月楼交给自己打理，自己一定要打理得清清楚楚。只是他又有些隐隐畏惧三皇子那边的势力，此时见石青儿有退让之意，心头一松。石产力却是皱了皱眉头，说道：青儿姑娘，你不能走。石青儿冷笑道：我与抱月楼可没有签什么文契，为什么不能走？石产力有些头痛的松了松领口的布扣，斟酌少许后说道：这几日生意我可没做过，桑姑娘往日也只是位唱家，若姑娘走了，抱月楼还能不能挣钱，我可真不知道了。石青儿这才知道对方还有需要自己的地方，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子得意来，微笑说道：若……一个若字还没说完，石产力却是抢先说道：范大人说了，他没有开口，你不准离开抱月楼一步。石青儿气苦，终于明白了对方不是需要自己，而是看死了自己。自己区区一个女子，就算与三皇子那边有些关系，但既然监察院的提司大人都发了话，自己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这世上会为了一个妓女而与监察院冲突的官员还没有生出来，就算是皇子们也不会做出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范提斯如果想灭了自己，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留着我做什么？他有些失神地问道。石产力说道：范大人，哦，不对，本人准备对抱月楼做些小小的改动，我以为青儿姑娘应该在其中能起到一些作用，说不定将来这整个庆国的青楼都需要这些改动的。石青儿一愣，抱月楼的生意做得极好，所以大东家已经拨出了一些本钱去旁的州开分楼，但是目前而言，整个庆国的青楼业自己占的份额并不太大。至于改动，自古以来青楼生意就是这般做的，除非像大东家一样做些经营上的调整。难道说范提斯真准备撩发诗仙狂，准备让天下的妓女们都不卖了？可问题是，妓女不卖肉，归公不拉客，那还是青楼吗？石产力不知道他心中疑惑，只是按着门师的吩咐，一条一条说着。第一，楼中的姑娘们自即日起改死气为活气，5年一期，期满自便。第二，抱月楼必须有坐堂的大夫，确保姑娘们无病时方能接客。第三，还没说完，石青儿已是疑惑问道：改成活气，这有什么必要？石产力解释道：大人又错了，本人以为做这行当的5年已是极限，总要给人一个念想。如果想着一世都只能被人骑着，姿色平庸些的又没有被赎的可能，姑娘们心情不好，自然不能好好招待客人。石青儿讥讽说道：5年期满，难道咱们这些苦命女子就能不卖了？谁来给他们脱籍？庆国季季不同策，记者一入县籍之后，
便终生不得出籍，除非是被赎，或者是朝廷有什么格外的恩旨。按照先前说的，抱月楼签5年活契，那5年之后，楼中的妓女们脱不了籍，还不是一样要做这个营生？关于这个问题，石产力没有回答，因为门师范闲说过，他将来自然会处理。石谦儿又嘲笑道：“至于郎中更是可笑了，楼中姑娘们身份低贱，没有郎中愿意上门，平日里想看个病就千难万难，怎么可能有大夫愿意常驻楼中？那些男人丢得起这脸吗？”一直沉默不语的桑文姑娘微笑说道：“提司大人说过，他在监察院3处里有许多失职，请几个大夫还是没有问题的。”石谦儿苦笑一声，心想监察院3处是人人畏惧的毒药衙门，难道准备转行做大夫？他愈发觉着那位范提司是个空想泛泛之辈，嘲讽说道：“即便有大夫又如何？姑娘们身子干净了，来的客人谁能保证没换个花柳什么的？”石产力也有些头痛，说道：“这事儿我也没什么好主意。”哪里是他没好主意，明明是范闲同学的卖淫产业化构想里遇上了避孕套无法推广的这一天大难题。你先听完后几样。他咳了2声继续说道：“今后强买抢卖这种事情是不能有了，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唯你是问。”他盯着石谦儿的双眼，直到对方低下了头。厨妓这种事情不能再有，抽水应有定例，依姑娘们的牌子定档次，姑娘们每月应有3天假，可以自由行事。随着史大老板不停说着，不止石谦儿变了脸色，就连桑文都有些目眩神迷。终于石谦儿忍不住睁着双眼抽着凉气说道：“这么整下去，抱月楼究竟是青楼还是善堂？”石产力看了他一眼，说道：“大人说了，你是袁大家一手培养出来的人，按理讲也该治你，但是看在你出身寒苦的份上，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你不要理会这抱月楼是青楼还是善堂，总之你在桑姑娘的带领下安分的做生意，若真能将这件事情做成了，逐步推于天下，将来天下数十万的青楼女子都要成你的情，算是还了你这几个月里欠的债，大人就饶你一命。”直到此时，石产力终于不避忌的将范闲的名字抬了出来。石青儿默然无语，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面露惶恐之色。其实此时石产力的心中也是惶恐的很，虽说以后抱月楼有已经暗中加入监察院一处的桑文姑娘监视着，但自己堂堂一位秀才，小范大人的门生，难道今后再无出世的一日，只能留在青楼里做个高喊楼上楼下姑娘们接客的妓院老板？他看了一眼桑文，发现这位歌妓出身的女子倒是柔弱之中带着一丝沉着稳定，似乎并不怎么烦恼。后几日中途下了一场秋雨，凄凄瑟瑟，硬生生将秋高气爽变成了冷雨夜。抱月楼被范闲全盘接了下来，二皇子那边已经嗅到了某种不祥的征兆，开始着手安排事宜。偏生范闲自己却显得比较悠闲，这几天里没有去一处坐堂，也没有去新风馆吃街糖包子，而是去了太学，带着一帮年轻的教员整理自己从北齐拖回来的那一马车书籍。秋风稍一吹拂，本想在云层上再赖一会儿的水滴终于坠了下来，稀稀疏疏的，好不惹人生厌。从谭伯书局往北走一段路，就到了太学的院门口，这里的一大片地方都归太学和同文阁理着。庆历元年新政时设的几个衙门早就撤了。范闲举着黑色的布伞，行走在太学来往的学生中间，见货点点头，与那些恭敬请安的学生们打个招呼。他如今的身份地位虽然早已不同当初，但陛下并没有除却他五品奉正的职务，而且还曾经发过口谕，让他得空的时候要来太学上课。虽然他不喜欢做老师，也没有来上过课，但是凭着自己的官职来太学看看书，躲躲外面的风雨，是极愿意做的。第一天他来太学的时候，学生们不免有些惊讶，因为已经有将近1年，小范大人都没有来过太学了。众生原一想到这位年轻大人如今是在监察院里任职，心里不免有几分抵触和畏惧，所以远不如1年前热情。直到过了些时辰，众生发现小范大人还是如以往一般好相处，这才又重新活络了起来。来到太学给自己留的书房之外，范闲收了雨伞，看了一眼外面阴沉沉的天气，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推门而入。房内有几位太学的教员正在整理着庄墨涵的赠书。对于庆国来说，这一辆马车的书籍有极美妙的象征意义，陛下极为看重，所以太学方面不敢怠慢，抄录与保养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见范大人走了进来，这几人赶紧站起身来行了一礼。范闲笑着回礼，眼前这几位都是一直碌碌不得志的人物，因为自己一个人很难修好庄墨涵的赠书，所以强行从太学正那里抢了过来，几日里相处的还算愉快。黑布雨伞放在角落里，开始往地板上渗水。房间里生着暗炉火炕，2香一烘，范闲顿时觉得屋内的湿气大了起来，感觉到有些不适应，便松了松领口，说道：“太湿了不好，现在天气还不算寒冷，几位大人，咱们就先忍忍吧，将这炉子熄了如何？”一位教员解释道：“书籍存放需要一定的温度，太冷了也不行。”范闲知道这一点，说道：“还没到冬天，
这些书放在屋内应该无妨的，湿气重了也是不好。众人应了声，便开始埋头继续工作。太学秉承了庆国朝政一以贯之的风格，讲究实务，不好轻谈，和北齐那边有极大的不同。范闲也坐回了自己的桌上，却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工作，便被人请了出去，说是有人要见他。大学士今天怎么回太学来了？范闲有些意外地看着坐在椅中的书屋大学士，尊敬地行了一礼。在他的宰相岳父下台，礼部尚书被剿之后，朝中的文官系已经乱成了一团乱麻，一部分隐隐看着范闲，一部分跟着东宫，反而是往年不声不响的二皇子，因为这么多年的经营与文明，却拥有最多文官的支持。眼前这位书大学士，当年是庄墨涵的学生，一向极有名声，医资立论在朝中不做二人想，只是因为他是在北魏中的举，如今却在庆国当官，所以总有些问题。在庆历5年的这次动荡之中，他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虽被剥夺了太学正一职，但原任同文阁大学士因为受了春闱事件的牵连，被除职后转由他出任。同文阁大学士级轻级贵，在宰相一职被除，至今没有新任宰相的情况下，同文阁大学士更是要入门下议事，实实在在地进入了庆国朝廷的中枢之中，相当于一任宰职。就算范闲再如何势大，在他面前依然只是一位不入流的官员。当然，书屋大学士也不会傻到真的将范闲看成一个普通官员，若是那般，他今天也不会来找范闲了。范提斯都能尽心回太学，老夫难道不能回来？书屋与自己儿子一般大小年龄的范闲开着玩笑，这外面冷风冷雨的，你这年轻人倒知道享福，躲回了太学，怎么嫌监察院的差事要淋雨？外面冷风冷雨。范闲不知道这位书大学士是否话有所指，笑了笑，不知该怎么回答。在石产吏收了抱月楼之后，严冰云的行动开始逐步展开。首先动用监察院的压力，逼刑部跳过了京都府，直接发出了海捕文书，咬死了几条罪名，开始追查那位袁大家袁梦。不过袁梦姑娘还真能躲，在晋王世子洪承帝掩护下，竟是不知道藏到了哪里。范闲并不着急，反正发出海捕文书是为了后面的事情做铺陈，袁梦越迟抓到反而越好。在严冰云的规程当中，一环扣着一环，只要最后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就好。就在前2天，京都里开始有流言传播开来，说刑部13衙门日前在捉拿的妓院老板袁梦，其实是晋王世子李鸿成的姘头。流言本来就很容易传播开来，更何况袁梦和李鸿成本来就有一腿，所以一时间京都里议论的沸沸扬扬，李鸿成的名声就像是大热天里的肥肉，眼看着一天天就臭了起来。而李鸿成与二皇子交好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不一时又有流言传出，京中如今很出名的抱月楼，其实幕后的老板就是二皇子。刑部衙门追查的妓女失踪案件和这些天皇贵胄们脱离不了干系。这些传言说的有鼻子有眼，比如袁梦当年是流经和尚的红官人，但除了世子之外却没有见他接过别的客人。又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二皇子殿下曾经在抱月楼外与监察院的范提斯一番长谈，虽不知道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范家第2天就将抱月楼的股份卖给了一个神秘的姓史的商人。这些流言自然是监察院扒出的手段，当初春闱案范闲被逼上位，最终成为天下士子心中偶像的形象工程，就是扒出一手弄成的。这个大庆朝文英总校处搞起形象工程来一套一套的，要泼起污水来，更是下手极为漂亮。当然，流言传播的过程之中，京都的百姓也知道了，抱月楼当初的大东家其实是范府的二少爷，范家的声誉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毕竟流言的源头就在范家自己手里，随便抛出几个范提斯棍棒叫地，老上书痛下家法，大整足风，二少爷惨被断腿，满园里恶妻惨嚎，范府毅然亏本脱手青楼的故事，便可以震得京都百姓一愣一愣的。加上范家明面上与抱月楼已经没有了关系，传了一传就淡了。说到控制舆论这种事情，范闲做的实在是极为手熟。当初凭武竹书写几千份传单就能把长公主赶出宫去，更何况如今对付的只是位更为稚嫩的二皇子。所以如今的京都民间总以为二皇子与世子李鸿成这2位其实在抱月楼里一点股份也没有的人物才是抱月楼一案的真正幕后黑手，而范闲范提斯却是一位清白人物，范府只怕有说不出的苦衷。严冰云接下来的步骤是针对二皇子与崔家间的银钱往来，具体的方法连范闲都不是很清楚，他信任严冰云的能力，便根本懒得去管这一块。书屋大学士看了他一眼，担忧说道：“你可知道，昨天京都府已经受理了抱月楼的案子，你家老二的罪名不轻啊，纵下行凶，杀人灭口，逼良为娼，今天就要开审了。”范闲苦笑道：“家门不幸，出了这么个逆子。”书屋摇头道：“京都府如今还没有去府上锁人，想来还是存着别的念头。小范大人，这宋之一字最是害人，刑事之案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如果京都府真的审下去，这件事情惊动了陛下，我想就不好收场了。”经过一番谈话，范闲已经知道了这位朝中文官大佬的立场。
对方是代表朝中的文官系统发表意见，劝范家与二皇子一派能够和平相处，不要撕破了脸皮。先不说朝廷颜面的问题，在这些大佬们看来，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范闲与二皇子都是庆国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不论是谁在这场斗争中失势，都是庆国朝廷的损失。当然，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范闲有可以与皇子争斗的资格，虽然他是监察院的提司。范闲也明白这一点，所以知道面前这位大学士劝和其实是为自己着想，不免有些感动，温和笑着说道：多谢老大人提点，想必老大人也已经见过二殿下了。舒武点了点头。自从范闲打北齐回京以来，便一直和二皇子一派过不去，监察院抓了不少二皇子一派的臣子，他要从中说和，必先去看二皇子的意见。没料到二皇子倒是极好说话，很有礼貌的请舒大学士带话给范闲，愿意双方各退一步。听了舒大学士的传话，范闲在心里冷笑一声。二皇子那人小名就叫石头，哪里是这般好相与的角色？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自己更是被逼着将弟弟送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自己岳父被长公主和二皇子因下台的事情，也总要有个说法吧。而且监察院一处的钉子早传了话来，二皇子那边已经将秘密藏好的抱月楼3个凶手接了回京，就准备在京都府的公堂上将范思哲咬死。二皇子请书屋带话，不过是为了暂时稳住范闲而已。范闲却并没有这般愚蠢，他恭恭敬敬地为舒大学士奉上茶后说道：这件事情和院子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这些天守在太学里，就是怕有人误会。舒武忍不住苦笑了起来，脸上的皱纹满是怜惜之色。何苦与他斗？就算这一次斗赢了，那又如何？千赢万赢，总比不过陛下高兴。范闲心头微动，知道这话实在，对面前这位老学士更增感激之情。虽然他心中另有想法，还是温和应道：您既然都说话了，晚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要京都府给我范家留些颜面，刑部那件案子自然也没有人往深里追究。在舒武这位老臣重臣的眼中看来，范闲英的这话就显得有些毛躁了。官场之上总讲究个遮掩体面，哪有这般当着一招宰执的面明白无误的讲这些不法之事的道理？但他也知道范闲这人的性情就是这般，微笑满意着沉吟不语，只是看着太学窗外的雨柔柔地下着。离京都府衙3里地的玉山道旁，秋雨在沙沙地下着。抱月楼妓女失踪之案已经查了起来，虽然还没有挖到尸首，但是京都府已经掌握了牵涉到命案之中的3个凶手。只要这3个亲手杀死妓女的打手被捉拿归案，然后拿到口供，便可以咬死范家那位二少爷为幕后主使之人。一方面对范家造成强烈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洗清了二皇子身上被泼着的污水。所以这3个打手实在是重要人物。二皇子一派直到今天也不清楚，当初范家为什么会在执行家法之后，将这3个人直接送到了京都府，这岂不是给了吉等一个大把柄？但直到范家卖了抱月楼，开始追查圆梦，风头直指李鸿成之后，二皇子才明白，原来范闲只是用这3个打手来安自己的心，以为他是真的选择了和平，从而反应要慢了几天。不过二皇子依然觉得范闲有些不智，只要这3个人在手上，你范家的那个胖麻子还能往哪里跑？如今二皇子是真的动火了，你范闲真的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居然真的敢对自己动手，鬼都知道京中那些流言是你放出来的。而此时世子洪承虽然也是满腔郁闷，却是无法去范府找范闲打架，因为靖王抢先动怒，接着动了一顿板子之后，将他关在了王府里，也算是躲一躲如今京都的风雨，好生看管着，不要让人有机会接触到，切不能给他们翻供的机会。二皇子府上八家将之一的八爷范无咎阴沉着一张脸，对京都府来接人的差役说道：这件差事如果办砸了，小心自己的小命。京都府的衙役紧张的点了点头，不是对这件差事紧张，而是面对着二皇子手下的八家将感到紧张。玉山道离京都府只有3里路，如果不是为了避嫌，范无咎一定会亲自押送这3个打手，看着他们被关进京都府的大牢。马车动了起来，在阴沉沉的秋雨之中，范无咎远远看着马车在雨中行走，夜阴如常，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只是偶尔走过几个撑着雨伞行色匆匆的路人。便在此时，那些路人动了起来，雨伞一翻，便从伞柄中抽出了染成黑色的尖锐铁器，异常冷静地刺入了马车中。范无咎大惊之下往那边冲去，只是他离马车有些距离，看那些人动手速度，便知道自己根本来不及救人。那些尖刺无比尖锐，就像是刺豆腐一样，直接刺入了马车的箱壁，杀死了里面那3个人。路人们抽出尖刺，根本没有多余的表情动作，打着雨伞走入了大街旁的小巷之中，直接消失在了雨天里。鲜血从马车上流下来了，范无咎才含着一张脸赶了过来。他拉开车帘一开，骤然变色，那些伤口痕迹无一不显示出下手的人何其专业，不过简简单单的一次就无救了。范无咎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开始为二皇子感到担心。
如此干净利落的杀死马车里的3个人就已经极难，更可怕的是，对方竟然对自己这些人何时移送人证，竟是清清楚楚。想来监察院在二皇子遗系里也埋藏了许多钉子，才能将下手的时间地点拿捏的可谓妙到毫巅。这场暗杀正因为设计的太完美了，所以看上去才显得这般自然简单，就像吃饭一样，并不如何惊心动魄。只有范无救这种高手，才能从这种平淡的杀局里寻到令自己惊心动魄的感觉。根本不用想，他就知道下手的是谁。除了监察院6处那一群永远躲藏在黑夜里的杀手，谁能有这种能耐？他脸色愈发的苍白，不由想到，刚才那几个路人如果是针对自己进行一场暗杀，自己能够活下来吗？所有二皇子一派的人似乎都轻视了范闲的力量，那是因为庆国新成长起来的这一辈人根本不知道监察院是如何可怕的一个机构。范无就有些紧张地摩挲着袖子里的短匕首，第一次感到自己似乎应该脱离二皇子，救自己为好。棋艺不精，棋艺不精，我下棋就是舍不得吃籽儿。范闲满脸惭愧说着，他这时候正在太学和书屋下棋。今天早朝散得早，南方的赈灾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所以书大学士才有这么多闲工夫。只是下了2盘棋，老先生发现范闲如此聪慧机敏的大才子，竟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臭棋篓子，不由变了脸色，觉得下这种棋就算赢了也没什么乐趣。书无叹息说道：“范闲啊范闲，我看你做什么事情都精明得很，怎么下棋却偏偏这么丑？”二人又随口闲话了几句如今朝廷里的事情，因为范尚书在府里向来极少说这些，而监察院也不可能去查自己朝会上的争执，所以范闲听得很感兴趣。一些以他如今品级还不能接触的朝政大事，也嗅到了一些味道。如今燕小乙在北边任着大都督，不停地伸手要银子，而南边的小型战事也在进行着。庆国目前确实有些缺银子，范闲的心此时便放下来了。只要陛下需要银子，那么明年内库总会落入自己的手中。长公主那人阴谋诡计是玩得好的，但说起做生意赚钱，实在不是那么令人放心。于是威胁范闲没有资格留这位老大人吃饭，恭恭敬敬地将大学士送出门去，便一转身回了那间房，重新开始审看庄大家赠予自己的藏书。等众教员散了之后，他还没有离开，只是捧着本书在出神。他知道今天京都里发生的什么事情，只是没有怎么放在心上。那3个人本来就是死人，只是那些死去妓女的家人如今也在京都府里告状，口口声声指着范家。范闲当然不会再去杀人灭口，今天死的那3个人一直被二皇子偷偷藏着，自己杀了他，对方也不可能告到狱前去。而且范闲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也没有杀死苦主的狠辣心肠。其实他明白，如果不论身份，自己身为监察院提司，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远远比二皇子要强大得多。这场斗争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当然是自己稳赢的局面。只是世人却不知道这点。唯一让范闲在意的只是宫中那位陛下的态度。如果陛下觉得这些小王八蛋们玩家家不算什么，那范闲就可以继续玩下去。他对那位陛下的心思其实揣摩得很准。二皇子不过是把磨刀石，虽然是用来磨太子的，但用来磨一磨将来监察院的小范院长，看看小范院长的手段与心思，似乎也是件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范闲真的下手太狠，宫中只要一道旨意，也就可以平复了此事。他并不担心陛下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对自己痛下毒手，反而会自嘲想到大家都是王八蛋，你皇帝陛下总不好轻此淡薄比蛋。京都的雨停了，他悄无声息地避开众人眼光，离开了太学，在一家成衣铺里脱去了外衣，露出里面那件纯的工作服，又从满脸卑微的掌柜手中接过一件样式寻常的外衣套在了身上，这才一番雨帽遮住了自己的容颜，消失在了京都的街道之中。雨已经停了，天上的千云就像是被阳光融化了一般，渐渐变薄变平，再逐渐撕裂开来，顺着天穹的弧度向着天空的四角流去，露出中间一大片蓝天和那一轮获得胜利后显得格外新鲜的秋日。阳光打在京都府衙门的外面，有几抹穿进堂去，将堂上那面正大光明的匾额照得清清楚楚。已经有看热闹的人群围在京都府外，等着府尹大人亲审近日里闹得沸沸扬扬的抱月楼一案。这案子有背景，有凶杀，牵涉的是让人想入非非的妓女，发生在声色场所，满足了京都百姓们审美的诸多要求，所以是众人关心的焦点。日常茶余饭后，若对此案没有几分了解，真是不好意思开口。那些马车行的车夫，若对此案的始末不能一清二楚，那真是没脸为客人赶车。范闲伪装成一位路人，混在人群之中，往衙门里望着，心里不由有些怪异的感觉。京都府乃首重衙门，这府里最近1-2年的人事变迁，却与自己脱不了干系，只怕今次事罢，这位京都府尹也要告罪辞官了。原来的京都府尹梅直礼是柳氏父亲的门生，一向偏着范府，在郭宝坤黑拳案中帮了范闲不小的忙。后来范闲在牛栏街遇刺，梅直礼身为京都府尹自然也要受罚，被罚俸1年，留职查看。但谁也没有料到，第2年又出了春闱一案，几番折腾下来，
梅芷礼终于从这个位置上被赶了下来，下放到外郡去了。范府与老梅还偶有书信来往，所以范闲清楚那位当年的梅府尹其实万分高兴离开京都府这间万恶的衙门。堂上一大排看上去贫苦不堪模样的人正跪在案前失声痛哭，这些人都是抱月楼死去妓女的亲人，一边痛哭一边痛骂着范家，口口声声请青天大老爷做主。现任的京都府尹田径木满脸正义凛然，唇角微微抽动，眼眶中一片湿润，似乎是被堂下这些苦主的说辞打动得无以复加，马上下令府上衙役速去抱月楼捉拿相关嫌犯，现场勘验，又郑重其事地表白了一番为民做主的心愿，命人去范府请那位无恶不作的范家二少爷，却根本没有提到袁梦等人的名字。范闲混在人群中冷眼看着，看出那位田径幕府尹眼中的微微慌乱之色，心知对方也知道那3位牵涉到妓女命案中的打手已经死了的消息。对于堂上那些苦主的叫骂声，范闲没有丝毫反应，毕竟抱月楼害死了那几名妓女，自己和弟弟不过被骂几句又算什么。他只是在怀疑这些苦主究竟是真的还是二皇子那边安排的。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他却不能什么都不做。京都府的审案是很乏味的，这种戏码千百年来已经演过许多次了。虽然围观看热闹的百姓们依然津津有味，但范闲已经将心思转到了别处。他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估算着有件事情马上就要发生。自己的岳父一代奸相林若甫之所以最后黯然被迫下台，虽然从根源上说是因为自己的横空出世，陛下圣心一动所致，但具体的导火索还是当初那位死在葡萄架子下面的吴伯安。因为山东路的彭廷生受义大整吴家，整死了吴伯安的儿子，所以吴伯安的遗孀才会进京告状，在途中被相府的人劫杀，却凑巧的被二皇子与李鸿成救了下来。今天二皇子会不会又来这么一道？岳父的下台，范闲其实并不怎么记仇，但却记得了二皇子的手段。本来按理讲，真正玩弄阴谋的高手绝对不会重复自己的手段，但他将二皇子看得透彻。对方虽然喜欢蹲在椅子上摆出个莫测高深的模样，但在自己这么多天的试探下，终究还是显露了年轻人稚嫩与强拧的一面。除了监察院的恐怖实力，范闲比二皇子更占优势的就在于此，他虽然这时的年龄比二皇子小，但实际上的阅历却不知道要丰富多少。不一时，京都府衙役已经带回了抱月楼如今名义上的主事人石青儿，还有相关的人手正在抱月楼后方寿湖畔里寻找痕迹，只是目前命案没有直接证人，所以也不知道埋尸何处，当然找不到尸首。范闲看着堂内跪在青石地板上的女子，在猜想她究竟会如何应对，是慑于自己的压力而老实安分一些，还是依旧有些不甘心。至于埋在抱月楼里的尸首，监察院早已经与石产力配合着，在一个夜里取了出来，放到了京郊好生安葬，只等着这案子真正了结以后，再想办法通知他们真正的家人。堂内的石青儿咬着双唇，虽不是一言不发，但也是上面的大老爷问一句，他才斟酌半晌应一句。他心里对这件事情明镜似的，来之前那位史先生早交代过了，自己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好在如今的东家要求也不严苛，并不要求自己贪污什么，也不要求自己为范家二少爷掩饰什么，只是照直了说。所以不等京都府尹用刑，他就将当初抱月楼的东家姓甚名谁，做了些什么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但在妓女命案这件事情上却一口咬死，是那位正被刑部通缉的袁大家袁梦指人做的。东家虽然知道此事，但并不曾亲手参与。京都府尹本有些满意堂下跪着的这女子应的顺畅，但听来听去似乎总有为范家二少爷洗脱的意思，而且二皇子那边早交代过这件事情断不能与袁大家扯上关系，便将脸一黑，将签往身前一摔，喝道：这妇人好生狡猾，给我打！便有京都府的衙役拿着烧火棍开始对石青儿用刑。石青儿咬牙忍着疼痛，知道这一幕一定有范家的人看着，自己既然已经没了三皇子这个靠山，想指望着依靠范家在京都生活，那就得一条道走到黑。他忍痛不语，却不是不会发出惨叫，咿咿呀呀的唤着，疼痛之中含着幽怨，在京都府的衙门上飘来飘去，倒让围观的百姓都觉得有些不忍。范闲在外面看着这幕，有些意外于这个女人的狠气。用刑一番后，石青儿还是头前那几句话。京都府尹正准备在用刑的时候，去范府所拿范思哲的官差却是满身灰尘，一脸颓败的回来复命。原来这一行人去范府所拿范思哲，他们请出京都府的牌子，强行进去搜了一番，但此时的范思哲只怕已经到了沧州地界，正在马车里抱着妍儿姑娘窥探故土南离，哪里搜得到？这些差役们正准备多问几句的时候，就已经被柳氏领着一干家丁用扫帚将他们打了出来。听着属下受辱，京都府尹毫无生气之色，反是暗自高兴，高声呵斥道：这等权贵居然如此放肆，居然敢窝藏罪犯！他拿定主意，明天便就着此事上一奏章，看你范府如何交代。范闲冷眼看着，心里却不着急。有柳氏在家中镇宅，他是知道这位姨娘的手段，哪里会处置得如此思虑不周？更何况小严公子玩弄阴谋是极值得信赖的，
当年整个北齐朝廷都被他玩在掌心之中，更何况是区区一个京都府，一个刑事案件。果不其然，府外围观的人群一分，醒来几个人，领头的那位便是范闲第一次上京都府时的伙伴，范府清客郑先生，当年京都府赫赫有名的笔头。这位郑先生有功名在身，不用下跪，只对着岸上的福尹老爷行了一礼，便说道：大人这话大谬，京中百姓皆知，我范府向来治府严明，哪里会有窝藏罪犯这种事情？至于二少爷究竟犯了何事，还需大人细细审来，我范府绝不偏私。京都府尹田敬牧知道眼前这位清客乃是京中出了名的笔头，而他身边那个壮师宋世仁更是出名难缠的宋棍，范家摆出这么个阵势来应着，想必是准备走明面路线。江脸一沉喝道：既不偏私，为何还不速将犯人带上？寒秋天气，宋世仁将扇子一挥，嘲笑说道：捉拿犯人乃是京都府的差事，什么时候轮到旁人管了？田敬牧冷笑道：你家二少犯了事，自然要将人交出来，若不交人，难道不是窝藏罪犯？沁律之上写得清清楚楚，宋世仁你还是住嘴吧。宋世仁却不听话，笑盈盈说道：沁律有书言明，范家必须首先交人，只是大人，范家二少爷早已于8天之前失踪，叫我们到哪里找人去？田敬牧气急反笑道：哈哈哈哈，好荒谬的借口。宋世仁愁苦着脸说道：好教府尹大人知晓，并非借口。数日之前，范府已上京都府举报，严明二少爷诸多阴私不法事，只是大人不予理会，而且当时也一并严明，二少爷已经畏罪潜逃，请京都府速速派差役将其捉拿归案。他在摇纸扇，沉痛说道：范尚书及小范大人，大义灭亲还来不及，怎么会私藏罪犯？田敬牧一拍金堂木，忍不住骂道：范家什么时候来举报过？又何时报案范思哲失踪？本府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休想将水搅浑了，从中脱身，有没有？烦请大人查一查当日案宗，便可知晓。宋世仁皮笑肉不笑地拱了拱手。田敬牧心头一凛，马上惊醒了过来，极老成的没有喊差役当场去查验当日案宗，而是寻了个借口暂时退堂，自己与师爷走到书房之中，将这几日来的案宗细细看了一遍。等看到那张记明了范府报案，范家二少爷畏罪潜逃的案宗时，这位京都府尹险些气得晕了过去。明明没有这回事情，怎么却突然多了这么一封卷宗？京都府衙看管森严，就算是监察院动手，也极难不惊动任何人。他范家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玩了这么一招？田敬牧的脸色极其难看，心知肚明是京都府有内鬼，只是一时间不能判断到底是少尹还是主簿做的这件事情。等田敬牧再回到堂上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最开始那般硬气了。毕竟案宗在此，而且先前查验的时候，京都府少尹与主簿都在自己身边，就算自己肯冒险毁了范家报案的案宗，也没有办法瞒下此事。如此一来，就算范思哲将来被定了罪名，但范府已然有了手举之功，范家二少爷畏罪潜逃之事，范府也没有刻意隐瞒这般下去，还怎么能将范府拖到这滩子浑水里来之不计？最后陛下治范府一个治下不严的罪名，削爵罚俸了事，根本不可能达到二殿下所要求的结果。京都府尹好生头痛，却不肯甘心，黑着张脸与范家庞大的宋师队伍继续展开着较量。京都府暂时退堂，范闲知道明面上的功夫已经差不多了，范思哲从此就成为一位畏罪潜逃之人，等着自己将来真的大权在握时，自然会想办法洗清，而范府也终于可以轻身而出，从此一身轻快。至于如今的抱月楼名义上的东家石产吏，由于他是在案发之后接的手，京都府再怎么蛮不讲理，也没可能将他索来问罪。范闲忍不住笑了笑，还和身边一位看热闹的大汉就着案情讨论了几句，眼瞅着那些苦主们正在衙役的带领下去府衙后方的一处地方暂歇，他唇角一翘，与大汉告辞后跟了上去，眼光瞄了一眼街角语言之下一个书生般的人物。那些妓女的家人满脸凄楚地往街角行去，将要消失在那些围观人群的视线中时，打横刺里竟是杀出了4、5个蒙面大汉，手里拿着明晃晃的直刀冲了过来。这些蒙面刺客刀光乱舞，下手极狠，便朝着那些苦主的身上砍了下去。街头一片叫嚷哭嚎之声，那些看热闹的民众也是一声喊，吓得四散逃开。范闲站在一棵大槐树下面，眯眼看着这一幕，心里没有丝毫担心，反而是对二皇子那方的实力有些看清。对方果然施展出了同样的手段，形势实在是拙劣得很。上次栽赃宰相能够成功，是暗合了陛下之意，陛下不愿意戳穿。你今天在大街之上又来这么一手，难道不怕陛下耻笑你手段单一吗？至于这些苦主的性命，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果不其然，在街口处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了一批路人，直接混入了战团之中，极其快速地将那批命案苦主掩在了身后，而迎上了那些杀手。又是路人，是范闲最喜欢的那些路人。路人手上没有拿刀，
只是拿着监察院特备的刺尖，不过3两下功夫便破了那几个刺客的刀锋，七进身去，下手极其干净利落，出手风格简洁有力，近似带着几丝五竹大人的痕迹。范闲眉梢一挑，知道这是因为6处的真正主办那位影子是五竹仰慕者的关系。二皇子那边派来的刺客其实身手也不错，但和6处的这些人比较起来，总是显得下手有些冗余之气，稍一对战便溃败不堪。这些人下意识里便想遁走，但却被那些路人如复古之居一般缠着，毫无办法。当当几声脆响，这场突如其来的狙杀与反狙杀戛然而止。那几个蒙着脸的刺客惨然倒在街面之上，身上带着几个凄惨的创口，鲜血横流。范闲看着那边不易察觉的点了点头，对于小妍的安排十分满意。留不留活口无所谓，但是不能让这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走。想必这些刺客的身上都带着监察院秘密的印记，以便栽赃给自己。而这场狙杀的结果也在他的意料之中，皇子们养的死士只能算是兼职的刺客，遇见6处的专业人士自然会败得很惨。便在此时，奇变陡生，街角那个正在屋檐下躲雨的书生忽然间飘了出来，杀入了战局之中。只见他一拔剑，一洒然，剑芒斜气而至，真气精纯狂戾，竟是带着街上积水都跃了起来，化作一道水箭，直刺场间一位苦主。好强悍的剑气，竟是出自如此文弱的书生之手。场中那几位伪装成路人的6处剑手一时不及反应，也不敢与这羽箭相混的一道白气相抗，侧身避开，尖刺反肘刺出，意图延缓一下这位高手的出剑。嗤嗤数声响，尖刺只是穿过了那位书生的文袍下摆，带下几缕不惊，却是根本阻不住他的一剑之威。只听着噗的一声，那柄无华长剑已经是刺入了一位苦主的身体。谢必安，二皇子8家将中最傲气的谢必安，曾经说过一剑足以击败范闲的谢必安，初见必安的谢必安。范闲第一眼就认出了屋檐下躲雨的书生是他，但根本没有想到，以对方的身份实力，竟然会如此不顾脸面的对一位苦主出手。此时大局已定，就算谢必安杀了那个苦主，又能如何呢？他以为谢必安只是奉命前来监视场中情况，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抛却傲气出手，所以反应略慢了一丝。谢必安在出剑前的那一刹那，其实就已经知道，既然6处的人在这里，那么栽赃的计划定然是失败了。他虽然狂妄，但也没有自信能够在光天化日的京都街头将那些常年与黑暗相伴的6处剑手全部杀死。但他依然要出剑，因为他心里不服，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下被那些路人刺倒，而自己想要杀的苦主们虽然惊恐，却是毫发无伤。这种完全的失败让他愤怒了起来，从而选择了不理智而狂戾的出剑。杀死一个苦主也是好的，至少能为二殿下在与范闲的斗争中挽回些颜面。而且只要这些妓女的亲眷死了一个，范闲总要花很多精力在解释这件事情上。他轻轻握着剑柄的右手感到一丝熟悉的回颤，知道剑尖已经又一次的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又会带走一个无辜者的灵魂，有些满意，甚至是嚣张的笑了笑，回剑看着那位苦主胸前的血花绽开，然后他的笑容马上僵住了。谢必安自信绝不会失手的一剑，也确实实实在在的刺入了那位苦主的身体。但唯一有些怪异的是，剑尖入体的部位略微向中间偏了那么1-2寸，也就是这段距离让他手中的剑没有直接杀死对方，而且他已经失去了第2次出剑的机会，因为他面前的苦主就像是一只风筝一样，惨惨斜斜，却又极为快速的向着右手边飞了出去。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竟然能够凭空将一个人牵引向了完全违反物理法则的方向。谢必安下意识里手腕一拧，长剑护于胸前，豁然转手看去，却只来得及看见刚赶过来的范闲收回踹出去的那只脚。范闲身为极高明的剑客，他第一时间察觉出了对方的气息，在尖叫声中凝聚了他全身力量的一剑，笔直而无法阻止的向着范闲的面门上刺了过去。此时6处的那几位路人知道范提斯到了，很有默契的护着惊魂未定的苦主们退到了安全的地方。范闲一脚救了先前那人一命，此时根本来不及抽出匕首，看着迎面而来的寒光，感受着那股凛冽的剑气，感觉自己的眼睫毛似乎都要被刮落了一般。他一抬手，嗤嗤嗤，3声连环击黄之声连绵而起，3支淬着见血封喉毒液的弩箭逆着剑锋快速射向了谢必安的面门。此时剑尖所指是面门，而暗弩所向亦是面门。2个人很明显都没有比拼脸皮厚度的兴趣。范闲沉默，甚至有些冷漠的一扭身体，凭借自己强悍的控制身体能力，让那把寒剑擦着自己的脸颊刺了过去，狠狠一拳击向了谢必安的胸腹。这一拳上携着的霸道真气十分雄浑，破空如雷，如果击实，谢必安必要落个五脏俱碎的下场。谢必安拼命一般左袖一舞，舞出朵云来，勉强拂去了2柄细小的暗弩，想趁此一剑要了范闲性命，哪里料到范闲竟然敢如此航险，生生递了那个恐怖的拳头出来。他怪叫一声，横腕一割，左手化掌而出，拍在范闲的拳头上。咔啦一声脆响，谢必安的腕骨毫不意外的断了。范闲
谢必安愤怒地狂喝道，不是因为畏惧范闲的真气，而是拳掌相交时，一道淡淡的黄烟从二人拳掌间爆了开来。谢必安没有想到范闲竟然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还会用毒烟这种下作手段。此时毒烟入体，他见势已尽，横戈无力，又急着去迎范闲那一记诡异而又霸道的拳头，空门大开，三支弩箭的最后一支刺入了他的肩头，又中一毒。范闲，谢必安第三次狂乱愤怒而又无可奈何地咒喊着范闲的名字，知道自己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强行运起体内真气，一剑击出，直攻范闲的咽喉，毒辣至极。而他整个身体已经飘了起来，准备掠上民宅岩上，逃离这个身具高强实力却依然阴险无比的另类高手身边。但范闲怎么会让他逃？一道灰影闪过，范闲已经在半空之中缠住了谢必安的身形，右臂极深，直接砍在了对方的脚踝上。这一记掌刀乃是用大劈关做的小手段，虽然攻击的是敌人最不在意的边角处，却给对方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谢必安闷哼一声，只觉脚踝处像是碎了，一股难以忍受的疼痛迅即染遍了他半个身体，让他逃离的速度缓了一缓。也就是这一缓，范闲沉默着出手，在片刻时间之内向谢必安不知道攻了多少次。二人重新站立在微有积雨的街面之上，化作了两道看不清的影子，一道是灰色，一道是黑色，纠缠在了一起。啪啪啪啪一连串闷响，谢必安身上也不知道挨了范闲多少记拳脚。虽然范闲下手太快，所以真气未能尽发，谢必安仗着自己数十年的修为硬抗住了，但是剑尖如风，竟是连范闲的身体边都挨不到一下。这个事实让谢必安开始绝望了起来。对方的身法怎么这么快？谢必安尖叫一声，急抖手腕，剑势俱发，化作一蓬银雨护住自己全身，终于将范闲逼退了数步。叮的一声，他颤抖的右手拄剑于地，剑尖刺在积水之中，微微颤着，带着那层水面也多了几丝诡异的纹路。看着不远处面色平静的范闲，谢必安感觉身体内一阵痛楚，经脉里似乎有无数的小刀子在割着自己。他知道这是范闲先前的攻势已经完全损伤了自己的内腑，而他中的毒也渐渐发了，右腿也快要站立不稳。面对着一脸平静的敌人，谢必安已经丧失了出手的信心。谢必安知道自己就算不轻敌，也根本不是范闲的对手。此时他对于范闲的实力评断已经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微一动念，他的眼中惘然之后多了些畏惧。刚刚说了个9字，体内的伤势复发，可出几道血丝吞了墨一个字。他望着范闲，眼中闪过一丝惘然。他还记得自己在抱月楼外的茶铺里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仅凭自己一人就可以把范闲留下来，这是建立在对自己强大的信心和对范闲的判断之上。虽然面前这位姓范的年轻人曾经在去年的牛栏街上杀死过程巨数，但是谢必安根本不相信一个权贵子弟能够有毅力真的投身于武道之中，能够拥有真正精湛且实用的杀人技。但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富家公子哥居然已经迈入了9品的境界。9品，谢必安咳嗽不止，却依然怔出2个字来，右手的拇指极轻微地动了一下，按在了剑柄之上。范闲脚尖一点，整个人像道剑一般来到谢必安的身前，黑色的寒芒划过，用自己最擅长的匕首割断了谢必安用来自杀的长剑，同时狠辣无情的一拳击打在谢必安的太阳穴上，然后如道烟一般闪回，就像是没有出手一般。谢必安凄凉无比地昏倒在街上的乌鱼水之中，震起几丝不起眼的小水花，身上满是伤痕。范闲不会给失败者任何发表感想、摆临终 pose 的机会。终于京都府的衙役们畏畏缩缩地赶了过来，京都府尹闻讯也冒作惊讶地赶了过来，一看场中局势，他的心头一凉，知道二皇子设计的所有事情全部都泡了汤。此时再看那位微笑着的范提斯大人，田静木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有人想杀人灭口，我凑巧来京都府听弟弟那个案子，凑巧碰上了。范闲满脸平静地说着，右手却还在微微的颤抖，幸好身边带着几个得力的下属，才不至于让这些人阴谋得逞。私自出手的谢必安没有自杀成功，对于范闲来说，能够获得8家将中的一人，实在是意外之喜。二皇子府上的8家将在京都并不是秘密，今日这么多民众眼看着谢必安刺杀命案的苦主，对于8处的造谣工作来说，实在是一次极好的配合。范闲真恨不得对躺在地上的谢必安说声谢谢。京都府衙役们接管了一应看房，接下来就没范闲什么事了。他不需要此时就点名谢必安的身份，自然有下属来做这些事情，这人就交给大人了。范闲似笑非笑地望着京都府尹，贼人阴狠，还请大人小心看管。范闲没有将谢必安押回监察院的想法，就算最后问出此次谋杀苦主是出自二皇子的授意，但如果是监察院问出来的，这味道就会弱了许多。他此时直接将昏迷的谢必安交给京都府，其实何尝不是存着阴晦的念头。交过去的谢必安是活的，如果将来死了，以后的事情就将会变得格外有趣。京都府尹是3品大员，监察院非受旨不得擅查，难得出现这么一个阴死对方的机会，范闲怎能错过，怎舍得错过？若真错过了，
只怕连小颜公子都会骂他妇人之仁。出继后的京都，人们还没有从先前的震惊中摆脱出来。毫无疑问，今天京都府外的事情又会成为京中饭桌旁的谈资。而在知情权贵们的眼中，二皇子与范闲的争斗，胜利的天平已经在向后者严重的倾斜。如果陛下没有什么意见，宫中依然保持沉默的话，伪装成路人的下属们紧紧护卫着范闲往府里走去。其中一人瞧见了范闲微微颤抖的右手，以为提司大人是在先前的打斗中受了伤。范闲笑了笑，说道：“没什么，只是有些兴奋而已。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享受过这种过程了。”这是句实话，先前与谢必安一番厮杀，确实让范闲的心神有些亢奋。他似乎天生喜欢这种狙杀的工作，甚至有时候会想着，或许严冰云更适合做监察院的主人，而自己去为小严打工才比较合适。不过右手的颤抖也不仅仅是因为兴奋，范闲轻轻揉着自己的手腕，本来一片阳光的心情上骤然多出了一丝阴霾。这段日子里，监察院在范提司的英明指导下，在小严公子的具体指挥下，将自己武装到牙齿，毫不客气地撕咬着二皇子一派从官员到经济方面的利益，强悍地占据了极有利的态势，以抱月楼之势为意，以京都府外刺杀之事为根，转战朝廷上下，大锁商行内外，深挖对方灵魂最深处，阴谋诡计一闪念，步步逼近。首先是毫不出人意料的8家将之一的谢必安在京都府大牢中暴毙，这自然给了监察院极好的借口。院里以联席会的形式向宫中递了3封奏章，京都府尹田敬牧终于被停职查看。二皇子为了自保而使出的蠢招，让院里一环扣一环，直接除掉了二皇子在京中最大的倚仗。而另一方面，严冰云开始动用别的手段，成功地控制了信阳往京都支援的几个节点，逼得崔家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损失了多少银钱，只好被迫着调动江南本家的资金，以求强行打通北方因为沈仲之死而断开的路线。二皇子方面的银钱入账开始缩水，舆论方面对于二皇子一派也极为不利。虽然王府之中也有谋略高手，但怎奈何却始终不及监察院的行动力与专业性，和8处的宣传人员比起来，那些王府派去茶楼酒肆的伙计们实在是没有什么蛊惑人心的力量。虽然监察院下手极狠厉，但京都百姓依然隐隐站在范府一边，总觉得那个失踪的范家二少爷是为二皇子当了替罪羊，这才惹得小范大人下狠手反击。至于洪承这个可怜的靖王世子，名声更是臭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谁叫他和圆梦有染。京都人都知道，明年春天的时候，李洪承就要迎娶范家的大小姐，可你却指使着范思哲这个区区14岁的少年去开妓院，还让他背上了妓女命案这盆污水。娘西痞的，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无耻的利用自己小舅子的姐夫吗？一时间，无论是在官场之上，还是在别的方面，二皇子一派都被打得节节败退，气势低迷，全无还手之力。他们唯一曾经尝试进行的反击是长公主控制着的督察院，只是那些御史们白费了力气，监察院所有的行动全部依托于庆律条例而行，竟是没有一丝被人抓着把柄的地方。至于雨夜里暗杀了3位抱月楼命案证人，更是一桩无头命案，就算有人猜到是监察院做的，可是哪里有证据？监察院对于那次暗杀事件的态度也很简单明了，那3个人是被范提司家人亲自送到京都府衙门的，怎么会死在了京都府外？如果要说有问题，与二皇子交好的京都府尹田敬牧才有最大的问题。对于目前的战果，范闲极为满意，反正宫中的底线在那里，自己总不可能直接把二皇子赶出京去，只要能将老二的力量削弱到再难以威胁自己的地步，打得老二痛不堪言，撩出老范家的一口恶气，这就足够了。直至此时，监察院恐怖的力量其实也才仅仅展现了一部分而已。之所以这次行动能如此顺利，一方面是陈萍萍接纳指调令，将所有的权限都下拨给了范闲，而更主要的地是范闲的行动在北齐上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划了。自夏入秋，他和严冰云已经准备了许久，当时呈上预览的奏章里就提到了二皇子与长公主关系的问题，只不过上次陛下收中不发，而今次因为抱月楼的事情，范闲借着这口怒气将此事提前做了出来，以有心算无心，以强风吹薄云，这一仗监察院要是还打不赢，陈萍萍只怕晦气的从轮椅上跳起来，痛骂这帮小兔崽子损了自家的威风。宫里一直保持着诡秘的安静，包括二皇子生母淑贵妃、东宫太子、皇后在内的所有贵人都像是聋了瞎了一般，谨慎的不发表任何意见。大家都清楚，这是在看着陛下的态度。陛下在做什么？宫里传出了消息，陛下请了江南道的科班入宫唱大戏。这时结京都风风雨雨，庆国的皇帝陛下却犹有余暇陪着太后，看了一天的戏，不知道赏了多少匡铜钱出去，说不出的开心轻松。这下子大家伙终于看清楚情况了，感情咱们这位万岁爷根本不觉得这种小事儿值得看，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年轻人在京里的小打小闹，哪里有江南出名戏班演的戏好看？情况看清楚了，一直保持着中立的那些朝官们，用他们敏锐的头脑，赫然发现了一个事实：范闲的胜券竟然大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
范闲的对手是谁？是二皇子，是皇帝陛下的亲生儿子。陛下居然还能如此不偏不倚，这是何等样的恩宠？这些人却也不敢得罪二皇子，所以只好站得更稳，牢牢地站在墙上，将脚丫子插在泥中，顽强地实践着草根精神，左右摇摆，却不肯随意倒向哪方。这个事实却让二皇子本人连连吸了无数口凉气，知道自己这些年不声不响的在朝中发展势力，原来是全数落在了父亲的眼中。他不禁在想，难道范闲回京后针对自己，是暗中得了宫中的授意？不过这位二殿下也是位阴狠之人，知道此时的局势容不得自己再退，就算自己肯放下皇子的面子，希望与范闲第二次握手，对方也不见得有这个心情。而且皇帝那暧昧的态度，让二皇子知道，自己如果不能将范闲打下去，那就只有等着范闲将自己打下尘埃，就如同茶铺里说的那般。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二皇子再次勉强出手，督察院御史再次集体参劾范闲。这次参的罪名极其实在，拿的证据也极为笃实，总之是与范思哲整出的那些事情扯不开关系，而且连带着也参了户部尚书范建那雪花一般的奏章往门下省里递着，完全跳过了刑部、大理寺那些衙门，直接要求范氏父子下台请罪，愣生生摆出了鱼死网破的阵势。这一日，数十位谏官摆出比上次参劾范闲更大的阵仗，直挺挺地跪在了宫门之前。今日无雨，清辉的宫前广场上数十件随秋风而威武的楚色官服显得格外刺眼，让那些来往于宫门处的朝廷大佬们忍不住纷纷摇头，然后躲进了角门，不敢去管这闲事。依庆律，被参官员需上折自辩，而像此次参劾的行送，范氏父子必须亲自入宫向陛下请罪，然后在朝会之上解释清楚。但朝会之上，二皇子一派依然有极强大的实力，殿前辩论这一关对于范氏父子来说实在不好过。督察院的御史们充满了信心，等着范建、范闲这一对庆国最大的贪官老老实实的被自己击倒。因为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次他们在二皇子的帮助下拿实了证据，足以证明范家乃至柳氏忠义国府，与抱月楼那个臭名昭著的青楼根本脱不了干系。他们跪在地上，有些兴奋地等待着范闲的到来。就算范家将范思哲送走了，将抱月楼脱手了，就算陛下法外施恩，但罪证俱在，你范家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他们等着飞扬跋扈的监察院提司出现在自己这等铁监御史的面前认错、请罪、低头。不止督察院的御史，其实很多人都准备看，在范府或者说监察院正处于大胜的时候，会怎样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参劾。官员们都是要颜面的，被督察院这般咬死，实在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而众所周知，范闲是个极崇名声的人，所以官员们更感兴趣了，甚至包括书屋大学士在内，都秉持着一颗恶趣味或是报复或是嘲讽的心，准备看范闲的狼狈样。但谁也没料到，陛下宣诏，范闲竟是没有来。不止他没有来，连范尚书也没有来。这一对父子极有默契，极为无耻的用了同一个招数并盾。听到这个消息，二皇子首先愣住了，没有想到范家不止在荔枝上像头饿狼一般，惹毛了就胡乱咬，居然在脸面这种治节问题上也做得如此绝，竟是连让自己挣回些脸面的机会都不给。绝，这爷俩真绝。年纪大了，一贯躲在角门外那个议事房里喝茶的书屋大学士，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是一口茶喷了出来。他那天去太学与范闲下了几盘棋，那小子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转手就在京都闹出这么大一场风波，还说自己不舍得吃子。舒大学士被表面恭敬，内里一肚子坏水的范闲气得险些吐血，本指望今天朝会之上能看看范闲吃瘪的模样，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称病不来，这让老学士看戏出气的心绪无法一抒胸臆。好生不爽范氏父子告病的消息传到了殿上，正在审看各郡地来奏折的皇帝陛下也愣了愣，然后皱了皱眉头，没有说什么。后宫里的娘娘们也知道了这件事情，笑骂道：这范家的孩子真是个不省心的，也不知道让陛下少心烦一些，也不知道依晨怎么就嫁了这么个相公，当初看着是诗华满腹，如今瞧着竟是个牢骚满身无赖子。最失望的莫过于跪于宫门之外的那些督察院御史了，既然对头称病不来，在杀气腾腾的阵势也没了一个受力点，大力用空，他们心中一片空虚，好不难受，垂头丧气的散了，就连身上楚色的官服都有气无力的垂贴在了身体四周，懒得理会秋风的挑逗。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又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哪里会没个病痛？但像范氏爷俩这般病得如此之巧，病得如此之猛，据说都无法下床的事情，也未免太怪异了些。尤其范闲还是监察院废界的亲传弟子，虽未行医，但连宫中御医都知晓你的手段，怎么可能忽然一下就病倒了呢？不止朝中百官不信，京都百姓不信，其实就连宫里的娘娘们，龙椅上那位皇帝陛下都不信。所以当天朝会散后，便有宫中侍卫领着御医，在一向极少出宫的洪公公带领下，浩浩荡荡地杀到了范府，传旨意慰问，同时看看他们父子二人到底得的什么病。有很多府上的眼线都跟着这列队伍，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范氏父子是在装病，
所以下意识里想着，这爷俩为了不上朝出丑，竟是得罪了皇帝陛下，小小也是个欺君之罪，真是愚蠢至极，狂妄至极。二皇子也闹不明白这件事情，他是皇子，自幼在宫中长大，当然知道洪公公的手段，任何装病的伎俩，在那个病恹恹的老太监面前都瞒不过去。范闲是真的病了，这个消息通过洪公公的证实，皇帝陛下没有后续的惩罚措施证明，传遍了京都每一个角落，没有人再怀疑范闲是在装病。虽然范尚书大人只是偶感风寒，而小范大人却真的是卧床不起，身体虚弱的十分厉害。在监察院与二皇子斗争的节骨眼上，范闲却很不凑巧的病了。这个事实让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很怪异的情绪，会不会京都局势会因此而有些变化？毕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当初北魏皇帝清算战功赫赫的战家之所以能够很惊险的成功，就是因为当时一代名将战清风大帅很不凑巧的拉了3天肚子。历史虽然荒谬，但极为真实。别担心什么。范闲皱了皱眉头，看着床前略有不安之色的木帖，一切听小严公子安排就好。从京都府回来后，他就病倒了，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与谢必安一战之后，就开始有些不受控制的真气在他的体内到处乱窜着，逼着他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冥想静心。苍白的面色和古怪的脉象，成功的瞒过了高深莫测的洪公公。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饭府后，宅里响起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咳声连绵不绝，许久没有停歇，惊得下人们都从睡梦里挣扎着醒来。园中开始响起一阵带着些慌乱味道的动静。许是天时气候的问题，不止范尚书患了风寒，还有些下人也患了伤风。那些流着鼻涕的人已经被送到了京外的田庄里，剩下的人们却不敢大意，天天喝着大少爷写的药方子。这药方子倒极是有用，风寒没有传染开来。之所以这一阵咳嗽让范府众人乱了起来，是因为咳嗽声是从大少爷的屋里传出来的。大少爷这2天患了怪病，咳得很厉害，却又不肯让宫里的御医抓药，偏相信自己的手段。不过弄了几天，咳嗽声音也没有消减下去，范府的下人们不禁有些担心，生怕这位对下人们极好的大少爷有个3长2短。大丫鬟思思额上系着根红缎带，抿住了微乱的头发，有些恼火地站在小厨房里，一边嗅着房内传出的浓浓药味，一边喊着那些粗活丫头让他们手脚快些。他是儋州老祖宗身边打发来京都的人，将来的身份地位是明摆着的事情，所以范府之中他说话很有些分量。那些睡眼惺忪的小丫头们知道大少爷的病有些麻烦，看他发怒，咬着下唇，哪里敢应声。看了少赏，思思终究还是不肯放心，搬了个小凳子，坐在了药炉前，手里拿着文火扇，轻轻摇着扇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药物溅起的炉口，渐渐被熏红了眼，也不敢大意。熬药这种事情极讲究火候，面前熬的这药是大少爷要服的，不是自己看着，他有些不放心。卧房之中，林婉披着一身内棉外绣的居家袍子，心疼地揉着范闲的胸口，小心翼翼地问道：要不真是侍御医开的方子？范闲咳得脸都正红了，摆了摆手，勉强笑着说道：哪里这般金贵，再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死不了的，自己开些药吃就好。林婉儿也知道相公的医术了的，不然也不能将自己缠绵15年的肺疾治好，只是这几天总听着他咳得厉害，心里难免有些担心，咬了咬嘴唇，说道：连洪公公都瞧不出这病的来路，你却说自己清楚。你看他眼珠子一转，说道：我给费先生写封信问问。范闲又咳了2声，知道妻子终究是放心不下，叹了口气说道：我那老师，你又不是不清楚，1年里倒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四野乱逛，就算他想赶回来，那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他接着笑着说道：或许得有3、4个月功夫，那时候只怕我早就成了死人。你呀，他轻轻弹了一下婉儿的翘直鼻尖，玩笑说道：你就成了京都最漂亮的俏寡妇了。林婉儿连着往地上呸了几口，怒道：什么时候了，还净说这些胡话。范闲笑了笑，他不像家中这些人一般紧张，因为他清楚自己的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正在熬的药也只是帮助自己静心清神，疏肺通窍，稍微梳理一下经络，稳定一下病情，至于真正的病根，还是得靠自己来整。说话间安慰了婉儿几句，却小心翼翼地自己的右手放在了被子里。他的右手偶尔会颤抖一阵，从京都府外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什么好转。房外传来叩门声，思思小心端着汤药进了屋，与他一道睡在前厢的大丫鬟四琪早就爬了起来，挑亮了桌上的油灯，搬了个高几，放在了少爷少奶奶的床前，将药碗接了过来，取出调羹在碗里轻轻划着，让汤药降温，等着温度差不多了，才为范闲喝了一小口。范闲喝了下去，感觉有些微苦，下意识里舔了舔舌头，思思却已经极快无比地将一颗糖丸塞进了他的嘴里，顿时冲淡了嘴里的苦意。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一个大老爷们用得着这么服侍吗？思思笑了笑说道：少爷，打小的时候你就最怕吃药了。范闲心想，
这个世界的汤药又不可能裹着糖衣，喝下去当然要皱皱眉头。四奇抽出袖间的丝巾，帮范闲开示了一下唇角，也很严肃地说道：“少爷，您现在可是病人，不能逞强。”见两个大丫鬟如此模样，连婉儿都有些看不下去，笑骂道：“别把她宠得太厉害。”话虽如此说着，小手却在范闲的后背不停往下顺着，让他能舒服些。虽然范闲也极享受这种大少爷的生活，觉得如果生病还能如此舒服，那真是不错的事情，但终于还是忍不住摇了摇头，伸手端过药碗及豪迈的一口喝尽，用袖子擦了擦嘴，笑着说道：“我是个兼职医生，不是个小孩子。”床下两位大丫鬟互视一笑，没有说什么。见天时已经很晚了，范闲知道自己先前那阵咳嗽又让府里的丫鬟们忙碌了一阵，心里不免有些歉疚之意，吩咐道：“喝了药应该就不会咳了，你们自去睡吧，让那几个守夜的丫头也睡了。秋夜里寒着，再冻病了怎么办？马上就天亮了，还睡什么呢？多睡会儿总好些。”范闲正色说道。知道这位大少爷体恤下人，而且温柔外表下是颗向来说一不二的心，思思并四奇不敢再反驳，齐声应下，便出了门安排杂事。范闲走下床，到了杯茶漱了漱口，婉儿见着忍不住说道：“病了还喝冷茶，对身体不好。”范闲笑了笑，坐回床边说道：“都说过，这病与一般的病不一样。”夫妻二人又说了会儿话，婉儿见他不再咳嗽，心中稍安，困意渐起，但因见他不肯睡，也自称着不去睡，终是范闲看不下去，悄悄地伸手帮他揉了揉肩膀，手指头在他头上几个安神的穴位上扶了扶，这才让他沉沉睡去。看着熟睡中的妻子，范闲知道他这几天担心自己，心里有些焦悴，忍不住摇了摇头。自己这病不是照顾得好便能好的，和父亲可不一样。范尚书的风寒在他的妙手之下已经有了好转之象，约莫再过2天便能痊愈，只是父亲年纪大了，身子不比年轻人，恢复起来总是慢一些。他轻轻挥手拂灭了5尺外桌上的油灯，整个卧室陷入了黑暗之中，但他却睁着明亮的双眼，始终无法入睡。因为最近这几天他静坐得太久，极不容易困。舌尖轻轻舔弄着牙齿缝里的药渣，品评着自己亲手选的药材，似乎能够感觉到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此时已经入了肺液，开始帮助自己舒缓起那处的不适。他有些得意，伸手将妻子身上的被子拉好，接着却将手伸到枕下的暗格里，摸出一个小药囊，囊内是几粒浑圆无比，触手处却有些粗糙的大药丸子来。屋内虽是黑的，但范闲却知道这些药丸是红色，因为从小到大，费介先生就命令自己将这药丸随身带着，以防自己修行的无名公爵出问题。一旦那股霸道狂戾的真气真要冲破他的经脉时，这粒药丸就是他救命的最后灵丹。在范闲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生活在儋州，费介就曾经发现过这个很要命的问题。五竹留给范闲，或者说老妈留给范闲的那个无名公爵，如果一路修行的话，确实会修成极其霸道雄浑的真气。问题是这种真气显得过于霸道狂戾了些，一般人如果练起来，只怕还没有练多久，就会被体内的真气挤爆刺穿，经脉一断，这人自然也就成了废人。不过范闲和这个世界上的人相比，有一个奇异之处，就是他的经脉似乎要比其他的世人要粗广许多。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自婴儿时便开始偷练无名霸道公爵，4岁的时候，体内的真气就已经充沛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程度，但是却没有爆体而亡。不过费介曾经说过，随着他体内的真气越积越多了，越来越雄厚，终究有一天，先天已然成型的经络通道终会有容纳不下的那一天，就会让范闲吃上大苦头。只是10几年过去了，范闲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危险，体内的真气虽然霸道，但依然一直处在自己的控制之内。尤其是12岁之后，无名霸道公爵第1卷练完，体内像暴风雨一样运行着的真气骤然间风消雨停，驯服无二，根本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所以他渐渐地放松了警惕，甚至都快忘了这件事情。药丸也不再随时携带，而是搁在了家中。除了上次出使北齐的时候，他担心前路莫测，带了1颗，但也没有用上。麻烦总是在人们最没有防备心的时候到来。经历了北齐看似平安，实则凶险的旅程之后，范闲体内的真气修为与记忆终于融为一体，已经突破了9品的关口，开始迈向人世间武道的顶峰。而他体内霸道的真气也终于大成，甚至可以与苦河的手徒郎桃硬拼一技。不料却在京都府外潇潇洒洒击溃8家，将之一的谢必安后，体内的真气开始不老实起来。由腰后雪山而起，沿经络往上，2道贯通的真气通道就如同2个圆，在他的体内一上一下交流着。如今这股真气却似乎嗅到了身体主人的某些迹象，开始狂躁起来，不再肯安分地停留在经脉之中，而往着4面8方不停地伸展、试探、突刺着。范闲的双手是他对于真气控制最完美的所在，如今却成了体内真气强行溢出的关口所在。如今他的右手会时不时地颤抖一阵，那正是他的身体机能与经络中不听话的真气两相控制的结果。情况并不是很严重，至少现在还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经过这些天的冥想静坐，
他强行用自己的心神压制住了体内跃跃欲试的霸道真气，只是两相逆冲，却伤了肺叶，这才导致了不停的咳嗽。但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他将无法控制体内这股霸道而狂戾的真气。范闲也曾经尝试过修行那个无名公爵的下半卷，但是目前却没有任何的进展。有时候咳得厉害时，他甚至有些痛恨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五竹叔，您把个吸星大法给我，总要给个解决的办法吧。他轻轻捏着手中的药囊，皱起了眉头。他前些日子分析过老师留的药丸，就像老虎对狮子一样，老师为了帮他应付体内霸道的真气，下的药也是极其霸道。他真没有信心这药吃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里面掺着大量的五月花，那可是地地道道的散功药啊。难道自己甘心将辛苦练了10几年的真气一朝散去？就算不会散功，只怕体内的真气也会被消耗大半。可是不吃，难道看着那股真气在几个月后或者是几年之后把自己爆成充气大血球？就算没有这般可怕的效果，但右手老抖着也不怎么好看，自己年纪轻轻的就要摆出一个帕金森患病的范儿，吃还是不吃，这真是一个大问题。远处传来几声鸡叫，叫醒了太阳，斥退了黑夜，但人们还在沉沉睡着。范闲抬起头来，才知道自己在床边坐了半个时辰，不由自嘲的一笑。最怕死的自己，在面临着这种两难境地时，原来也会表现得如此懦弱与迟疑。或许这也是个契机吧，他安慰着自己。不赖华持行还灭坏，当尹天拳灌几身，他缓缓默诵着口诀，就这样在床边坐着，进入了冥想的状态，小心翼翼地将体内乱窜的真气收服到经络之中，再缓缓收回腰后的雪山之处，由他们在那处大放光明，照容雪山。忽然间心头一动，范闲睁开了双眼，随意披了件衣服，推门而出，走到园子里最僻静的角落。自己当初是独真的小言无场，不需要寻觅，便瞧见了假山旁边那位脸上蒙着块黑布的怪叔叔。他忍不住摇头叹气，开口埋怨道：原来你还知道回来。天边已有鱼肚白，庭院里晨风微拂，光线却依然极暗。假山旁边的那人一身粗布衣衫，腰间随随便便插着一把铁签子，脸上蒙着一块黑布，却像是和四周的景致建筑融为了一体，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甚至连存在感都显得极为缥缈，只怕就算有下人从他的身边走过去，都不会发现他。范闲看着面前这位与自己朝夕相处了16年的亲人，一想到这么久没见了，心里竟是说不出什么感觉，恨不得把他揍一顿，却肯定打不过对方，要扑上去哭一场。五竹叔可不是个爱煽情的人，于是乎他只好摇摇头，强行抑下心中的喜悦，走了过去，然后发现五竹叔的手里正拿着一把小刀，不停地雕着什么东西，走得近了些，才发现是在削木片。幸亏不是雕女人像，不然我会以为你变成了盲探花，那个万恶的李寻欢。庭院里一片安静，范闲忍着笑说道：那我会吐出来的。五竹很令人意外的点了点头，说道：李寻欢这个人确实很无耻。这下轮到范闲愣了，半晌后才说道：你知道李寻欢？五竹将木片和小刀放回袖中，冷漠说道：小姐讲过这个故事，而且她最讨厌这个男主角。范闲笑了起来，说道：看来我和我老妈还真像。片刻之后，二人已经出现在了范府3间书房里最隐秘的那间。四周虽然没有什么机关，但没有范闲的允许，根本没有人能靠近这间书房，连范尚书都默认了这个规矩。说说吧，这半年都干什么去了？毫无疑问，范闲对于五竹这些日子的失踪非常感兴趣。虽然从那块小木片上已经证实了自己的猜想，但像这么惊天的八卦消息，总要从当事人的嘴里听到，才会显得格外刺激。此时他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体内像小老鼠一样瞎窜的真气，也忘了自己似乎应该首先问夏书自己该怎么保命，而是直直盯着五竹的双眼。他还给自己倒了一杯昨夜的残茶，自然没有五竹的份，因为五竹不喝茶。我去了一趟北边。五竹想了想，似乎是在确认自己的行程，然后我去了一趟南边。范闲很习惯自己叔叔这种很异于常人的思维，并不怎么恼火于这个回答的无聊，而是耐心问道：去北边做什么？去南边又做什么？我去北边找苦荷。五竹说得很平静，并不以为这件事情如果传开来会吓死多少人，打了一架，然后去南边去找一个人。范闲呵呵笑了起来，一代宗师苦荷受了伤，自然是面前的瞎子书使的好手段。旋即想到一个问题，皱眉关心问道：你没事吧？五竹微微侧头看着自己的左肩，这里伤了，已经好了。依旧言简意赅，范闲却能体会到其中的凶险。他与海棠交过手，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海棠的光头师傅，那位天底下最顶尖的4大宗师之一的实力，应该是何等样的恐怖。五竹叔虽然牛气哄哄，但让对方受了伤，自己难免也要付出些代价，只要现在好了就行。为什么要去动手呢？范闲皱起了眉头。五竹说道：一来，如果他在北齐，我想你会有些不方便。范闲点了点头，如果当时出使之时，
苦荷一直坐镇上京城，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断然没有可能玩弄了北齐一招的武装力量，抢在萧恩死之前获得了那么多有用的信息。五竹继续说道：二来，我觉得自己以前认识苦荷，所以找他问一下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范闲豁然抬起头来，吃惊地看着他，忽然间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萧恩临终前关于那座永夜之庙的回忆，皱着眉头轻声说道：也许叔还真认识苦荷，至少当年的时候。接下来他将山洞里听到的故事全部讲给五竹听了，希望他能回忆起来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比如五竹叔与神庙的关系。小时候听五竹叔说他和母亲是一道从家里逃出来的，那这家难道就是神庙？五竹沉默了许久，没有出现小说里常见的抱头冥想，痛苦无比抓头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的情形，他只是很简单的说了一句：我想不起来。于是轮到范闲开始抓头发了，他低声咕哝道：这叫什么事儿呢？他摇摇头，驱除掉心中的失望，问道：受伤之后为什么不回京？都已经伤了，还到南边去找人做什么？是不是叶流云在南边？五竹冷漠地摇摇头：南边有些问题，在确认苦荷认识我之后，我去了趟南边，想找到那个有问题的人，可惜没有找到。范闲更觉头痛，这半年自己在北边南边闹腾着，感情自己这位叔叔也没怎么休息，和北齐国师玩了出打架认亲的哑剧，又去南边寻亲。不过苦荷既然认识五竹，对萧恩说过苦荷能有今天这造化，和当年的神庙之行脱不开关系。当时他就认识母亲，不过那时候母亲和五竹并不在一块儿，南边有问题的人那又是谁呢？范闲脑子转得极快，马上想到了在上京时曾经接到的暗宗，庆国南方出现了一个冷血的连环杀人犯，而严冰云更是极为看重此事，准备日后要调动陛下的亲随虎卫前去找人。不过既然连五竹叔都没有找到那人，只怕小严同学将来也只有失望的份儿。他深吸一口气，将这些暂时影响不到自己的事情抛开，向叔叔汇报了一下自己这半年来的动作，便连自己与海棠那个没有第三人知道的秘密协议都说了出来。没料到五竹却是没什么反应。范闲自幼就清楚五竹叔不会表扬自己，但自己整出这么多事，连萧恩都灭了，又将二皇子打得如此凄惨，您总得给点听故事的反应吧。似乎察觉到范闲有些郁郁不乐，五竹想了想后开口说了句话，聊作解释：都是些小事情。也对，自己与二皇子之间的斗争，在五竹及陛下这种层级的人物看来，和小孩子争吵没多大区别。至于那个秘密的协议，或许陛下会感一丝兴趣，但五竹叔肯定漠不关心。范闲想明白了这点，不由自嘲地笑了笑，很自然地伸出自己的右手，说道：最近手老抖，你得帮我看看。得知了范闲体内真气有暴走迹象的五竹依然冷静得不像个人，说道：我没练过，不知道怎么办。生死之事，范闲终于抓狂了，压低声音吼道：连点安全系数都没有的东西，我那时候才刚生下来，你就让我练，万一把我练死了怎么办？小姐说过这东西最好。五竹很冷漠地回答道：而且以前有人练成过，那自然有人练废过。范闲毫不客气地戳中叔叔话语中的漏洞。五竹毫不隐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顶多就是真气全散，变成普通人，除非你愚蠢的在最后关头还不舍得这些所谓真气。范闲气结：您是个怪物，当然不知道真气对于一般的武者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自己失去了体内的霸道真气，不说压倒海棠朵朵，这天下那么多的仇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把自己给灭了。那现在怎么办？他像示威一样举着自己正在微微颤抖的右手，恼火说道：难道就让他不停抖着学无孟达？现在只是手抖，等我体内真气再厚实些，只怕连屁股都要摇起来了。五竹抬起头来，眼上的那块黑布像是在冷酷的嘲笑面前的范闲。你不练了，真气自然就不会再更多了。一语惊醒梦中人。范闲早已经习惯了每日2次的冥想及武道修行，根本没有想过停止不练，此时才醒悟过来，在找到解决方法之前，自己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停止修炼无名公诀上的霸道真气。虽然在对战之中，想必体内的真气还是会很自然的发展壮大，但总比自己天天喂养着要来得慢一些。他点点头，叹息道：只好如此，让大爆炸来得更晚些吧。五竹忽然开口说道：费介给你留过药的。范闲愣了愣，没想到他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点了点头，解释道：那有些霸道，我担心吃了之后会散功。五竹低着头，似乎在回忆什么事情，忽然开口说道：应该有用，虽然只能治标。这时候范闲可不敢再全部信这位叔叔的话，毕竟这个害死人的无名公诀也是对方大辣辣的扔到自己枕头边上的，苦笑着说道：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先说说你的事情。我说叔啊，以后你玩失踪之前，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有这个必要？五竹很认真地问道。有。范闲连连点头。出使北齐的路上，我一直以为你在身边，那箱子也在身边，所以我胆子大到敢去欺负海棠朵朵，
哪里想到你不在，这样搞出事来会死人的。五竹迟疑了片刻后说道：哦，知道了。范闲心里松了一大口气，他自幼习惯了五竹待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比如马车中，比如杂货铺里，比如海边的悬崖上。进京之后，五竹叔在身边的时间就少了许多。虽说他如今的实力已经足以自保，但他明白，随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发展，自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有这样一位叔叔守在身边，会让他觉得世界全是一片坦然大地，整个人会有安全感许多。我打算搬出去。范闲轻轻咳了一声，住在后宅里还是有些不方便，人太多了，你不可能和我们一起住。五竹偏了偏头，很疑惑，为什么要为了自己住进来就要搬个家？婉儿还没有拜见过叔叔你。范闲很认真地说道：你是我最亲的人，总要见见我的妻子。五竹缓缓说道：我见过，他没有见过你。范闲苦笑了起来，而且你总一个人在府外飘着，我都不知道你会住在哪里，你平时做些什么，这种感觉让我有些不舒服。五竹再次偏了偏头，似乎明白了范闲想要表达什么，牵动了一下唇角，却依然没有笑，缓缓说道：你处理，不过我不希望除了你妻子之外，有任何人知道我在你的身边。范闲喜悦地点了点头，接着却想到一件事儿，为难说道：若若也不行，我还一直想着也要让她见见你。不行。五竹冷漠说道：就这样吧，你办你的事情去，就当我没有回来一样。范闲叹了几口气，听着书房外面已经隐隐传来人们起床的声音，只好揉着手腕走出了书房。书房之中，五竹那张似乎永远没有表情的脸，终于露出了他500年才展露一次的笑容，而且这次笑容显得多了一丝玩笑的意味，似乎是在取笑范闲不知道某件事情。秋园之中，草染白霜，天上日头温温柔柔。范闲裹着一床薄薄的棉被，半躺在园中的一方软榻之上，聊作休息，偶尔咳嗽几声，但比昨天夜里已经是好了许多。园内一角处竖着个秋千，几个胆大的丫鬟正在那荡着，淡色的裙儿像花朵一样绽放在长绳系着的小板上。秋千旁，思思和四琪这2个大丫头正满怀兴致地看着，脸上偶尔流露出艳羡之意，但自矜身份却是不愿意踏上去一展身手。范闲眯着眼睛看着那处，看着秋千上那丫头的裙子散开，像花又像前世的降落伞，裙下的糯色裤时隐时现，让他不禁想起了那部叫做《孔雀》的电影。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为他吃了片薄薄的黑枣，这枣片极清淡，切得又仔细，很符合他的胃口。他3两下嚼了，有些含糊不清说道：不在父亲那孝顺着，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婉儿和若若分别坐在他的身旁，服侍着这个毫不自觉的病人。若若微微一笑，说道：老待在房里，我也嫌闷啊。哥哥病了，还有兴致来园子里看丫头们荡秋千？婉儿耻笑道：他哪是来看秋千，是看秋千上的人还差不多。范闲也不辩解，笑着说道：看景嘛，总是连景带人一起看的。接着高声喊道：思思，别做小媳妇儿模样，想荡就上去荡去。这话容易产生歧义，他出口之后就抢先自己愣着了。好在旁边的姑娘们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只有他自己在那里尴尬地笑着。他略作掩饰地咳了咳，忽然想到件事情，问着身边的婉儿：这秋欲发寒了，你看家里园子里那些菊花都有些蔫动，上次说过宫里要在京郊办赏菊会，怎么还没个消息？等初雪一落，想看也没处看去，难道宫里那几位不怕扫了心？婉儿白了他一眼，笑着说道：是比往年要晚了些，不过传来的消息大概是要去悬空庙看金线菊吧，那些小菊花耐寒得很，应该不怕的。范闲忍不住摇头，知道赏菊推迟和京里最近的热闹总是分不开关系。最近这2天京都里的大势已定，虽然很多人都以为在这个时候自己应该强撑病体才能镇着二皇子那方，但他自己心里明白，监察院做事并不需要自己太操心，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定了，又有小言看着，分寸掌握得极好，应该无碍。他的身体稍已经微好了些，不过依然装病不去上朝听参，也不肯去一处或是院里待着，只是躲在家中的园子里当京都病人，像看戏一般看着老二在那边着急高些。再高些。范闲躺在软榻之上，在妻子与妹妹的服侍下，看着那边胆气十足的思思踩着秋千越荡越高，直似要荡出园子，飞过高墙，居高临下地去看京都的风景，忍不住笑着喊了起来。秋千越荡越高，忽然思思似乎在高空中看见了什么，赶紧着不再蹬板，任由秋千慢了下来，还不等秋千完全停好，就急急忙忙地跳了下来，连落在草地上的鞋也没穿，就往范闲身边跑。旁边扶着的几个小丫鬟吓了一跳，四琪正准备打趣他几句，但看着他神情很识趣地住了嘴。就连这边的3位主子也觉得纳闷，心想这姑娘发什么疯了，怎么如此惊慌？以范府的权势，在京都里还会怕什么来客？除非是太监领着禁军来抄家。府门口是晋王爷的马车，
思思气喘吁吁地跑到范闲软榻之前，抚着起伏不停的胸口说道。范闲一怔，马上醒过神来，从软榻上一跃而起，喊道：快撤！一边往园后跑，一边还不忘回头赞扬了思思一句：丫头机灵。看着利落无比的身手，哪里像是个不能上朝的病人。软榻旁的婉儿与若若疑惑着护士一眼，也马上醒悟了过来，面色微变，赶紧站起身来，吩咐下人们安排出府的事宜，又喊疼大家的赶紧去套车。一时间，先前还是一片欢声笑语的范宅后园，马上变成了大战之前的两马场。众人忙成了一团，收拾软榻的收拾软榻，回避的回避，给主子们找衣裳的最急。忙了一阵，终于用最短的时间收拾好了一切，将范闲拥到了后宅的后门外。此时，滕子京也亲自拉着马车行到了门口。这还并着就得到处躲。婉儿将一件有些厚的风履披在了范闲的身上，埋怨道：小舅舅也真是的，都说了不用来看的。范闲哪有时间回答他，像游击队员一样奋勇往马车里钻进去。林婉嘲讽一笑，转脸见小姑子也是满脸紧张，抱着一个小香炉跟着范闲往马车里钻，不由大感意外，说道：若若，你又是躲什么？之所以思思瞅见了晋王家的马车，范闲便要落荒而逃，婉儿身为妻子自然明白其中道理。最近范家和二皇子一派正在打架，李洪成被范闲不知道泼了多少脏水，最近这些天一直被晋王爷禁在王府之中。晋王此时来，不用说，一是来找范尚书问问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二是来和范闲说道。至于三嘛，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替世子说几句好话，顺路帮着两边说和。皇帝的亲弟弟来了，而且这么多年范家子女都是把晋王当长辈一样敬着，相处极好。如果对方来说和，范闲能有什么办法？而范闲偏生又不可能此时与二皇子一派停战，何况多说几句，以那个老花农骨子里的狡慧，哪有会猜不到是范闲在栽赃李洪成？范闲可是怕极了这个老辈儿的满口脏话，对方身份辈分又能压死自己，自己能有什么辙？于是乎，当然只好拍拍屁股，赶紧走人。36计，逃为上计。听着嫂子问话，一向表情宁静的范若若极不好意思的回了个苦笑，窘迫说道：嫂子，这时候见面多尴尬。婉儿一听之后愣了愣，马上想到自家欺负了李洪成好几天，晋王府名声被相公臭的没办法，这时候若若去见未来公公确实不大合适。她忽然间想到相公和小姑子都躲了，自己留在府里那可怎么办？怎么说来的人也是自己的小舅舅，而且小舅舅那张嘴，婉儿打了个冷静，转手从四奇的手上取下自己的暖袍，一低头也往马车里钻了进去。马车里的兄妹二人愣了，问道：你怎么也进来了？婉儿白了他二人一眼。小舅舅上门问罪，难道你们想我一人顶着？我可没那么蠢。马车上下的范府下人们对那位老王爷的脾气清楚得很，见自家这三位小主子都吓成这样，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在低低的哄笑声中，滕子京一挥马鞭，范府那辆印着方圆标识的马车便悄无声息地驶了出去。马车里隐隐传来几个年轻人互相埋怨的声音。马车极小心的没有走正街，而是绕了一道，脱了南城的范围，而没有被晋王家的下人们瞧见。看着马车消失在了街的尽头，门口的范府下人们马上散了。不一会儿功夫，便果然听着一道声若洪钟的声音响彻了范府的后园。我干他娘的！晋王爷站在一大堆面色不安的下人身前，叉着老腰，看着空旷寂寥，连老鼠都没剩一只的后园，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小混蛋知道老子来了，就像盗屁一样的躲了，我有这么可怕吗？人群最前头，如今范闲三人名义上的娘柳氏听到王爷那句干他娘的，不由脸上有些愁苦，压低了声音回道：王爷，我先就说过，那几个孩子今天去西城看大夫去了。晋王爷看着那个还在微微荡着的秋千，呸了一口，骂道：范建的病都是范闲治好的，他还用得着看个屁的大夫？花开两朵，先表一枝。不说这边晋王爷还在对着后园中空气发飙，单提那厢马车里的三位年轻人此时逃离范府，正是一身轻松，浑觉着这京都秋天的空气都要清爽许多，心情极佳。自范闲打北齐回国之后，便连着出了一串子的事情，莫说携家带口去苍山度假，去京郊的田庄小憩，竟是连京都都没有怎么好好逛过，整日里不是玩着阴谋，就是耍着诡计。在府上自己与自己生闷气，这几天大局已定，稍轻闲了些，却又因为自己装病不上朝，总要给族陛下面子，不好意思光明正大的在街上乱逛，所以只好与妻子妹妹在家唠嗑唠到口干。幸亏晋王爷今天来了，想来范尚书也不会因为范闲的出逃而生气，这才给了三人一个偷偷摸摸游京都的机会。坐在马车上，范闲将窗帘掀开了一道小缝，与两个姑娘家贪婪地看着街上的风景与人物。那些卖着小食的摊子不停吆喝着，靠街角上还有些卖稀奇玩意儿的，一片太平。婉儿嘟着嘴说道：这出事出来了，可是又不方便下车，难不成就闷在车子里？
若若也皱了皱眉头说道：“哥哥这时候又不方便抛头露面。”他忽然说道：“不过哥哥，你可以乔装打扮吧。”范闲笑了一声说道：“就算这京里的百姓认不出我来，难道还认不出你们这京里的两朵花？”明知道他是在说假话，但婉儿和若若都还是有些隐隐的高兴。女孩子还真是好哄。去一旦居吃饭吧。婉儿坐得有些闷了，出主意道：“在3楼清个安静的包厢出来，没有人会看到咱们的，还可以看看风景。”说来也巧，这时候马车刚刚经过一旦居的楼下。范闲从车窗里望出去，忽然想到自己从儋州来到京都后，第一次逛街就是和妹妹弟弟在一旦居吃的饭。当时说了些什么已经忘了，好像是和风骨有关，不过倒还记得打了郭宝坤一黑拳，还在楼底下那位亲切的中年妇人手中买了一本盗版的石头记。郭家已经被自己整倒了，那位礼部尚书郭攸之因为春闱的案子被绞死在天牢之中，只是此案并未株连，所以不知道那位郭宝坤公子流入到了何处。他没有回答婉儿的话，反略有些遗憾说道：“一时居楼下怎么没了卖书的小贩？”范若若看了他一眼，轻声说道：“哥哥开谭伯书局后，司哲去找了些人，所以官府就查得严了些，京都里卖书的贩子少了许多。”范闲微微一怔，这才想起来当初弟弟曾经说过要黑白齐出，断了那些卖盗版人的生意。想到此节，他很自然地想起了如今正在北上的范思哲，下意识开口说道：“思哲下月初应该能到上京。”马车里一下子安静了起来，婉儿和若若互视一眼，半晌后才轻声说道：“北边挺冷的，也不知道衣服带够了没有。”范闲低下头微微一笑说道：“别操心这件事情，他都14了，会照顾自己的。”话虽如此说着，心里怎么想的又是另外一回事。至少范闲对二皇子那边是恶感更增，在瞧着那家一旦居也是格外不顺眼，冷冷说到：“崔家的产业是给老二送银子的，我不去照顾他家生意。”婉儿此时不好说什么，毕竟二皇子与他也一起在宫中待了近10年的时间，总是有些感情。虽然相公与表哥之间的争斗，他很理智地选择了沉默和对范闲暗中的支持，但总不好口出恶语。此时看着气氛有些压抑，他嘿嘿一笑说道：“既然不支持他的产业，那得支持咱自家的产业，要不然……”他眼珠子一转，调笑说道：“咱们去抱月楼吧，带着老婆妹妹去逛青楼。”范闲险些没被这个提议吓死，咳了2声，正色说道：“抱月楼可不是我的产业，那是石产力的。”婉儿白了他一眼，说道：“谁不知道那是个障眼法？你开青楼就开去，我又没有说什么。”若若在一旁偏着头忍着笑。范闲眉头一挑，笑着说道：“怎么是我开青楼？你明知道我是为弟弟擦屁股。”婉儿不依道：“总之是自家的生意，你不是说那里的菜做的是精忠一绝吗？我们又不去找姑娘，只是吃吃菜怕什么？而且自家生意又不用担心你装病出来瞎逛的消息被别人知道。”范闲断然拒绝：“你要吃，我让楼里的大厨做了送到府里来，一个姑娘家家的在青楼坐着，那像什么话？”婉儿调皮的吐了吐舌头，说道：“菜做好了再送来，都要冷了。”范闲没好气道：“那把厨子喊家来总成了吧？”婉儿见他坚持，不由叹口气，万分可惜道：“倒是真的想去抱月楼坐坐，看看小叔子整的青楼是什么模样。”他眨着大眼睛说道：“说真的，我对于这种地方还真是挺好奇。”一直沉默着的若若忽然开口说道：“逛逛就逛逛去。”他看着范闲准备说话，抢先堵道：“姑娘家在青楼坐着不像话，难道你们大老爷们坐着就像话了？”他微笑着撑河于窗楼之上。再者听哥哥说，你让那位桑姑娘主持抱月楼的生意，我已经大半年没有听桑姑娘唱过曲子了，不去抱月楼，能去哪里听？婉儿见小姑子赞同自己的意见，胆气大增，舔着脸求范闲道：“你知道我喜欢听桑文唱曲的，这大半年不见人，如今才知道是被可恶的小叔子抢到了抱月楼去，你就带我们去吧。”若若接着说道：“男人逛的，凭甚我们就逛不得？”范闲一时语塞，留意打量了妹妹几眼，发现这丫头现在似乎是越来越犀利大胆了，而且思维想法和这世上的其他女子果然不同，就看先前的对话，她就明显比婉儿要显得正大光明，有理有力女权的多。当然，这首先怪自己对她从小的教育，不过总觉得丫头所表露出来的非凡气质还来自于别的地方。她苦笑一声说道：“其实看看倒真无妨，你们知道我也是个最爱惊世骇俗的家伙，不过最近经理不安分，我不想让那些言官有太多可以说的。”一听他摆出正事儿来，婉儿和若若都很懂事的住了嘴。范闲扭头往车外望去，却是一怔，发现前方不远处就是那座贵气十足中夹着清媚气的抱月楼前楼，不由笑骂着赶车的滕子京：“你还真拉到这儿来了，只知道哄自己的女主子，就不知道顺我的意思。你还想不想去东海郡做官去？要知道你家的已经跟我说了好几次，
滕子京呵呵的憨厚一笑，没有说什么，反是婉儿和若若捂着嘴巴笑了起来。范府马车到了抱月楼，虽然不知道车里坐的是范闲，但抱月楼那些精明的知客敢不恭敬，就连在3楼房间里将养自己在京都府棍伤的石青儿都一瘸一拐的下来侍候着。待瞧见车里竟然是传说中重病在身的范提斯，石青儿不由唬了一跳。能看见传说中的年轻老鸨，车中2位身份尊贵的小姐有些满意，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桑文竟然不在楼中，说是被哪家府上请去唱曲了。少了这个借口，范闲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去抱月楼疯闹，但心里也有些纳闷，如今的桑文已是自由身，更是暗中入了监察院，根本不需要看京都别的王公贵族脸色，怎么还会去别人府上唱曲呢？谁家府邸能有这么大面子？马车驶离抱月楼，看着有些郁郁失望的2位姑娘家，范闲笑着安慰道：既是出来玩的，得开心些。抱月楼也不是京都最奢华的地方，这里的厨子做的菜也不是最好吃的。话还没有说完，婉儿抢先说道：休想骗我们，这抱月楼的名声如今可是真响，要说这家还不成，除非你说是宫里。他嘻嘻笑着说道：我倒不介意进宫去瞧瞧那几位娘娘，反正也有些天不见了。不过相公你，难道不怕陛下在宫里看见装病的你后龙颜大怒？范闲笑着拧了拧他的鼻尖，别咒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绝对比宫里还要舒服，做出来的菜连御厨都比不上。2位姑娘好生惊异，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怎么可能还有地方比皇宫更奢华？就算那些盐商皇商们有这种实力，可是也没有这种为之的胆子啊。马车驶出了京都南门，到了郊外，后行人变得稀少了起来。那些在暗中保护范闲的启年小组、密探与范府的侍卫，不得不尴尬地现出了身形，有些莫名其妙地互望一眼，然后老大不自在地跟在了那辆马车的后方不远处，随着马车向着京郊一处清静的小山处行去。离山愈近，山路却不见狭窄，依然保持着庆国一级官道的制式，只是道旁山林更幽，美景扑面而来，黄色秋草之中夹杂着未凋的野花，白皮青枝淡树叶的树林分布在草地之后，无数片层次感极丰富的色彩像被画匠涂抹一般，很自然地在四周山林间散开，美丽至极。林婉儿与范若若不由叹息着，这里的风景果然极佳，只是怎么平常却没有听人提起，就连往年的郊游踏青似乎也没有来过这里。按理讲，这种好地方早就应该被宫里或者是哪位权高位重的大臣夺了来修别宅了，为什么自己却不知道是谁家的？不过看那山道的宽窄，就能猜到待会儿要去的府邸一定是位很了不得的人物所住。只是见范闲依然故弄玄虚，2女都有些不愉快，所以闭嘴不与他说话，只是欣赏着四周景致。山道渐近，马车转过一片林子，一座占地极广的庄园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就像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骤然间拨具法术的云雾出现在凡人的眼前。庄园的建筑都不高大，但分布的极为合适，与园中的矮木青石相杂，暗合自然之理，虽不浮华，但那些檐角门扣的细节却明显地透露着清贵之气。比皇宫怎么样？范闲笑着问道。林婉儿闭上了吃惊的嘴，耻笑道：各有千秋，不过又不是咱家的庄子，你得意什么？范闲挥挥手说道：此间主人倒是说过将来要给我，只不过我却嫌这里有一般不好，不想搬过来。此时连若若都吃了惊，讶异说道：这还有什么不好的？女人太多。范闲正色说道：这庄子里不知道藏着多少绝色美人。不理会身边2位姑娘的惊愕，马车在范闲的指挥下停了下来，他在2女的注视下了车，取出腰间那块题丝的牌子，很突兀地伸到旁边的草丛之中。草丛里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个人来，那人穿着很寻常的衣服，就像是山中常见的樵夫。这樵夫仔细验过腰牌，又盯着范闲看了半天，才万分不好意思说道：大人，这是死规矩，请您见谅，我又没怪你。范闲笑着说道：车里是我媳妇儿和妹妹。那樵夫不敢应什么，恭恭敬敬地退了回去，另觅了一个不起眼的潜伏地点。马车重新开动，沿着山道往庄园去，一路上无比安静。但此时马车里的2位姑娘猜也能猜到，这条路一定不比皇宫的戒备差，甚至可以说是步步杀机，就算是一支小型军队想攻进来，只怕都会惨败而归。当然，这2位姑娘冰雪聪明，此时也终于猜到了这座山庄的主人是谁了。能够拥有比皇宫更高级的享受，能够住着这样一座园子，能够拥有这般森严的防备，除了那位监察院的主人，还能有谁呢？在马车的后方，一直负责保护马车的那2队人也极聪明的远远停住了前进的步伐，很无奈的蹲了下来，开始放羊。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哪里还用得着自己这些人当保镖？启年小组今日的头领苏文茂对那边范府的侍卫头头点了点头，那侍卫头头也有些尴尬的回了回礼。知足吧。苏文茂笑着对道路那方的同行说道：像咱们这种人，能离院长大人的院子这么近，也算是托提斯大人的福了。那是。侍卫头头有些艳羡的望了远处美丽的庄园一眼，然后2边坐在草地里开始嚼草根放空，
无聊，望天，打呵欠。美丽的庄园里住着陈萍萍，整个庆国除了皇帝陛下之外，权力最大的那个老脖子。和一般的文武百官不一样，陈萍萍在庆国朝廷里的地位太过特殊，而且一向称病不肯上朝，所以才有时间常年住在城外的园子里。而京中那个家基本上是没怎么住过。今天范闲这个小装病的来看陈萍萍这个老装病的，毕竟是来过几次的人，所以也是熟门熟路，直接到了园子的门口。园子的匾额上写着2个泼墨大字陈园，乃是先皇亲题，贵重无比。他看着门外停着的那2辆马车，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园子居然有客人。以陈萍萍那种孤寒的性情，监察院万恶的名声，一般的朝臣是断然不会跑来喝茶的。今天来的客人是谁呢？婉儿在他的身后下了车，只看了一眼就看出了头一辆马车的标记，微笑说道：皇家的人。范闲微微一怔，陈园门口那位老家人早就飞下台阶来迎着了。他知道面前这位年轻的范大人与天底下所有的官员都不一样，是自家院长大人最为看重的后辈，更是院长大人钦定的接班人，自然不敢拿派，极有礼数，同时又极为小声地说道：是和亲王与枢密院的小秦大人。范闲偏了偏头，挠了挠有些发痒的后颈，大皇子与小秦。他知道那位小秦大人如今也在门下议事，已经是进入了朝廷中枢的重要大臣。而最关键的是，小秦的上面还有老秦，那位前军事院院长，如今的枢密院正使老秦将军。这一家子牛人在庆国的军方有极深的势力。大皇子在西边打了好几年仗，与秦家关系匪浅，这样的2个人跑到陈萍萍府上来是做什么呢？范闲站在石阶之下，没有急着进去，而在想对方这次拜访会不会与自己有关系。虽说军方与监察院的关系一直非常和睦，但这事儿还是有些怪异。他笑了笑，也不在乎自己郊游的事情被朝廷知道，便带着七妹往园子里走。他倒要瞧瞧这个大皇子又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思。穿过美丽至极、装饰也极为华贵的园庭流水，终于来到了陈萍萍待客的正厅。也不等人通报，范闲大踏步地闯了进去，本没有想好说些什么，但一看着厅里一角那位正满脸不安唱着曲的桑文姑娘，不由哈哈大笑道：我就猜到了，整个京都敢强拉桑姑娘来唱曲的，也只有你这一家。原来不在抱月楼的桑文，竟是在陈园之中。桑文是抱月楼掌柜，又是监察院新进人员，陈萍萍把他拉来唱个曲，当然只是说句话的问题。笑声回荡在厅中，坐在主位上的陈萍萍似笑非笑地抬起眼来，看着不期而至的3位年轻男女，一贯阴寒的眸子里多了一丝暖意。枯瘦的双手轻轻抚摸着自己腿上多年不变的灰色羊毛毯子，笑骂道：你不是嫌我这里女人多吗？怎么今天却来了？来便来吧，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妹妹，难道不怕我喊些女人来生吃了你？坐在客位上的2位年轻人微微一惊，扭头往厅口的方向望去，一时间不由愣住了。倒是桑文停了曲子，满脸微笑地站起身来，向范闲及2位姑娘行了一礼。片刻之后，其中那位身着便服但依然止不住身上透着古军人特有气质的年轻人站起身来，先是极有礼数地向范闲身后的婉儿行了一礼，然后向范若若温和问安，这才满脸微笑地对范闲说道：小范大人幸会。范闲见过秦衡，知道对方家世极好，又急得陛下赏识，乃是庆国朝廷上的一颗星星，前途不可限量，拱手回礼道：见过小秦大人。虽说秦衡的品质如今还在范闲之上，但双方心知肚明彼此的实力地位，所以也没必要玩那些虚套。秦衡温和一笑说道：今日前来拜访院长大人，没想到还见着提司大人，秦某的运气还真不错。范闲见他笑容不似作伪，心里也自舒服，应道：不说日后再亲近的假话，今日既然遇着了，自然得喝上几杯才行。秦衡哈哈大笑道：范提司果然妙人，行事大出意料，断不提称并不朝之事，反要尽兴饮酒，让我想打趣几句，竟也开不了口。范闲看了坐于主位的陈萍萍一眼，苦笑道：当然，咱们做晚辈的还得看主人家社，不舍得拿好酒待客。陈萍萍开口骂道：你比老夫有钱。秦衡面不变色，微含笑容，心里却是咯噔一声，无比震惊。朝臣们一向以为范闲能够在监察院里如此风光，主要是因为陛下的赏识与超前培养，但此时见范闲与人人畏惧的陈院长说话，竟是如此没大没小，而陈院长的应答也是如此自然，他这才感觉到一丝异样。看来陈院长与这位范提司的关系果然是非同一般。陛下的赏识固然重要，但真要能掌控监察院，最重要的依然还是陈萍萍的态度。直到此时，秦衡才真切地认识到，眼前这个叫做范闲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会真正地将监察院牢牢控制在他的手中。那么军方结交此人的速度必须加快一些了，而不再仅仅是自己在门下替范闲说几句好话，再借由他人的嘴向范府传递善意。不过几句对话，场间已经交换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范闲也明白，陈萍萍是借这个机会
向军方表示他自身最真实的态度，加强自己的筹码。二人又寒暄了好些句，范闲似乎才反应过来，一转身准备对安坐一旁的大皇子行礼。按理讲，他这番举动实在是有些无礼，不过厅里的人都知道他与大皇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闹过别扭，而秦衡与大皇子交好，所以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至于陈萍萍，他可不在乎什么宫廷礼节之类的破烂东西。正当范闲以为大皇子会生气的时候，他扭头一看，自己却险些气了起来。只见自己的老婆正乖巧地坐在大皇子的身边，眉开眼笑地与大皇子说些什么娘的。虽然明知道婉儿从小就在宁财人的宫里养着，等于说是大皇子看着她长大，两人情同亲生兄妹，但看着这一幕，范闲依然是老大地不爽。更不爽的是，连若若居然也坐在下手，津津有味地听大皇子说话。范闲竖着耳朵听了2句，才知道大皇子正在讲西边征战与胡人争马的故事。沁人好武，大皇子常年戍边，更是民间的英雄偶像人物，竟是连婉儿与若若也不能脱俗。范闲心里有些吃味，嘴巴有些苦，心想着小爷是和平主义者，不然也去打几仗，让你们这些小丫头看看自己的马上威风。他心里不爽，脸上却是没有一丝反应，反而是呵呵笑着，极为自然地向大皇子行了一礼，说道：下官范闲见过大殿下。哦，是和亲王。大皇子瞧见范闲，心里本就有些憋闷，此时听着他这腔调，忍不住开口说道：我说范闲，本王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见着面你不赐本王几句，你心里就不痛快？他扭头对林婉儿说道：晨儿，你嫁的这相公实在是不怎么样。林婉儿与大皇子熟得不能再熟，见他说自己相公，哪里肯依，直接从桌旁几上拿了个果子塞进他嘴里，说道：哪有一见面就这样说自己妹夫的？范闲呵呵一笑，妹夫这2个字比较好听，他自去若若下面坐着，早有陈园的下人送来热毛巾茶水之类。虽然明知道大皇子与秦衡来找老伯子肯定有要事，但他偏死皮赖脸地留在厅中，竟是不给对方自然说话的机会。林婉知道京都之外使团与西征军争道的事情，这事情其实说到底还真是范闲的不是，但他也清楚范闲这样做的原因。但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二皇子做靶子，范闲也就没必要再得罪一个大皇子，而且他自身也很不希望看着自己的相公与最亲厚的大皇兄之间起冲突，于是下意识里便拉着二人说话，想和缓一下两人的关系。这番举动大家心知肚明，只是男人嘛，总会有个看不穿的时候，所以大皇子眼观鼻，鼻观心，不予理会。范闲却只是笑眯眯的与秦衡说着话，问对方老秦将军身体如何，什么时候要抽时间去府上拜访拜访。陈萍萍像是睡着了一般，半躺在轮椅上。说来也奇怪，就算是在自己富奢无比的家中，她依然坚持坐在轮椅上，而不是更舒服的榻上。见此情形，林婉无奈何，只好叹了一口气。若若却在一旁笑了起来，一个能征善战的大皇子，一位朝中正当红的年轻大臣，居然像2个小男孩一样的斗气，这场面实在有些滑稽。最后连秦衡都觉得和范闲快聊不下去了，大皇子才忽然冷冷说道：听说范提斯最近重病在床，不能上朝，就连督察院参你都无法上折自辩，不想今日却这般有由幸。范闲打了个呵欠说道：明日就上朝，明日。秦衡一愣，心想莫非你不完病遁了？那明天朝廷上就有热闹看了，只是自己被大殿下拖到陈园来，要说的那件事情，当着你范闲的面可不好开口。他不好开口，大皇子却是光明磊落的很，直接朝着陈萍萍很恭敬的说道：叔父，老二的事情您就发句话吧。他偏头看了范闲一眼，继续说道：朝廷上的事情我本不理会，但京中那些谣言未免太荒唐了些，而且老二门下那些官员着实有好几位是真有些才干的，就这样下了，对朝廷来说未免也是个损失。秦衡心想您倒是光棍，当着范提斯的面就要驳范提斯的面子，但事到临头也只好硬着头皮苦笑道：是啊，院长大人，陛下又一直不肯说话，您再不出面，事情再闹下去，朝廷脸面上也不好看。范闲笑了笑，这二位还真是光明磊落。大皇子与秦衡的来意十分清楚，二皇子一派已经被监察院压得喘不过气来，又不好亲自出面，只好求自己的大哥出面，又拉上了枢密院的秦家，对方直接找陈萍萍，真是个极好的盘算。这不是在挖自己墙角，而是在抽自己锅子下面的柴火。如果陈萍萍真让范闲停手，他也只好应着。不过该得的好处已经得了，京都府尹撤了，6部里的那些二皇子派的官员也都倒了或大或小的霉。范闲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反而很在意大皇子先前的那声称呼，他称陈萍萍为叔父。纵使陈萍萍的实力再如何深不可测，与陛下再如何亲近，但堂堂太皇子口称叔父，依然是于理不合，说出去只怕会吓死个人。你的叔父是谁是晋王，而不能是一位大臣。他在想的时候，陈萍萍已经睁开了有些无神的双眼，轻轻咳了2声，说道：老二的事情待会儿再说。我说啊，他指着林婉儿与若若，咳着说道：
你们这2个丫头第一次来我这园子，怎么也不和主人家打声招呼？其实没有几个人不怕陈萍萍，尤其是在许多传说与故事中，陈萍萍被成功的塑造成为一个不良于行的暗夜魔鬼形象。林婉儿与范若若的身份虽然清贵，但面对着庆国黑暗势力的领导人，依然有些从心里透出来的害怕，所以一进厅后就赶紧坐到了大皇子身边。此时听着老人开口，不得已之下，林婉儿和若若才苦着脸站起身来，走到陈萍萍面前扶了一扶，行了个晚辈之礼。陈萍萍笑了一声，开口说道：怕什么怕？你们一个人的妈，一个人的爹，比我可好不到哪儿去。这说的自然是长公主与老奸巨猾的范尚书。他接着对大皇子说道：你说的那件事情，正主既然已经来了，你直接和他说吧，他能做主。郡主娘娘，范家小姐，帮老家伙推推轮椅吧，老夫带你们去看看陈园的珍藏。二女和桑文推着老脖子的轮椅离开了厅里，只留下范闲、大皇子秦衡3人面面相觑，心想这老家伙做事也太不地道了，将自己的家当战场留给晚辈们打架，而自己却带着3个如花家人去逛园子去。秦衡是聪明人，不然就算他家老爷子在军方的地位再如何显赫，也不可能30岁左右的年纪就钻进了门下议事，所以他很镇定地站了起来，对大皇子和范闲拱了拱手，说道：人有3急，你们先聊着。不等2人答话，便已经迈着极稳定的步子，没有露出半丝异样情绪，像阵风似的掠过厅角，在陈园下人的带领下直赴茅厕而去。范闲忍不住笑了起来，想到自己大闹刑部衙门之时，代表军方来找自己麻烦的大理寺少卿，最后眼见冲突升级，也是尿遁而逃，看来他们老秦家对这一招已经是研究的炉火纯青了。听见的气氛有些沉闷，终究还是大皇子打破了沉静，悠悠说道：秦衡与我都是打仗熬出来的，我们这些军人性情直，所以话也明说，我不喜欢看着将士们在外抛头颅洒热血，京都里面的权贵们却互相攻讦，惹得国体不宁，闹出党争来，不论最后谁胜谁负，朝廷里的人才总是会受些损失。范闲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略做了数息时间，似乎是在想些什么，这才缓缓开口，语气里不自禁了带了一丝冷冽。和亲王的意思，下官倒也听得明白，只是这件事情的起由，想必你也清楚，将士们在外为朝廷刀里去火里来，难道我监察院的官员们不也是如此？我想院里那些密探在异国他乡所承担的危险，并不比西征军的将士要少。我是监察院议员，性情虽然谈不上耿直，但也不是一个天生喜欢玩手段的人物，要我为朝廷去北边办事，想来我会开心些。但是如果有人来惹我，哪怕这股力量是来自朝廷内部，我也不会手软。大皇子沉默着，忽然抬起头来，准备说几句什么。范闲一挥手说道：不过是些利益之争，与国体宁为这么大的事情是扯不上关系的。我是监察院提司，如果连自己的利益都无法保护，我怎么证明自己有能力保护朝廷的利益，保护陛下的利益？他接着冷笑道：大殿下也不要说不论谁胜谁负的话，如果眼下是对方咄咄逼人，我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难道你愿意为我去做说客？大皇子皱了皱眉头，本就有些黝黑的脸显得愈发的深沉。范闲，你要清楚你自己的本分，你是魏臣子，做事情要有分寸。这话其实很寻常，在皇子们看来，范闲的举动本来就有些过头了，而且他身为臣子，在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胆气未免也太壮了些。太皇子心想，自己提醒对方一句应该是一种示好才对，根本不可能想到范闲因为自己的身世，每每听到此类的话分外刺耳。我是臣子。范闲盯着大皇子的双眼，但在我眼前，所谓君臣之别只在于君是皇上，太子是将来的皇上，除了这2位之外，我想包括您在内，我们所有人都是臣子，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大皇子有些吃惊地看着范闲，似乎想不到对方竟然敢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眯着眼睛，眼中寒光一射即溢。看在晨儿的份上，必须再提醒你一次，天子家事参与的太深，将来对于你范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范闲笑了笑说道：天子无家事，大殿下难道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大皇子被天子无家事这5个字噎住了，恼火的一拍椅子的扶手。范闲眯着眼睛和声说道：院长家的家具都是古董，大殿下下手轻些。大皇子愣着了，沉默了片刻后摇着头说道：范闲，或许我真是小瞧了你。范闲微愕问道：这话从何说起？我的志向在于马上，而军方如果要在天下这个大舞台上漂亮的四处出击，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大皇子眯着眼睛说着，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朝廷需要平静。这些年来我远在西边，但知道朝廷里虽然有些不安稳，却总是能被控制在一定的范畴之内，直到你来到了京都。范闲摇头笑着，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你的出现太突然，你的崛起也太突然。大皇子望着他说道：突然得以至于朝廷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准备，
而你已经拥有了足以打破平衡的能力。最后，大皇子说出了今天的中心思想：有很多人希望你能保持京都的平衡，而不是狂飙突进的扫荡一切。范闲沉默了下来，知道对方说的这番话不仅是代表了他的态度，也代表了军方绝大多数人的态度。自己由儋州至京都，短短2年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掌控了监察院，成就了一世闻名。先不说来年长不长内裤的问题，先说目前自己文武两手皆抓的实力，就已经有了在官场之上呼风唤雨的能力。而这一次与二皇子一派间的战争，目前的胜负倾向让他的实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试问一位年轻大臣拥有了轻易打击皇子的能力，总会让官场之上的其他势力感到一丝惊悚。军方传话让自己对二皇子手下留情，不是一种威胁，也不是一种对于天界尊严的维护，而是一种试探，看自己这个将来要接掌监察院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有足够理性、足够诚意去维持庆国平衡的人物。毕竟军方与监察院一向良好无间，甚至可以说庆国的军人们在前线打仗能活多少下来，与监察院领导者的智慧气度有直接的关系。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这次我要打这一仗？范闲不再称呼对方为殿下，也没有将对方的提醒放在心上，反是笑盈盈地问了这么一句。大皇子微微皱眉，他本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此时被范闲一问，他才想明白，监察院向来不插手皇子之间的争斗，想到种种可能，他豁然抬头，有些诧异地看了范闲一眼。范闲微微一怔，似乎没有想到大皇子对于权场上的诡计如此不通，但脸上却依然挂着笑容。我只是要出气，同时让某些人清醒一些。极长的沉默之后，大皇子忽然间眉梢一抖，似乎想明白了某些事情，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旋即平静说道：我那二弟其实也是位聪明人，这次能在你的手里吃这么大个亏，想来也能让他警惕警惕，说不定会有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彼此都是聪明人，范闲马上抓住了这话里隐着的意思，想了想后和声说道：或许下官与大殿下您的意图有些巧合，只是能不能让二殿下获得那种好处，还得看您怎么劝说了。大皇子极感兴趣地瞧了他一眼，似乎承认了这点，又不敢相信这点，疑惑说道：本王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般操心？范闲心想，贾贾也是几兄弟，老不容易重生一次，莫非还真准备看着玄武门上演？但这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只好打了个哈哈推了过去。而且他对大皇子依然心有警惕，虽说朝廷上下公认这位皇子心胸最为宽广，为好武士，对于地位向来没有觊觎之心，但毕竟是那贼皇帝的儿子，谁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能饶人处且饶人。大皇子意味深长地看了范闲一眼，以他的身份替二皇子来说，和讲出这种姿态的话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范闲微笑点头，他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对二皇子赶尽杀绝，自然不在乎卖这个人情。这个决定根本与大皇子与军方的态度无关，纯粹是因为宫里那位皇帝陛下在看着自己，老大哥在看着你。范闲给足了军方面子，大皇子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他知道自己那位二弟也不是个吃素的角色。这件事情说到底，范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若一点利益都捞不回来，他们断然不会罢手。只是事情说完了，两个并不熟悉的人坐在陈院的厅中，竟是一时找不到话题来说，场面显得有些冷清尴尬。秦衡出宫特别的久，二人坐在椅子上，有些没滋味的喝着茶。忽然间，范闲开口说道：大公主最近如何？下官忙于公务，一直没有去拜见，还请大殿下代为致意。官场之上，开口的话题是很有学问的一件事情，范闲挑这件事情来说，自然有他的想法。果不其然，大皇子正色说道：范大人一路护送南下，本王在此谢过。这就是范闲的厉害处，择个适当的话题，才能够有效地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同时还得是让对方成自己情的那种。他笑了笑，自谦了几句，便开始与大皇子聊起了北国的风物。大皇子与北齐大公主的婚事也是定在明年春天，如今大公主基本上是住在宫中，与大皇子也曾经见过几面。据京都传言，这一对政治联姻的男女似乎对彼此都还比较满意。范闲是上次的正室，所以按庆国人的传统看法，还算是大皇子的媒人。一番浅浅交谈之后，范闲终于对大皇子的印象有了些许的改观。身为皇子，却拥有如此疏朗直接的性情，实在是很罕见。或许是因为他的生母出身并不怎么高贵，当年只是为东夷成女服的关系，大皇子并没有老二老三及太子骨子里的那种权贵之气，反而耿直许多，讲起话来也是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并不怎么讲究遮掩的功夫。难怪自己的妻子与这位皇子的交情最好。范闲如是想着，脸上浮着笑容与对方周旋，耳听着对方一谈到兵事便兴致勃勃，只好在心里叹着气。他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军事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天才，与对方这种领兵数年的实力人物相比，还是沉默是金为好。范大人见过上山虎吗？大皇子的脸上忽然流露出一股悠然向往，略有一丝敬慕的神情。范闲微微一愣，
说道：“在上京宫中似乎远远见过一面，不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大皇子一拍大腿，望着他恨恨说道：“亲不识人，亲不识人，如此大好的结交机会，怎能错过？”话语间不尽可惜之意。哦，范闲眉梢一挑，好奇问道：“大皇子为何对上山虎如此看重？一代雄将？”大皇子很直接地给出了4字评语，双眼一眯，寒声说道：“独立撑着北齐北面延绵3000里的防线，防着蛮人南下10余年，还骑兵迭出，直突雪域千里，大斩北蛮首级千数。范大人或许有所不知，胡人蛮人虽然都极其凶悍，但西湖比起北蛮来说，还是弱了不少。本王这些年在西边与胡人打交道，愈发的觉着上山虎在北齐朝廷如此不稳的情况下，还能支撑这么多年，实在是相当的可怕。可惜上山虎已经被调回了上京，说不定将来有机会与大殿下在沙场上见面。”范闲微笑着说道。大皇子脸上浮现出一丝自信的光彩，缓缓说道：“若能将此雄将收为朝廷所用，自然有无上好处。不这，将来若真的疆场相见，本王虽一向敬慕其人兵法雄奇鬼魅，但少不得也要使出毕生所学，与他好生周旋一番。所谓豪情，便如是也。”范闲看着大皇子浑身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内心深处偶现惘然，知道自己自幼所习便是偏了方向，加之又有前世的观念作祟，只怕今生极难修成这种冰火里练就出的豪情。但他也有自己的信心，微微一笑说道：“虽未学过上山虎兵法，但观其于雨夜之中狙杀沈仲一事，此人果然行事敢出奇锋，于无声处响惊雷，出天下人之不意，力杀决断，实为高人。”大皇子似笑非笑，有些诡异地望了他一眼，说道：“北齐镇抚司指挥使审这件事情，只怕与范提斯脱不了关系吧？沈仲的死是范闲与海棠定好计划里的第一步，其实也有些人在疑心庆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此时被大皇子点了出来，范闲依然心头一凛，微笑着打着马虎眼。殿下应该清楚，我们这种人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事情，比不上殿下或是那位上山将军如此雄武，但有时候也能帮朝廷做些事情。”大皇子盯着他的双眼，忽然说道：“这便是本王先前为何说小瞧了你。上山虎虽然不可一世，却依然被范提斯妙手提着做了回木偶。范大人行事果然高深莫测。上山虎在雨街之中狙杀沈仲，具体的事情都是北齐皇帝与海棠巧妙安排，但是让世人误会自己在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会让自己的可怕形象与旁人对自己的实力评估再上一个层级。这种机会范闲当然不肯错过，恬不知耻的自惊一笑，竟是应了下来。听闻范大人是9品的强者。大皇子看了范闲一眼，眼神里蕴含了许多意思。范闲微微偏头，轻声一笑应道：“殿下，我没有和你打架的兴趣，不论胜负都是朝廷的损失啊。”大皇子没有想到范闲竟是如此狡黠，马上就听出了自己的意思，接着又用先前自己说和时的那句话堵住了自己的嘴，不由好生郁闷。他是位好武之人，当然想和一向极少出手的范闲较量一番。想教训我的人很多。范闲想到待会儿可能会碰见影子那个变态，苦笑说道：“不多殿下一个，您就打个呵欠，放了我吧。”大皇子又愣了愣，他这人向来性情开朗直接，极喜欢交朋友，但毕竟身为皇子，加上数年军中生涯铸就的血杀气，哪里有多少臣子敢和他自在的说话？倒是面前这个范闲，在京都城门之外，对自己就不怎么恭敬，今日在陈园里说话，也多是毫不讲究，嬉笑怒骂，竟似是没有将自己视作皇子。他深吸一口气，觉得这个世界确实有些不一样了，至少面前这个叫范闲的年轻人四周，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范大人说话有意思，我喜欢和你聊天。大皇子看着秦衡终于回来，微笑着站起身来，说道：“你给我面子，那京都外争到的事情咱们就一笔勾销。不过将来如果我要找你说话的时候，你可别玩并盾或是尿遁。”范闲笑着行了一礼，敢不从命。大皇子说话比那几位也有意思些，那几位自然说的是皇帝陛下其他的几个皇子。大皇子没有与陈萍萍告别，他知道这位古怪的院长大人并不在意这些虚礼，便和秦衡二人出了陈园。出园之前，秦衡小声与范闲说了几句什么，定好了改日上秦府的时间。上了马车，行出了陈园外戒备最森严的那段山路，又穿过了那些像山贼一样蹲在草地里的范府侍卫与监察院启年小组成员。大皇子这才放下了车窗的青帘，冷冷说道：“范闲果然非同一般。”秦衡笑着说道：“按父亲的意思，范闲越强越好，不然将来监察院真被一个窝囊废管着，枢密院的那些老头儿只怕会气死，咱们军中那些兄弟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大皇子点了点头，忽然叹口气说道：“离京数年，回来后还真是有些不适应，竟是连轻松说话的人也没有。他的亲兵大部分都被遣散，而西征军的编制也已经被打散，兵部另调军士开往西方戍边。他如今在京都，与北方那位雄将的境遇倒是有些相似，
只不过他毕竟是皇子，比起上山虎来说，待遇地位自然要强太多。和范提斯聊得如何？不错，大皇子说道。你父亲应该可以放心了。就算陈院长告老，我相信以范闲的能力，监察院依然能保持如今的高效，有力的支持军方的工作。秦衡摇了摇头，这个我也相信，只是在我看来，这位小范大人或许犹有过之。小范大人心思缜密，交友广志异国，一身武艺以至九品超强之境，对于监察院事务也是掌控得无比漂亮。更不要忘了他诗仙的身份，一个能让庄大家赠予藏书的文人领袖，将来却会成为监察院的院长。这样一个人，他满脸不可思议的神情从来没有出现过。我想他将来会比陈萍萍院长走得更远。大皇子叹息道，不要忘记，明年他还要接手内库，只是这般放在风口浪尖之上，迎接天下人的注视与暗中的冷箭，也不知道父皇是怎么想的。提到了陛下，秦衡自然不方便接话。大皇子笑着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不过范闲毕竟还年轻，而且比起院长大人来说，他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想来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这次才借着老二的事情发威，震慑一下世人，将自己的弱点率先保护起来。什么弱点？秦衡好奇问道。他的心思有羁绊。大皇子眯着双眼严肃说道，叔父不一样，叔父无子无女，父母早亡，一个亲戚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园中家人虽多，却是一个真正心爱的女人都没有，真可谓是孤木一根。敌人们根本找不到叔父的弱点，怎么可能击溃他？范闲却不同，他有妻子，有妹妹，有家人，有朋友，这都是他的弱点。秦衡一想，确实如此。整个庆国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陈萍萍这一生究竟真的在乎过谁，除了陛下之外。无亲无友无爱，这种日子想必并不怎么好过。秦衡毕竟不是位老人，一思及此，略感黯然。院长不容易。太皇子面带尊敬之色说道，范闲要到达这种境界还差得远。尘缘之中，歌声夹着丝竹之声，像无力的云朵一样绵绵软软，腻腻滑滑的在半空中飘着。十几位身着华服的美人儿正在湖中平台之上轻歌曼舞。坐在轮椅之上的陈萍萍在婉儿弱弱的陪伴下，满脸享受地看着这一幕。桑文此时正抱着竖琴，在为那些舞女们奏着曲子。何等轻松自在的王侯生活！偏生离开园子的马车中，那两位庆国军方的年轻人对陈萍萍的生活感到十分同情。范闲从另一头走了过来，陈萍萍轻轻拍了拍手掌，歌舞顿时散了。又有一位家人小心翼翼地领着几位女客去后方烧些碗，知道范闲此时一定有话要与陈院长说，便在那位家人的带领下去了。只是临走前望了范闲一眼，想问问他与太皇兄谈的如何。范闲笑着点了点头，安了一下妻子的心，便走到了陈萍萍的身后，很自觉地将双手放在轮椅的后背上，问道，去哪儿？陈萍萍举起枯瘦的手，指了指园子东边的那片林子。范闲沉默着推着轮椅往那边去，老少二人没有开口说话。此时天色尚早，但秋阳依然冷清，从林子的斜上方照了下来，将轮椅与人的影子拖地长长的。轮椅的圆轮滋滋响着从影子上碾过。他叫你叔父。范闲推着轮椅在有些稀疏的无叶丘陵间缓步，笑着说道，不怕督察院参你？这可是大罪。你怕督察院参你，又不会掉2层皮，参我的奏章如果都留着，只怕陛下的御书房已经塞满了。陈萍萍面无表情说道，他叫我叔父是陛下御准，谁也说不了什么。陛下准的？范闲有些惊讶。陈萍萍回过头瞄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宁才人当年是东夷女仆，那次北伐，陛下险些在北方的山水间送了性命，全靠着宁才人一路小心服侍，才挺了过来，后来才有了大皇子。范闲听过这个故事，知道当时皇帝陛下身处绝境之中，是自己推的轮椅中这位枯瘦的老人率领着黑旗将他从北方抢了回来。一联想，他就明白了少许，说道，您和宁才人关系不错，一路逃命回来，当时情况比较凄惨，留在脑子里的印象比较深刻，后来关系自然也就亲近了些。陈萍萍依然面无表情地说着，当时情况不可能允许带着俘虏逃跑，宁才人被砍头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或许就是记着这点，他一直对我还是比较尊敬。范闲乐了，原来您是宁才人的救命恩人。陈萍萍闭着双眼悠悠说道，陛下当时受了伤，身体硬得像块木头，根本不能动，那些擦身子大小便的事情总要留一个细心的女人来做。后来听说宁才人入宫也起了一番风波，那时候陛下还没有大婚，就要那一个东夷女仆入宫，太后很是不高兴。范闲问道，您是不是也帮了他忙？陈萍萍笑了起来，笑得脸上的皱纹成了包子皮。我那时候说话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力量，当时是小姐开了口，宁才人才能入宫。范闲叹了口气后说道，原来什么事儿我那老妈都喜欢插一手，她爱管闲事儿。陈萍萍说道，忽然间顿了顿，不过这也不算闲事儿，总要她开口，陛下才会下决心成亲吧。
范闲在他的身后扮了一个鬼脸，说到老一辈的言情故事，我还是不听了。听听好。陈萍萍阴沉笑着，至少你现在知道了，在宫里面，你还是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宁才人。范闲摇了摇头，多年之前一小恩，我不认为效力能够延续到现在。陈萍萍说道，东夷女子性情泼辣，恩仇分明，而且13年前为小姐报仇，她也是出了大力的，也是因为如此才得罪了太后，被重新贬成了才人，直到今天都无法复位。你确认大殿下没有征敌的心思？陈萍萍冷漠说道，他是个聪明人，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选择了逃开。有母之子，宁才人教育出来的皇子，要比老二和太子爽快得多。范闲默然片刻后忽然开口问道，宁才人知道我的事吗？不知道。陈萍萍教育道，手上拿着的所有牌不能一下子全部打出去，总要藏几张放在袖子里。陛下知道我知道吗？不知道。这算不算欺君？哦，陛下既然没有问，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当然不方便说什么。一老一少二人都笑了起来，笑得像两个狐狸似的。老二那件事情就这样了，你的目标达到了没有？一共治了17位官员，他在朝中的力量轻的差不多，吏部尚书那种层级的，我可没有能力动手。范闲扳着手指头，崔家也损失了不少，据北边传来的消息，他们的手脚被迫张开了，要斩他们的手估计会容易很多。不要让别人察觉到你的下个目标是崔家。陈萍萍冷冷说道，明日上朝，陛下就会下决断，老二很难翻身了。我家会不会有问题？你在不在乎那个男爵的爵位？不在乎，那就没问题。放心吧，你那个爹比谁都狡猾，怎么会让你吃亏？不知道想到了什么，陈萍萍阴狠说道，趁我不在京，把你从儋州喊了回来，鬼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是我父亲。范闲有些头痛地提醒院长大人。陈萍萍拍拍轮椅的扶手，嘲讽说道，这我承认，他这爹当的真不错。范闲有些不乐意听见这种话，沉默了起来。陈萍萍似乎没有想到这孩子对于范建如此尊敬，有些欣慰地笑了笑，问道，你今天来做什么？带着老婆妹妹来蹭饭吃？范闲牵起一个勉强的笑容，顺便让他们开开眼，看看您这孤寡老头养的一院子美女。他忽然间不想继续和老人开玩笑，带着一丝忧郁问道，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说，您真的是一位忠臣吗？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孩子气般的幼稚。陈萍萍却回答得很慎重，许久之后才认真说道，我忠于陛下，忠于庆国，而且你现在也应该清楚，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陛下看着你在做，他允许你做的事情，你才能够做到。所以说，忠于陛下，其实也就是忠于自己。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永远的忠于陛下。这到底是忠于陛下，还是忠于自己呢？范闲不想就这个问题再深究下去。不过，你这次出手太早了，比陛下的计划提前了一些。陈萍萍闭着双眼，悠悠说道，而且，你行事的风格显露得太彻底，陛下并不知道你已经猜到了自己的身世，难免会对你心存怀疑。范闲默然，知道这是此事带来的最大麻烦。不用担心，我来处理。陈萍萍轻声说了一句，范闲便不再担心，推着轮椅走出了这片美丽却又凄凉的林子。此时老少二人向西而行，便是将身后的影子渐渐拉离开来，只是轮椅的轮子却始终撕扯不开那道影子的羁绊。第二日，朝会准时召开，称病不朝数日的范氏父子终于站到了朝廷之上，准备迎接暴风骤雨一般的参劾与朝中官员们的斥责。督察院的奏章已经递上来了许久，户部尚书范建自承己过，家教不严，以至于出了范思哲这样一个不肖之子。范闲也上书请罪，就报月楼命案一事自称监管不严。但至于别的罪名，范家却是一概不受。反正因坏京都府尹与中杀人灭口的事情，对方根本没有什么证据，而且所有的首尾都做得极干净，足以堵住悠悠言官之口。相反，相对于范家对二皇子一方的指控，对方却有些难以应付。毕竟在京都府外杀人的是8家将之一的谢必安，而谢必安最终还是暴毙于狱中，一条条的罪状都直指二皇子。令朝臣们奇怪的是，二皇子那边的攻势并不凶猛，所有的反击都只是浅尝辄止。片刻后，众人才猜到，想来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暗中的协议，换句话说，也就是二皇子认输了。皇帝陛下一直坐在龙椅上安静听着，只是范闲出列请罪之时，眸子里才会闪过一道不可捉摸的神情。不多时，经门下议事，陛下亲自审定，这件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定论。户部尚书范建教子不严，纵子行凶，但念在其多年劳苦，又有手举之事，从轻处罚，罚俸3年，削爵2级，则其闭门思过。监察院提司监太学凤正范闲品行不端，私调院兵，虽有代替悔罪之时，但其罪难恕，折除爵罚俸，则其于3年之内修订庄墨函所赠书册，不得有误。
刑部发海捕文书，举国通缉畏罪潜逃之范氏二子范思哲。京都府尹已被捉拿下狱，除官候审。某国公。最后是对二皇子的处理意见：品行不端，降爵，闭门修德6月，不准擅出。结果终于出来了，上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值得官员百姓们好生揣摩。但不论如何，范氏父子只是削爵除爵的惩罚有些重，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反而是二皇子一派生生折损了许多官员，自己更是要被软禁6个月，处罚不可谓不重，所有人都清楚这一仗是范家胜了。但有心人听着陛下亲拟的旨意，却发现了一样极有趣的巧合：范闲与二皇子的罪名都很含糊，都是品行不端4个字。只是身为监察院提司，品行不端无所谓，但身为皇子被批了品行不端4个字，影响就有些大了。朝中风向为之一变，所有人都知道二皇子再不像往年那般备受圣上恩宠，只是陛下也没有再次单独传召范闲入宫，人们不禁在想，莫非两虎相争，一伤俱伤，范闲那超乎人臣的圣眷也到此为止了。不过范闲似乎没有什么反应，成天笑眯眯地待在太学里，与那些教员们整理着书籍，间或去监察院里看上一看，还抽了2天时间，分别去枢密院秦老将军的府上拜访了一次，又携着碗与妹妹进宫去拜了各位娘娘，很凑巧的在北齐大公主暂居的树方宫里遇见了大皇子。当然这次入宫并没有见到陛下，暗底下他还在与小严公子商量着很多事情，针对内库北方走私线路的布置已经渐渐进入了正题，就等着一刀斩下崔家的那只手，断了信阳方面和二皇子最大的经济来源。关于体内真气的事情，他也在用心侍候，同时再等等费介老师的回信，看那药究竟吃还是不吃。就这样没过2天，便在深秋的一场寒风里，已经被推迟了许久的赏菊大会终于开始了。只是范闲将自己裹成粽子一样，有些畏惧地看着窗外颓然无力的最后一片枯叶，心想这么冷的鬼天气，哪里还有不要命的菊花会开？孤标亮洁，高雅傲霜，说的正是中原市民们最爱的菊花。菊花并不少见，而范闲当年待的儋州更是盛产这种花朵，但菊花茶乃是庆国著名的出产。这些年京都范府年年都要在老祖宗那边采办许多入京，正因为如此，范闲对于这种花是相当的熟悉，时常还想着儋州海边悬崖之侧瑟缩开着的那朵小黄花。他知道菊花虽然耐寒，前世元稹的诗中还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此花开过更无花，但终究不是冬日腊梅，在这般寒冷的深秋天气里，只怕早应该凋谢成泥才是。马车穿越了山下重重森严至极的官房，在大内侍卫及禁军的注视下，范府几位年轻人下了马车，沿着丘涧旁的山路往上爬了许久，一拐过水势早不如春夏时充沛的那条瀑布，便陡然间看到一方依着庆庙式样所筑的庙宇出现在众人面前，出现在那面山石如斧般雕刻出来的山崖上。悬空庙依山而建，凭着木柱一层一层往上叠去，最宽处也不过丈许，看上去就像是一层薄薄的贴画，被人随手贴在了平直的悬崖面上。山中秋风甚劲，呼啸而过，让观者不由心生领意，总忍不住担心这些风会不会将似纸糊一般的庙宇吹垮卷走。传说这是庆国最早的一间庙宇，是由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石一木所筑，总共花去了数百年的时间，用意在于宣扬神庙无上光明，劝喻世人一心向善。神庙向来不干涉世事，神秘无比，但似乎数千年来总在暗中影响着这片大陆上的风云起合。在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许多传闻中，都能隐约看到神庙的身影，加上苦修士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一向秉身慎正，极得百姓们的喜爱，所以神庙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地位依然相当崇高。身为统治者的皇室们，对于既影响不到自己，但依然拥有某种神秘影响力的神庙，保持着相当的敬意。这种表面功夫是政治家们最擅长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庆国皇族每3年一次的赏菊大会便是定在悬空庙举行，这已经成了定例。赏菊大会更大的程度上是为了融洽皇族子弟之间的利益冲突，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从而避免那种鱼死网破的情况发生，至少不要再出现几十年前2位亲王同时被暗杀，一时间庆国竟是找不到皇位接班人的恐怖情况。庆国皇室如今人丁不胜，所以赏菊会上还会邀请一些姻亲乃至皇室最亲近的家族参与。依照最近这些年的惯例，秦家、叶家这2个军中柱石自然是其中一份子。秦家在军中拥有相当的实力，叶家常年驻守京都，而且家中又出现了庆国如今唯一一个摆在明面上的大宗师，地位也有些超然。除此之外，就是几位开国时受封的老国公家族，还有新晋的几家，比如上了一位偏远郡主的人家。至于范家能够位列其中，倒不是因为范家如今的权势，陈子家的权势并不怎么放在皇家人的心中，也不是因为范闲娶了婉儿，从而与皇室有了那么一丝偷偷摸摸的亲戚关系，而是因为范家的那位老祖宗亲手报答了陛下和晋王这2兄弟，其中亲密非为外人所道也。单以私人关系论，范家倒是皇室最亲近的一家人。范闲气喘吁吁地叉腰站在悬空庙下，
看着四方三三两两站着的庆国权贵人物，忍不住低声咕哝了一句：“赏菊，赏菊，这菊又在哪里？”范尚书此时早已经被请到了避风的地位了，老一辈人总会有些特权。马车停在山下，一营护卫都被留在了禁军的布防范围之外，于是范府来人便又只剩了一男二女这个铁三角的搭配。三角之一的林婉儿呵呵一笑，指着山下说道：“在这儿了。”范闲一愣，往山崖边上踏了一步，一阵恼人的秋风迎面吹来，不由眯了眯眼睛，紧接着却是吸了一口气，赞道：“好美的地方。”悬空庙所依的山崖略有些往里陷去，像个 U 型一般，山路沿侧边上，所以上来时范闲并没有注意到山路旁的那片山野里有什么异样。此时登高于顶，向下俯瞰，视野极其开阔，发现这片山野里竟是生满了菊花，这些菊花的颜色比一般的品种要深许多，泛着金黄，花瓣的形状有些偏狭长。金黄之菊果然符合皇家气派。范闲站在崖边，看着漫山遍野的金星般花朵，赞叹道：“这么冷的天气还开得如此炽烈，真是异想。”林婉儿解释道：“是金线菊，据说是悬空庙修成之后，当时的北魏天一道大师根臣亲手移植此处，从此便为京都一大异景。”根臣，范闲悠然叹道：“莫非是苦荷大宗师的太师祖？”正是。范闲摇了摇头，依然往山下看着，多看了几眼，才发现那些一种菊花生的并不如何繁盛，山间的泥土并不肥沃，所以往往是隔着好几尺才会生出一株菊花。只是此时观花者与山野间的距离已经被最大限度地拉开来，所以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错觉，让人们看上去总觉得那些星星点点的金黄花朵已经占据了山野里的每一个角落，与深秋里的山色一衬，显得格外富丽堂皇。柔弱之花大扑雄壮之势。已经有人上来打招呼了，只不过由于最近陛下对于范闲比较冷淡，加上婉儿的身份也不允许那些年轻的大族公子哥们儿与范闲说太多年轻人应该说的话题，所以只是稍一寒暄便又分开。范闲一边温和笑着与众人说话，一面却开始放空，觉得有些无聊，下意识里便开始按照自己的职业习惯开始观察起四周的环境。悬空庙孤悬山中，背后是悬崖峭壁，上山只有一条道路。今日庆国皇室聚会于此，山下早已是洒满了禁军，重重布防，内围则是由宫典领着的大内侍卫们小心把守。至于那些低眉顺眼的太监们当中，有没有洪公公的徒子徒孙，谁也不知道，只不过范闲没有看见虎卫们的身影，略微有些奇怪。不过以目前的布置，真可谓是滴水不漏，莫说什么刺客，就算是只蚊子要飞上山来，也会非常头痛。他微笑着与任少安打了个招呼，看着对方有些不好意思的被人拖走，心里也笑了起来。岳父慈祥已久，原先的那些人脉终于是要渐渐淡了。往上方望去，范闲不由眯起了眼睛。庆国权力最大的几个人此时都在这个木质庙宇之中，远远似乎能够瞧见最上面那一层，一位穿着明黄衣衫的人物正俯览观景，那位自然是皇帝陛下。仰头看着，范闲心里有些莫名的情绪，脑中忽然一转，很好笑的幻想出了一个场景：如果这时候北齐人或者是东夷城的高手们把这座悬空庙烧了，这天下会忽然变成什么样子？当然他也知道今日京都布防甚严，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只是依然很放肆的设想着，如果自己要爬上这座庙宇，应该选择哪些落脚点，选择何等样的线路，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上到顶楼。这真的纯粹只是职业习惯而已。一位太监从庙中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庙前空屏上的年轻贵族们赶紧闪开一条道路。那太监走到范氏三人面前，很恭敬地低声说道：“陛下传婉姑娘觐见。”林婉儿微微一愣，看了一眼范闲，柔声问道：“戴公公，只是传我一个人？”戴公公可是范闲的老熟人，也知道在众人瞩目的场景中，如果范闲没有被传召入庙，会带来什么样的议论。偷偷用歉疚的眼光看了范闲一眼，沉稳说道：“陛下并无别的旨意。”范闲笑了起来，对婉儿说道：“那你去吧。”顿了顿后，轻声笑着说道：“舅舅总是最疼外甥女的，这个我知道。”看着婉儿消失在悬空庙黑洞洞的门中，范闲眯了眯双眼，没有说什么，领着妹妹向另一角走去，准备去看看那边可能独好的风景。不料有人却不肯让他清闲下来，一个略有些不安的声音响了起来：“师傅！”回头一看，果然是叶灵儿那丫头。看着对方有些不安的脸色，范闲清楚是为什么。明年叶灵儿就要嫁给二皇子，而自己与二皇子之间看似斗气般的争斗，实际上暗中却是血溅肉散，暴力十足。对方既然是叶仲的女儿，哪里会不清楚其间的真实原因？他望着叶灵儿温和一笑，说道：“想什么呢？是不是怪我把你未来相公欺负得太厉害？”叶灵儿见他神色自若，这才回复了以往的舒朗心性，笑着啐了一口，说道：“还担心你不肯和我说话了。”若若在一旁笑了起来，这又是哪里的话？叶灵儿叹了口气，说道：“老二也不知道在哪里，日后牌桌子上少了他一个人，还真有些不习惯。”范府后园之中，
这1-2年里时常会开麻将席，席上4人分别是范若若、范思哲姐弟俩，另2位就是林婉和叶灵儿这一对闺中密友。还不是你和若若给范思哲、婉儿送钱？范闲笑着说道。这牌局散了，你也可以少输点，乐还来不及。正说着，秦衡远远走了过来，还未近身已是嚷道：你们躲在这里说什么呢？看他这声音洪亮的，只怕是刻意想让场间众人听得清楚。范闲苦笑道：再说关于麻将牌的事情。秦衡来了兴致，一拍范闲的肩头，说道：这个我拿手。他看了一眼四周，微微皱眉道：赏菊会本是陛下让这些大族子弟们亲近的机会，你身边却这么冷清。以范闲如今熏天的权势，就算那些人自卑于身份，也总要来巴结几句才对，断不至于弄得如此冷清。范闲脸上一片安静，应道：今日才知道这局只能远观，不能近玩。我的性情你也清楚，本就不奈何这些人说什么，至于结交亲近，他笑了起来，实在是没有这个兴趣。所谓赏菊会，在他看来不过是类似于前世如酒会一般的交际场所，又有些像茶话会，借此来显示一下彼此与皇室之间的亲疏关系，确立一下地位。只是对于范闲来说，他根本不屑于靠皇权的威严来宣示自己的存在，所以觉得实在很是无趣。秦衡年已30，家中早有妻室，只是秦家之人必定要每3年来看一次黄花，他已经看了不知道多少次，早就已经厌了。听范闲这般说着，忍不住点了点头。今日二皇子与靖王世子并没有被特旨开解出府，依然被软禁着，所以并没有来到悬空庙。师傅，这里景致不错，做首诗吧。叶灵儿眨着那一双清亮无比的眼眸。范闲每次看见这姑娘像宝石一样发光的双眼，总觉得要被闪花了，下意识里眯了眯眼睛，应道：为师早已说过不再作诗。叶灵儿称他师傅，还可以看作是小女生玩闹，而且这件趣事也早已经在京都传开，但范闲居然大剌剌的自称为师，就显得有些滑稽了。秦衡与范若若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秦衡打趣道：小范大人在北齐写的那首小令已然风行天下，难道还想瞒过我们？范闲大感头痛，随口抛了手应景，摇头说道：别往外面传去，我现在最厌憎写诗这种事情了。范若若正在低头回味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竟更无花2句，忽听着兄长感叹，忍不住问道：为什么？因为被追着屁股要求写诗，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范闲一顿一顿地说着，旋即在3人迷惑不解的眼光中哈哈大笑了起来，笑的是如此开心，如此私密，如此无头无脑。聚集在悬空庙前正在饮茶吟诗闲话的权贵们忽听着这阵笑声，有些惊愕地将目光投了过去，便瞧见了崖边那4位青年男子，很快的便认出了这4人的身份，不禁心头微感震动。小范大人声名遍天下，众人皆知，只是他已经将二皇子掀落马来，如今却又和秦叶两家的年轻一辈站在了一起，莫非这又代表着什么？范闲不会在乎别人的目光，只是忽然间鼻子微微抽动，嗅到了一丝火熏的味道，心想难道今天的主餐是火腿？他转过头去，却看见悬空庙的一角正有一丝极难引人注目的黑烟正在升起。场间午时敏锐，自然以他为首，却没有别的人发现有什么异样，就连那些在四处看守着的大内侍卫都没有什么反应。而那些人还在看着悬崖边那4位迎风而立的年轻人，心中不知生出多少感慨，多少羡慕。秋风一过，那道黑烟便像是被撩拨了一下，骤然大怒大盛，黑色之中骤现火光，而范闲的身子也已经随着这一阵风急速无比地向着悬空庙前掠了过去。秦衡护着这2个丫头。话音落处，他已经来到了庙前，看着那处猛然喷出的火头，感受着扑面而来的高温，一挥掌劈开一个向自己胡乱出刀的大内侍卫，骂道：眼睛瞎了！火势冲了起来，由于悬空庙是木质结构，所以火势起得极快，那些参加赏菊会的年轻权贵们惊呼着四处躲避，一时间乱得不可开交。虽说是秋高物燥，但这场火来得太过诡异，而禁军统领宫典此时正在最高的那层楼上，所以下方的侍卫们不免有些慌乱。范闲对那些侍卫和太监们呵斥道：备的砂石在哪里？他一发话，这些人才稍微清醒了些许，知道范闲的身份，便开始听从他的指挥，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进行。首先去请出了庙宇中1楼的那些老年大臣，然后急派侍卫上楼护驾传递消息，同时分出了10几个高手，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四周布防。反应很快，动作很干净利落，虽然那些权贵们惶恐不安，但侍卫与太监们还是鼓起勇气在灭火，不多时便将楼下的火苗压制住了。包括范尚书在内的那些老大人趁机从1楼里退了出来，只是悬空庙的楼梯很窄，报信的人很慢，顶楼的人一时还撤不下来。看见父亲无恙，范闲略觉心安，但依然心有余悸。没想到自己先前的幻想竟然变成了现实，如果这火真的蔓延开来，正在顶楼赏景的皇帝只怕真要死了。肯定是有人纵火，不知道对方怎么可能隐藏身份，
进入看房如此森严的庙前，只是这放火的手段太差，竟是让自己发现了。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范闲在一片杂乱的庙前，强行保持着自己的冷静，分析着这件事情，却始终没个头绪。但想到婉儿这时候还在顶楼，他的心情微乱，很难平静下来，心中生出一丝不祥的感觉。只是他此时也不敢贸然登楼，怕被有心人利用。范闲，上去护驾。范尚书走到他的身前，冷冷说道：“是。”范闲早有此心，此时来不及研究父亲眼中那一丝颇堪捉摸的神情，领着2个武艺高强的侍卫向悬空庙顶楼行去。只是他不肯走楼梯，而是双脚在地上一蹬，整个人便化作了一道黑影，踏着悬空庙那些狭窄无比的飞檐，像个灵活无比的鬼魅一般往楼顶爬去。手指扣住庙宇飞檐里的缝隙，范闲的身体轻摆而上，脚尖踩着将突出数寸的木栏外侧，身子忽地拔高，几纵几合，一身绝妙身法与小手段完美无比的结合，不过是一眨眼间，便已经攀到了悬空庙最高的那层楼。下方山坪上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下来，火势已灭，而那些庆国的权贵们始终是久力战火的狠辣角色，稍许一乱便镇定下来，在几位大佬的安排下，布置除侍卫之外的另一层防卫，务要保证悬空庙的安全。此时众人焦虑地抬头望去，刚好看见范闲的身影像道闪电般掠至了顶楼。没有人想到范提斯的身手竟然厉害到了如此地步，不由齐声惊叹了一声。范闲右手单手牢牢握住顶楼下方的檐角，左腿微屈，左手放在藏在靴中的黑色匕首把上，在山风中微微飘荡。顶楼里一片安静，但他却不敢就这样冒失地闯进去，对着上面喊了一声：“陈范闲。”顶楼里似乎有人说了一句什么，范闲眯眼看着那层透风窗楼包裹着的顶楼里，无数道寒光渐渐敛去，这才放下心来。有人在里面说了一声：“进来。”咯吱一声，木窗被推开了。范闲不敢怠慢，腰腹处肌肉一紧绷，整个人便弹了起来，轻轻扬扬的随山风潜入庙宇顶层，生怕惊了圣驾。双脚一踏地面，他眼角看着那些如临大敌的侍卫，缓缓退后一步，知道自己先前若是不通报就闯了进来，只怕迎接自己的就是无数把寒刀劈面而至。眼光在楼中一扫，没有看到预想中的行刺事件发生，他心中略松了一口气。接着便看到转廊处皇太后的身影一闪而逝，自己最担心的婉儿正扶着老人家，而那位神秘莫测的洪公公正秀着双手，佝偻着身子走在最后面。下面起了火，太后与宫中女眷们已经先退了。你怎么来了？一道威严里透着从容的声音响了起来。范闲一愣之后才反应过来，转过身来，对着左手方栏旁的那位中年人行了一礼，平静说道：“下方失火，应该是人为，臣心忧陛下安危。”庆国的皇帝陛下今天穿了件明黄色但式样明显比较随性的衣服，他背负着双手看着栏外。此处地势甚高，一眼望去，无数江山尽在眼中，满山黄菊透着股肃杀之意。皇帝似乎并不怎么担心自己的安危，目光平静望着这一片属于自己的大好河山，似乎对于庙下那些如临大敌的官员们露出了一丝嘲笑之意。此时楼中太后与娘娘们已经离开，在3楼处与上楼来迎的侍卫合成一处，小心翼翼地退往楼下。透风无比的悬空庙顶楼之上，除了那位平静异常的皇帝陛下，还有太子、大皇子、三皇子这3位皇室男丁，10几个宫中带刀侍卫，还有4、5个随侍的小太监。范闲目光一扫，便将楼中的防卫力量看得清清楚楚，眉间不禁闪过一丝忧虑。楼下那场火明显有蹊跷，只不过被自己剑击得快扑灭，没有给人趁乱行动的机会。不过那些隐藏着的刺客一定还在庙中，只是不知道以庆国如此强大的实力，怎么还可能让人潜了进来。不过他身为监察院提司，对于庆国的防卫力量相当有相信，就算有刺客潜伏着，也只能是那种一剑可乱天下的绝顶高手，人数怎么也不可能超过3个。只是宫典不在楼中，这个事实让范闲心头一紧。洪公公扶着太后下了楼，这个事实让范闲更是微感头痛。难道那些刺客放这场火，只是为了将那位宫中第一高手调下楼去？此时楼上除了那些带刀侍卫之外，真正的高手似乎只有自己一个人了。范闲略有些自大地评判着楼中局势，毕竟在他心中，大皇子的马上功夫可能不错，但真正面对这种突杀的局面，他和一位优秀刺客的差距太大。看陛下的神情，似乎他并不怎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也许这是身为一代君主所必须表现出来的沉稳与霸气，但范闲却不想因为这个中年人偶有伤损而造成庆国无数无辜者的死亡。微微皱眉，对陛下身后强自表现着镇定的太子做了个眼色。太子微微一愣，马上知道范闲在想什么，躬身对皇帝行礼道：“父亲，火因不明，还请暂退。”谁知道皇帝根本不理会东宫太子所请，缓缓转身，清绝的面容之上透着淡淡自嘲，看着范闲说道：“火熄了没有？”范闲微微一怔，点头道：“已经熄了。”那为什么还要走？皇帝的左手轻轻抚着栏杆，悠悠说道：“朕这一世退的时候还很少。”
范闲面色宁静，心里却已经开始骂娘，心想你爱装酷玩刺激，自己可没这种兴趣。沉声说道：虽没什么异动，但此处高悬峰顶，最难防范，还请陛下以天下为重，马上回宫。以天下来劝谏一位皇帝，是前世宫廷戏里最管用的手段。不过很明显，对于庆国的皇帝没有什么用处，他反而转过身去，冷冷说道：范闲，你是监察院的提司，如果有人胆敢刺杀朕，那是你的失职。难道你要朕因为你的失职而受到不能赏花的惩罚？范闲气苦，心想自己只不过是监察院提司，虽然6处确实掌管着这一部分业务，但今天这赏菊会本来就没有让院里插手，自己怎么可能料敌机先？不过他旋即想到，监察院遍布天下的密探网络，最近确实没有探听到什么风声。这天底下敢对庆国皇室下手的势力，不外乎是那么2-3家。那2-3家最近一直挺安静的，最难让人猜透的东夷城也保持着平静。四顾剑一直是监察院的重点观察对象，可以确认对方还停留在东夷城中。看着皇帝一片安宁的神情，范闲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难道这场火并不是一场刺杀的前奏？难道自己真的太过于紧张了？看着范闲陷入了沉默，场间有资格说话的3位皇子都以为他是受了陛下的训斥，脸面上有些过不去。太子轻咳一声，准备为范闲分说些什么，但骤然间想到范闲最近这些时日里将老二打得凄惨，让自己大感欣慰。但是这个臣子的实力似乎也已经恐怖到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步，此时父皇打压对方，说不定另有深思，所以住嘴，只是向范闲投了一注安慰的目光。大皇子却不会考虑这么多，沉声说道：父亲，范提司说的有理，虽说这天下只怕还没有敢行刺父亲的贼子，但是为了安全计，也为了楼下那些老大人安心，您还是先下楼吧。皇帝似乎很欣赏大皇子这种有一说一的态度，但对范闲却依然没有什么好脸色，冷冷说道：范闲，你身为监察院提司，遇事慌张如此，实在身负朕望。范闲心里又多骂了几句娘，面色却愈发谦恭，自嘲笑道：陛下教训的是？皇帝略带一丝拷问之意看着他，忽然说道：你心中是否有些许不服？是。范闲忽然间心头一动，直接沉声应道：臣以为陛下以一身系天下，安危无小事，便更需珍重才是，再如何小心谨慎也不为过。这黄花之景年年重现，庆国的陛下却只有一人，哪怕被人说成惊慌失措，胆小如鼠，臣也要请陛下下楼回宫。楼间一阵尴尬的沉默，谁也没有料到范闲竟然敢当众顶撞圣上，还敢议论圣上的生死，还直接将先前皇帝对他的训斥驳了回去。你的胆子很大，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番话后，皇帝的脸色终于轻松了一些，看着范闲说道：如果说你胆小如鼠，朕还真不知道这天底下哪里去找这么大的老鼠。这本是一句笑话，但除了皇帝之外，顶楼上的所有人都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根本没有人敢应景笑出声来，只有胆大包天的范闲笑了笑，笑容却有些发苦。忽然间，皇帝的声音沉下去了3分，便是那双眼也闭了起来，人栏外的山峰轻拂着已至中年皱纹渐生的脸颊。朕这一世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场刺杀，你们这些小孩子怎么可能知道当年的天下是何等样的风云激荡？皇帝轻笑道：这样一个错漏百出的局，一把根本燃不起来的火，就想逼着朕离开，哪有这么容易？范闲看着这一幕，在暗底里鄙视着一国之君野玩小资，一颗心却分了大半在四周的环境上。宫典与洪公公都不在，虎卫不在，有的只是侍卫与3位，或者说4位。皇子，那些近身服侍皇帝的太监虽然忠心无二，往上3代的亲眷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中，但想靠着这些人保护着皇帝，实在是远远不够。尤其是洪公公随太后离去，让范闲非常担心。忽然间他心头一震，想到一桩很微妙的事情，如果这时候陛下遇刺，自己身为监察院提司，岂不是要担最大的责任？楼下时父亲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戴公公大声说道：陛下一生遇刺43次，从未退后一步。范闲一愣之后，马上想到了远在北齐的王启年，在心中骂道：原来所有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位或几位优秀的捧哏。皇帝缓缓睁开双眼，眼神宁静之中透着股强大的自信。北齐、东夷、西湖、南越，还有那些被朕打得国破人亡的可怜虫们，谁不想一剑杀了朕？但这20年过去，又有谁做到了？他轻声笑道：当遇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之后，范闲，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朕会如此不放在心上。那是，您这是熟练工种啊。范闲今天在肚子骂的脏话比哪一天都多，但在其位谋其政，自己既然当了监察院的提司，就得负责皇帝的安全。最关键的是，他可不想自己背一顶天底下最大的黑锅。于是乎，依然不依不饶，厚着脸皮，壮着胆子劝皇帝下楼回宫。皇帝终于成功的被他说烦了，大怒骂道：范建怎么教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陈萍萍怎么就看中了你？范闲满脸笑容堆着，
心里继续骂着：有本事您自个儿教啊，这本来就应该是您的业务范围。此时局势早已平静，估摸着再厉害的刺客也只有趁机遁去，不然待会儿禁军撒网搜山，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楼中众人的心绪稍许放松了一些，看着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陛下在痛斥着范闲，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太子依然无耻地用温柔目光安慰着范闲，大皇子有些不忍地转过头去，倒是最小的老三满脸笑容最欢，许是心里看着这幕觉得很出气。不知道陛下今天为什么如此生气，对范提斯劈头劈脑骂个不停，就像是在训斥自家儿子一般。毕竟范闲如今假也是一代名人，朝中重臣，在深重文治的庆国朝廷，今日这样大伤臣子脸面的事情还是极为少见。范闲满脸苦笑听着，却听出了别的味道，只怕这位陛下也在和自己怀疑同样的事情，所以才格外愤怒。如果说这出戏是老伯子或者是父亲大人暗中安排的，自己只能赞一声他们胆大心狠，无耻弱智，居然玩这么一招勇救圣上的戏，给圣上看皇帝不是傻子，至少智商不会比自己低，怎么会看不出来？只是看来皇帝相信范闲也是被蒙在鼓里。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正经刺客了，一场闹剧而已。但问题是，陈萍萍不是位幼稚园大班生，范建也不是第一天上学吓得在铁门口哭的小姑娘，陛下更不会相信自己最亲信的两位属下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来为范闲邀宠皇帝生气的原因。其实和范闲没多大关系，皇帝终于住了嘴，回过身重重的一拍栏杆，惊得楼内中人齐齐一耸。范闲却是个惯能揣摩人的主，对身边的戴公公一努嘴，做了个嘴型，示意他那位天子爷骂渴了。戴公公刚调太极殿不久，正小意着，看范提斯这提醒，不由一乐，便准备端茶过去侍候。换酒。皇帝并未回身，但却知道范闲这小子在自己身后做什么，注视着栏外旷景，天上浮云的眼中终于忍不住涌出一丝血笑之意。冷吟秋色诗牵手，醉泪含香酒一杯，既上高楼赏远菊，不饮酒怎么应景？每3年一次的赏菊会都会配备菊花酒，早备在旁边，只是悬空庙诡异起了场小火，闹得众人不安，竟是忘了端出来。此时听着陛下旨意，一位专司此职眉清目秀的小太监赶紧端着酒案走向了栏边，脚尖落地，分外谨慎小心。听着那句诗，范闲却是心头微惊。这是《石头记》38回里贾宝玉的一首菊花诗，皇帝此时念了出来，自然是要向自己表明他实际上什么都知道。只是此事终究瞒不住世人，范闲也没有当一回事。《石头记》这文章一位男女情爱未免落了下乘，不过文字还算尚可，但这些诗词就有些拿不出手了。楼间3位皇子并随从们并不清楚陛下为什么忽然在此时说起文学之道，微微一怔。范闲知道再不能退，苦笑着躬身说道：臣游戏之作，不曾想能入陛下倾慕，实是幸哉。哦，朕还本以为你是怕人知道此书是你托名所著，所以刻意在诗词上下些卑劣功夫，怎么幼稚怎么来。范闲叹息一声，不知如何回答。而此时场中众人终于知道，一向在民间宫中暗自流传的《石头记》原来是出自小范大人之手，震惊之余却又生出理所当然的情绪。这书一向只有谭伯书局出，而且文采清丽，实非俗品，若不是闻名惊天下的小范大人所著，还真不知道世上又去哪找另外一个人去。皇帝接过酒杯，嗅了嗅杯中微烈的香气，轻轻啜了一口，淡淡笑着，不再理会窘迫的范闲与吃惊的儿子们。盘上放着2杯酒，本预着陛下与太后一人一杯，此时皇帝自取了一杯饮了，还剩一杯。而此时太后已经下楼，便有些不知该如何分配。他看看太子，又看看大皇子，眉头皱了之后又舒开，下意识里便将手指头指向了范闲。忽然间发现有些不妥，在途中极生硬的一转，指向正躲在角落里一面笑一面吃惊的老三。三皇子年纪还小，苦着脸说道：父皇，孩儿不喜欢喝酒。像这种话也只能是小家伙说出来，才不会被判个逆旨之罪。皇帝沉着脸冷冷说道：比酒更烈的事情你都敢做，还怕这么一杯酒？三皇子脸一苦，被这股冰寒的气势一压，竟是吓得险些哭了出来，赶紧谢恩，迈着小脚走到栏边，伸出小胳膊取下酒杯，便往嘴里送去。当的一声脆响，三皇子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滚了远去。他目瞪口呆地望着那道迎面而来的寒光，似乎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不过喝杯酒而已，怎么这名侍卫却要砍死自己？毕竟是魏皇子，从小生长在极其复杂、极其危险的境况下，小家伙马上反应了过来，有人行刺。他的身后就是皇帝陛下，如果他抱头鼠窜，那么这血光似的一刀便会直接斩在陛下的身上。当然，三皇子并没有苦和大宗师那种踏血无痕的身法，也没有叶流云那种棺材架子一样坚强的一双散手。就算他再如何强悍地挡在皇帝面前，估摸着这惊天一刀也会把他直接劈成2半，顺带着取了皇帝的首级。躲与不躲都一样，所以三皇子选择了最正确的做法。他死死地站在原地，盯着那片刀光里刺客模糊的脸，
双腿发抖，裤裆全湿，不顾一切的尖声叫了起来。啊！尖锐的叫声响彻顶楼之前，场中所有人都已经发现了行刺的事实，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庆国皇宫的大内侍卫里居然会有刺客，所以当那把刀携着惊天的气势砍向蓝边捉着小酒杯的陛下时，没有人能够反应过来，从而让那把刀突破了侍卫们的防守圈。只有范闲例外，他一吐气，一转腕，一拳头便打了过去。这名刺客隐藏得太深，出手太突然，刀芒太盛，以至于他根本不敢保留丝毫。身后腰处的雪山骤现光明，融化而涌出的真气就像一条大河一般，沿着他的右臂运到他的拳头上，然后隔着几步的空气向那片刀光里砸了下去。这一拳相当的不简单，拳锋已经割裂开了空气，推着微微的嗡嗡声，就像是一记闷雷般在刀光里炸响，将那片泼血似的刀光炸成了粉碎。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范闲胸中一闷，极为震惊地发现使刀之人居然也是位九品的强手。不过也对，赶来行刺天下权力最大君主的刺客，没有九品的身手，怎么有脸出手？此时他已经飘到了三皇子的身边，左手一翻，黑色的匕首出腿，极为阴险地扎向刺客的小腹。刺客手中的刀只断了一半，刀势却愈发的凄厉，速度更快，近似同生共死一般。侍卫们终于醒了过来，大叫着往这边过来，与范闲前后夹击。这名刺客就算是九品强者，也没有什么办法。但就在这个时候，悬空庙正前方天上的那朵云飘开了，露出了太阳，那轮炽烈的太阳。光芒一闪，楼宇间泛起了一片惨惨的白色，然后出现了一名全身白衣，手持一柄素色古剑的刺客。没有人知道这个刺客是怎么出现在了顶楼，也没有人发现他借着阳光的掩饰已经欺进了皇帝的身前。嗤嗤两点破风升起，两名皇帝身边的侍卫最先反应过来，将陛下往后拉了一把，付出的代价是这两个人喉头一破，鲜血急出，连刀都没来得及拔出来就摔倒在地。一个白衣人拿着一把古意盎然的剑直刺皇帝面门。先前豪言一声未退的皇帝陛下，在这宛若天外来的一剑面前，终于被悍不畏死的贴身侍卫拖后了几步。此时那把夺人心魄的剑尖其实离他还有1尺远，但所有人都觉得那一节剑尖似乎已经刺中了皇帝的咽喉。所有的人都知道庆国皇帝不会武功，又有几个侍卫狂吼着堵在了陛下的面前，士气突然，又心忧圣上安危。这些侍卫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用人肉挡住对方的剑势。无数鲜血飞溅着，皇帝的双眼却依然是一片宁静，死死盯着那个义无往前、剑人合一的白衣刺客。侍卫们的实力足够，悬空庙下面还有洪公公，还有叶秦两家唯一的2名九品强者，此时只要能阻止那名白衣剑客一刹那，就可以保住陛下的性命。但谁来阻止？侍卫们已经做足了他们应做的本分，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同僚当中出了刺客，自己只怕也很难再活下去了。为了给家人留些活路，他们拼命的本领都已经拿了出来，剩下替陛下挡剑的事情，应该是留给陛下这几个儿子来做吧。连环的几击都只是发生在极短暂的时间之内。当时三皇子受惊脱手的酒杯还在地上咕噜咕噜转着，满脸震惊的大皇子正准备冲到父皇的身前，替他挡下那柄杀气十足的古剑，却只来得及踏出了2步，脚后跟都还没有着地。此时范闲阴险递出去的黑色细长匕首，距离侍卫刺客的小腹还有几寸距离，却已经感觉到了身后那股惊天的剑势。满天的血飞着，就像满山的菊花一样绽开，侍卫们死不瞑目的尸首在空中横飞。他们死都没有想明白，那名白衣剑客怎么可能躲在悬空庙的上方，那里明明已经检查过了。所有的一切都像慢动作一样，十分细致而又精心地展现在范闲的眼前。他甚至还能用余光看清楚太子满脸凄怆地向陛下赶去，那副忠勇的模样实在令人感动无比。但很可惜，太子殿下很凑巧地踩中了弟弟失手落下的酒杯，滑不着力，整个人快要呈现一种滑稽的姿势，摔倒在地上。上天注定，机缘巧合，此时只有离陛下最近、反应最快的范闲来做这位忠臣孝子。范闲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身后那柄剑上的杀意比身前这位九品刺客更加纯粹，更加狂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激起了他深埋内心深处的戾气。他有信心在这一瞬间之内同时救下陛下和身旁的老三，只是肯定要被后面那个白衣剑客重伤，但他决定搏了。这么好的机会，吝啬的范闲不肯错过，这么强的敌人，好胜的范闲不肯错过。但就在这个时候，令范闲有些心寒的是，刺客们的最后一招终于出手。这一次对方使出了埋在庆国宫廷侍卫里已经10年的钉子，又不知花了多大的代价，请动了那名白衣剑客，拼着要折损自己在庆国10余年的苦力经营，诱走了洪公公，适时而动，才造就了当前这个极美妙的局面。但是那名九品刺客不是杀招，甚至连那名剑出7力的白衣剑客也不是杀招，真正的杀招来自庆国皇帝的身后。那名先前奉上菊花酒的眉清目秀的小太监，当皇帝被白衣剑客一剑逼退数步后，便正好挡在了他的身前。只见他一翻酒案，
伸手在廊柱里一摸，就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一把灰蒙蒙的匕首，狠狠地向着皇帝的后背扎了下去。匕首是藏在悬空庙的木柱里，柄端被漆成了与木柱一模一样的颜色，而且经年日久，根本没有人能够发现那里藏着一把凶器。没有人知道这把匕首放在这里已经放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对方针对庆国皇帝的这个暗杀计划谋划了多久。只看这番耐心与周密的安排，就知道对方志在必得谋杀一国之君，最需要的不是实力，而是决心和勇气。此时庆国皇帝的身前是一柄古意盎然，却见是今天的长剑，他的身后是一柄古旧至极却极其阴滑的匕首，根本毫无转圜之机。范闲知道自己面临着众生以来最危险的一次考验，比草甸上与海棠的争斗更加恐怖，但他来不及嗟叹什么，便已经下意识里做了他所以为正确的选择。黑色匕首脱手而出，刺向了对方的双眼。他知道自己不是神仙，就算是五竹叔或者是4位大宗师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也不可能在击退面前刺客。保住老三性命的情况下，在与那名白衣七雪的剑客硬拼一记，还有足够的时间与力量去帮助陛下对付身后的那名小太监。宫中那位小太监没有什么功夫，但是他手中的那把陈旧至极的短剑却是最要人命的东西，所以他选择了先救三皇子，再救陛下。虽然这种选择在事后看来是大逆不道，但在范闲眼中看来，三皇子只有8岁，还是个小孩子，救人自然是先救小的。黑色匕首像道黑蛇一般刺向了第一位刺客的眉宇间。对方此次筹划地极详细，当然知道范闲最恐怖的手段就是这把黑色的细长匕首，传说中是废界老怪物亲自开光的不祥之物。那名9品刺客不敢怠慢，半截直刀一闪，直接将这把匕首狠狠地击向了楼下。他想看看被世人誉为文武双全的范提斯，在失去了武器的情况下，还怎么能面对自己的一刀。匕首刚刚飞出栏杆的时候，范闲已是急速转身，将自己的后背亮给了刺客。而在转身的过程当中，以根本没人能看清的极快速度，在自己的头发里捏了一捏，借势向后轻轻一挥，一支细细的绣花针不偏不倚地扎进了那名刺客的尾指外缘，只扎进去了一丝，连血似乎都不可能冒一滴出来。而那名刺客却是闷哼一声，顿觉气血不畅，一刀挥出，斩去了自己的尾指。抬头已然不见范闲。范闲此时已经来到了那名不可一世的白衣剑客身前，拦在了他与皇帝之间。随他而至的自然还有那3支勾魂夺魄的黑色弩箭与几大棚已经分不清效用，但混在一起一定是十分淫荡，足以滥肠破肚的毒烟。一大片黄的、青的、白的烟在悬空庙最顶层的木楼里散开，真是说不出的诡异，就像是京都偶尔能见的烟火一般。但那白衣剑客竟似对范闲阴险的作战方式十分了解，早已避开了那3支弩箭，也闭住了呼吸，依然是直直的一剑穿千山越万水，破烟而至，杀向范闲的面门。此时所有手段都使出来了的范闲正挡在皇帝的身前，就算这一剑刺了过来，也只会首先刺中范闲的身体。就算他大仁大义到肯替皇帝老子送命，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至于陛下身后那个行刺的小太监，请陛下自求多福吧。一剑临面，范闲体内的霸道真气无比狂跃起来。此时不知道是心神在指挥真气，还是真气已经控制住了心神，只听他尖笑一声，双掌击出，体内的真气竟似被压缩成了极坚固的2截山石，透壁而出，迎向那柄寒剑。白衣剑客微微皱眉，知道自己如果依然持剑直进，就算刺透了范闲的胸口，只怕也会被这恐怖的2掌将胸骨尽数拍碎。嗤的一声，那柄古剑就像是仙人拨弄了一下人间青枝般，微微一荡，刺进了范闲的肩头。在这一瞬间，白衣剑客舍剑与范闲对掌，轰的一声巨响，劲力直震4季，灰尘大作，毒烟尽散。白衣剑客就算再如何天才，也及不上范闲打印幼儿时期打下的真气基础，左手稍弱，腕骨咔啦一声便是折了。但令范闲心惊胆战的是，白衣剑客被自己震退之时，居然还能随手拔去了插在自己肩头的那柄古剑，这得是多快的速度，多妙的手法！一击不中，马上退去，正是一流刺客的行事风格。白衣剑客脚尖在栏边一点，再也不看范闲一眼，便往庙下跃去。衣衫被山风一吹散开，就像是一朵不沾尘埃的白鹤一般，便在白衣剑客与范闲交手的那一瞬间，场间响起2声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响声。那名让范闲都有些狼狈的9品刺客，此时满脸血红，双肩肩骨尽碎，鲜血横流，眼中带着一丝不甘与绝望，倒了下去。在倒下去的同时，嘴角流出一丝黑血，等身体触到楼板之时，已经死得十分透彻。在这名刺客的身后，一直佝偻着身子的洪公公依然绣着双手，就像是没有出手一般。范闲忽然想到刺客最绝的那一招，豁然转身，然后看见了一个令他震惊，令他许多年之后都还记得的画面。拿着匕首意图行刺的小太监昏倒在楼板上，头边竟是一片木屑，而他行刺的目标庆国的皇帝陛下手中拿着半边盛放酒杯的木盘，
这是先前皇帝陛下在混乱中唯一能抓到的一件武器。他望着脚下小太监寒声说道：“朕虽然不是叶流云，但也不是你这种角色能杀的。”确实，庆国皇帝虽然不修所谓武道，但毕竟也是马上打天下的勇者，寻常打架那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惊魂未定的范闲看着皇帝拿着半片木盘的形象，却不知道怎么想起了前世看的古惑仔电影，好一招板砖。悬空庙下响起一阵惊叫狂嚎与痛骂，想必是那位白衣剑客已经逃了下去。看来庆国的权贵们果然胆量足，性情辣，知道对方是行刺圣上的刺客，竟是纷纷围了上去。又是一声惊呼与闷哼，远远传上楼来。此时不是表功论罚的时候，范闲伸头往栏边一看，只见地面上京都守备叶仲正眼唇而立，以他的眼力能看清楚对方正在吐血，想必是先前与那名白衣剑客交手时下了狠劲儿。叶仲是庆国京都少有的九品强者，既然他偷袭之下都吐了血，那名白衣剑客自然伤得更重。果不其然，远处满山的菊花之中，可以瞧见那名白衣剑客略显迟滞的身影。传说中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就离家远走，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皇帝陛下站在范闲的身后，冷冷说道：“范闲，替朕捉住他，看看他们兄弟二人是不是一样都是白痴。”连遇惊险，一向沉稳至极的庆国皇帝终于动了怒。范闲知道此事轮不到自己说什么，既然洪公公已经上了楼，皇帝接下来的安危就轮不到自己关心了。虽然肩头还在流着血，但他的人已经跃出了栏杆，像头黑鸟般急速地往楼下冲去。楼下又是一片惊呼：“看戏啊！”范闲面色一片冰寒，皇帝既然发了话，自己也没什么办法。在他掠过之后片刻，自身也是猝不及防的京都守备叶仲也终于调息完毕，黑着一张脸往那名白衣剑客逃遁的方向掠了过去。宫点是他的师弟，如果今天捉不住那名刺客，只怕整个叶家都要倒霉，跳进大江也洗不清。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他也要亲手捉住那名刺客，而且是活捉。紧接着，侍卫之中的轻功高手也化作无数个箭头扑向了山野之间。山下有禁军层层包围，山上有范闲、叶仲这两名九品强者领着一群红了眼的大内侍卫追杀，不知那名白衣刺客还能不能逃江出去。悬空庙里，皇帝已经褪去了先前的怒容，满面平静，就像脚下的木屑。楼中的鲜血、侍卫与刺客的尸首、受伤和昏迷的人们，四周空气里的微甜味道并不存在，就像是自己没有遇到一场敌人筹谋数年之久的谋杀，只是在进行3年1例的赏菊之会。有人开始收拾庙宇内的残局，许多的宫中高手挤在了顶楼，似乎是想把这楼压垮。起先负责陛下安全的侍卫面色惨白，那些太监们包括戴公公在内都瑟瑟发抖，不知道圣上遇刺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些什么改变，还是说会直接终止了自己的命运旅程。太子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满脸泪珠，与太皇兄二人齐排跪在皇帝面前，请罪道：“儿臣无能，让父皇受惊了。”大皇子说的沉重无比，他在西方杀敌无数，却没有想到当刺客来袭之时，自己竟是连做出反应的能力都没有。而那位他本来有些瞧不起的范闲，竟然身手如此了的，剑击如此之快，一入九品便非凡俗。你们虽是朕的儿子，碰见这些亡命徒，反应不及也是自然之事。皇帝似乎没有怪罪儿子们的意思，只是看了一眼角落里那个死在洪公公手下的九品刺客，又看了一眼被太子踩破了的酒杯，眉头微微皱了皱。他轻轻揽着怀中还在害怕不已的三皇子，眼睛却看着楼下那片漫山遍野的菊花。山坡之上隐隐能看见偶有动静，枝叶轻飞而碎。老奴去吧。洪公公在皇帝身后谦卑说着，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在一场刺杀之后应该牢牢地守护在陛下的身边。小范大人最近在生病，老奴有些担心。地板上范闲灵去前扔下的药囊十分显眼，毒烟漫楼，总会有些人吸了进去，所以他留下了解毒丸。看着地上的药囊，想到那孩子的细心，皇帝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微微歉疚。他这时候才想起来，范闲这个孩子最近身体一直有问题，而且洪公公上次去范府看后，也证明了他身上的病确实有些麻烦。他的手指轻轻在悬空庙的栏杆上点了几下，笃笃作响。下方一直缩在众权贵后方的范建似乎心有感应，向着楼上看了一眼。你不要去了。皇帝对洪公公冷冷说道。朕派人。话音落处，悬空庙下方的山坳里又传来数声异动，数名身影从隐伏处站起身来，身负长刀，沿着陡峭的山石缝隙冲入了花海之中，不一时便超过了提前几刻出发的大内侍卫，追寻着最头前3个人的踪迹而去，正是虎卫。山里有座庙，庙前自然就是山沟沟，只是这山沟沟有些陡。范闲就在山沟沟里的田野里疾行着，见或伸手拨去迎面冲来的枝桠，嗅着山野间金线菊瓣碎后的淡淡香气，像是吃了鸦片一样，体内的真气依循着那2个通道快速流转，极快地补充了他精神与力量的消耗。双脚就像是长了眼睛般，奇准无比地踏上下方的岩石，身如黑龙，
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向着山下冲去。说起跳崖，除了五竹叔外，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能比他更快。更何况今天与白衣剑客一战后，体内修为受了大震撼后自然有所提升，真气的充沛程度与精神状态都处于巅峰之中，左肩的伤势根本算不得什么。他身前数十丈处那个若隐若现的白色身影，身法也算是极其精妙，像朵云一般聚拢散开，便柔媚无比的泄了下冲之力，速度没有减慢，但终究比不上范闲借着地心引力加速。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至于后面那些还在寻觅下山道路的大内侍卫，已经不知道被甩下了多远，而那位声名赫赫的叶仲大人，明显一身修为是放在那个虫子上面，也被拉下了好长一段距离。茶还未冷，两人就已经一先一后的冲到了山脚下。看着远处隐约可见的禁军兵马旗帜，范闲心头稍松了口气，却意外的发现前方的白衣剑客身形一斜，强行扭转了前进的方向，擦着山脚树林的边缘往西方掠去。已经踏上了平地，范闲的速度本来应该不及那位白衣剑客，但白衣剑客受了叶仲一掌，明显吃了大亏，速度始终提不起来，所以被他死死追着。不过看着对方选择的方位，范闲依然止不住心头微凛。山上山下联系不便，圣上遇刺的消息就算已经传了下来，这些山下的禁军只怕也难以马上做出反应，更何况白衣剑客选择的方向正是禁军最难照顾到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原始的密林，林子的面积虽并不宽大，却足以掩护白衣剑客亲身而出。他沉默地追赶着，期盼禁军统领不会因为宫点的失职而忘记了那个方向。令他欣慰的是，那片密林外面明显也有防备，那名白衣剑客在高速奔行的过程中又是强行一转，往2点钟的方向穿插了过去。范闲紧紧跟着，白衣剑客在转，范闲在跟，数次突刺一般的转变方向，白衣剑客却极漂亮地保持着与远处禁军的距离，而范闲也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喊兄弟们帮忙。嗖的一声，白衣剑客陡然加速，往正前方的一处湖面掠去。等范闲也咬牙跟着冲了过去之后，才有些恐惧地发现了一个事实，自己已经跟着那位刺客穿过了山脚下禁军的包围，前方一片空旷，无人防守。范闲心中巨震，完全不能了解那名白衣剑客是怎样摆脱了层层禁军的注视。除了二人身法确实够快之外，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白衣剑客对于禁军的布置，对于庆国朝廷的应急反应都已经熟悉到了一种很可怕的程度。联想到宫点今天一直没有出现在悬空庙中，范闲感到一丝凉意沿着自己的后背爬了上来。但此时不是思考阴谋诡计的时候，业重太重，侍卫太慢，身旁无人，如果让这名刺客从自己的眼前就此消失，范闲知道自己会惹上多大的心山。不能回头，只能飞，只能追，一追再追。对于自己的追踪技能，范闲有足够的信心，尤其是在北海之畔的夜里，自己领着几名虎卫，硬生生将当年纵横天下的萧恩追得凄惨不堪后，他根本不相信除了4大宗师之外，还有谁能逃得出自己的跟踪。但今天连番的意外接踵而来，让他有些心寒。先是对方能够轻易穿透禁军的封锁，紧接着对方又表现出来了十分强悍的摆脱能力，由山脚直至湖边，穿湖而过，在农舍与田野间穿梭。那名白衣剑客有好几次都已经消失在他的视野中，如果不是范闲眼力惊人，运气过人，只怕早就已经被对方摆脱了。而且白衣刺客在这一路上所表现出来的沉稳，甚至像是本能反应一般的躲避，实在是让范闲十分佩服。他自幼接触监察院的东西，当然知道这得需要多少年的经营才能达到。尤其是注意到对方在掩灭痕迹时的手法十分的老练，而且透着一股子阴沉的味道，总让范闲感觉很熟悉，就像是他已经非常熟悉的那片黑暗一般，与这名剑客的一身白衣透着股格格不入。想必这才是白衣剑客的真实一面，冷静且不必提，阴狠决断，无一不是人间极致。悬空庙上那一剑虽然惶惶然壮烈至极，但在范闲看来却没有此时对方散发出的黑暗气息来的惊人。此人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实力，只怕早已经超越了年老的萧恩，还在自己的真实实力之上。范闲越来越心惊，悬空庙上自己确实太冲动了些，太热血了些，此时冷静下来才能正确的评估对方那一剑的威势。若不是叶重伤了对方，或许范闲此时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马上住脚，离前面那个白衣人越远才会越安心。二人身前京都在望，城廓高耸，气势逼人。虎的一声，白衣剑客去势不顿，单手脱去身上的雪白长衫，露出里面一件朴素简单的衣服，就如同京中居民常见的穿着。白衫落在泥地中，片刻之后，一只脚尖在衣上轻轻一点，一个身影急速掠了过去。范闲看着远方已经乔装成普通百姓的剑客，对于对方的佩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方不像一般的刺客一样往郊外逃去，反而却要自投罗网，杀入京都。这京都不知有多少万人，对方混入人海之中，想必也有可靠的身份做掩饰，就算监察院全力发动，只怕也再难找到他了。
今日皇室集会于悬空庙，京都防卫自然松懈。城门处的小兵只觉得眼前一花，揉了揉眼，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范闲看得清楚，那人已经混入了京都的人群之中，也不忌惮惊世骇俗，直接从城门处冲了过去。入城之时并未受阻，他依然能够勉强追着那个刺客。在京都这样复杂的地况之中，才是真正考究黑暗刺客们能力的时候。范闲使尽了浑身解数，才没有跟丢前面那个影子一样的人物。好在今日精神状态奇佳，速度没有一丝减退。沉默的追杀与反跟踪在京都的民宅间、小巷间进行着，凶险处或许不及上次北海畔，但紧张的程度却犹有过之。楼角身影一飘，足下不斜一点，穿过热闹的旧市街，撞翻了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便是这一撞，让范闲判断清楚，刺客受的伤重，看来已经支持不住了，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一条死巷子骤然出现，一阵急促而轻微的脚步声之后，范闲终于成功地将那个人堵在了巷口的尽头。连番跋涉，用心用力用神，他的脸色有些不自然的苍白，颊上却是2朵亢奋的红晕，双眼里晶亮一片，正是体内真气充沛到了极点的显示。而巷口里的那个刺客情况比较糟糕，白衣已去，一身普通的衣服下面已经能看见隐隐沁出的血水。刺客转过身来，是一张范闲完全陌生的脸，也是苍白无比，想来平日里极少见阳光，也不知道易容过没有。他嘶哑着声音，看着离自己只有10步远的范闲，说道：“小范大人，你不累吗？”范闲微微一怔，轻声说道：“本官没想到你能跑这么远。”刺客微微一笑，轻轻将手伸进外面的衣衫，缓缓取出了那柄寒若秋水的古剑，一剑在手，他全身上下的气质为之一变，马上由一位逃亡的黑暗刺客变成了一位高傲的剑客，浑身充满了自信与骄傲。我本不想杀你。范闲默然，知道对方如果没有受伤的话，确实有足够的实力说出这样看似狂妄的一句话。感受着巷子尽头那股拂面生寒的剑意，他下意识里准备扣住暗弩的扳机，取出藏在靴中的黑色匕首，抛出最拿手的毒烟。不料匕首没摸到，毒烟用完了，暗弩不在了。你是赤裸的。无名刺客冷漠说着，你只有3支弩箭，1把匕首，14粒爆烟丸，而现在你是赤裸的。范闲微微低头，面色沉了下去，知道自己确实是裸奔入京，一向能够帮助自己的3大法宝已经不在身边，有着3大法宝在手，他敢和海棠正面打上一架，而此时面对着一位综合实力绝对不在海棠之下的绝顶高手，范闲能怎么办？他只有祝福对方的伤势发作得更快一些，五竹书能来得更快一些。他体内如今已至顶峰之境的充沛真气，让他的心神坚毅自信起来，在经络里快速流转的真气，就像是无数调皮的孩子在劝说着他，凭借自身的实力与对方狠狠地战一场。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下了自己的战意，用没有夹杂一丝情绪的目光看着对方，微笑说道：“说出你一个能让我满意的身份，我就不追。这是交易，这是他冒着奇险一直追踪这位绝顶高手到京中也要做成的一笔交易。”悬空庙的刺杀太古怪了，宫典的离奇失职，刺杀时机关叠出的绝妙安排，面前这位刺客的出现与离开，对庆国内部事务的熟悉，都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这次刺杀肯定不止一方势力参与其中，而且一定有庆国内部的人员参与。范闲只是需要知道此事的真正起源，而不是像个勇士一样的为陛下洗去耻辱。他不是一位单纯的忠臣，更在乎的是这次刺杀与自己、与父亲、与监察院之间的关系。不要说气节这类的话。范闲依然低着头，笑着说道：“你我都是一路人，知道承诺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意义，给出我所需要的信息，我放你离开。”刺客沉默着，默认了他的说话。但就在范闲以为对方会接受这个看似对双方都很公平、绝对双赢的交易时，对方忽然说道：“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杀了你，我不一样也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真的很妙。范闲强悍地拒绝了二皇子那个和解共生，在所有人看来都很美满的提议，而此时也有人很强悍地拒绝了他。靠的是什么？当然是实力。剑光似乎在一瞬间之内照亮了整条小巷，深秋里的落叶也被这剑锋刮拂了起来，纷乱地飞舞在二人身间。那柄古意盎然的长剑就这样在凄美落叶的陪伴下，突兀而决然地来到了范闲的面前。就如同在悬空庙顶楼一样，范闲体内真气急出，运至双掌之上，开天辟地一般，携着雄浑至极的掌风拍向对方的面门。对于迎面而来的长剑根本看都不看一眼，掌风凛冽，将那名剑客的头发震得向后散去，就像是道道钢刺一般。武技知道他不如对方，于是只好搏命。而且他很清楚，越是杀人无算的绝顶刺客，越是珍惜自己的生命，越是骄傲，怎么可能换命？如他所愿，对方果然横剑一挥，向着他的手掌上斩去。范闲奇快无比的收手，化为2道黑影，直击对方的太阳穴。这双拳出的是干净利落，简单至极，
却是异常凶悍。便在这时，与他对战的剑客却做了一件让范闲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剑客不再像大画师一样潇洒挥剑，不再妙到豪颠的运剑，他直接弃剑，长剑脱手，急射而出，直袭范闲的咽喉。他的身体却异常古怪地缩了起来，避过了范闲的凌厉拳锋，将手放到自己的左腿靴口处，取出一把暗哑无光的匕首。范闲闷叫一声，收拳而回，交错一击，仗着自己的霸道真气，生生将那夺命一剑击飞。古剑化作一道直线飞了出去，嗤的一声插在巷墙之中，不停颤抖着，嗡嗡作响。更令他大惊的是，对方居然从靴子里摸出了一把匕首，向自己刺了过来。这一招范闲实在是太熟悉了，剑客古剑在手之时便是光明正大，大开大合，堂堂正正的绝代剑手，所以范闲用霸道真气相应。但是这名剑客弃剑之后，整个人的光彩便似乎荡然无存，化作了秋风之中的一道魅影，手里提着一把尖锐的匕首突刺而出。这种强烈的气质变换只是在骤然之间发生，范闲险些应对不及，左臂处被划了一道细小的血口。霎时间，两个黑灰色的身影就这样在巷中缠斗了起来，贴身的搏击，全以奇诡之道而行，风出无声，指出阴险，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进行着极凶险的刺杀。两个人的动作越来越快，弯肘提膝，撩腹跺脚，由墙角站至墙上，再摔到地面，一连串肉体格击之声连串响起，惊心动魄。如果范闲不是从小被五竹锤炼长大，如果不是深受监察院风格的浸淫，一直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只怕早已经被那把匕首戳出了无数个血洞。但饶是他躲得再快，终究还是被那把似乎染上了噬魂之气的匕首在身上割了无数道血口子。对方肯定对监察院官服的构造十分清楚，刀尖所割全是没有重点保护的地方。而最令范闲心惊胆跳的是，对方竟对自己研究的十分透彻，将自己的出手路线算得死死的，自己赖以保命的小手段竟每在发动之前就被对方猜得先机躲了过去。不论是拧尾指，还是插眼珠、捏阴囊，还是想倒肘击，什么样无耻下流阴险的招数都失去了效用。一抹浅灰色的光芒闪过范闲的眼帘，匕首的尖端很直很直地扎了下来，这让他想起了五竹叔的那根棍子，让他想起五竹叔说的那句话：直、准、狠。之所以范闲在快要嗝屁的时候还有情调回忆往事，是因为他还有一招大劈关，脚下的靴尖里还藏着个刀片。一甩手，体内暴力的真气一下子蹦了出去，手臂上的监察院官服都被震得丝丝碎裂，右手被真气所击，不停地颤抖，隐隐然有了几丝儋州海崖下夜流云散手的风韵，啪的一声击出。像个幽灵一样附在他左臂处的刺客只觉一股强大而锥心的真气扑面而来，对方这一拍的手指根根散开，宛若枯枝一颤。刺客胸口一闷，被震了出去，脚尖也往下一踩，不偏不倚踩在范闲阴险踢过来的削刀尖上，飘然退开3尺。范闲一声闷哼，捂着受了刀伤的左臂，看着面前这个可怕的敌人，发现对方也在眼唇流血，稍觉安心。只是五竹叔还没来。刺客横肘将灰暗的匕首横举在眼前，嘶哑着声音说道：“这是学的你的。”范闲阴沉着脸，感受着自己的精力随着伤口处鲜血的外溢而不断流失着，冷声道：“不用客气。”没有时间留给他治伤调息，而对方明显在对伤势的耐受力方面比自己还要更加强悍，所以范闲没有第二句话，脚尖在巷墙上一点，踹落几块灰砖，整个人已经扑了过去，去势若虎，一往无前。刺客退一步跃起，反手撩刀刺向他的太阳穴。范闲身形一滞，气势由极暴力而转至极阴柔，整个人的身躯极冒险地绕着那柄匕首转了小半圈，右手2根手指间寒芒一闪，从自己的颈后鬼魅伸了出去，刹那晨光里便要轻拈毒针，扎中那把稳定异常握着匕首的手的虎口。可他没有料到，刺客反手撩的那刀竟是个假象。当针尖探过去的时候，对方已经从从容容地拉回匕首3寸，让毒针扎在了匕首的横面之上，针尖寸短，显得脆弱无比。紧接着，刺客便是一膝顶在了范闲的后腰窝里，一股剧痛让他横过身去，然后便看见了那柄恐怖的匕首距离自己的胸口只有极短的距离。看着这把匕首，范闲绝望了，对方竟然准备得如此充分，连自己最后保命的3根发针都摸得一清二楚。而五竹还没来，腰间着了重重的一击，范闲的一声闷哼却变作了极其狂暴的一声呼喊。啊！生死之际终于激发出了他体内最大的潜力，将那股强悍的杀伤力全数吸入了雪山之中，催发着霸道真气运至自己的双臂，夹住了匕首。双掌与匕首一夹，发出了极难听的嘶哑声，就像是烫红了的烙铁正在粗糙的脚掌上慢慢划过。两个人距离得如此之近，以至于范闲能看到对方眼神里的那丝微笑。倒霉这种事情总是连袂而至，此时范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身体里最大的那个隐患也终于爆发了出来，发出了致命的怒吼。
暴力的真气就像是不听话的孩子，又像是难以驯服的野兽，异常不稳定的在他的经络中开始跳动。而雪山处的真气运机似乎也已经随着这一场耗费心神的缠斗，终于突破了极限爆了。就在那么极短的瞬间内，范闲便已经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苦楚，身上每一处能够有感觉的神经都像是被撕裂了一般，痛楚无比。而体内的真气就这样狂似的冲破了管壁，杀进了他的身体。片刻间，消音在腹脏之中，再也无法调动出来，真气全无，双掌自然无力。嗤的一声轻响，那柄始终无法真正刺中范闲的灰暗匕首，就这样简简单单，甚至有些荒谬地刺进了他的胸口。范闲松开双掌，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胸上突然多出来了一把匕首，而且只能看见后面那一截。就连对方那名绝顶刺客似乎都惊呆了，傻傻地看着范闲胸前的匕首，而没有接下来的动作。不知道过了多久，那种痛楚才传到了范闲的脑中，他才明白自己中了很深的一刺，只怕这条小命就要这么糊里糊涂地交代在异世界的一条小巷之中。不甘啊，还有很多事情没做，还没生孩子，红楼梦还没有抄到78回，还没有去内库看叶青梅做的家事，还没有去神庙偷窥，还没有站在皇宫的大殿上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的身份。最不甘的是，瞎子，你怎么还没来呢？意外，很意外的是，说出这2个字的除了临死不忘前视周心性的范闲外，还有对面那位剑荣。只不过范闲说的极为不甘，对方说的极为无辜。刺客终于松开了握着匕首的手，范闲双腿一软，就往地上倒了下去。当庆国皇帝最精锐的虎卫终于千辛万苦地赶到小巷时，没有来得及参加这场激斗，只来得及看着一个普通百姓模样的人松开了小范大人胸口的那柄匕首，然后化作一道黑色的影子，直接掠过了巷尾那堵墙。而小范大人，这些虎卫们暗中传颂，无比强大的大人物，就像一位酒后的醉鬼般，直挺挺地摔倒在巷中的土地上。快追！有虎卫低声吼道。分二，手救人。这一行虎卫的头领高达，沉着一张杀气腾腾又阴郁至极的脸，蹲在范闲旁边，看着面前地上这个带着自己出使北齐的年轻官员，心里无比紧张和担心。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声音在巷子里响了起来。死不了！范闲气喘吁吁地靠在高达的怀里，望着胸前的一大片嫣红，插得不够深。不过快请御医去府上找我妹妹拿解毒丸子，另外请陛下急召费借回京，小命要紧。说完这句话，范闲双眼一闭就昏了过去，只是昏迷之前还用有些模糊的眼光看了一眼那名刺客逃遁的那堵土墙。意外重伤后的古怪情形已经让他隐隐猜到了那名可怕刺客的身份，只是这事儿太复杂太可怕，可怕到他宁肯下意识里让自己昏迷不醒，也不愿意就这个事情再继续思考下去。车帘随着迎面而来的风飘了起来，露出一角车外的青青山色和急退而后的长长石板路，就像是无数幅的画面正在不停的倒带。画面的一角是片黑色的布巾正在飘动着，化作流溢黑光，渐渐占据了整个画面。画面转而一亮，斑驳的亮片化作了很眼熟的小花，在儋州的山崖间开放着，有一只略显粗糙但格外温暖的手伸了过来，摘了一朵。花儿在民宅顶的露台上被阳光与海风晒干，混入茶中，开水冲入杯中，荡起茶叶与干花，泛起金黄润泽的琥珀色。又有一只手伸了过来，稳稳地端起放在了面前。少爷，喝杯丝丝泡的新茶吧，今天是他入门头一天。许久不见的冬儿姐姐满脸温和笑容，不知道为什么她今天没有在儋州当豆腐西施。自己摇了摇头，接过茶来送到了另一边，看着坐在自己旁边正不停啃着鸡腿的碗，嗔怪说道：油乎乎的，你也吃得下去，喝杯茶清清嗓子。婉儿没有说话，反而是坐在自己右手的妹妹笑了起来，眉宇间的淡淡忧色全数无踪，让自己看着很是欣慰。该走了。脸上蒙着一块黑布的五竹冷声说道。去哪儿呢？自己下意识里问了一句。去看小姐。好。自己没有一丝异议，无比兴奋地站起身来，走到床边去提行李，还有那一个黑黑的箱子。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这箱子格外的重，怎么提也提不起来，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一滴汗顺着昏迷中范闲的额角滑落了下来，滴在了枕头上面。他有些迷糊地将眼帘撑开一条小缝隙，无神地看着上方的流言彩绘，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很陌生的房间之中，不由浑身一寒，想着难道又穿了？如果死一次就要穿一次，范闲或许情愿自己上一次就死得透彻些，何必来这世上走一遭，看了那么些人，遇了那么些事，动了那么些情，生出不舍来，却又离开，偏还记得。范闲有些散离的目光终于适应了房间里的光线，开始像婴儿一样的学习聚焦，终于瞧清楚了，在自己身边婉儿的一双眼睛已经哭成了红肿的小桃子，死死攥着床单的一角，咬着下唇不肯发出声音，看来自己还活着，还是在庆国这个世界里，只是不知道自己是躺在哪里。低头有些困难，但他从胸口处传来的疼痛里知道自己的伤并没有治好。
此时房间四周里全是那些低眉顺眼的阉人，正满脸惶恐的四处找寻着什么，冒充着忙碌与悲哀。门口处，一群穿着浴衣服饰的老头们正哀哀戚戚地对着一位中年人说话：“陛下，臣等实在无法。”中年人大怒道：“如果就不回来，你们就陪葬去。”半昏迷状态中的范闲看着这一幕，却忍不住冷笑了起来，只是唇角并不听他大脑指挥的翘起一角。他在心里想着，这倒确实是挺耳熟的台词，只是你这皇帝到我要死的时候才来发狠，似乎做人不怎么厚道。与眼前情况相比，范闲下意识里更希望是父亲大人范尚书在对着太医大吼大叫，想伸手拍拍碗的手背，却没有力气动弹一丝，体内无一处不痛楚，无一处不空虚。他强行提摄心神，却是脑中嗡的一响，又昏了过去。当范提斯大人还有余暇腹诽皇帝、安慰老婆的时候，整个京都已经乱翻了天。皇帝遇刺这件事情不可能瞒过天下所有人，所以很多人在黄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过令百姓们心安的是，陛下并没有在这次事件之事受伤。但没过多久，又传来消息，监察院提司小范大人忠心护军，英勇出手，亲手消弭了这一件天大的祸事，然后不顾病后伤后虚弱之身，自悬空庙追击刺客入京，终于不知倒地，身受重伤，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范闲在庆国民间的名声一向不错，一闻这消息，京都居民们大多端着饭碗，表示了真切的担心与衷心的祝福。夜里提着灯笼去庆庙替他祈福的人们竟是排起了长队。城南大街的范府没亮几盏灯，一片暗淡，下人们手足无措地等着消息。范闲受伤之后，被虎卫们直接送入了宫中。陛下返京之后，便将重伤之后的范闲留在了宫中，令御医们寸步不离看着。对于陛下的这个表示，范府上上下下都觉得理所当然。少奶奶与小姐已经入了宫，还没有消息传出来。不过传闻中大少爷被刺了一刀，伤势极重，太医一时间没有很好的法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户部尚书范建没有入宫，只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阴沉着一张脸，不知道在想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陈萍萍也不可能还在郊外的陈园里看美女歌舞。她坐着轮椅返回了监察院，第一时间内开始展开对于行刺一事的调查，同时接手了悬空庙上被擒的那位小太监和那位九品高手的尸体。靖王已经赶进了宫中，柔家郡主流在闺房里哭，不知道京中还有多少小姑娘们在伤心。二皇子紧闭着王府的大门，严禁属下任何人去打听任何消息，做出任何反应。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值此多事之秋，任何不恰当的举动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大皇子守在抢救范闲的广信宫外面，不停地踱着步。宜贵嫔也领着三皇子站在广信宫外面。今天三皇子这条小命等于是范闲救下来的。先不说宜贵嫔与范府的亲戚关系，身为宫中女子的她也知道在陛下震怒的背后所体现的是什么，而自己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皇后没有来，东宫太子也只是在广信宫处假意关心了几句，安慰了婉儿和若若几句，又请陛下以圣体为重，便回了东宫。据另外传来的消息，皇太后虽然只是派洪公公来看了看，但老人家此时正在含光殿后方的小念堂燃香祈福。范闲重伤将死的消息，让庆国所有的势力做出了他们最接近真实的反应，不免感觉有些荒谬的可爱。广信宫以往是长公主在宫中的居所，也正是范闲第一次夜探皇宫时便来过的地方，但他没有在寝宫里待过，所以先前醒来的那一刹那里，没有认出来自己是躺在皇宫里。虽然范闲是为了陛下才受了这么重的伤，但一位臣子被留在宫里治伤，终究是件很不合体统的事情。好在他还有个身份是长公主的女婿。吱呀一声，广信宫的门被推开了，皇帝沉着一张脸走了出来，看了一眼身旁渲然欲泣的范若若，眉间略现疲态。姚公公颤着声音说道：“陛下，您先去歇歇吧，小范大人这里有御医们治着，应该无妨。”皇帝的眸子里闪过一道寒光，那些没用的家伙。陛下，我想进去看看。范若若稳定住自己的心神，对着皇帝行了一礼。可是太医正不让我进去。皇帝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他注意到范家小姐脚边放着一个很寻常的提盒。范若若咬着嘴唇说道：“哥哥一直没醒来，但虎卫说过，让我拿他平日里常用的解毒药丸来，想必是他昏迷前心中有数，只是御医部相信我的话。”皇帝默然站在街上，御医治病自然有自己的程序，拒绝范若若的药也是正常。但此时的皇帝与以往许多年里都不一样，似乎是第一次，他发现自己这么多儿子里面，只有里面那个才是最出息的，也只有里面那个才不是为了自己的位置而思考问题。悬空庙上，在那样危急的关头，如果范闲第一选择是不顾生死的去救皇帝，只怕多疑成疾的皇帝依然会对范闲有所提防，因为那样的举动也许正是他身为一位权臣想表现自己的忠诚给一位君主看，而做皇帝这种职业的人向来不会相信可以看得见的忠诚。可问题是，范闲选择了先救老三，如果深究起来，
督察院甚至可以就着这个细节弹劾范闲大逆不道。只是皇帝本非寻常人物，他却从这个细节里面自以为看清了范闲城府极深的表面下，依然有一颗温良仁顺的心，就像当年那个女子一般。很好笑的是，范闲在那一瞬间根本不是这般想的，问题是皇帝并不知道，所以皇帝很欣慰。在知道范闲被重伤将死之后，他许多年不曾动摇丝毫的心终于有了那么一丝丝颤动，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对范闲是不是压榨的过于极端。自我怀疑之后，他更是对范建感到了一丝毫无道理的嫉妒，一丝不能宣诸于天的愤怒。这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凭什么就只能是你的儿子？自己的几个儿子，老大太直，老二太假，老三太小，至于太子。皇帝在心底冷笑一声，心想这个小王八蛋，莫非以为朕没有看见你故意踩中那个酒杯？所以他将范闲留在了宫中，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将范闲救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年男人骨子里的某种负面情绪在作祟。与他自幼一起长大的范建，或许对于陛下的心理过程十分清楚，所以在儿子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也没有入宫，只是很黯然地留在了范府的书房中。陛下传召，太医正领着一位正在稍事休息的御医走出宫门，满脸苦涩回道：陛下，外面的血止住了，可是那把刀子伤着了范大人的内府。皇帝微抬下颌，示意了一下范若若的存在，为何不让范家小姐进宫？太医正就算在此时，也不忘维护自己的专业精神，皱眉道：那些药丸不知道是什么成分，刺客的刀上浸着毒，但毒素也没有分析清楚，所以不敢乱吃。怕个屁！此时一直在阶下坐在椅子上的靖王爷冲了上来，啪的一声，一耳光就甩在了太医正的脸颊上，骂道：老子给了你2个时辰，你不说把人救活，你至少也要把范闲救醒。只要他醒了，以他的医术，要比你这糟老头子可靠得多。太医正挨了一记耳光，昏头昏脑之余大感愤怒，根本说不出什么话来。皇帝正想训斥靖王举止不当，但听着这几句话，心头一动，觉得实在是很有道理。如今费介不在京中，要说到解毒疗伤，只怕还没有人比范闲更厉害。皱眉说道：不管怎么说，先想法子把范闲弄醒过来。话一出口，皇帝才发现范闲果然是一个全才，而且如果他不是担心自己和皇子们中了烟毒，将药囊扔在了楼板上，只怕他就算被刺客箭毒所侵，也不会落到如今这副田地。又想到范闲的一桩好处，他心里忍不住又叹息了一声，暗道：如果这孩子的母亲不是他，那该有多好。他摇了摇头，在太监们的带领下回了御书房。得了陛下的圣旨，靖王领着范若若一把推门宫门口的侍卫，根本不管那些御医们的苦苦进谏，直接闯到了床边。婉儿双眼红肿，一言不发，只是握着范闲有些冰冷的手，呆呆地望着范闲昏迷后苍白的脸，似乎连自己身后来了什么人都不知道。范若若看着这一幕，心头微痛，却旋即化作一片坚定。他相信自己这个了不起的哥哥不可能这么简简单单的死去，弄醒他。靖王爷今日再不像一位花农，却像是一位杀伐决断的大将，眯眼说道：如果吃药没用，我就斩他一根手指。范若若似没有听到这句话，直接从提盒里取出几个大小不等的木头盒子。靖王爷道：你知道应该吃哪个？由不得他不谨慎，毕竟御医们不是全然的蠢货，说的话也有些道理。如果药丸吃错了，鬼知道会有什么效果，说不定此时奄奄一息的范闲就会直接嗝屁。范若若点点头，很镇定地从木盒中取出一个淡黄色的药丸，药丸发着一股极辛辣的味道。他将药丸递到嫂子的手中，两位姑娘都是冰雪聪明之人，林婉手掌一颤之后，问也不用多问一句，直接送到嘴里，开始快速咀嚼了起来，又接过太监递来的温清水，饮了一口，让嘴里的药化得更稀一些。在一旁好奇紧张围观着的御医们，知道这两位胆大的姑娘家是准备灌药了，反正自己也无法阻止，便有一位赶紧上前，用专用的木质工具撬开范闲的牙齿。林婉低头喂了过去，一直默然看着的靖王忽然伸了一只手掌过去，在范闲的胸口拍了一下，然后往下一顺，然后众人开始紧张的等待。不知道过了多久，范闲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睁了开来，只是眼神有些无力。范大人醒了！早有知趣的太监高喊着，出宫去给皇帝陛下报信。殿内殿外顿时热闹了起来。范闲受伤之后，真正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有很多人会失望吧。然后他看着身边紧张、兴奋、余悲犹存的那几张熟悉的脸庞，轻轻说道：枕头。婉儿握着拳头，双唇紧闭，似乎紧张的说不出话来了。拿了个枕头垫在了他的后颈处，知道相公是要看自己胸口的伤势，所以又去垫了一个，让他的头能更高一些。若若已经移了只亮亮的烛台过来，将他受伤后凄惨的胸膛照得极亮。范闲闭着双眼，先让那股辛辣的药力在体内渐渐散开，提升了一下自己已经枯萎到了极点的精力，这才缓缓睁开双眼，
朝着自己的胸口望去，伤口不深，而且位置有些偏下，看着是胸口，实际上应该是在胃部的上端。御医们对外部伤势的处置极好，范闲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他知道胃上应该也被刺破了个口子，还在缓缓地流着血，自己的真气已经完全散体，根本不可能靠真气来治疗。如果任由体内出血继续，自己估计熬不过今天晚上。以这个世界的医学水平，对于内脏的受伤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这怪不得御医。抹了，他的精力让他只能很简短地发布命令。范若若想都不想，直接取过煮过的粗布，将哥哥胸膛上的那些药粉全部抹掉，惹得旁观的御医们一阵惊呼。毫不意外，胸口处的那个伤口又开始渗出血来。针。范闲轻轻吐出一个字，勉强能动的手反手握住了正浑身发抖的妻子冰冷的手。若若取出几枚长针，范闲的眼珠子向旁微转，看着一旁的靖王爷说道：天突、七门、鱼府、关元，入针2分，下针是需要真气加持的。而此时身旁似乎只有靖王爷有这个本事。范闲醒来之后猜得清清楚楚，先前送药入腹的那一掌，不知道夹着练了多少年的雄浑真气。靖王爷微微一怔，似乎没有想到自己也要当大夫，一言接过细细的长针，有些紧张的依次扎在范闲所指的穴道上。针入体肤，血势顿止，四周的御医满脸瞠目结舌，不敢相信。3处。范闲委顿无力地对靖王爷说了句。靖王马上明白了，监察院3处最擅长制毒，自己与陛下关心则乱，竟是忘了让他们入宫替范闲解毒，于是赶紧出殿而去，让人去传监察院3处主办及议因人员入宫救病治人。没料到3处的人早就已经在皇宫之外等着了，3处头目更是请了好几次旨，要入宫去救范闲。只是今晚宫中乱成一团，禁军统领有几人被监察院传去问话，竟是没有人敢去请示陛下，自然也就没有谁敢让他们入宫。此时靖王带陛下传旨，监察院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直接入了宫门，赶到了广信宫里。3处的人带了一大堆东西，叮叮当当的，好像是金属物。躺在床上的范闲听着这声音，却像是听着玉指轮音一般动听。3处头目是费介师兄的弟子，就是范闲的师兄，在监察院里与范闲向来相处的极为相得。此时看着师弟凄惨无比的躺在床上，脸一下子就阴沉了起来。他走到范闲身边，一根手指搭在了他的手腕之上，包括御医在内的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他。过了一会儿，3处头目点点头，望着范闲说道：师弟的药丸已经极好，不过这毒是东夷城一脉的，事事院里备着的这枚。范闲心头微动，一言服下药去，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精神顿时好了些。天下所谓3大用毒宗师，费介为其一，萧恩为其二，还有一位却是东夷城的怪人。在这3个人当中，费介涉猎最广，本事无疑最强，但是用毒宗师所选择材料及制毒不毒风格都有强烈的不同，像萧恩就偏重于动物油脂与腺体分泌，费介偏重于植物树浆，这也影响了范闲。偏生那个刺客匕首上位的毒，却是东夷城那派的萧氏矿毒派，两派风格不通，想解起毒来十分麻烦，院里怎么可能有常备的解毒药？所以范闲清楚，这药丸一定是有人借着师兄的名义送入宫中替自己解毒，只是常年陶醉于毒药学研究，从而显得有些一根筋的师兄，却很明显没有想到这点毒素渐退，剩下的便是体内脏腑上的伤势。看着监察院的解毒本领，御医们终于有些佩服了，但还是很好奇，这位范提斯和3处准备怎么处理体内的伤口。师弟，你以前让处理准备的那套工具我都带来了，怎么用？3处头目自己似乎也不清楚那些东西的功能。范闲看着自己胸口下方的那个血口子，喘息着说道：我需要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还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3处头目常年与毒物死人打交道，开膛剖肚的场面不知道看了多少年，胆子自然是足够大的。至于手特别稳的人，3处里面这些官吏似乎都足以应付。但范若若却倔强地站到了床前，说道：我来。躺在床上满脸憔悴的范闲第一时间内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第一是他自己对于缝合技术都没有太大的信心，第二他根本舍不得一向洁净柔弱的妹妹看到自己血乎乎的胸腹内部，更何况待会儿还要亲手去摸。婉儿，你也出去。范闲用有些发干的声音说道：带妹妹出去。婉儿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摇了摇头。若若坚持说道：我的手是最稳的。听到范家小姐这样有信心的说话，包括3处头目在内的所有人都有些意外。范闲看了她一眼，看着姑娘家往日平淡的眸子里渐渐升腾起的自信，心头微动，不知道她想了些什么，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微笑。待会儿会很恶心的，而且你是我的亲人，按理讲我不应该选择你，不过既然你坚持，那你就留下来吧。说了一长串话，他的精神又有些萎顿，不等他开口说话，身旁的婉儿已经又摇了摇头，还是没有说话。场间一阵沉默，烛火耀着范闲的脸颊，有些明暗交错，
他勉强笑着说道：“那诸位还等什么呢？只是个小手术而已。”三处拿来的那几个箱子确实是依范闲的建议做的，不过真正的原创者却是费介，而费介又是从哪里学会这一套？除了范闲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而此时，他却要做自己手术的医学总监了。随着他有些断续的话语，留在广信宫里的所有人开始忙碌地动了起来。皇宫多奢华，烛台是足够多的，又想了些法子，让这些烛光集中到了平床之上，照亮了范闲袒露在床单外的胸腹。小太监们急着烧开水，煮器械，让宫中众人净手。而若若则侧着身子，小心而认真地听哥哥讲待会儿的注意事项与操作手法。三处头目毫无疑问是一位县城最好的麻醉师，那些小太监们就成了手脚利落的护士。而那些看着众人忙碌却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傻呆一旁的御医众，却似乎变成了那个世界里旁观手术的医学院3年级学生，反正不是妇科检查。范闲心里这般想着，也就消了将这些御医赶出门去的念头。至于什么杀菌消毒免了吧，咱皇宫家也没有这条件啊。叮的一声金属撞击脆响，回荡在广信宫安静的宫殿里。范若若有些紧张的点了点头，示意哥哥自己准备好了。林婉儿回头担心的看了小姑子一眼，又取了张雪白的软棉巾擦去范闲额头的汗。范闲困难的笑了起来：“夫人，你应该去擦医生额上的汗。”三处头目蛮不讲理的便准备喂药，不料范闲嗅着那味道，紧紧闭着双唇，示意不吃，说道：“马钳子太狠，会昏过去。”三处头目纳闷问道：“你不昏怎么办？待会儿痛的弹起来怎么办？”范闲虽然没有关公刮骨疗伤的勇气，但此时只有他自己最擅长这个门道，当然不能允许自己昏迷后将性命全交给妹妹这个小丫头，艰难说道：“用哥罗芳吧，少下些。”三处头目这才想到自己竟忘了那个药。话说这药还是自己春天时推荐给范闲的，只是后来范闲北上南下用着，监察院三处自己倒是极少使用。他回到屋角翻了一会儿，找到了一个棕色的小瓶子，欣喜地走了回来，将瓶子伸到范闲的鼻子下，一股微甜的味道顿时渗入了范闲的鼻中。过了一阵子，药力开始发作了。虽然视线并没有模糊，但范闲的眼前景致却开始有些怪异起来，似乎他可以同时看清楚2个画面。一个画面是妹妹正拿着一把尖口钳子似的器械担心地看着自己，一个画面是很多年前，在一个被叫做医院的神奇地方，一位很眼熟的漂亮小护士正在和自己说着话。她的心神比一般世人要坚定许多，马上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出现短暂的幻觉，真实的画面与幻想的画面开始交织在一起，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开始，快些！她微微眯起了眼睛。若若如果支持不住，师兄马上接替。她的胆子很大，竟似在用自己的生命在维护若若的自信。只是在哥罗芳的作用下，他的神思总是容易飘离这个皇宫的手术室，忘记那个正在手术的病人就是自己。范闲曾经用哥罗芳对付过萧恩，对付过严冰云，对付过二皇子，今天终于遭报应了。转头望着婉儿雪白的脸颊，微肿之后显得格外凄美的双眼，又看着在自己的胸口处无比小心忙碌着的妹妹，他忽然傻傻的一笑，心想如果将来让妻子与妹妹在家中都穿上粉红的护士服，虽然想来只能看2眼，但那也得是多美妙的场景。人之将迷，本性渐显。广信宫外的人们还在焦急等待着，他们都知道范闲已经醒了过来，并且强悍地按照自己的安排着手医治自己的严重伤势。庆国的人们虽然早已经习惯了范闲所带来的惊喜，比如诗3000，比如细海棠，比如春维，比如一处，比如嫩豆腐，但大家想着他自己身受重伤，却要治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从生死线上拉回来。在御书房里稍事休息的陛下似乎格外紧张，这位年轻臣子竟是又坐着欲辇回到了广信宫前。他看着一片安静的殿前众人，听着殿内隐隐传来的话语与某些金属碰撞之声，不由皱起了眉头，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北方艰难的战场之上，自己似乎也见过类似的场景。怎么样了？靖王爷向陛下行了一礼，担忧说道：“御医们帮不上忙，三处那些家伙解毒应该没问题，但是那刀伤太深了些。”皇帝微微一笑，说道：“有他留下来的那些宝贝，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靖王一怔，沉默着没有回答，站到了陛下的身后，低下的双眸中一丝愤怒与哀伤一现即逝，化作古井无波。不知道过了多久，广信宫的门终于被推开了，宜贵嫔顾不得自己的主子身份，拉着三皇子探头往那边望去，焦急问道：“怎么样了？”回答他的是一声极无礼的呕吐声啊！出来的是一位小太监，先前在殿中负责递器械，此时第一个出宫，当然成了众人的目光焦点所在。但听着宜贵嫔的问话，他竟是根本答不出来什么，面色惨白着，似乎受了什么刺激，扶着廊柱不停地呕吐着。姚公公骂道：“你个小兔崽子，土！”还没有骂完，又有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御医走出宫门，竟是和小太监一道蹲着吐了起来。当今世界本属太平，小太监又自幼在宫中长大，仗则倒是看过，
却也没有看过此时殿中那等阴森场景。那些红的、青的、白的是什么东西？难道人肚子里就是那种可怕的血乎乎的肉团？范家小姐真厉害，居然还能用手去摸。而那位年轻御医，习医多年，也不过是望闻问切4字。最恶心的，也就是看看舌苔和东宫胯下的花柳。今天夜里却是头一遭看见有人居然用针缝皮，用剪子剪肉，那可是人肉人皮啊！又过了阵，今夜当医学院学生的御医们都悄无声息地退出广信宫，只是众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好看。虽然大多数人还能保持表面的镇定，但内心深处也是受了不小的震撼。皇帝一看他们脸色，便知道范闲应该无碍，但依然问道：“怎么样？”被靖王打了一记耳光的太医正，先前也忍不住好奇心，偷偷的去旁观。此时听着陛下问话，面色一阵青红渐加，无比震惊，说道：“陛下，真是神乎其技。”靖王一听这调调，忍不住痛骂道：“问你范闲，不是让你在这儿发感叹？”太医正却是站直了身子，依然发着感叹，胡子微抖不止。陛下，王爷，下臣从医术10年，倒也曾听闻过这神乎其神的真刀之法，不料今日这真的看见了。请陛下放心，小范大人内服已合，定无大碍，只是失血过多，一时不得清醒。他却不敢说，小范大人在手术结束之后，终于没有挺过哥罗芳的药力，开始躺在手术台上说起了胡言乱语，是涉贵族之家的荒唐事，荒唐不堪。这件事情是断然不敢此时禀给陛下知晓。好在那时候手术台边除了自己这位头号观摩学生之外，就只剩下小范大人最亲近的那2位女子，应该无碍。此时留在广信宫外面的人都是真心希望范闲能够活过来的人，听到太医正掷地有声的保证，齐齐松了一口气。太皇子面露解脱的笑容，向陛下行了一礼，便再也不在广信宫外候着，直接出宫回府。他不想让众人以为自己是在对范闲示好，也不想人们以为自己是在揣摩圣意，只是纯粹的不想范闲死了。此时听着对方安全，走得倒也潇洒。皇帝挥挥手，示意宜贵嫔领着已经困得不行了的3皇子先行回宫，便抬步准备往广信宫里去看看。靖王爷自然也跟在他身后。不料太医正却拦在了2位贵人身前，苦笑说道：“刚才范大人昏迷前说了，最好不要有人进去，免得……”他皱眉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那个新鲜词——感染。范闲这句交代其实是想求个清静而已。皇帝与靖王愣了愣，允了此意。不料又看着太医正面露狂热之意，说道：“陛下，臣以为小范大人医术了得，应该入太医院任职，一可为宫中各位贵人治病，二来也可传授学生，造福庆国百姓。正所谓择言千事。”这话实在是大善之请，又没有什么私心。但此时情势紧张，陛下终于忍不住抢在靖王之前发火了，大怒骂道：“人还没醒来，你抢什么抢？范闲何等才干，怎么可能拘困在这些事物之中？”靖王却偏偏不生气了，嘿嘿笑着咕哝了一句：“当医生总比当病人强。”3处的官吏此时终于也退了出来，恭敬地向陛下行礼。得了陛下的几句劝勉之后，便有些精力憔悴地离开了皇宫。此时广信宫中，除了服侍的那几位太监宫女之外，就只剩下了范闲、吉婉、若若3个人。林婉心疼地看了范闲一眼，又心疼地看了面色苍白的小姑子一眼，柔柔地擦去她额上的汗珠。这是范闲先前说过的。范若若一直稳定到现在的手，终于开始颤抖了起来，知道自己终于在哥哥的指挥下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哥哥的性命应该保住了，他的心神却是无来由的一松，双腿一软，险些跌倒在地。林婉扶住他，有些自嘲地笑了笑，依然没有说话。这笑容里的意思很明显，鸡腿姑娘觉得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帮到范闲什么，而只有自己似乎永远只能旁观，不能起到任何的作用。嫂子，范若若终于发现了林婉异常的沉默，关切问道：“身子没事吧？”林婉被小姑子盯了半天，没有办法，旋即微笑说道：“没事。”没事这2个字说的有些含糊不清。范若若定睛一看，才发现嫂子的唇边竟是隐有血迹，不由唬了一跳，便准备换御医进来看。林婉赶紧捂住她的嘴巴，生怕惊醒了沉醉于歌罗芳之中的范闲，有些口齿不清解释道：“是刚凯咬着舌头了。”范若若微微一愣，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心中不由一暖，对这位年纪轻轻的嫂子更添一丝敬爱。先前给范闲喂药的时候，婉儿心急如焚，只顾着将药丸搅散，却是情急之下咬伤了自己的舌头，但心系相公安危，却是一直忍到了现在。广信宫里的白幔早已除去，此时月儿穿出晚云，向人间洒来片片清辉，与当年这宫里的白幔倒有些相似。宫外的人们渐渐散了，只留下了足够的侍卫与传信的太监。宫内的宫女太监们将脑袋搁在椅子上小憩着，时刻准备着小范大人的伤势有什么变化。又有职业的宫女安静地移走了多余的公主。那姑嫂2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昏暗烛光里安详睡着的范闲，脸上同时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意。层层皇城宫墙之外，一身粗布衣长的五竹冷漠地看着宫内某个方向，确认了某人的安全后，
悄无声息地遁入了黑夜的小树林中。过了数日，仍然是在皇宫之中，一处往日清静，今日却是布防森严的梅园深处。那位京都如今最出名的病人正躺在软榻之上发着感慨，什么时候能回家？范闲盖着薄被躺在软榻之上，看着梅园里提前出世来孝敬自己的小不点出梅，面色有些恼火。皇宫里的物资自然是极丰富的，各种名贵药材经由太医院的用心整治，不停往他的肚子里灌，想不回复的快都很难。皇宫里的太监宫女们在服侍人方面自然也比范府要强很多，就连这梅园的景致都比范家后园要强不少。加上妻子与妹妹得了特指，可以天天陪在自己身边，这小秋阳晒着，小棉被盖着，小美人陪着，似乎与自己在家里的生活没什么两样，除了没有秋千。但他依然很想回范府，因为他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在京都真正的家。在经历了庆国皇宫第一次手术之后，仗着这近20年勤修苦练打下的身体基础，他的恢复极快，胸腹处依然未曾痊愈，但总算可以平躺着看看风景了。只是体内的真气散离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他的心里有些微寒和恐惧。若若吹了吹碗中的清粥，用调羹喂了他一口，另一侧林婉儿伸手进他的宽袍之中，小心地调了一下双层不带离骨带的位置，这是范闲的要求，用不带束住伤口，加上重带压着，对于伤口的愈合极有好处。范闲有些困难地咽下清粥，埋怨道：天天喝粥，嘴里都淡出鸟来了，我想回家，不说吃爆月楼的菜，喝柳姨娘调的果浆子也比这个强不少。林婉儿嗔道：刚刚醒了没2天，话倒是多了不少。陛下既然恩允你在宫中养伤，你怕什么闲言闲语？不过口里淡出鸟来是什么意思？范若若也很不解。什么鸟？范闲面色不变，转移话题。我不是怕闲言闲语，只是有些想家。如今他身处皇宫，无法与启年小组联络，陛下又下旨不让他操心。婉儿与若若干脆没有出过宫，别的太监宫女更不可能说。悬空庙的刺杀案件已经过去了几天的时间，他竟不知道任何相关的信息，更无法去当面质问老伯子有关影子的事情，实在很是不爽，很是不安。